川叔成了个智商280的超级天才，可原主有这智商做啥不好，却沉迷女色和一个保安争风吃醋。不料保安是个龙王，明明可以智商碾压这个歪嘴装逼的低能儿，却非要和他拼拳头，结果就是被人家一路装逼打脸。我融合原主记忆后，决定在女主公司辞职。作为前世的科研大佬，如今也是个有钱有势的超级学霸，还和什么脑残男主抢女人。我要建立一家科技公司，这个世界的发展水平相当于原世界05年。科技发展很迟滞，很多事情大有可为，那就由我来接起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了。女人哪有搞科研改变世界想？走进总裁办公室，发现男主萧傲天也在，应该是徐雨晴怕自己纠缠他，所以把萧傲天也叫来了。再看向这女主，长得的确惊艳，难怪原主被迷得快魔怔了。你走到总裁办公桌前坐下，递上辞呈说：“徐总，这是我的辞职报告，近期麻烦徐总安排人跟我交接一下工作。”徐雨晴心里是同意你离职的，不过你作为公司高管，询问一下离职的原因，这种场面话还是要说的。不知道曹经理选择离职的原因是什么？你瞟了眼边上紧紧盯着的萧傲天说：“我放弃专业，选择自考会计师就职宏源集团的原因，徐总想必很清楚。但是经过昨天徐总向我展示出的择偶标准，让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我们的智力水平差距可能比我预想的更大。”闻言，徐雨晴和萧傲天的脸色都黑了下来。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在错误的选择上继续纠缠。毕竟我已经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了3年时间。你说完便淡淡的看着徐雨晴，徐雨晴办公桌底下的小拳头捏得紧紧的，恨不得把你捶死。智力水平差距比想象的大，这混蛋讲话怎么这么气人？你什么意思？徐雨晴还没说话，萧傲天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质问。在海外，从来没人敢这样和他说话，可你无视他，继续对徐雨晴说：“我已经声明了原因，那我先回去了。徐总记得派人和我交接工作。”说罢便起来准备离开。被无视的萧傲天不干了，直接堵在你面前。我问你话呢，你什么意思？你淡定地看着拦在身前的萧傲天，我的意思很明显，从我个人的角度对徐总的择偶标准感到质疑。萧先生不会不允许我有质疑的权利吧？然后你上下打量了萧傲天，小平头，原本笔挺的保安服松垮地穿在身上。以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主角有些懒散油腻。至于为什么不回答你，第一，我觉得我和徐总之间的谈话，萧先生随意打断的行为很不礼貌。第二，根据萧先生的行为和话语，我觉得你我之间智力上的差距，可能比我和徐总间的差距更大。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会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背后的徐雨晴脸色又是一黑，盯着你的背影银牙紧咬。第三，我对保安这个岗位并无歧视，但是萧先生这种仪态和着装都如此随意的保安，让我很不适应，因此不想过多接触交流。萧傲天被你的话噎得脸色通红，他很想一拳揍在你的帅脸上，可是又没什么理由，总不能因为人家说了一句智力差距就要动手吧？这是华夏，恶意伤害是要坐牢的，你凭什么怀疑我的智商？这话是萧傲天咬着牙问出来的，他从来没觉得这么憋屈过。你随意的提了个问题，假设球拍和球的价格一共是11块，球拍比球贵10块，请问球的价格是多少？1块啊！萧傲天觉得问这种简单的问题是在羞辱他，弱智无疑。你忍不住要翻白眼，书里的自己怎么输给这么个玩意？你说谁弱智呢？萧傲天忽然觉得好像是有哪里不对。你等等，我算一下。你无奈回头看了看徐雨晴，徐总还是你告诉他吧。徐雨晴沉着脸说5毛。萧傲天这才反应过来，徐雨晴忍着怒火不悦地说：“你说的智力差距就是这种脑筋急转弯。”你笑了笑，那请问徐总，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是左脚先进门还是右脚先进门？当时徐总你是笔拿在手里看报告，还是笔放在桌上再看报告呢？徐雨晴和萧傲天两个人都愣住了，这和智力有什么关系啊？谁会记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萧傲天昨天帮徐雨晴摆脱你，徐雨晴虽然表现冷淡，但是并没有拒绝也没有澄清，所以他觉得自己只要再加把劲，很快就能追到徐雨晴了。可是没想到昨天还看起来毫无威胁的，今天一改形象，冷静淡定的表情中透露出一股与众不同的精英气质。虽然他非常瞧不上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富家子弟，但也知道现在这样的你在大多数女性眼里非常有魅力，而且最可恨的是，自己居然在徐雨晴面前被你按了个弱智的标签。下次徐雨晴看到自己就想到弱智，这还追个锤子？你无趣的撇了撇嘴，一边绕过萧傲天向外走，一边说：“我右脚先进的门。”徐总左手拿着笔，右手拿着报告材料，你们可以看办公室的监控确认一下。刚才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徐雨晴就已经打开了监控录像，的确如你说的一模一样，这让他有些无法理解，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会去记这种事？”已经走到门口的你回头看着两人，用食指轻轻指了指自己脑袋，不是我要去记这种事，而是智力水平足够高的话，看过就会记得。说完就打开门径直离开了。你离开后，办公室里的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徐雨晴平复一下情绪，便让萧傲天也离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报告，却发现怎么都看不进去了。可恶，好气啊！萧傲天走出办公室，眉头紧蹙。原本他在通过龙王殿调查徐雨晴资料的时候，顺便也调查了你这个追求者的资料，一直到昨天之前，你的表现都和资料中的内容一样，自大骄纵，对徐雨晴有着病态的喜欢。但你今天的表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不过想到你已经辞职了，应该问题不大。你回到办公室坐下，回忆书中接下来的剧情。今晚好像有男主英雄救美的桥段。今晚2号女主程芷瑶在酒吧被混混纠缠，正好被来酒吧消遣的萧傲天遇上。一番武力展示后，程芷瑶觉得萧傲天很有意思，而且对萧傲天的身手也很感兴趣。这个程芷瑶现在也算是自己的表嫂，因为她和舅舅儿子郑瑞成有婚约。虽然两个人互相都不喜欢，但是两个人都迫于家庭的压力没有拒绝。最后在主角萧傲天的干预下，两个人顺利退婚，而且程芷瑶所在的程家就是扳倒舅舅郑书泽的主要力量。你实在是无力吐槽这剧情。一个雇佣兵主角通过杀手和佣兵在国外控制一个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团，已经是足够离谱的事情了。原本回国的目标是调查家族被拔起的真相并且复仇，
结果回来先是去徐雨晴的公司当保安，然后又勾搭江城一把手名义上的儿媳妇，一个脑子里涂了医术只剩下肌肉的雇佣兵，居然想要控制了江城的商业。更可怕的是，居然还成功了，而且是靠勾搭来的女人帮忙。你对这种脑残剧情真是无力吐槽。等到晚上，你走进酒吧，这时酒吧里的氛围已经很热闹，你的到来让酒吧里的妹子很兴奋。你神色淡然，一身白色高档西装，由内而外显露出精英气质，在周围一众杀马特男士们中鹤立鸡群，简直帅到发光。你进来后扫视一圈，很快就看到程芷瑶，没办法，她那颜值和傲人身材去哪都是焦点，你并没有过去，只是开了个卡坐在一边静静的看着。你准备在萧傲天出手前给程芷瑶解围，并把她带走，这样既改变剧情走向，又不涉及萧傲天。毕竟程芷瑶在退婚之前，如果被爆出和别的男人有什么牵扯，外公和舅舅都脸上无光。你发现这书的主角萧傲天有点邪性，好像自带降智光环一样。你计划尽量改变剧情，但是少跟萧傲天接触，怕被降智了自己都不知道。你往四周看了看，果然发现几个杀马特青年聚在一起嘀咕，时不时还瞟一眼程芷瑶。你掏出手机给表哥郑瑞成拨了过去。小弟，怎么了？表哥的声音很温和，你和他自小就亲近，如亲兄弟一般。我在夜遇酒吧见到程小姐遇上点麻烦，你怎么去酒吧了？你无语，你不关心未婚妻遇上什么麻烦，却问我这表弟为什么来酒吧？没事来坐坐而已。哦，多出去玩玩也挺好，别整天闷在公司。那程芷瑶遇上什么麻烦？遇上几个混混，好像是虎沙帮的。没事，我给叶玉那边打个电话，你自己注意安全。挂了电话就看见几个混混已经在骚扰程芷瑶。几人围着程芷瑶嬉皮笑脸说着什么，程芷瑶面无表情不做理会。你起身走过去，走近了就听到一个红毛混混说：“美女，反正都一个人，给个面子嘛。”一边伸手想要去抓程芷瑶的手，萧傲天一进门就注意到程芷瑶了。原本想着怎么和美女搭讪，就看到几个混混向程芷瑶走去，机会这不就来了吗？正好帮美女赶走这几只苍蝇，可以快速建立两人之间的联系。看到红毛伸手要去拉程芷瑶，正准备出手，可这时传来一个声音：“程小姐，似乎遇上了一些麻烦。”萧傲天听到这个声音觉得有些耳熟，往混混身后看了一眼，就看到俊朗帅气的萧傲天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不动声色站在边上。几个混混看你西装笔挺人模狗样的，便不耐烦地说：“哪来的小白脸，敢多管闲事？信不信小爷抽你？”程芷瑶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已经转过身来，看着你被几个混混围在中间，表情有些玩味。你们几个干什么？酒吧内间走出几个肌肉大汉，领头的在几个人脸上巡视了一轮，然后走过来向你和程芷瑶点点头。曹少爷、程小姐，不知道你们大驾光临，让几个不长眼的影响了兴致，实在抱歉。你知道这几人是表哥打过招呼，便对领头大汉点点头，指了指几个杀马特。这几人在纠缠程小姐。大汉向身后马仔招了招手，几个汉子上前像抓小鸡仔般提着几个杀马特往后门走。杀马特一边挣扎一边喊：“我们是跟庆哥的。”领头汉子笑了：“狗屁曾庆，今天要是敢保你们，明天江城就没有虎沙帮了。”然后他转身对你和程芷瑶微微欠身，说了句抱歉就走了。而萧傲天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事情出乎预料的发展，见你没和混混说一句话就解决了他们，让他觉得有些气愤。看着俏生生坐在吧台上的程芷瑶，这样的美女不认识一下又实在有些不甘心。你装没看到萧傲天，但程芷瑶注意到了，她有些疑惑看着这个有些背冷的人。萧傲天有些尴尬，深深看了你一眼，便转身走开。程芷瑶似笑非笑的对你说：“我们曹少爷怎么也来这些地方玩了？”声音清脆中有些娇媚。你没回答，而是坐到旁边的高脚椅上说：“你喝吧，喝完我送你回家。”你懒得管程芷瑶为什么喝酒，这和你无关。你只要不让程芷瑶跟萧傲天走，不让程芷瑶顶着郑家儿媳妇的名头在外面给郑家丢脸就行。说实话，你是真的不想理会这些女主，那么多女主加上一个男主，一堆人凑不齐一个脑子。可是程芷瑶却不干了。自从得知要和郑家联姻后，她就没一天是舒心的。整个江城的二代圈子都知道，郑瑞成喜欢的人是他大学同学，但那姑娘只是普通家庭，因为门户的原因，郑家不同意，所以在程家提出联姻的时候，虽然程家只是个二流家族，但是郑家还是答应了。他父母也是软硬兼施让他答应，可是他不想自己的人生被人操控，该上什么学校，该学什么专业，该嫁什么人，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心情不爽，说话就有点阴阳怪气。曹少爷，你管得太宽了吧？你无所谓的说，我知道程小姐并不赞同这段联姻，可是还请程小姐明白，对联姻不赞同，完全可以向我舅舅提出来。舅舅虽然对我表哥的女友不怎么满意，但是也不至于强求程小姐。但程小姐现在是我名义上的嫂子，所以为了避免郑家的名声受损，在这种混乱的环境，我觉得我有义务照顾你的安全。你的话让程芷瑶憋得难受，郑家是不会强求。现在是程家求着郑家联姻，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对郑家来说，自己其实可有可无；对程家来说，只需要自己认命。他盯着眼前的酒杯，喃喃地说：“曹少爷，我还真是羡慕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人可以指责你，没人命令你。”你知道程芷瑶心里在想什么？无非觉得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和那些烂俗电视剧里大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的富家公子没有任何区别。你转过高脚椅，盯着舞池的方向，缓缓地说：“本质上，人所有的委屈和愤怒，一定程度上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是来酒吧借酒消愁，而是在想办法解决程家遇到的麻烦，那么你的悲伤倒是会让我高看一眼。”程芷瑶瞪大了眼睛盯着你，这家伙在说什么？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家伙，在这指责我无能，你凭什么这么说？你离开了郑家，你算什么？程芷瑶声音依然清脆，但是娇媚的感觉已经消失了。你从她瞪大的眼睛里感觉到她的怒火，轻轻在吧台上的纸盒里抽出几张纸巾，把溅到自己身边的酒擦了擦，然后认真的对程芷瑶说：“离开郑家的话，我大概会是一个不错的软件工程师，又或者成为科学院的一名 IC 设计工程师，再或者就像现在是一个还过得去的会计师。有什么问题吗？”程芷瑶无语，你是二代圈子里少见的工科学霸，江城上层
圈子都知道，当初你取得硕士学位后，没有选择在技术领域继续深耕，而是回江城去许家的宏源应聘。你的导师赶到江城和郑书欣详谈，最后知道你心意已决后表示遗憾。这下程芷瑶尴尬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程芷瑶把桌上的酒端起来一饮而尽。今天因为心情特别不好，所以她点的酒比较烈，喝得太急导致她被呛到，咳咳嗨嗨，无暇的小脸涨得红红的。你示意酒保拿来一瓶苏打水，放在程芷瑶面前，然后站起身，走吧，我送你回家，不用你管，我自己回家。因为刚刚呛了酒，程芷瑶的声音有一些闷声闷气的。你耸耸肩，行，那你现在叫人来接你回家，我自己能回家，为什么要叫人来接？你无语看着这女人，不带保镖来酒吧，还打算酒驾，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酒后驾车。说白了，程芷瑶只是个不知疾苦的富家小姐，从小优越的生活让她不善于妥协。自从知道了联姻的事情以后，她一直就压抑着自己，明知联姻的对象另有心上人，对父母和家族的孝悌却容不得她拒绝。她自己似乎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反抗，无力悲愤的情绪一直在心头堆积。她现在的心态已经有点魔怔，任何对的建议和规劝都会被认为是对她指手画脚，然后龇牙咧嘴的表示拒绝。她从包里掏出车钥匙，在手里甩了甩，我自己会回去。你表情平淡的注视着她，伸手将她手里的车钥匙抢下来。行了，跟我走，或者你自己叫人来接你走。要是突然被抢走，程芷瑶似乎愣了一下，酒后的行为似乎也不再经过大脑，向你扑了过来，把车钥匙还给我。在远处一直观察这边的萧傲天，一看两人似乎有些纠缠，以为机会又来了，连忙走过来一声怒喝：曹渊，你放开他！你有些无语的看着他，你这势力还当什么雇佣兵？明明是他不放开我好吧？原来萧先生你在，不知道有何指教？萧傲天气息一滞，混蛋，我刚刚就站在你面前，你敢说你没看到我？他往你身前一站，身上坚毅的气质又透露着些许桀骜，对你说：你准备干什么？程小姐喝了酒，我认为她现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所以阻止她独自驾车回家。不知萧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我没醉。程芷瑶忍不住反驳，你照下化妆镜，确认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你看着程芷瑶通红的小脸说，萧傲天可不在乎，对你大声说，这位小姐似乎不愿意跟你走，你不能强迫人家。然后转头对程芷瑶露出了一个自认为让人安心的笑容，嘴角勾起，邪魅肆意。这位小姐，你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程芷瑶手还抓着你的手，表情有些懵。原书里程芷瑶因为萧傲天的强大战斗力给她减肥，所以并不觉得这个笑容有什么突兀，甚至觉得有点野性的魅力。但是现在是你给她减，和冷静优雅的你比起来，萧傲天的歪嘴一笑让程芷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你看着他那招牌歪嘴邪笑，有点想笑，伸手抚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坐回高脚蹬上。萧先生，这是我们的家事，似乎跟你无关吧？萧傲天露出疑惑的表情。程小姐是我表哥未婚妻，这件事江城上流社会全都知道。萧先生虽然是个保安，但是作为徐雨晴的男朋友，他居然没告诉你。我觉得相对于你在这里多管闲事，还是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情感状况更好。这男人居然是徐雨晴男朋友，程芷瑶震惊了。听说徐雨晴因为曹渊心里有问题，所以不喜欢曹渊，但是也没必要找个这么自恋。现在看起来徐雨晴才更像是心里有问题的那个。他忍不住把眼前两个男人对比了一下，看着你禁欲又吸引人的形象，程芷瑶心里下了结论，只要心理问题不算严重的话，那自己说什么也会选曹渊了。这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萧傲天被你的话不重不轻的噎了一下，不自觉的想起早上在徐雨晴办公室里憋屈。他虽然很喜欢徐雨晴，但是程芷瑶这种级别的美女，他也实在不想放弃认识的机会，忍不住出声说，可谁知道你会不会对这位小姐的安全造成危害？这次你真的忍不住笑出了声，怪不得书里动不动就说主角坚毅坚韧，所言非虚啊，都这样还不想放弃。在萧傲天杀人的目光里，你收回笑声，萧先生你真幽默。第一，酒吧里有监控，随便有个人来查一查就知道是我带走程小姐。第二，程小姐是我的嫂子，我不是很明白萧先生因何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你一脸想不到你居然是这种人的表情看着萧傲天。程芷瑶也越看越觉得这个男人怪异，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下萧傲天也觉得自己有些失言了，被两个人的目光盯着，就算萧傲天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也隐隐有些脸色发红。但是想起刚才程芷瑶对你很抗拒，心里还是抱着一丝的期望，忍不住问程芷瑶，这位小姐，你真的不需要帮忙？程芷瑶虽然刚才有点激动，但不是傻，这个不请自来的男人明显和刚才那几个杀马特没什么区别。程芷瑶面无表情的对萧傲天摇摇头，这下龙王大人也没办法，有心想要个联系方式，但你说他是表哥的未婚妻，如果这话说出口，指不定会被你说成什么。他现在下意识都有些怕和你说话，而且要是传到徐雨晴耳朵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系，真就鸡飞蛋打了。于是只能面无表情的转身离开。经过萧傲天这么一打岔，程芷瑶也懒得和你较劲，拎起自己的包就走在前面。走吧，不是要送我回家吗？当车行驶在入夜的路上，车内两人都没有说话，氛围安静的有些醉人。程芷瑶目视前方，时不时瞟一眼身边安静开车的你，一只手倚在车窗上撑着脑袋，一只手扶着方向盘，路上的路灯时不时打在脸上，利落的发型和俊朗的五官在忽明与忽暗之间闪。程芷瑶觉得自己的心跳似乎都随着这明暗交际的节奏逐渐被同步，心跳开始扑通扑通，越跳越快。今天的酒劲似乎来得格外缓慢，微醺的意识里不自觉闪过了一个想法：徐雨晴反正已经有男朋友，如果一定要嫁给郑家人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是曹渊呢？这样的话感觉似乎也没那么糟糕。然后又赶紧甩甩头，我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把程芷瑶送回程家后，你到家已经晚上11点多了，简单洗漱就上床休息。第二天你驱车上班，虽然已经申请辞职，但公司的工作还需要交接清楚，你不会因为私人原因而影响他人，这就是你的性格。到公司，在高管电梯门前等电梯时，徐雨晴走了过来，看来也是刚到公司。徐总早，你随意打了个招呼，徐雨晴冷淡的点了点头表示回应。电梯里他眼睛忍不住偷偷往你身上瞄，
只见你双手插都一副不知什么是对手的模样，又冷又酷。想起昨天你的话，气得他无法静心工作，把文件带回家加了好久的班，心里就忍不住愤愤的腹诽：呸！老帮菜装什么小白脸？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的时候，收到银行发来的信息，显示自己账户收到老妈的5亿汇款。这边你还在看着信息，手机就响了。阿渊，你不是要做科技公司吗？妈刚刚给你转了一点钱。电话里传来老妈温柔的声音，语气听起来心情不错，还真是一点。我刚收到银行信息，谢谢妈。臭小子，跟妈说什么谢了？对了，公司地址你有什么想法？我昨天让人查了一下，藤渊这边没有闲置的区域，不过你唐姨手里的云川大厦刚招上，你可以问问。听到唐景柔的名字，你心里微微一动。唐景柔和老妈从小就是邻居，比老妈小10多岁。小时候整天跟在老妈后面转，在老妈离婚的那段日子，为了让你以后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平台，便义无反顾的一头扎进商场，建立了藤渊集团。在老妈忙碌的几年里，都是自告奋勇的唐景柔照顾。小时候，唐景柔经常揉着你可爱的脸蛋说：“小渊，快快长大，唐姐姐嫁给你好不好？”你那时只会面无表情的回答说：“我妈妈让我叫你阿姨。”后来24岁的唐景柔被家族安排和张家联姻，然后张家被唐家迅速吞并，唐家一跃成为江城第1豪族。唐景柔对曹渊是极为特殊的，你甚至怀疑前身之所以喜欢徐雨晴，是因为徐雨晴身上有类似唐景柔的冷静理智气质。你甩开思绪回应道：“好的，正好好久没见唐姨了，我晚点会去一趟唐氏。”结束了和母亲的通话，你继续处理桌上剩余的工作。中午的时候接到通知，总裁徐雨晴召开了高层会议，来到会议室，发现萧傲天也在。大家都坐下后，徐雨晴让秘书把材料分发给在场的高管和股东。你看了一眼材料，会议的主题是萧傲天拿出的和气丹药方，想要和公司合作。这龙王在搞什么？和气丹是一种补中益气效果极好的丹药。你记得在书中，和气丹是在你接手老妈的藤渊地产后，疯狂打压宏源集团。萧傲天拿出来帮助徐雨晴度过危机的几味药方之一，不知道为什么，萧傲天居然现在就拿出来和徐雨晴合作。其实龙王大人也不想现在就拿出药方，因为他知道这药方的价值。但是昨天你辞职了，一副放弃了徐雨晴的样子，让他有些猝不及防。如果不想办法继续和徐雨晴建立联系，那徐雨晴基本不会和他有什么接触。所以思来想去，觉得拿出药方和宏源集团建立合作，以后便有更多的接触机会，那么就有很大的机会追到徐雨晴，然后继续凭借着自己的药方，让徐雨晴完全掌握宏源，让许家支持自己，以许家为大本营，开始逐一调查江城的豪族和自己家族覆灭是否有关联。徐雨晴提出这个会议主题后，股东们开始议论纷纷，其中一名股东忍不住问：“徐总，不是我们不相信，但萧傲天只是一个保安，他这个药方靠谱吗？”是啊是啊，其他人也纷纷提出质疑。研发部总监杜勇站起身来说：“这个药方根据原材料来看，确实是没有有害物质，而且早上我们做了初步的实验，效果确实很好很显著。既然研发部老大都发话，股东们也不议论了，既然有效，那就谈合作细节等。”徐雨晴放下材料对萧傲天说：“萧先生，不知道你是想以买断的形式，还是参与销售分成的形式与宏源合作？”萧傲天拿出药方本来为的就是继续和徐雨晴接触，当然是选择分成的形式。分成吧，不知道萧先生可否说一下你的心理预期？萧傲天仔细的想了想，其实以他的财力来说，和气丹而已，送给徐雨晴也无所谓。但是他的资产都在国外，如果大规模入境的话，容易被京都方面察觉。如果查到自己身上，那自己偷偷回国的事情就会暴露在京都萧家眼里。当年京都萧家主家肯定是有参与的，不然江城萧家作为分家被灭，作为主家的京都萧家不可能没有一点贡献。所以萧傲天在国内需要一个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这次的合作不可能无偿了。73吧，徐雨晴心里的理想价位其实是82，但是73也还算能接受，毕竟和气丹确实效果很好。如果后期药物实验出问题也没关系，反正这些都会注明在合同里。徐雨晴点点头，那合作愉快。宏源会在每个季度将30%分红汇入你的户头。萧傲天有点懵，怎么我就30%了？这是当代医生的独门秘方好不好？我是说我欺你们3。此话一出，全场突然安静，你也很无语。原书里萧傲天拿出药方的时候，和徐雨晴的关系已经比较亲密了，所以根本没有谈合作这一出。反正他认为许家的就是他的，结果一谈合作就谈成这样，这龙王是真的没有一点常识吗？这货除了医术和武术，到底还会点啥？萧傲天觉得气氛有些奇怪，但是也没在意。我的和气丹是杜总监亲自检测的，接下来的后续实验如果达不到我说的效果，我愿意负任何责任。这是宏源集团的机会，我这配方全世界就师傅和我有，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和你们竞争的产品，可以说是一款垄断的药品。徐雨晴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到正努力维持面瘫的你，忍不住出声问：“曹经理，你怎么看？”你正在憋笑，突然被点名，调整了一下表情，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没必要，言简意赅。萧傲天听了很不爽：“曹经理，你是不是带有私人情绪？私人情绪？”你戏谑地看了徐雨晴一眼，徐雨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小拳头紧了紧。那个萧先生，你作为一个保安可能不太懂。你调整了一下语气，缓缓地说：“一款药品从生产到上市，其中的原材料、人工运输、宣传方面都包含有大量的成本。我按照和气丹的原材料大概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萧先生所言的3期分成，公司甚至可能还需要倒贴10%至15%的费用。”说到这，你把手里的资料扔回会议桌上。因此，就算萧先生现在手里的药方是仙丹，我依然认为没有与萧先生合作的必要。你的话让萧傲天脸色一红，他还真不懂。作为黑州战神，他只需要带领大家战无不胜，国外的资产都是由师傅请专业人士来操盘的。没理会萧傲天的脸色，你继续说。如果萧先生诚心想合作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其实是给萧先生10%到15%的分成。根据我们手里的资料预计，和气丹主要的应用方向是术后恢复，以及对体虚的人有进补作用。成
诚如肖先生所言，你手里的和气丹在市面上没有竞品，但终归不是必须药物，我不认为会给公司带来太大的业务增长。原书里和气丹就是徐雨晴用来全方面抢占市场、完善宏源集团产品线的，所以现在单独拿出来个和气丹，能翻出什么浪花？虽然这2天对你有些别扭，但是徐雨晴还是点头说：“曹经理考虑的比我周到，我原则上赞同曹经理的建议。不过我可以看在肖先生作为公司员工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20%的分成。”肖傲天还没说话，一个股东却不乐意了：“哎，徐总，这小子是个保安，没什么见识，狮子大开口也就算了，你作为总裁凭什么拿着公司的利益补贴你男朋友啊？”这话一出，在场的人纷纷想起来，对啊，这保安是徐雨晴的男朋友啊。于是反对的声音更强烈了，大家议论纷纷。突然提起肖傲天是自己男朋友的话题，徐雨晴眉头紧皱。其实她愿意给30%或者20%的原因是肖傲天早上在研发部说，如果合作愉快的话，他手上还有些药方可以干合作。但是前天肖傲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是她男朋友，当时因为你的原因他没有反对，结果因为没有提前说出自己的考虑，宪法让他有些说不清楚。徐雨晴轻轻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忍不住瞪了你一眼，都怪这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徐雨晴坐在首位缄默不语。肖傲天脸色阴晴不定，深吸一口气，最终同意15%的分成方案。毕竟肖傲天目的是以此来接近徐雨晴，和气丹也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药物，钱的事情另外想办法就好了。会议散场后，你回到办公室，按理来说这几天都是日常剧情才对，但肖傲天今天提前拿出和气丹，就证明剧情出现了偏差。你猜测是昨天在徐雨晴办公室改变剧情走向，导致肖傲天提前拿出药方和宏源集团合作，梳理剧情，肖傲天和徐雨晴能走到一起，你就是最初推动的因素。但现在你不搭理他们了，没有了你这个垫脚石，肖傲天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假扮徐雨晴男朋友，因此肖傲天才决定提前拿出药方，通过合作方式接触徐雨晴。你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在肖傲天身上，只要在关键剧情上插一手，让他发展不起来就行。想清楚这些，你就离开了公司，开车去一趟唐氏集团。唐氏总部的保安基本都认得你，一路畅通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口，敲门进入，便看到唐景柔坐在老板椅上，右手修长的手指优雅地夹着一根烟噙在嘴里，放下手上的文件，抬起头。抽烟是唐景柔接手唐家后才有的习惯，偌大的一个家族和企业需要他负责，压力让他忍不住找一些外物来释放。唐景柔看到你来，精致动人的脸上浮起笑意，笑容妩媚而不艳俗。小渊，好久没来我这了。唐景柔语气亲密，好比唐景柔对于你来说是特殊的，你对于唐景柔而言也是特殊的。他上下打量着你说，一段时间不见，我们曹少爷突然变得这么帅气，姐姐都有点不敢认了你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轻轻咳嗽一声缓解一下窘迫。唐姨，要叫姐姐哦。唐景柔轻轻白了你一眼，曹少爷无事不登三宝殿，自从你迷上徐雨晴以后，心里就没有你妈妈和我了。你坐到唐景柔对面，我辞职了，准备自己做个公司。腾渊没有闲置的办公室，听说云川大厦刚招商，所以来问问唐姨。辞职了？你不追你的徐雨晴吗？唐景柔有些惊讶，你点点头道，想通了，确实不合适，不准备浪费时间了。我准备做一个科技公司。说起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不由得微微有些兴奋起来，还追什么女主？女人哪有改变世界好玩？看着你兴奋的表情，唐景柔很欣慰。既然我们曹少爷开口了，云川大厦最高的2层就留给你吧，那就谢谢唐姨了。唐景柔站起身子，身形高挑，曲线丰腴有度。走吧，中午陪姐姐一起吃顿饭。接下来的日子，你找老妈借来一批人才，开始为组建公司的事情忙碌。公司招人、组建团队，还有一些前世技术专利注册。你还通过导师和师兄弟的人脉，专门请来科学院的10几位专家，为员工们做前期培训。你重回科技行业，让导师很高兴，亲自带着人上科学院去抢。穿越短短几天，你这边一切终于都逐渐走上正轨。这天你接到宏源人事部的电话，离职流程终于走完，宏源集团提前放人。其实只要不涉及主角，徐雨晴这人还是没得说。完美的外貌，性格冷静理智，年纪轻轻顶着压力坐在宏源集团总裁的位置上，为许家创造大量利润。可惜遇上了龙王。接下来你可以把精力完全投入在自己的星景科技上。公司在超能力下高速发展，你甚至请来2位科学院院士，把前世的浸润式光刻机的技术文件交给他们。和华夏科学院合作是你深思熟虑后的打算。这个行业终归是一个产业链，涉及到许多的零件材料技术，根本就不是一家企业就能玩得转的。所以把技术交给国家，在许多方面首先由国家出手扶持相关的产业链，把这个行业的基础标准拉高，培育足够的生存土壤。而研发下一代的极紫外光刻机的时候，才是自己带领华夏私企组成的华夏科技联盟，开始真正和国际巨头硬桥硬马对垒的时候。和科学院的合作进展得很顺利，在双方友好的谈完合作细节后，你亲自带队走进了实验室，从架构开始入手，全面研发专用的智能手机芯片。初创的星景科技按照你预料的方向开足马力前进，在星景科技井然有序的运转中，转眼就风平浪静的过了1个月。这1个月里，肖傲天依然在宏源集团兢兢业业当着保安，但是徐雨晴完全没有和他接触的兴趣。不过肖傲天作为宏源集团的合作方，在宏源集团大家都还是挺尊重他的，但是他总觉得自从你辞职后，自己就诸事不顺，接触徐雨晴的没有进展。另一边，龙神殿虽然查出程芷瑶的滋润，但是最近1个月程芷瑶居然不怎么出门了，这曹渊怎么一点都不懂得坚持不懈？要是他还追求徐雨晴的话，徐雨晴肯定还需要自己作为挡箭牌的。龙王大人恨恨地想。而在科学院召开发布会，宣布华夏光刻机技术的新突破已经进入样机试制阶段。这消息如同在华夏半导体行业中投入一颗导弹，在其中着重感谢星景科技总裁曹渊以及其团队的技术支持与技术授权。国内其他地方不知道，但是这条新闻让你在江城名声鹊起。一开始知道曹渊的江城豪族们都以为是同名，但是随后发现曹渊已经从宏源集团离职，并且公司的名字就是星景科技。
气以后，大家心里不平衡了，再回家看看自己只会飙车泡妞的糟心儿子，他们只想问一句：凭什么？凭什么郑家兄妹已经个顶个优秀了，下一代的曹渊还这么杰出，自家后代但凡能够守住家业都算不错。凭什么郑家的儿子都已经成为科技新贵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啊！宏源集团，徐雨晴坐在办公室里，有些出神的看着电脑上的新闻。曹渊离职后，他特地有去关注了一下。曹渊的公司叫新景科技，他是知道的。而仅仅离职1个月，曹渊就在他原本的领域开始逐渐绽放光彩，让他有些猝不及防。徐雨晴轻咬着自己的嘴唇，有些意外，也有些疑惑。不过曹渊不骚扰他的话，他也不会去否定曹渊的优秀。相对于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在科技领域绽放应有光彩的曹渊更吸引人，不是吗？程芷瑶也在听到家人提起曹渊的传闻后，特地去找到新闻翻看起来。看到新闻中提到曹渊的名字，他果然好厉害，不由得想起曹渊和自己说的话，还有曹渊开车时安静优雅的模样。随后又想起后来在车上，自己心里想着如果嫁的对象是曹渊的话，突然脸色羞红，从电脑桌上站起来扑倒自己的被窝里，在被窝里蠕动。哎呀，程芷瑶，你又在想什么呢？唐氏集团里，唐景柔听着秘书汇报曹渊的事情，毫无瑕疵的脸蛋上露出了一个魅惑的笑容，勾起的红唇透露着迷人的成熟炙热。这天一早，老妈和你在餐厅吃早餐，最近你手上的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时间也宽松了些，晚上能陪妈妈去参加秦老太爷的寿宴吗？你平时太忙了。老妈也只是试探性的问一问。你思索了一会，书里秦家的这次寿宴就是萧傲天进入江城上层视线的契机。书里的曹渊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纠缠徐雨晴，徐雨晴被弄得没办法，就带着萧傲天参加这次寿宴，并且为了让曹渊完全死心，在和萧傲天商量后，在宴会上公布萧傲天是自己男朋友的事情，这让曹渊几乎成为江城的笑柄。藤渊集团的少东家，郑家最疼爱的外姓少爷，居然追女孩子输给一个保安，这让从小生活在学霸曹渊阴影里的江城富二代们集体亢奋了一把。而且这次宴会也成了书里的曹渊从宏源集团离职，不择手段打压徐雨晴的导火索。这是一段比较重要的剧情，几位女主角都会出场，而且你也很好奇，没了你的因素，龙王还能不能跟徐雨晴一起参加宴会？你传书成了个智商高达280的超级天才，可原主有这智商做啥不好，却沉迷女色和一个保安争风吃醋。不料保安是个龙王，明明可以智商碾压这个只会歪嘴装逼的低能，却非要和他拼拳头，结果就是被人家一路装逼打脸。现在身为科研学霸的你穿越过来，这一切将会完全不同。接上集，晚上你们母子来到秦家的时候，让在场的群众纷纷侧目。老妈身材高挑，举止优雅端庄，而你五官帅气俊朗，着装得体，让豪门公子的气质一览无余。科技精英身上特有的克制与严谨，也在你身上也有着明显的体现。老妈挽着你的手走进宴会厅，引来许多小家族小企业的人纷纷议论，这两人谁啊？这你都不知道？藤渊地产的老总郑书欣，郑领导的亲妹妹，旁边那个是他儿子，新景科技的老板陶渊。卧槽，新景科技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板忍不住惊呼出声，怎么这公司很厉害吗？你们不是从事科技行业的不了解，新景科技和科学院合作的事情你知道吧？知道啊，前段时间都上新闻了吗？那是新景科技对科学院做了技术授权，而且它的的软件单靠授权费，每年就能得到不下1亿美元的授权费，这还是因为还没进入国际市场，不然每年最起码翻10倍。啥玩意？1年1亿美元？你以为呢？果然我们这些盖房子的比不过你们这些玩科技的。舅舅郑叔则因为要避嫌，一般是不会参加这种宴会的，所以大多时候老妈就代表了郑家。老妈首先带着你到后屋，给秦老太爷打个招呼。秦家老太爷秦国强，年轻时也是一名军人，回到江城后建立秦家。他和儿子秦永年2代人的努力下，秦家基本控制了江城的零售行业，成为江城4大豪族之一。秦家是萧傲天在江城最大的助力，因为萧傲天师傅曾经救过秦国强一命，有很大人情成分在。后来发现萧傲天极具潜力，于是就和萧傲天更深入合作。秦国强去世后，萧傲天在江城的势力越来越强，最终秦家依附了萧傲天。秦老太爷虽然年迈，但是眼神依旧锐利，他笑呵呵的和你们母子聊了会家常，还特意问了你和科学院合作的事。你有些感触，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不会完全按着书里的描述走下去。你能在秦国强身上感受到那种老军人对国家深沉的爱。原书里对曹渊横眉冷对的样子，更多也是因为书里的自己实在是不争气。回到宴会厅，老妈去和一些生意伙伴交流，而你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拿出手机开始关注一些科技行业的新闻。虽然现在的手机让你真的很不适应，流量费也很贵，但好歹能看新闻也聊胜于无。不一会儿，一阵香风飘进鼻子，你扭头就看到程芷瑶坐在身边。今天身穿晚礼服的程芷瑶和酒吧时不同，华美礼服让她看起来像是漫画里走出来的大小姐，美好的体态被完整的衬托出来，傲人的上围让一向冷静克制的你都忍不住多扫一眼。你好，程小姐。虽然不知道程芷瑶为什么坐在自己身边，但是你还是礼貌打了声招呼。曹渊，你在招秘书对吧？啊，看着你有点懵逼的表情，程芷瑶笑意盎然地说，我听说新景科技在招总裁秘书，你看我怎么样？程小姐，你别开玩笑，你堂堂程家大小姐，怎么会跑到我这个初创公司做秘书？我对科技很感兴趣吗？你无语，这大小姐怎么看都不像懂科技的样子。那你可以按照正常流程招聘。好嘞，那我们说定了呀。程芷瑶得到答案，开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她想去新景科技上班，一个原因是酒吧时你对她说的话，让她有了一些思考，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强大。但是程家的生意由他哥一手把持，他插不上手，也不允许他插手。另一个原因就是那晚产生的某些悸动，虽然不强烈，但偏让人忍不住去这么做。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就看见徐雨晴带着许家几个年轻一辈走进宴会厅。不出所料，萧傲天也跟在许家的人群中，穿着简单的夹克和牛仔裤，和环境格格不入，也毫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你就很佩服这龙王，没有自己在，
居然也能跟着许家来，难道他又拿出药方了？萧傲天最近的确又拿出一个药方和宏源集团合作，并且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和徐雨晴一起参加秦家的寿宴。因为萧傲天师傅曾经救过秦家老太爷一命，对他说过，如果在江城有什么事可以找秦国强。萧傲天原本不打算这么快接触秦家，但是徐雨晴那边毫无进展，所以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寿宴找机会私下接触秦国强，让秦家帮助自己调查萧家被灭门的事。原本萧傲天要找秦国强可以私下来，但是萧傲天最近看明白了，他就算提供药方，徐雨晴也并不重视他，所以萧傲天又希望通过和秦家的交情展示一定的实力。徐雨晴让其他人自由活动，他先去给秦老爷子打个招呼。回到宴会厅的时候，就看到一直盯着手机的你，程芷瑶在你身边，不知道在嘀嘀咕咕些什么。之前你一直纠缠他，而且态度极端，让他不胜其扰。但是徐雨晴对于你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消耗自己的才华，还是觉得有些惋惜。现在你在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域挥洒才华，徐雨晴其实挺为你高兴的，于是缓步走了过来。现在应该称呼你为曹总了。你有些意外，徐雨晴居然会来跟自己说话，但是除了对袁叔的吐槽外，你对他没有什么偏见。徐总客气了。一直在你身边嘀咕的程芷瑶，此时则是脸色奇怪的盯着徐雨晴，然后目光不自觉瞟向徐雨晴身后不远处穿着随意的萧傲天。程芷瑶原本有些羡慕徐雨晴的，长得好看，工作能力还强，就是这眼光，怎么就这么刺呢？萧傲天早就看到程芷瑶，程芷瑶今天的衣着那惊人的曲线，让他喉咙发干。发现程芷瑶在看自己，他眼睛一亮，心里一喜，看来上次还是给这位程小姐留下印象了。迈着自信的步子走过来，但因为徐雨晴在身边也不好太热情，于是矜持的对程芷瑶点点头。程小姐你好。徐雨晴有些诧异，没想到萧傲天居然认识程芷瑶。程芷瑶本来不想搭理萧傲天，但徐雨晴在边上，毕竟是人家男朋友，还是要给点面子，于是点点头。你好，你一直在浏览手机上的新闻，虽然听到萧傲天过来，但是你头都没抬。萧傲天心里就有些不爽了，虽说他也说不上多讨厌你，只是把你当成追求徐雨晴的工具人，但是你这个工具人不完了，导致萧傲天反而没了接触徐雨晴的机会，就让他很难受。萧傲天10几岁时家族遭难，几乎只剩下他，但是被师傅救走带到黑州后，他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但是遇上你以后就总觉得每次做事都不上不下，达不到目的又不知道该怪谁。看着你帅气的外形，一直关注手机的样子，忍不住有些阴阳怪气的说，曹经理另谋出路后，业务倒是挺繁忙嘛。你视线从手机上离开，抬头瞥了一眼萧傲天，原来是萧先生，你好，然后就不理他，继续看手机。萧傲天被噎住了，边上的程芷瑶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就是江城许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吗？真是有够好笑的。萧傲天被你弄得不知道该作何表示。这时候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走到萧傲天身边，颇为恭敬的喊了一声，萧大哥。你抬头瞟了一眼这青年，你觉得有些眼熟，但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萧傲天和青年寒暄两句，然后转身向徐雨晴等人介绍，这位是江南省东方集团的曹斌，曹公子。东方集团。程芷瑶和徐雨晴都脸色微微一变，你倒是反应过来了，怪不得总觉得见过这人，原来是自己的便宜弟弟。东方集团就是你生父曹尚文的企业，现在剧情已经偏离比较厉害了。没想到萧傲天这么快就和曹斌接上头。曹斌的到来让萧傲天脸上挂起微笑，对你说，和曹经理你还是本家呢。根据你对萧傲天的了解，萧傲天不可能没有派龙神殿调查过自己，但是他还是特意介绍曹斌，明显就是为了恶心你。根据书里的描写，虽然最后书里萧傲天杀了曹渊，但是也算曹渊自己活该。你觉得萧傲天这人虽然男女关系混乱，但也说不上多坏，勉强算是小节有损大节不亏。但是现在你只觉得这龙王是真的，杀又杀不了，而且法治社会也犯不着跟一个弱智计较就杀人，懒得搭理他吧。他自己居然还会粘上。徐雨晴和程芷瑶都知道父母失败的婚姻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两人都忍不住有些恼怒的瞪了萧傲天一眼，你却没有什么波动，瞥了曹斌一眼，语气平淡的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他姑且算是我弟弟。淡定的模样让身边两女稍稍放下心，居然这么巧，原来曹经理和曹少也是兄弟啊。萧傲天演技十分精湛，脸上错愕的表情像是真的一样，是不是都和萧先生关系不大？如果萧先生想要知道江城豪门之间的私事，可以私下问徐总。徐雨晴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要问自己，然后立马想起来萧傲天是自己挡箭牌的事情，微微皱着眉，这就有苦难言。而在曹斌在边上，目光一直隐晦的在徐雨晴和程芷瑶之间来回游动，然后笑眯眯的看着你。听说曹总最近创业，新开的公司运营的不错，家里特地派我来江城东方集团分公司，以后可要多向曹总学习了。他称呼你为曹总，看起来似乎对兄弟关系也很介意。最近新景科技给科学院提供技术授权的事情，曹尚文通过新闻知道。曹斌发现曹尚文在看和你有关的新闻以后，心里多年来的不平衡爆发。虽然曹斌从小也算得上成绩优异，但是每次回家汇报成绩的时候，曹尚文总是随意的说还行吧，原本这也没什么，父爱总是不懂得表达的嘛。曹斌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一次在曹尚文书房发现他一直在关注你，而你从小到大的履历也让曹斌明白，为什么曹尚文总说他还行，因为他引以为傲的成绩和你比起来确实也就还行了。按照原书里的剧情，他应该过一段时间才来江城，但是在了解到你创建新景科技，在科技界大出风头后，曹斌按耐不住了，他也要来江城，他想把东方集团的业务做到江城来，让自己的父亲知道他这个小儿子才是应该关注的。而曹斌刚到江城的时候出了车祸，被萧傲天搭救，对萧傲天的医术惊为天人，想要笼络萧傲天，所以一直称呼对方萧大哥。萧傲天了解你的时候见过曹斌的照片，知道东方集团的实力，自然顺水推舟了。说来也是因为你对剧情的改动，导致两人也就由此提前接上了头。我们公司是做技术的，你能学什么？你语气中那种俯视的意味，周围的人都能听得出来。曹斌脸上的笑容也因此一顿。东方集团主营项目也是房产，来到江城肯定不免会和唐氏藤渊展开竞
竞争，不过你也不在乎，只要新景科技按规划发展下去，到时候自己给老妈和唐景柔提供资金支持就行。东方集团说到底也就是这个年代的一省首富罢了，这是技术为王的时代，你才不会去在意这种看起来稍微大一点的蚂蚁。曹彬紧紧盯着你，眼神中的愤怒隐隐跳动。这时候唐景柔也过来了，原本作为唐家的掌舵人，他派家里人来就行了，但知道你母子俩都来了，他就决定亲自来一趟。他和老妈也有些日子没见，而且有个小家伙最近也一直很远，两人都让他不免有些想念。小渊，这两位是？唐景柔脸上挂着礼貌但却疏离的笑容，看着曹渊身边的几人，徐雨晴和程芷瑶他当然认识，但是萧傲天和曹彬就很陌生了。唐景柔的出现让萧傲天和曹彬眼睛都直了。虽然徐雨晴和程芷瑶的外貌也几乎完美，但是唐景柔身上那股成熟诱人的气质却更加让人沉迷。唐姨不用在意，无关人等罢了，你随意的说。萧傲天和曹彬脸色都是一黑。唐景柔伸出匀称白皙的手臂按在你肩上，说了要叫堂姐，感受着肩上触感，让你心跳都似乎漏了一拍。萧傲天和曹彬看得出来，唐景柔年龄比在场的人大一些，但是就算如此，谁又能拒绝这一份迷人的美丽呢？惊异于唐景柔美丽的曹彬这会也顾不上你，忍不住上前自我介绍：“这位女士你好，我是江南东方集团江城分公司的经理曹彬，不知道可否认识一下？”萧傲天心里也蠢蠢欲动，但是徐雨晴在场，他也只能安耐着，毕竟是龙王有足够的事业心，许家的支持比一个美女重要，而且徐雨晴也很完美。唐景柔一听东方集团的名字，收敛笑容，打量了一下曹彬：“曹尚文是你父亲？”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曹彬以为是自己东方集团的名头吸引了唐景柔的注意力，居然还猜到了曹尚文是自家的父亲，有些得意的点点头，正是家父。唐景柔嫌弃的撇了撇嘴，长得挺像曹尚文这孙子，可真丑。徐雨晴和程芷瑶惊呆了，没想到素来冷静理智的唐景柔居然爆粗骂人。你也有些诧异的抬头看向唐景柔，唐景柔低头看着你，温柔的说：“果然还是继承郑姐姐基因的小渊比较帅。”曹彬被说的懵了，然后听到唐景柔骂曹尚文，并且直言他丑，不免有些愤怒。但是这个场合，身边还有几位美丽到极致的女性，让他也不好意思大喊大叫，面色阴沉的说：“这位女士，你当着我侮辱家父不太好吧？”唐景柔脸色平静，语气也很平淡：“你算什么东西？曹尚文在我面前都不敢这么说话。”曹彬听到唐景柔的口气，似乎这女人很不简单，但是自己和父亲都被人指着鼻子骂，好像也没什么退路，准备先放两句狠话，然后回头调查一下这个女人是什么来的。唐景柔在你另一边的位置上缓缓坐下：“我是江城唐家唐景柔，回去和曹尚文告状吧。”唐景柔自报家门，让曹彬的狠话卡在喉咙里。江城第一豪族唐家现任家主，曹彬有些难受，现在在对方的地盘，狠话也不敢放，直接走又觉得很丢脸。萧傲天也有些震惊唐景柔的身份，但是看到曹彬难受的样子，想到东方集团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虽然唐景柔是江城第一豪族的掌舵人，但还是决定为曹彬解围。虽然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保安，但是龙王总是充满自信。萧傲天向前两步说：“唐总，曹少爷不是故意冒犯你的，不知者不罪，还望海涵。”唐景柔轻轻抬眸，把目光放到萧傲天身上：“你又是谁？”这倒是让萧傲天不好回答，迟疑了一会：“我是宏源集团的合作伙伴。”程芷瑶睁大眼睛惊讶地说：“咦，你不是徐雨晴男朋友吗？还是宏源的保安？”徐雨晴原本只是想来和你打个招呼，结果曹彬和唐景柔的先后出现，让他忍不住站在一旁吃瓜，结果又躺枪，又被说萧傲天是她男朋友，让他有些难堪。但是你就在边上，又不知道怎么解释，总不能说这是我为了拒绝曹渊找来的挡箭牌吧？萧傲天看徐雨晴虽然脸色冷漠，但是没有解释，这机会不就又来了吗？于是打蛇上棍，点头承认说：“是的，我同时也是雨晴男朋友。”唐景柔却有些玩味的看着萧傲天：“你应该是许小姐找来的挡箭牌吧？”看了眼毫无波动的你，唐景柔扭头对着徐雨晴说：“其实许小姐现在没必要找什么挡箭牌，就算要找也没必要找个这么次。”徐雨晴愣住了，萧傲天懵了，一边的曹彬也跟着懵了。你们江城都这么多戏的吗？程芷瑶倒是没懵，而是恍然大悟：“我说呢，这不就解释得通了吗？”唐景柔拿起自己的包包打开，掏出一个紧致的镶钻金属盒子，从盒子里抽出一根烟，葱白如玉的手指轻轻夹着，送到嘴里，啪嗒点燃，优雅地吐出一口烟雾。烟雾背后的女人似梦似幻的美丽，但是语言却有些清冷，带着一丝警告：“另外，我告诉你，在江城只有一个曹少爷，这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称呼的。”说完不再理会面色难看的两人，又缓缓吸了一口烟。徐雨晴看着眼前尴尬的萧傲天，觉得萧傲天的尴尬毕竟有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于是给了萧傲天一个台阶下：“萧先生，答应你带你来秦家寿宴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接下来你请便吧。”说完坐到挨着程芷瑶身边的位置上，他还是决定和曹渊解释一下萧傲天的事情。第30，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徐雨晴既然给了台阶，尴尬的萧傲天和曹彬马上借坡下驴离开了。曹渊有些疑惑徐雨晴为什么要和自己同桌，但是也没多嘴去问。不过萧傲天两人这一走，曹渊这个角落就有些显眼了。桌上现在只有4个人，就曹渊一个男人，成熟冷艳的唐景柔和娇媚爽朗的程芷瑶在曹渊左右，时不时把头凑向曹渊低语几句，而气质利落干练的徐雨晴坐在3人边上，程芷瑶在有时也会回头和他说几句话，气氛居然意外的融洽。3个女人无一不勾动着在场男性的目光，宴会厅里的男人们看着曹渊的眼神就有点酸溜溜的了。是，你曹少爷很帅，这一点大家也都承认，但是你这一拖三，还是3个一顶一的大美女，就太过分了吧？
一些外地宾客不知道到几人身份，觉得曹渊可能是哪家的超级大少，纷纷向身边的本地人打听，而江城本地人也是讨论开了。唐总和程家小姐怎么也和曹少爷有关系吗？对江城的情形比较熟悉的人解释说，唐总和腾渊地产的郑总是闺蜜，程小姐是郑领导的公子有婚约，算是曹少爷的表嫂了，那倒是可以理解了。也有人因为徐雨晴的问题提出疑问，不是说徐雨晴拒绝了曹渊吗？怎么还和曹渊坐在一起？谁知道呢？曹少爷家世好，长得帅，现在事业又成功，徐大美女想接受了也很正常吧。停，你别说下去了，我突然好难受。周围的议论声纷纷传到萧傲天的耳朵里，让他觉得胸口似乎要炸开来似的。明明之前曹渊追徐雨晴的时候，自己给他解围了，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了。结果曹渊第二天就辞职了，这偏偏反而让徐雨晴不抗拒曹渊了，这是什么道理？萧傲天表示不理解，也无法接受。毕竟他想要介入江城，原本是准备追到徐雨晴后，用许家来当这块敲门砖的。首先，徐雨晴让他很心动，而且能力足够强，能够很好的为自己管理资产。含蓄的东方美加上过人的能力，几乎就是完美的贤内助。他认定徐雨晴是自己女人了，管理自己产业就得是自己女人才能放心吗？对于郑家和唐家，原本自己是准备先合作，在他完全控制了秦家和许家以后，逐个压制并控制的。但是今晚见识到唐锦柔的魅力，并且知道唐锦柔唐家的背景后，他更想先把曹渊压下去了。双方说不上什么仇恨，但是自己看上的程芷瑶和今晚遇上的唐锦柔都和曹渊关系匪浅，曹渊的话对他们有很大影响。唐锦柔甚至为了曹渊可以直接踩东方集团的脸。如果曹渊一直和他们来往密切，那么自己以后要追求唐锦柔和程芷瑶，极可能会成为自己的阻碍。而且曹渊那副智力碾压的优越感让他很厌恶，包括豪族出身，包括那张小白脸都让他很厌恶。那就只能把曹渊的新景科技和他背后的程渊集团先压制下去，甚至直接击溃，让他先焦头烂额，不会妨碍自己的计划以及和几位美女的相处。至于为什么想要这么多女人，黑州不都这样吗？最强的男人就可以拥有最多最美的女人。作为龙神殿的龙王，没人比自己更有资格拥有江城这些美女。想通关节的萧傲天和身边的曹彬言语一声以后，离开宴会厅，走到一个角落，左右看了一眼，确认没有人后，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国际电话。不一会儿，对面传来一阵电子音：喂，龙王，黑玫瑰，帮我入侵新景科技，拿到他们的技术资料，需要多少费用？黑玫瑰是国际黑客组织黎明的成员，在龙神殿的情报组织没有办法的时候，龙神殿经常选择和黎明组织做情报交易。江城新景科技，你知道？萧傲天有些意外，对方居然知道一家江城的初创公司，有点了解。你入侵新景科技干嘛？我想拿下他们的技术资料，听说在国际市场是很有前景。对面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你拿到了也没用，什么意思啊？新景科技是做上游技术的，不像制药、化工行业，生怕秘方泄露不申请专利。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对科技公司最大的保护是专利壁垒。人家新景科技现在把技术资料送到你面前，先不说就你们龙神有没有能力做出来，就算做出来了，新景科技分分钟告到你的公司破产。想要进入科技行业，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这些上游公司送钱，懂了吗？以前不是通常拿到对方配方就能拿捏对方了吗？怎么科技公司还有这么多门道？而且黑玫瑰语气中那种熟悉的、智力俯视的优越感，让萧傲天太阳穴忍住不跳了起来，呼吸逐渐变得粗重。这次是他第一次觉得对一个人有些无可奈何。对面那个声音又传了过来：还有别的事吗？没事了，我们有需要再找你。萧傲天面无表情挂了电话，手机握在手里，努力的深呼吸几口，平心静气，心平气和。操！手里的手机被萧傲天一把砸在地上，以质量著称的诺基也扛不住龙王的怒火，零件碎片在这个无人的角落里翻飞。而在地心的另一边的米国，一个染着蓝发的少女靠毫无姿态地瘫在躺椅上，回想着刚才的通话内容，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龙神殿这些笨蛋脑子里只有肌肉吗？以为他们那一套到哪里都行得通？萧傲天黑着脸回到宴会厅的时候，司仪正在舞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述秦渊这生平的简介。随后秦渊上台致辞的是时候，宾客们也是给面子的响起热情的掌声。看到秦渊的出现，让萧傲天的心情好了一些。徐雨晴那边暂时没进展，那就用秦家来做这块敲门砖吧。曹渊的新景科技暂时放他一马，正好曹彬和曹渊也有嫌隙，那就先和曹彬的东方集团合作对付腾渊地产。等自己控制了几大家族，有的是办法
把曹渊赶出江城。想到这，萧傲天重新振奋士气，忍不住嘴角一勾，露出邪魅的笑容。第31轩然大波，秦渊在台上简单的做个致辞，秦永年就上台宣布宴会开始。秦渊在秦家人的簇拥下来到首桌，幸好没有像有些书里写的那样还来个献礼环节，不然曹渊觉得自己真的会被尴尬死。曹渊站起身四处扫视，想要寻找母亲的位置。这时候，一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少女从曹渊身边跑了过去。外公，少女声音有些撒娇的意味。啪的一声，少女跳到身坐主位的秦渊身边，蹲了下来。刚回到宴会厅的萧傲天正准备趁现在去和秦渊搭话，就先看到蹲在秦渊身前的少女，眼睛一下子就闪过了一道亮光。而秦渊看到少女的时候，笑的眼睛都眯上了。轩然啊，怎么现在才来？少女是秦渊的外孙女季轩然，因为秦家直系没有女孩，所以季轩然在秦家就和曹渊在郑家一样，特别受宠。高三忙吗？我可是下课就马上赶过来喽。秦渊伸出手轻抚着少女的头发，溺爱藏都藏不住。边上的秦家第3代眼巴巴地看着和表妹季轩然非常亲密的爷爷。哦，爷爷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啊。萧傲天走进主桌，听清了爷孙俩的话。秦渊的外孙女吗？也足够配做我龙王的女人。若是如此，那除了师傅救命的人情以外，秦家也完全和自己绑在一艘船上了。而且看着少女那比程芷瑶还要惊人的熊，萧傲天觉得这份沉重还是需要由自己这个战神来背负。想到这里，萧傲天走上前，来到秦渊面前。周围的人看着萧傲天格格不入的打扮，都忍不住皱起眉头。但是因为秦渊在场，大家也不好口出恶言。秦渊倒是有些奇怪的看着这个径直走到自己眼前的年轻人，总觉得对方身上的气质有点熟悉。年轻人，你有什么事吗？秦老爷子你好，家师施伟川，不知道老爷子你是否还有印象？秦渊有些意外，怪不得会有种熟悉的感觉，原来是医圣施伟川的传人。不远处的曹渊注意到萧傲天走到秦渊身边，说了些什么，然后萧傲天就俯下身子和秦渊耳语，而且一旁的少女目光中有些好奇地看着萧傲天。远处的曹渊这时也反应过来，刚才从身边经过的少女应该是季轩然。季轩然应该是都市之至尊战神李中期才有戏份的角色。原本书里在这次的寿宴上，萧傲天没向秦渊说出自己是医圣施伟川传人的身份，季轩然也并没有太多的描写。书里萧傲天以徐雨晴男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江城上层面前，季轩然在书里十分好奇邋遢的萧傲天居然能成为徐雨晴的男朋友，结果后慢慢对萧傲天产生兴趣。毕竟武力医术都很出色，但是一副见多识广模样的邋遢大叔，追求刺激的小女孩确实挺吃这一套的。打量了一会儿季轩然，1.65米左右的身高，五官很标致，但是应该是还没完全长开的原因，美貌还没有形成像唐景柔、徐雨晴等人的那种攻击性。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即使身穿宽松校服也遮挡不住的突出。曹渊这一刻似乎对轩然大波这个成语有了新的理解，或许这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吧。季轩然这边因为听不清秦渊和萧傲天谈话内容，也无聊地往四处看了看，一转头就正好撞到曹渊看过来的目光。注意到季轩然的目光，曹渊对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而季轩然在认出曹渊后，却有些惊讶于曹渊形象的改变。咦，这是郑阿姨家的曹渊吗？怎么变得这么帅？唐阿姨和徐雨晴还有程芷瑶怎么都在他身边？注意到曹渊身边身穿礼服风姿各异的3个女人后，季轩然低头看着自己一下课就赶来，没来得及换的一身校服，再看看周围的女性的打扮，不由得觉得有些别扭了。哎呀，这校服真的好丑 ！Oh my god！ 季轩然家庭条件优越，父母和睦，无忧无虑的。现在青春期的他正是胆大的时候。曹渊和他身边的3个女人实在太吸引人的目光了，于是他没有回避目光，一直注视着这边。这一下反倒是曹渊有些不好意思了，只能收回视线。不一会，和萧傲天耳语一阵后，秦渊和萧傲天发现季轩然一直盯着曹渊的方向。秦渊有些奇怪地问：轩然，你一直盯着曹小子和唐家丫头他们做什么？季轩然一直盯着曹渊那桌看，被秦渊发现，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外公，听说曹渊是武道口技术学院的是吗？萧傲天发现季轩然一直在注意曹渊，心里没由来的觉得有些郁闷。但是大学这事情，他是真没什么发言权，只能撇撇嘴，站在一边。这种小白脸有什么好关注的？本龙王邪魅坚毅的气质，不值得你多看几眼吗？现在的秦渊对曹渊的印象倒是很好，于是笑着对季轩然说：是啊，曹小子当初提前参加高考，可是以全省第2的成绩被录取的。季轩然和曹渊相差7、8岁，虽然听说过曹渊学霸的名声，但是
等大长大一些以后，曹渊已经在宏源集团沉寂3年了，而且因为母亲的管束，忙于学业，所以他不是很清楚江城发生的许多事情。提前高考，全省第2，这履历让同样成绩优异的季轩然很惊讶。他知道郑书欣的儿子是个学霸，但是他没想过曹渊这么厉害。秦渊看着外孙女有些惊讶的可爱模样，老怀大乐，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说的故事引起外孙女的兴趣更快乐了。是啊，曹小子可不得了，当初我还以为他去宏源上班后就此沉寂了，没想到自己刚出来建立公司，就对科学院做了技术授权，可以说得上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年轻人了。秦渊得意地介绍曹渊的事迹，好像那些都是他做出来的成绩4。秦渊向季轩然这么详细介绍曹渊的原因，一个是他觉得外孙女惊讶的样子很可爱，他很喜欢，而且震惊外孙女让他有种莫名的成就感，震惊别人就很爽。另外一个也是提醒成绩一向很好的季轩然，人外有人的道理。虽然季轩然学业不错，但是和真正的天才比起来还是有所不如的。如果是秦家的3个孙子，秦渊肯定会对他们说，就你们这样的，给人家曹小子提携人家都嫌笨，但是对于外孙女这个宝贝疙瘩，他可舍不得说太重的话，选择用这种温和的方式教给季轩然这些道理。而在边上的萧傲天倒是越听越不是滋味了。第32，这龙王是真造孽啊！听到秦渊对曹渊的评价，龙王觉得很受伤。在他心里，武力才是代表一个男人的最终实力，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罢了。于是忍不住出声阻止爷孙俩继续讨论下去。秦老，这位是……正说的兴起的秦渊被打断，还有些意犹未尽，但是把医圣传人晾在边上确实不好，于是笑呵呵地说：“傲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外孙女季轩然。”然后拉过季轩然说：“这位是萧傲天，是外公一位故人的徒弟，你称呼他萧大哥就好。”季轩然点点头：“萧大哥，你好。”清脆的声音让萧傲天忍不住回想起自己青葱少年的时光，嘴角的基因控制不住的起了反应，慢慢勾起，泛起一个微笑。“轩然你好。”季轩然微微颔首，他刚才只是好奇萧傲天这样打扮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认识秦渊，而现在他还是对曹渊更感兴趣。毕竟季轩然是一个高3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成绩优异的高3学生，现在眼前有一个存在于传闻中的那种超级学霸，当然更加让他关注。“外公，我去和唐阿姨打个招呼。”说完就对萧傲天微笑点点头，就转身往曹渊的方向走过去。萧傲天对这个反应有些猝不及防，嘴角都没来得及收回来。秦渊倒是没说什么，外孙女高3了，马上就要高考，能和曹渊交流一下挺好的。曹渊这边，徐雨晴在组织了许久的语言后，正准备和曹渊解释一下，其实是萧傲天自作主张，自己才顺水推舟的。他只是接受不了曹渊热烈的有些过分感情，并不是讨厌曹渊到需要找个挡箭牌。就在徐雨晴想要开口的时候，操，唐阿姨，雨晴姐姐，芷瑶姐姐，你们好。组织了许久语言的徐雨晴就这么被季轩然的到来给打断了想说的话。再而衰，三儿节徐雨晴没由来的有些泄气，但是还是很有涵养的回应：“轩然你好。”唐景柔和程芷瑶也分别回应了季轩然。季轩然俏生生的站在唐景柔身边看着曹渊：“曹渊哥哥你好，我是季轩然，你可以叫我轩然。”曹渊倒是有些没反应过来，但是还是说：“轩然你好。”季轩然自然的在唐景柔身边坐下。季轩然的妈妈秦姨和唐景柔的关系还不错，唐景柔温和的拉起季轩然的手：“轩然，你妈妈呢？”季轩然撅着嘴说：“妈妈和爸爸一起出国考察了，因为气候的原因，飞机不能起飞，外公过寿都赶不回来。”季轩然走开后，萧傲天发现在场几个感兴趣的女人都凑到曹渊这一桌后，厚着脸皮直接拉着曹彬也跑到曹渊这一桌，整理了一下情绪。萧傲天对徐雨晴微微一笑：“徐总，我的事情办完了，我是跟你进来的，也就厚着脸皮和你凑一桌了。”萧傲天刚才和秦渊耳语，在场的许多人都有注意到，他说事情办完了，是想隐晦的提示一下徐雨晴，自己和秦老爷子很熟，有他想象不到的能量。徐雨晴刚才一直在想着和曹渊说明，根本没有注意到萧傲天做了什么，事已倒是不在乎，随意的说：“萧先生随意。”徐雨晴一直都是这副冷淡的态度，萧傲天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反正只要在徐雨晴心里留下印象就好了。这女人迟早会逐渐明白我的强大。不客气的拉着和曹彬入座。曹彬现在看到唐景柔还有些怵，坐下来也没多话。季轩然不知道两人和曹渊之间的弯弯道道，没有太关注两人的到来，而是看着曹渊，眼神里都是好奇。曹渊哥哥，曹渊正听程芷瑶嘀咕给他做秘书的事情呢，抬头看向季轩然：“怎么了？”
听说曹渊哥哥建立了一个科技公司，给科学院做了技术授权，能不能问一下曹渊哥哥的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萧傲天和曹彬听到这个都竖起了耳朵。曹彬是想要向曹尚文证明自己比曹渊强，所以会关注知己知彼吗？而萧傲天至今还没搞明白曹渊的科技公司到底是干嘛的。曹渊有些惊讶，为什么季轩然这个小姑娘会对这个感兴趣？回答道：星景科技暂时的主要业务是一代授权和 IP 授权，以后会介入终端和半导体做一个技术平台。很快你应该就能见到星景的产品了。给科学院授权的是一个半导体方面的技术专利。我今年高3，我对 IT 很感兴趣，想要就读这方面的专业。曹渊哥哥，你能给我推荐一下吗？季轩然大眼睛扑闪扑闪的，似乎对这方面真的很感兴趣，这让曹渊来了兴致。都市之至尊战神里没有明确描写季轩然大学就读什么专业，而季轩然的父亲季星寻的公司怡然电器是从事家电制造的。曹渊以为季轩然以后会选择工商企业管理或者金融之类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居然会对 IT 感兴趣，这让曹渊对季轩然的观感提升不少。而桌山的其他人也有些奇怪的看着季轩然，看着像是邻家小妹一样可爱的季轩然居然是一个技术控。曹渊认真的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这个主要看你具体的兴趣和擅长的方向，不过你父母同意吗？季轩然摸了摸鼻子，嘿嘿笑说：我读过国外关于物联网的论文，去年和爸爸妈妈去霓虹旅游的时候，也体验过他们的 3G 网络和 WLAN 网络。我觉得未来家电行业肯定会和 IT 行业越来越紧密，所以我选择 IT 专业也同样是为了家里的企业嘛。唐景柔和徐雨晴虽然是商场女强人，但是眼光终究受到时代的局限性，所以两人甚至都还没理清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萧傲天他们在说啥？曹彬听起来好像比盖楼高级啊。反倒是程芷瑶因为最近想要去星景科技应聘，恶补了一番以后，也算个 IT 行业的民科专家了，有点似懂非懂。曹渊却觉得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么一个18岁的小姑娘居然会有这样的预见性。这么看来，季轩然应该是一个对技术的应用有着敏感直觉的人才。根据曹渊对于这类小说的认识，季轩然是不是女主之一不知道，但是季轩然这样的人很可能是在萧傲天接触修仙后成为专门为他研究什么炼制灵气之类的工具人。曹渊不着痕迹瞟了萧傲天一眼，这龙王是真造孽啊，多有潜力的一个姑娘啊，一起做科研造福世界多好，怎么搞的最后都为这呆头呆脑的龙王打工。第33，你什么文化水平自己心里没数？秦家宴会的氛围还是很热络，母亲郑淑欣在谈完生意上的事情后准备来找曹渊，经过首桌的时候被秦渊和秦永年请到了首桌，用眼神对曹渊示意了一下。曹渊对母亲点点头，然后曹渊回过头放松地靠在椅子上，继续和季轩然刚才的话题。你希望以后从事物联网方面的研究？季轩然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曹渊是对技术很虔诚的人，见到季轩然确实是对这方面有着兴趣，于是认真地说 IT 的任何技术都可以说是物联网所需要的条件，其中最首要的根本条件是通信网络，但是通信网络所涉及的方面太多，我个人推荐可以选择我所就读的计算机软件专业和微电子专业。计算机软件、微电子，听到曹渊做出专业的推荐，季轩然眼里有些疑惑。曹渊话音落下，萧傲天虽然没听懂，但是注意到季轩然眼里的疑惑，回忆整理了一下刚才曹渊和季轩然的对话前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家做家电的，你让他去学软件，你这还不是乱来？我看你曹渊是想凭借着自己的特长强项，以此来吸引季轩然注意是吧？呸，这套路我可太懂了。萧傲天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脸上露出尽在掌握中的笑容，还以为曹总有什么高论呢。轩然家里做电器的，你让他去学软件，这不能说没有关系，只能说毫不相干吧。声音里有那么一丝得意，还有一丝讥讽。曹渊说话被打断，疑惑地看了一眼萧傲天，这龙王又整活，你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心里没数？桌上其他人也好奇地看着萧傲天，一身夹克牛仔裤，看来人不可貌相啊。哦，萧先生也懂 IT， 我即使不是很懂，但是家电和电脑软件完全没有关联，我还是知道的。萧傲天还是比较谨慎，他不是很清楚微电子专业是什么，但是听起来就跟电路之类的有关系，所以没提，单单指出了计算机软件。曹渊从椅子上站起来，几个女人都抬头看向他，看到曹渊双手撑着圆桌，长长叹了一口气，脸上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都觉得有些好笑。曹渊望着萧傲天，缓缓地出声说：萧先生，我必须得说，信息技术是一门包括大量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管理知识的学科，而你对它显然不熟。如果你对信息技术行业真有兴趣，
就不能凭空妄想，你至少得先学些基本知识。曹渊的语气很平淡，并没有包含任何情绪在里面。但是坐在萧傲天边上的曹彬不知道为什么，似乎从中读出了一些不耐烦以及歧视。你得先充分了解他，再提出你的观念。在此之前，你可以提出问题，但是不要提出你的想法，因为基础知识量的匮乏不足以支撑你提出自己的论据。通过你的话，可以看得出你不论对家电制造还是 IT 的知识都相当有限。如果你对这些知识真有兴趣，你先得花时间学习它，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你现在这句话有多愚蠢。说真的，你的说法实在无知到了极点，无知到我现在想要向你解释错在何处都很困难。噗嗤！听到这里，程芷瑶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左右看看，发现大家看向自己，尤其萧傲天面无表情，但是却发红的脸转过来看他的时候，更是完全控制不住了。对不起，我想起了高兴的事情。程芷瑶连忙解释一句，然后把头几乎埋到自己身前的丰满里，肩膀不停地耸动。以冷静著称的唐景柔和徐雨晴两女本来还能控制自己的表情，但是笑是会传染的，看到程芷瑶这样子也有些绷不住，连忙别过头去，假装在宴会厅里找人。曹渊瞥了程芷瑶一眼，继续说，但是念在你我曾经同事一场，为了避免你以后因为类似的言论被人耻笑，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醒你。首先，就算是传统家电也是需要 MCU 来实现控制，这其中就涉及到简单的编程。再者，我和轩然讨论的是对未来智能家居的应用，我想轩然的疑惑是因为我为什么推荐他就读应用专业，而不是物联网最基本的信息工程类专业，是吧？轩然。曹渊扭头看着唐景柔身边，小手紧紧被唐景柔抓住的季轩然。唐景柔没好意思笑得太放肆，所以扭头后一直握着季轩然的小手。季轩然本来也挺想笑的，但是手被唐景柔握得有一丢丢痛，苦着小脸儿，忙不迭点点头。他虽然有着可贵的技术直觉，但是毕竟年龄小，思考的还不够深，只是单纯的考虑到网络和传感器方面的需求，并没有结合自身条件来考虑问题。曹渊点点头，又继续对着萧傲天说，通信网络是国家战略，会有科学院和华为、中兴、大唐等通信巨头来牵头，而且这其中涉及到的研发团队可不是一个人、一家企业就能做到的。如果轩然深耕这个领域，就属于本末倒置了。他终究是要接手怡然电器的，所以得根据技嘉怡然电器的现有条件和优势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时，服务生终于开始一桌一桌的上菜，曹渊也坐回椅子上，手里拿起面前的餐巾铺在自己的腿上，然后拿起湿毛巾细致地擦着手，冷淡平静的话却没有停下，既像是对萧傲天说的，又像是对季轩然说的。智能家居最后都是要落实到用户身上的，一切涉及到智能化的产品，想要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就离不开专用的系统和芯片。而按照我的预计，轩然本硕期间就会是华夏通信全面发展的时候，等到完成学业，正好可以在怡然电器大展拳脚。放下手里的湿毛巾，曹渊对着面色通红的萧傲天和他身边张着嘴发懵的曹彬微微一笑。所以，萧先生，你懂了吗？曹彬今天若懵了，为甚曹渊刚才说的话明明很平静，没有什么情绪，但是最后那个微笑，自己却觉得那么伤人。他下意识扭头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萧傲天，萧大哥他应该顶得住吧？而萧傲天也是从脑子一片空白中回过神来，面色从通红变得有些发白，随后下意识看向几个自己心动的美女，发现就连徐雨晴都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再想起刚才曹渊的话，面色又是瞬间冲泻通红。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龙王此刻真的很想抽自己一巴掌，自己到底是被什么猪油蒙了心，把脸送上去被曹渊抽。萧傲天注意到曹彬看向自己的目光，也转过头，他清楚地读出了曹彬眼里似乎有些不忍。他很想问一问，自己真的很没文化吗？古话不是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吗？自己是当代医圣传人啊，医术天下第二啊，为什么每次和曹渊对话都觉得自己像文盲似的？这没道理啊。第34，都特么怪曹老师。经过曹渊的解释，哦的一声，季轩然焕然大悟。而曹渊看着眼前略显尴尬的萧傲天和曹彬，半瓶子晃荡，说的就是这龙王吧？参考邓宁克鲁格心理效应的话，眼前的萧傲天明显是属于第一层，愚昧得山峰，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通常来说，大多数博学的人，即使自身的性格可能有些不好相处，但是心态上是会保持一种谦逊的，因为只有保持谦卑，才能容得下新的知识和经验，否则就会容易陷入一定年龄后难以接受新事物，越来越怀旧的怪圈。虽然看似自己在给萧傲天科普，其实这其中的道理同时也算是曹渊在警醒自己。曹渊也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人，索性不再理会两人，
而身边的几个女人眼神就有点变化了。其中最受触动的就是徐雨晴和唐景柔。徐雨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曹渊，眼睛中似乎能看出一丝儒雅。曾经，徐雨晴眼里的曹渊就像一座休眠的活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出足以毁灭的炙热。表面看上去好像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但实际上曹渊只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带着无视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人，一般人无法影响到他罢了。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两个曹渊的融合，曹渊也确实和萧傲天这种半桶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使他文凭高，智商很高，但是他不纯粹，没有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心无敬畏，身上那种足以泯灭自身的自傲昭然若见。徐雨晴不知道到为什么曹渊会突然变得像现在这样冷静含蓄，但是想起刚才平静却细致的给萧傲天做科普的曹渊，徐雨晴第一次发现曹渊原来可以有这样的魅力。唐景柔更多的是回忆起曹渊小时候那一张可爱的脸蛋，加上一副冰冷臭屁的样子，让人总是忍不住想去逗他。而现在的曹渊虽然还是那副发生了什么事都面不改色的样子，但是似乎经常见到他会笑了，和以前在唐双儿面前强制的笑容不同，现在的曹渊笑容里有着温度。唐景柔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伸出白嫩的柔仪，在桌下轻轻握了一下曹渊的手，看着曹渊发懵的眼神，忍不住挂起嘴角偷乐，一触即分之间漂浮着说不清的情绪。程芷瑶和季轩然就想得比较简单。程芷瑶扭头看向曹渊，不自觉的又想起1个月前的那一晚，就是这种禁欲的感觉。这家伙说话的方式还是那么讨厌，但是为什么似乎好想靠近啊？季轩然还只是一个高中生，单纯的觉得曹渊非常吻合他心目中梦想的自己，心境致远，乐于与人讨论分享见解。淡淡的语调，平缓的叙述，无一不是在向他描述科技的优雅。桌上的气氛有些怪异，萧傲天怀疑人生，曹彬在一边替萧傲天觉得尴尬。几个女人各有所思，只有曹渊慢条斯理的用餐。正在此时，郑舒心走到曹渊身后，阿渊，小柔。郑舒心语气亲昵的和唐景柔打招呼，舒心姐。唐景柔声音有些讶异， V 型基因药剂的作用令郑舒心焕然一新的风姿，让唐景柔有些惊讶，才多久没见就认不出来了。看着闺蜜惊讶的样子，郑舒心语气中的有开心和得意都些遮不住。哈，女人的快乐其实也很简单的。徐雨晴三女也有些惊讶，但是连忙都起身和郑舒心打招呼，郑阿姨。郑舒心笑着回应三人，然后有些疑惑的看了徐雨晴一眼，这姑娘怎么和阿渊坐一起了？程芷瑶很懂事的起身给郑舒心让座，自己跑到徐雨晴的另一边坐下。郑舒心入座后看到萧傲天和曹彬，其中曹彬他觉得有些眼熟，刚想开口询问，舞台上响起了秦永年的声音。秦永年衣着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带着微笑站在话筒前。各位来宾，感谢各位赏脸为我父亲庆祝80大寿。我们秦家借此机会宣布一件事情，在场的企业家族代表都纷纷停下用餐，看向台上。我们秦家将会与东方集团合作，双方注资成立聚龙集团，主要从事于商业地产开发。未来或许在座的各位都有可能会成为聚龙集团的合作伙伴，我们自然也希望聚龙集团有这个荣幸。下面有请我们聚龙集团的负责人萧傲天先生讲话。人群给面子的鼓掌，一边鼓掌一边左右转头互相询问。萧傲天谁啊？不知道，没听说过呀，可能是海外请来的职业经理人吧。随着秦永年的讲话，萧傲天一扫刚才的郁闷，这就是他和秦月儿雨后达成的合作。东方集团需要一个契机进入江城，而萧傲天正好可以通过秦家给东方集团这个契机，所以他才会叫上曹彬参加这次寿宴，表示自己有办法让秦家和东方集团合作，但是成立的新公司自己会占据1/3的股份。这一刻，萧傲天看到了徐雨晴、程芷瑶以及季轩然眼里的惊讶。这一刻，龙王神清气爽。虽然唐景柔靠着曹渊，探头和郑舒心窃窃私语，站在他的角度看来就像要钻到曹渊怀里，但是没关系，唐景柔是郑舒心的闺蜜，还是一个寡妇，能和曹渊有什么关系？郑舒心也不可能同意啊。虽然现在唐景柔没注意自己，但是迟早他会发现自己的实力。自己身为龙神殿龙王，一武双绝，接下来只要早事业上也超过曹渊，那曹渊就会把对自己说过的话吃回去。你特么才智商点！宴会厅里的人们四处寻找谁是萧傲天的时候，萧傲天站起身，迈着沉稳的步子走上台，还没说话，下面就议论开了。毕竟萧傲天这形象确实有些和这个场合格格不入。这负责人怎么看起来有点潦草是吧？卧槽，我就说，我当初反对你退出文学社是对的，
而曹渊这边，唐景柔半个身体倚着曹渊，探着脑袋和郑舒心交流。舒心姐，看你这样子，你知道了。郑舒心点点头，刚才秦叔和秦永年跟我说过，他们秦家欠别人一个大人情，只能给他们予以帮助，并不是针对我们藤渊。唐氏和藤渊是江城本地的龙头地产企业，虽然有一些业务重叠，比如说新景科技现在的办公地址云川大厦，但是两家的基本方向是不一样的。藤渊地产主营的是商业地产，唐氏主营的是住宅地产。唐景柔这个姿势让曹渊很不适应，悠悠的体香混着淡淡的烟草味，刺激着鼻腔，丰润的躯体隔着衣服刺激着胸口的皮肤神经，两者结合刺激着大脑。但是唐景柔和郑舒心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这让曹渊反倒更不敢说出来了，毕竟说出来反而就表明了自己在想些奇怪的事情，对吧？咦，我为什么会这样想？自己好像真的变奇怪了，都特么怪曹老师。还有阿宅 Omega 第35建安风谷，魏武一峰。萧傲天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上台，在话筒面前站定，虽然着装不怎么得体，但是坚毅的气质和邪魅的笑容还是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清了清嗓子，嗨，大家好，我是萧傲天。为了显得更稳重，特地压着中气说话，声音显得比平时更浑厚。很高兴这次能携手秦氏和东方集团进入江城，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我相信在巨龙集团的发展过程中，一定有许多的机会能和各位前辈学习并合作。在萧傲天念完自己请龙神殿下属撰写的演讲稿之后，曹彬作为东方集团的代表也上台简单说了几句话。曹渊因为唐景柔的原因，只能一副放空思维的模样，意识投入聊天群里跟群友们水群，并没有注意萧傲天和曹彬说了些什么，反正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对吧？感觉到唐景柔的娇躯离开的时候，曹渊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却不知为何又有种空落落的感觉。这种感觉不知从何而来，但是让曹渊有些烦躁，因为这种似有似无的失落感让曹渊对自己的人品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自己不会真的建安风骨，魏武一峰，莫不会自己真的是丞相的后裔吧？萧傲天和曹彬回到桌上，萧傲天先是露出一个邪魅中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笑着对徐雨晴说：徐总，今天我也得顺便向你提出辞职了。我回国这段时间还要多谢徐总的收留，同时也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萧先生客气了。萧傲天笑容让徐雨晴不太适应，但是徐雨晴还是简单的回应了一句，虽然有些惊讶萧傲天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东方集团和秦氏合资建立的巨龙集团负责人，而且根据曹彬对萧傲天的态度来看，萧傲天在巨龙集团的话语权肯定不算低。但是无论是秦氏的商贸零售还是东方集团的房产，都和宏源集团的业务没有交集。反正宏源集团的房地产子公司原本就几乎没有市场份额，他也不需要特别注意。但是对藤渊，这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徐雨晴下意识回头看了曹渊和郑舒心一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冒出一些说不上来的微微担心。至于萧傲天离职，徐雨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萧傲天就一保安，又不像是曹渊那样的高管需要交接工作，离职就离职呗，还能给他个保安办个欢送会不成？徐雨晴敷衍的态度让萧傲天略微有些不满意。以前我是个保安就算了，怎么我成了巨龙集团的负责人？你还是这么冷淡，这女人多少有些不识好歹了。算了，谁让你这么让人中意呢？本龙王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现在是巨龙总裁了，你自己想办法爱上我。萧傲天身旁的曹彬虽然刚才被唐景柔镇住了，但是现在和秦家的合作关系建立落实，心里底气一下就足了起来。背靠着东方集团以及控制江城零售业的秦家做后盾，曹彬觉得江城大有可为。小人得志，这是没有缺乏敬畏谦卑之心的人在占据上风的时候最容易展现出的状态。很显然，现在的曹彬就是笑呵呵地看着曹渊和郑舒心。郑总，以后虽然会有一定竞争，但是我们毕竟资历浅，届时还请郑总高抬贵手，毕竟我也算你的晚辈嘛。郑舒心抬眸看了一眼两人，刚才听到东方集团，他这才反应过来曹彬这长相是曹尚文的儿子没跑了。秦家刚才是在和郑舒心解释过支持巨龙集团的原因后，才让秦永年宣布消息的。刚才秦渊明确的和郑舒心表示，他欠了萧傲天长辈的大人情，不能不还。他们秦家肯定是没有针对藤渊地产和郑家的意思，希望郑舒心理解。秦家的秦氏集团几乎把持着江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大量代理权，有着恐怖的商户资源。如果有着秦氏手里零售商支持以及东方集团的财力支持，几乎肉眼可见的，巨龙集团很快就会在江城站稳脚跟。原本秦氏和藤渊地产在商业广场开发方面有着不成文默契，
现在巨龙集团的成立，肯定会带走大量的商户资源，此消彼长，很简单的一笔账。郑书欣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还是感受到一些压力。眼下江城新开发区正式立项，原本 CBD 商业中心和几个大型商业广场几乎是藤渊集团的囊中之物，但是眼下巨龙集团来势汹汹，肯定不会放过开发区这块大肉的，确实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藤渊地产的对策了。郑书欣脸上公式化一笑，有东方集团和秦氏的支持，你倒是谦虚了。萧傲天现在还对刚才尴尬的情形有些闹心，现在压制曹渊和他背后的藤渊地产的机会就在眼前，他自然不能放过。郑总、唐总都是前辈，曹总也是江城的企业新星，接下来还请几位多关照了。萧傲天和曹彬两人毫不掩饰的得意，让唐景柔脸色冷了下来。程芷瑶鼓着嘴，反正看着这两个家伙就莫名的生气。季轩然还小，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外公和舅舅要和这两个人合作？曹渊哥哥那么厉害，和郑阿姨合作不是更好？曹渊在看到母亲神色有些不对的时候，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事实上，两世都属于技术天才那一挂的曹渊并不精通经营，但是他精通都市之至尊战神原著啊。巨龙集团的提前成立代表着什么？曹渊心里很清楚。原著里是曹彬是在曹渊接手藤渊集团以后才来的江城，因此在书里面对巨龙集团的其实是曹渊。一边巨龙集团来势汹汹，靠着秦氏的支持，几乎一面倒的拿下江城开发区大部分优质商业地皮，一边藤渊制药还要面对宏源集团手里萧傲天不讲道理的药方，两头劣势作战，自然没落下好处。可是亲眼看到萧傲天和曹彬冲着藤渊地产发难的时候，重生至今心情没有太大波动的曹渊觉得有些隐隐的愤怒了。真就觉得我妈好欺负呗，觉得我舅舅不方便直接插手呗。曹渊大多时候面对龙王萧傲天都是一副看弱智的戏谑心态，就像原世界的他在严谨的科研之余会看极不严谨的动漫一样，属于放松式的心理调剂。但是萧傲天介入江城势力后，既然第一个想拿藤渊地产开刀的话，那曹渊就不得不认真的想想办法把巨龙给按下去了。因为藤渊地产是郑书欣的心血，记忆里郑书欣不止一次的对曹渊说过，他的一生有3点让他最是骄傲。第一个骄傲就是曹渊这个优异帅气的儿子，第二个骄傲就是父母兄长对他的爱护，即使婚姻失败，但是他一直有自己的家。第三个就是藤渊地产，这个他一手把他带到江城龙头地位的事业。曹渊心思百转，看来自己无中生有的国外实验室又要上线加一次班了。第36，只有人民才有资格考验我。原本曹渊觉得新景科技按部就班的发展就是了，原世界的许多优秀手机制造企业都已经把各种发展方式、发展路线摆在自己眼前了，在技术储备的支撑下，照抄还不会吗？但是相对于新景科技靠着自己手里的技术催熟般膨胀式发展，曹渊更希望首先以比较完善和健康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先培育科研的土壤，反正自己又不缺钱，让这些人才成为新景科技的未来，成为华夏科技的未来，这样才是最酷的，不是吗？科技与技术从来就不是说出现一个绝世天才就能改变世界的，通常都是这位绝世天才挖好一个领域的地基，然后一群天才给这个地基加固，接着经过无数应用天才的前仆后继，盖起科技这座大楼，最后再由优秀的企业家们带领着全人类住进这座大楼。这个时期的华夏还有很多条件并不成熟，按照原本曹渊的设想，是在趁着现在2G 网络时期的空档，把芯片系统研发完毕，寻求稳定的元器件供应商，然后再自己建立生产工厂。如今曹渊开挂的情况下，芯片技术本身就在那里，这次的主持研发只是为了加深研发团队对移动智能 SoC 的理解，把技术原理、设计思路掰开了揉碎了交给半导体部门，这就类似武林高手给徒弟喂招，而系统在曹渊提供内核，时不时到软件部门提供思路的情况下，也基本进入尾声的测试环节，供应商也基本敲定，也就只剩下生产线了。按照曹渊的预计，以 EDI 授权费用的增长曲线，在华夏部署 3G 网络的时候，新景科技的工厂正好能够建立完成投入生产。但是现在看来，要提前揭开新时代了。曹渊轻轻握住母亲的手，郑书欣转头看着儿子，曹渊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声。放心，有我在。郑书欣读懂了儿子唇语的内容，心里没由来的就放下了，拍拍母亲的手。曹渊双目清明，看着萧傲天和曹彬，呵，关照不敢当，希望江城有了巨龙集团这个新鲜血液注入，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吧。萧傲天笑呵呵地说，曹总抬举我了，不过之前曹彬公子还对我提起，曹尚文曹总对你很是挂念呢。曹彬也收起脸上的得意，紧紧盯着曹渊的表情。萧傲天和曹彬因为旧人相识，
双方手里都有对方需要的资源，而且大家都不喜欢曹渊，当然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在一段时间的相处沟通后，萧傲天从曹彬嘴里知道，曹尚文其实一直都有在关注着曹渊，也不免有些为曹彬担心，因为就算曹尚文和郑舒心离婚之后，父子之间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曹渊作为亲子的继承权是和曹彬也是同等的，资产逾500亿的东方集团，即使贵为龙神殿龙王，龙神殿旗下的财团资产规模达到1000亿米元，也不免心动。曹彬和萧傲天根本不信曹渊没有任何想法，所以萧傲天才会替曹彬试探曹渊对曹尚文的态度。我不认识这个人。萧傲天没有轻信，还是做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继续说，看来曹总对大曹总有很深的成见啊。不过在我看来，一切磨难都是考验罢了，父子哪有隔夜仇的，曹总还是要放下执念才对。曹渊嗤笑一声，呵，考验？萧傲天点点头。萧先生，你刚回国，似乎已经忘记许多东西了。萧先生要记住，这里是华夏，只有人民才有资格考验我。噗呲，身边的几个女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曹渊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居然意外的有些幽默。唐景柔怪嗔的拍了一下曹渊的肩膀，程芷瑶直接把头埋在徐雨晴的肩膀上耸着肩。徐雨晴无奈的看了程芷瑶一眼，但是也觉得有些好笑。曹渊也注意到程芷瑶的动作，这姑娘哪都好，就是怎么每次笑都跟鹌鹑似的。这次对话又是令龙王有些尴尬的不欢而散。曹渊那句人民的考验，他们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两人最终抢笑着又说了几句场面话就离开了。秦家的这次寿宴举办得非常圆满，宾主尽欢。可能唯一不高兴的就是腾渊地产的郑舒心以及唐氏集团的唐景柔了。巨龙集团的成立几乎是直接宣告挑战腾渊地产主营的商业地产领域，而唐氏肯定也不轻松，因为还有个东方集团的分公司在一旁虎视眈眈，几乎可以预见，如果腾渊地产扛不住，江城本土的商业地产全部沦陷的话，下一个就轮到唐氏集团主营的住宅地产了。毕竟东方集团是隔壁江南省的第一地产巨头，主营的业务就是住宅地产。宴会在舒缓的音乐中开始，同样在舒缓的音乐中结束，人群有序的缓缓离开。曹渊母子俩和唐景柔、程芷瑶分别告别，徐雨晴却突然叫住了正要上车的曹渊。曹渊！听到徐雨晴的声音，曹渊上车的动作戛然而止，有些疑惑的回过头。徐总，有什么事情吗？徐雨晴直视着曹渊，眼里似乎在考虑什么。现在方便吗？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有些疑惑，但是曹渊还是点了点头，跟着徐雨晴来到一边。徐总，你想说什么？徐雨晴不着痕迹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出声说，上次萧傲天假装是我男朋友的事情，是他自作主张的，我没阻止，是因为我真的接受不了你的感情。曹渊有些意外，徐雨晴居然会是想要解释这件事，所以徐总的意思是，一般来说，不好说出口的话，一旦打开话头，就会在一瞬间变得容易接受。徐雨晴就像松了一口气一样继续说，我是想说，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上次的意外因为我的处理不当，导致公司安保对你做出了应急措施，我很抱歉，希望你能原谅。原来是来道歉的。曹渊想了想，书里确实有描写过，徐雨晴因为这件事情对曹渊有些过意不去，但是书里的自己逐渐走上和宏渊集团作对的路上，渐渐的对曹渊的愤慨也抵消了徐雨晴的愧疚，一直没有再提及这件事情。看来前期剧情基本面目全非了呀，真好。没想到徐总你想说这事，徐总你有心了，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说出了口。徐雨晴也觉得轻松了许多，因为是我的错误处置，导致产生了一些的不好后果，我不会逃避。有些感慨徐雨晴的轴。曹渊点点头，徐总不必介怀，以前的我确实有些问题，我能理解。听到曹渊承认自己以前有问题，徐雨晴深以为然的点点头，马上又觉得这不礼貌，制止了自己的动作。看着徐雨晴的动作，曹渊莞尔一笑，这位女主其实还是蛮呆的。第37，你好曹渊，我是徐雨晴。徐雨晴注意到曹渊的笑容，她印象中这是第一次看到曹渊真心的笑容。不过你现在这样就很好，以前你给我一种阴沉却又狂热的危险感觉，而且你找到真正适合你属于你事业。作为朋友和曾经的同事，我为你感到高兴。徐雨晴这人除了在书里遇上主角后降智以外，其他的方面确实没毛病，为人冷静理智，却也有些认死理，显得不那么冰冷，多了一些可爱。完美的脸，完美的气质，不怪书里的曹渊会沦陷。曹渊收起笑容，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郑重，对徐雨晴伸出手，做出一个握手的动作。曾经的那个我已经不见了，那么徐总，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曹渊。
新景科技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曹渊。徐雨晴被曹渊郑重的表情弄得愣了愣神，然后很快明白过来，曹渊的意思应该是要放下过去。完美精致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美到惊心动魄的笑容。你好，曹渊，我是徐雨晴。曹渊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笑着相视。周围的空气变得安静，只有微风轻轻吹拂，先是拂过两人的笑容，再拂过心里，再轻轻拂散了曾经的不愉快。曾经曹渊和徐雨晴之间的故事算是画下一个句号。曹渊回到家以后，糖醋蹦到曹渊怀里，拱了拱脑袋，蔚蓝的眼睛人性化的表示了欢迎回家的意思。随后马上就从曹渊怀里跳开，蹦到郑舒心怀里，伸长着小脑袋舔了舔郑舒心的手。郑舒心温柔的理顺糖醋脑袋上的毛发，小家伙喵呜一声，眯着眼睛享受奶奶的抚摸。曹渊这小家伙现在是越来越忽视为父了，不过其实也能理解，糖醋是由曹渊的血液触发孵化的，会自然而然的把曹渊视为最亲密的亲人。而郑舒心是曹渊的母亲，站在糖醋的观感上来说，其实亲密程度是差不多的，就像爸爸和奶奶一样。所以相对于粗心大意的技术宅曹渊来说，在郑舒心的细心照顾下的糖醋自然会更喜欢郑舒心。就像小孩被爸妈鞭挞过以后，总会觉得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才是最好的一样。不过曹渊觉得这样也很好，想起糖醋没变身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就把玻璃罐咬个大口子的情形，有这小家伙陪着母亲，曹渊就会对母亲的安全方面比较放心。郑舒心抱着糖醋走进屋，想起刚才宴会上曹渊似乎有应对巨龙集团的办法，于是慎重地说：阿渊，巨龙集团的事情你怎么看？妈，秦家加上东方集团，我们在商业广场这一块上肯定是没法和他们直接竞争的。我希望腾渊地产暂时可以把重心放到开发区的 CBD 项目上。郑舒心有些疑惑，那我们放弃商业广场项目的市场吗？秦家对江城零售业的掌控太深，直接硬碰硬反而会扩大我们腾渊地产的损失。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竞争。可是就算中央商务区，我们对上巨龙集团似乎也……看到微微焦虑却尽力不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的母亲，曹渊握住母亲的手，有些心疼地说：我有办法。再次从儿子感受到身上的信心，妈妈相信你。第二天，曹渊在办公室开始规划接下来加速研发的安排，顺便通知财务部现在开始准备贷款申请的材料。曹渊的计划需要提前建厂，目前一贷授权的资金跟不上需求，只能先向银行申请贷款了。打开电脑详细规划每个阶段研发目标，曹渊突然发现又有邮件提醒，打开阅读后，居然又是2条来自银行的入款邮件，分别是来自郑舒心私人账户的8亿元汇款，以及唐景柔私人账户的10亿元汇款。曹渊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给两人，这时办公室响起了敲门声。请进。唐景柔推开门走进办公室。今天的唐景柔化了一个淡妆，风衣上的腰带系在莹莹细腰上，更衬托她的波澜壮阔，脸上是她习以为常的冷淡表情，但是眼神在看到曹渊的那一刻却露出了一抹温和。女强人的气息加上温和的眼神，让这幅画面有些混乱，但是那混乱中凸显的美感却让人不知该怎么去描述。唐景柔的出现让曹渊有些懵，前台呢？怎么前台没有通知？唐景柔嘴角一抹，别看了，我让他们别打扰你的。姐姐我也想看看我们曹总工作室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曹渊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但是办公桌却异常凌乱，工作文件、技术资料、元器件样品等等，杂乱的四散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这副狼样极不堪的子，狗看了都摇头。唐景柔看着坐在这杂乱的办公桌后衣着笔挺的曹渊，居然意外的觉得还挺和谐。都是公司老板了，怎么还这么不像样？曹渊挠挠头，以前我做财务工作的时候，整洁起来我自己都害怕，好吧？现在自己除了是总裁还是 CTO 首席技术官，做技术的人，书桌办公桌整洁代表了什么？通常来说，这代表了不专业。连忙请唐景柔到会客沙发坐下，并给他倒了一杯水。唐姨。唐景柔斜睨曹渊一眼，曹渊不禁背后一哆嗦。唐姐，这10亿这是怎么回事？唐景柔喝了一口水，盯着曹渊。我早上和你妈商量巨龙集团的事情的时候，舒心姐和我说你有办法，我们估计你有动作，但是以你新景科技现在的规模，就算有办法肯定也缺钱。曹渊既惊讶于母亲和唐景柔的细心，也为这份细心而觉得温暖。看着曹渊有一些复杂的神色，唐景柔尽量用安抚的语气说，别觉得有负担，这也算我们的应对方案之一。我和舒心姐都选择相信你。第38，因为他相信他啊。新景科技充满极简装饰风格的总裁办公室里，曹渊和唐景柔面对面而坐。
曹渊正在组织感谢的话，不经意抬起头，就看到唐景柔双手环抱着胸口，一片波涛汹涌的伟岸。唐姨还真挺好看的哈，你在看什么？唐景柔漂亮的眼睛眯成月牙，声音也有些戏谑。曹渊连忙摇摇头，表示清白。唐景柔微微叹了一口气，我和舒心姐暂时只能支持你这么多了。姐姐，我可以把自己的钱给你，但是公司的钱不能动。我们是不像你这科技公司，只要有技术几乎躺着赚钱，我们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公司运转会出问题。曹渊当然能理解唐景柔的难处，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如果领导人随心所欲的摆布财务的话，早就玩完了。不过有了这笔资金的支持，新景科技这边应该暂时不需要贷款了。曹渊也微微松了一口气。唐景柔呷了一口水，你准备怎么做？我准备去找我舅舅一趟，我需要一块地皮。你要地皮？唐景柔有些疑惑，你一个科技公司也准备客串地产公司？左右环顾了一下，你这公司体量也不够啊。曹渊确实无比的坚定，对，我需要一块地皮，我会给江城官方一个无法拒绝我和腾渊地产的理由。虽然不知道曹渊的信心来源，但是唐景柔还是思考了一会，然后缓缓出声，现在最好别去找舒泽哥。曹渊，那我的计划怎么办？我的生产工厂建在哪？看出了曹渊脸上的疑问，唐景柔继续说，巨龙集团这个时候介入江城的商业地产，身边还有秦家和东方集团列阵，几乎可以说是明晃晃的冲着腾渊集团来的了。同时因为你妈妈郑家出身的原因，你舅舅肯定被很多眼睛盯着，如果有心人用这种事作文，肯定会对你舅舅造成很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影响。曹渊听到这也陷入了沉思，他确实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唐景柔也微微叹了一口气，其实如果单单是东方集团，还真没什么好怕的。虽然东方集团的实力比江城本土的房地产开发商要更强，但是在江城本土并没有人脉经营。其实各地的官方都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不成文的本土企业保护的倾向，所以郑叔则把东方集团拒之门外，其实没人能挑出什么毛病来。但是加上江城秦家那就不一样了，即使秦家和郑书欣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东方集团等于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戒掉秦家在江城的人脉。如果曹渊这个时候去寻求郑书泽的帮助，就很大可能会成为郑书泽对手对他攻讦的理由。你外公虽然还有很多人脉，但是说到底郑家第二代直系只有你舅舅一个男丁，郑家赌不起的。听到唐景柔的话，曹渊陷入了沉思。曹渊说到底就是技术出身，确实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他原本以为舅舅郑书则作为江城一把手，给自己批一块官方扶持的地皮应该问题不大的，但是没想到差点有可能给舅舅带来麻烦。事实上曹渊连经营企业也不太懂，创建新景科技发展的不错，这里面虽然有两是技术功底扎实的因素，但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这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开挂的成分。公司的发展路线也都是结合了原世界的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式来规划的，没有曹主任的帮忙，仅凭自己虽然也能做到，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曹渊自己也不敢肯定。单单是一个研发经费就有可能逼着曹渊先去做游戏，用心创造快乐的那种。当然曹渊会如此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都市之至尊战神》这本书里萧傲天不是想怎么弄怎么弄吗？为什么别人都由着他来，怎么到自己这就这么多限制？还有一点，刚才曹渊收到钱的时候就想吐槽了，主角中期准备和京都萧家开战的时候，那些大家族大集团动不动就调集100-200亿的资金为萧傲天提供帮助，你们的家族和企业都不用维持运转的吗？有多少钱就能拿出多少钱，咋地？这个时期的华夏家族和企业真就人均2020年的苹果呗，万亿现金流储备。曹渊眉头紧皱，手撑着脑袋，揉着太阳穴，看来还是需要申请一笔贷款来购置地皮啊。唐景柔看到曹渊的表情，心里有一些心疼，于是出声问说，你为什么需要地皮？他不理解这块地皮为什么对曹渊的计划如此重要。曹渊也拿起自己面前的水杯，抿了一口水。新景科技的研发项目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已经完成了，我准备建立生产工厂，有位置要求吗？唐景柔还是不明白这其中的关联，但是他不需要明白，他只要想办法帮助曹渊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好，因为他相信他啊。曹渊沉吟一会，江城管辖范围内都行，最好是近郊，江城北郊开发区旁边可以吗？唐景柔温声说。曹渊惊讶地看着唐景柔，你们江城第一豪门真就啥都有。在脑子里思索了一下江城的地图划分，发现位置意外的完美，面积有多大？因为有些惊喜，所以曹渊的声音有些不连贯。将近6000亩。曹渊，
这面积冷静如曹渊都被震惊了。唐家是准备干嘛？开发一个宇宙第一大盘？6000亩，这得多少钱？自己得卖多少手机才能赚回来？看到曹渊惊诧的眼神，唐景柔扑哧一下笑了出来，哈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姐姐。这块地是当初开发区立项之前，唐氏买下来的，均价才不到100万每亩，还是分期付款。松了一口气，曹渊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虽然真的很大，但是这下似乎能接受了。唐景柔把身子靠在沙发里，地我可以给你，但是我要知道你的具体计划和想法。姐姐，我和你妈妈可以押上属于自己的全部支持你，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为藤渊和唐氏的股东和员工负责。说到这，唐景柔有些认真，从包里拿出烟点上，继续说，特别是员工们，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家老小都靠着这份工作生存，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拿着他们的未来去赌，这样的事情姐姐做不出来。说到这，唐景柔身体前倾，繁星般闪烁的眸子直直盯着曹渊的眼睛。所以，小家伙，可以给姐姐一个理由吗？第39成像，你快从我脑海里离开啊！办公室的氛围很安静，知道曹渊正在会客，所以没人会来打扰。和唐景柔的对视持续了好几秒，曹渊当然不会因为唐景柔的询问而生气，只有那些龙王战神才会认为别人理所应当的询问是遭受了质疑。甚至这个世界的龙王萧傲天看起来都没那么小心眼，他只是讨厌曹渊以及有一些不聪明而已。毫无疑问，曹渊喜欢冷静理智的人，因为大多时候一腔孤勇孤注一掷并不能带来什么很好的结果。唐景柔是这样的人，徐雨晴也是。刚才得知舅舅不能直接帮助自己，曹渊也只是觉得惊讶，并没有因此觉得不平衡和生气。其实世界本就应该这样，不是吗？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曹渊看着唐景柔的眼睛，没有说话，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假装拿东西，实际上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台手机。这是一台以市面上的通用芯片测试机身内部堆叠的工程样机。回到唐景柔面前，递给唐景柔。唐景柔接过这个前所未见的产品，她猜测这是手机，因为曹渊和她说过新景科技的规划，但是眼前这个没有任何物理按键，正面看上去只有一块屏幕的东西，真的是手机吗？在唐景柔所认知的电子产品里，真要说有什么东西和这东西比较类似的，好像也就只有学习机吧。这是……唐景柔拿着这个样式奇怪的手机，有些不知所措。曹渊的声音有一丝狂热：“你手里的就是打开下一个时代的第一把钥匙。”唐景柔眉头微蹙，小渊怎么每次提到技术的时候就动不动就世界啊、时代啊的？听一次觉得很厉害，多听几次不知道为什么，有种羞耻的感觉，忍不住冷声说人话。拿出手机样品后，有些上涌的情绪就这样被打断了，不上不下的感觉让曹渊略微有些难受。曹渊，这是新景科技第一代智能手机的工程样机。曹渊坐到唐景柔身边，给唐景柔演示手机的各种功能，以及他和软件部门为手机开发的几款软件和游戏。受限于硬件的原因，在经历过智能机井喷的曹渊看来，这款手机非常一般。但是唐景柔却在曹渊的演示中，被这个世界第一台智能手机吸引住了，仿佛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自己上手体验的时候，有些兴奋地玩起了愤怒的小鸟。不过这台工程机的剩余电量不多，玩了一会就弹出了低电量提醒。唐景柔恋恋不舍地放下手机，眼里似乎还有些遗憾，扭头看到坐在自己身边的曹渊，精致的脸蛋微微一红，难得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曹渊能理解唐景柔刚才的表现，因为原世界的他第一次从诺基换成苹果的时候，比他还兴奋。曹渊换了个舒服的坐姿，手机的话，唐姐你见到也体验过了，你觉得怎么样？看到唐景柔盯着自己的眼神，曹渊连忙改口。唐景柔意犹未尽地瞥了瞥茶几上的手机，点点头说，我不太理解这代表着什么，但是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产品。曹渊点点头，我原本的打算是手机发布以后，在江城建立生产工厂，可以在江城创造出大量的工作岗位和财政税收，以此作为和官方谈判的条件。中央商务区交给藤渊地产开发，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唐景柔略带思索的点点头。虽然在东方集团和秦氏双方的加持下，巨龙集团的企业资质几乎一夜之间超过藤渊地产，但是藤渊地产本身又不是什么小公司，在江城本地口碑一直也很好。如果把中央商务区交给藤渊地产的同时，还能顺便给江城带来一个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工厂的话，那么巨龙集团看似雄厚的实力，在这个诱惑面前确实显得苍白了一些。曹渊目光炯炯地看着唐景柔，但是唐氏的6000亩地让我有了新的想法，不论是人还是企业，精力都是有限的。新景科技的手机准备走高端路线，但是中低端市场的潜力其实也不容小觑。
所以我在国外的实验室研发了另一个类似的系统，准备开源，共享国内的手机厂商来做。曹渊准备用国外实验室的名义拿出一个类安卓系统，提前拉起国内厂商的联盟，在新景科技的带领下，高中低端全线参与全球竞争，提前抢占市场。讲到这，曹渊再一次在心里感谢曹主任，等手机上市有钱了，再给他投送2亿煤炭。开源，唐锦柔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自己理解的那个字面意思。曹渊点点头，对，虽然现在的条件其实不算完善，我原本也准备一步一步来的，但是现在巨龙集团既然冲着腾渊地产来了，我只能提速了。曹渊不擅长经营，所以曹渊的办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以新景科技天堑性的技术优势吸引国内的科技企业加入这个华夏科技联盟，不加入就落后。在新景科技手机发布会上，邀请国内的手机厂商、互联网公司以及软件方，通过开源的系统组建一个科技联盟。科技联盟成立后，新景科技会在联盟内部以很优惠的价钱分享新景科技的许多技术专利授权，例如给手机厂商提供芯片，提供多点触控技术专利的授权等，再携手一些有研发实力的大厂，在通信科技联盟这个商业联盟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技术同盟，给有自研意向的厂方提供架构，给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培训。他始终没忘记自己的目的，要培养足够的人才。反正赶新景科技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既然现在有足够大的地皮，那就顺便把这件事提前提上日程，然后在北郊的地皮上建立一个科技产业园，其中包含工厂、研发中心、学术交流中心等设施，邀请联盟成员的入驻。这除了会给江城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财政税收以外，还会带来大量的人才。随着后期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人才的吸纳，曹渊有信心在新景科技的带领下，让江城成为深城以外的第2个科技中心城市。但是前提是开发区的 CBD 选择只能是腾渊地产，否则大不了曹渊带着这些人才和工作岗位去深城。其实商业广场的裕华地皮，腾渊也能通过这个方式拿下来，但是江城的零售商几乎都控制在秦家手里。如果腾渊地产执意进入的话，反而极有可能因为招商不成功的原因而亏损，这就得不偿失了。秦家另外再想办法收拾。虽然秦家和郑书兴解释过注资巨龙集团的原因，曹渊其实也对此能够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眼下竞争就是竞争，以后有机会能合作的话，曹渊同样也欢迎。随着曹渊娓娓道来的介绍自己的计划，唐锦柔是真的被曹渊的规划给震撼到了。他没想到曹渊会有这么大的构想。曹渊看着唐锦柔小嘴微张、吃惊的模样，居然发觉自己有些得意的情绪，不由陷入了自我怀疑。曹渊啊，曹渊，你变了，你就是个开挂的，有什么好得意的？要紧守对技术的虔诚，保持谦卑，得意可要不得。话说自己为什么会在唐一面前得意？自己一直很淡定啊。听说男人在面对喜欢的女人的时候，呸呸呸，这是妈妈的闺蜜啊。丞相，你快从我脑海里离开啊。第40，姐姐，我想要收藏一个新时代啊。脑子里的杂乱想法让曹渊觉得有些羞愧，转过脑袋默默盯着自己的鞋尖，不怎么敢看唐锦柔，努力维持着自己冷静的语气说，唐氏地产到时候可以用新景科技合作方的名义，对科技联盟成员企业的职员做一些针对性的优惠购房的方案，甚至现在就可以提前准备 CBD 规划区域以及北郊附近的住宅地皮，因为未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以及大型科技企业的分公司入驻江城。即使现在开发区的地皮不算便宜，但是以后肯定有极高的回报。曹渊说出了自己建议，对于这个预想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企业联盟如果还得不到官方的倾斜，那这江城不带也罢。理论上曹渊的计划顺利执行到一定阶段，那么新景科技就会成为腾渊地产、郑家甚至唐家的支点，那么以后就没有什么江城4大家族了，只会有一个新景科技组织起来的高质量企业群。唐锦柔脸色逐渐明亮起来，他相信曹渊的这个计划。新景科技的手机他刚才看过，虽然不懂，但是作为用户来说肯定是会喜爱的。更何况曹渊还有专门为了中低端用户准备的预案，分发给国内的其他企业一起做，他想不出失败的理由。不过曹渊马上脸色又有些为难起来。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新景科技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这块地皮。我原本是希望凭借新景科技的技术资质，让舅舅给我一些官方资源倾斜的。唐锦柔看到曹渊为难的样子，笑了起来。虽然你的计划我想不到失败的理由，但是在没有可预见的可行性之前，你舅舅给你画地的话，难免就会被人盯上。放心吧，待会我会让人送一份新景科技和唐氏的合作协议过来，等你发布会后，计划启动后，
唐景柔一条好看的眉毛，轻佻的表情，奇怪的包含坚定。我会说服唐氏地产的内部，把北郊的那块地皮更改使用性质后，以最低的价格让给新景科技，并且做一个分期付款方案。面对唐景柔毫不犹豫的支持，曹渊也没有矫情，因为自己一定会给他最好的回馈。谢谢了，唐姨。这次曹渊的称呼唐景柔没有什么反应，而是笑着对曹渊说：“你说过要带我们去看一看新的风景的，我就把自己的未来赌在新风景上吧。愿意带上姐姐一起吗？”唐景柔笑得很温柔，但是姐姐2个字咬得很重。全世界只有曹渊一个男人能看到这份温柔，但是却让曹渊有些惶恐。曹渊躲闪着唐景柔的笑容，坚定的点点头。唐景柔提起自己的包包，从沙发上站起身，准备告辞。因为这次来到新景科技，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手扶在门把上，唐景柔回过身，和曹渊做了个约定了。等新景手机上市，这台工程样机要留给他。这当然无所谓。曹渊点头表示答应。唐姐，你要这干嘛？唐景柔学着曹渊刚才的语气：“姐姐，我想要收藏一个新时代啊。”曹渊：井号反斜杠井号。唐景柔看着曹渊有些尴尬的表情，咯咯直笑，离开了办公室。新景科技的这股东风，腾渊地产、郑家、唐家都能在其中借势。不知不觉，这个小家伙已经能保护我们了呢。唐景柔离开的时候，感觉自己接手唐家以来的压力似乎因为曹渊的话扫去大半。曹渊回到办公桌坐下，靠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脑海里突然的就浮现出唐景柔的模样。我这是怎么了？曹渊正准备自我剖析一番，突然意识里弹出聊天群的弹窗，群里有人在艾特他。最近曹渊因为忙着研发的事情，除了定期会给群友们投送一些吃的、用的，以及在仓库上传一些群友们需要的东西以外，很少水群。不过群友们的世界要么就是基本没啥生产力的封建奴隶世界，要么就是濒临崩溃边缘。在曹渊进群后，虽然在群友们的修为上无法提供什么帮助，但是群友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倒是直线上升。打开聊天群发现原来不是艾特自己的，而是曹老师在艾特全体成员。清源仙尊曹校长，大佬们，江湖救急，艾特全体成员。曹老师看起来有些急切。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怎么了？玄宇天骄曹景都，曹老师不会惹到你们世界的那些老怪物了吧？禁咒法神曹阿宅，继前任群主之后，难道曹老师也要成为前任管理员了？群提示：群员禁咒法神曹阿宅被管理员清源仙尊曹校长禁言1分钟。大培育师曹指挥，我觉得如果不是什么武力上的问题，就问曹少爷和曹主任就行了。毕竟我们清源仙尊曹校长被骂了，别骂了，再骂孩子就傻了。大家这是已经躺平承认自己是笨笔了吗？大培育师曹指挥，上次曹少爷用冰箱培育君寒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末日人一曹主任，发现了什么？大培育师曹指挥，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人，但是脑子真的是不一样的。曹渊有些无奈地看着曹老师自己亲自参与歪楼，正准备再问问呢，群里另一位爱看战神小说的一位正经人士在曹渊之前站了出来，把话题掰了回来。铁血领主曹将军，不是清源仙尊曹校长。曹老师，你到底啥事啊？大培育师曹指挥啊，对了，曹老师还是有事呢。曹渊一想到这些群友们其实都是自己，一种羞耻中又带着一些欢乐的感觉，让曹渊无奈又有些愉悦。清源仙尊曹校长啊，对了，武林至尊曹总攻，这事情群里暂时只有曹总攻你有经验，你帮我合计合计。只有曹总攻有经验。曹渊猜测可能是曹老师终于忍不了那些古式建筑的居住环境，准备自己盖房子。武林至尊曹总攻，哦，曹老师你说说看。清源仙尊曹校长，就是。群里的聊天陷入停顿，大家都在等曹老师说出自己遇上了什么困难。武林至尊曹总攻，不是，曹老师你到底什么事啊？仙气飘渺的山峰上，一位仙姿俊逸的青年站在一座大殿门口，这是清源仙宗宗主所在的大殿。青年五官长相和曹渊如出一辙，但是慵懒的气质和曹渊严谨冷静的气质相去甚远。此时青年帅气的脸上五官都快凑到一起了，看着起来像个囧字。深吸了2口气，像是给自己鼓了鼓劲，在意识里发出一条消息，然后脸上怀着期待的表情，等待着回复。清源仙尊曹校长，就是追女孩子该怎么表白啊？第41怀爱若窃贼。曹老师的话让群里一下子陷入沉寂，然后大家纷纷发出自己的问号，连曹渊也忍不住来了兴趣。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你遇上女主角了。禁咒法神曹阿宅把大家都叫出来就是为了给我们看这个，我还是个孩子啊 JPG。 清源仙尊曹校长，其实吧倒也算不太上是女主。铁血领主曹将军，曹老师你祸害女主就算了，居然连其余无辜少女你也想祸害，你忘了你人民教师的身份了吗？
这少女原本该有着命中注定的如意郎君，你要插足吗？行曹贼之事，你可曾有一点羞愧之心？曹贼001，义正辞严、无期徒刑的曹将军，虽然爱看战神文，但是不愧是群里仅有的另一个正经人。虽然或许更多是因为现在正处于柠檬成精的状态，而非为了正义，但是论技不论心嘛。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将军，你别激动，其实也算不上是少女的。铁血领主曹将军，当我打出这个的时候后，不是我有问题，而是我觉得你有问题。JPG， 武林至尊曹总攻，等等，曹老师，你说的该不会是你师尊云静秋吧？清源仙尊曹校长 ，Omega， 你怎么知道的？正在办公桌前喝水的曹渊一口水就呛了出来，连曹老师你也……等等，自己为什么要说也？原本在曹老师所处的《求仙》这本书里，主角曹渊，曹老师在因为一次意外踏上仙途，这个意外就是清源仙宗的宗主云静秋。云静秋把曹老师带上仙途的原因，就是曹老师长得很像他已故的师兄。原本书里云静秋虽然长相极美，虽然因为曹老师的长相关系对他关爱有加，但是云静秋和曹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单纯的师徒。按书里的描述，曹老师对云静秋也是对长辈的敬爱，没有非分之想。只是如今曹老师好像逐渐神雕侠侣了起来。曹渊把注意力放回群里，玄宇天骄曹景都，曹老师你这禁咒法神曹阿宅，属实是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末日人一曹主任，你这师徒恋，曹老师你也断臂了吗？大培育师曹指挥，曹老师也是老师，其实叫师恋也可以吧？铁血领主曹将军，虽然曹老师你的行为我引以为耻，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居然有点兴奋。兴奋加一，加一加一，给我加，都可以往上加。曹渊，喂，唯一的正经人也，怎么连曹将军你也？说起来，前任群主给人工智能起名叫曹贼，是不是因为早就预料到了什么？武林至尊曹总攻，帮不了，告辞。清源仙尊曹校长，别呀武林至尊曹总攻，大家都是单身狗，就你老婆孩子热炕头，你觉得这样好吗？这不好。武林至尊曹总攻，曹老师，你冷静啊，你师尊陆地真仙啊，我怕你一表白，我们就要真的要换管理员了。对啊对啊，冲动可要不得。群友这才从脑子中的黄色废料里挣扎出来，也纷纷劝起曹老师要冷静。清源仙尊曹校长，这禁咒法神曹阿宅，话说曹老师怎么会喜欢上云静秋啊？你以前不是说过自己很尊敬他吗？玄宇天骄曹景都，对，按理来说不应该啊。清源仙尊曹校长 excellent 等于 Omicron 星号，此情心头起，半点不由人啊。末日人一曹主任，说人话。清源仙尊曹校长，说起来这事还得怪曹少爷。曹渊，嚯，你喜欢上你师尊，居然能怪到我头上。江城大少曹博士，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清源仙尊曹校长，之前曹少爷不是给咱们投送了许多东西吗？出于对师尊的敬意，我给师尊送一些现代特产，很应该吧？玄宇天骄曹景都，听起来似乎是没什么毛病。江城大少曹博士，所以呢？清源仙尊曹校长，后来师尊似乎也十分喜欢这些零食、生活用品，到我的院子次数也就频繁了起来。更多的接触让我发现，师尊虽然修为盖世，性情清冷，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渐渐的让我很想陪伴她，保护她。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你一个金丹期想要保护的人，就是那个能一剑震万魔的陆地真仙云静秋吗？禁咒法神曹阿宅，你说的小女孩就是那个3000多岁的清源宗主吗？末日人一曹主任，你就是缠他身子。清源仙尊曹校长，你们这种单身狗不会懂的。大培育师曹指挥，你说话就说话，别人身攻击啊。清源仙尊曹校长，想要和师尊一直在一起，但是却不敢说出口的甜蜜胆怯。虽然师尊很强，但是我却依然想要站在他身前的那种冲动。怀爱若窃贼，此番我算是悟到了。怀爱若窃贼，曹渊不知道为什么对这句话似乎有些感触，但是他找不到原因，这让他有些烦躁。铁血领主曹将军，等等清源仙尊曹校长，那你的女主角怎么办？清源仙尊曹校长翻白眼 JPG， 我这是修仙世界啊，又不是一夫一妻制。铁血领主曹将军，你还是人吗？玄宇天骄曹景都，曹景思，他重婚啊，他在犯罪啊。玄宇天骄曹景都，那什么，前朝的剑不斩本朝的官，既然大家都穿越了，那就要入乡随俗吗？武林至尊曹总攻，曹将军，你是不是忘了玄宇世尊里的女主角数量是最多的？玄宇天骄曹景都，还没发生的事情，做不得数。铁血领主曹将军，
所以你会放弃那些姑娘，选一个相伴一生？下划线。玄宇天骄曹景都，嗨，我们还是先讨论曹老师的事情吧。铁血领主曹将军，果然，我就不该对你们这些人抱有什么期望的。群里只有我和曹少爷是好人，虽然我是主角，曹少爷是反派，但是我们为了理想，不顾这些儿女情长的崇高追求是一样的。此群有曹少爷的加入，我曹某人顿觉无道不孤，幸甚啊！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那什么，谢谢曹将军厚爱啊。虽然办公室里只有曹渊，聊天群也只在他的意识里，但是看到曹将军的消息以后，曹渊还是忍不住摸了摸鼻子，左右看看，确认没有别人，心里一种心虚的感觉很明显。难道我也要变质了？第42，我们仔细计划一下了。心虚的感觉很不好受。曹渊甩甩脑袋，像是想要把这些思绪全都抛开。继续水群，水群才能使我快乐。清源仙尊曹校长，家人们，我该怎么办呀？我现在就在师尊院子门口。武林至尊曹总攻，曹老师，你别冲动啊，我们仔细计划一下了。铁血领主曹将军，虽然我鄙视曹老师的行为，但是根据我部队的经验，我认为首先需要准确了解敌情。末日人一曹主任，其次得了解所有症状，才能开方。玄宇天骄曹景都，并且事前一定要做好布控工作。大培育师曹指挥，同时要准备多套行动方案。虽然大家嘴上批判曹老师的行为，但是还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毕竟男人嘛，就跟身边兄弟追女孩子的时候一样，嘴上骂骂咧咧，但是其实恨不得自己化身民政局，直接给他们发2份红本本，然后把给死死的盖上去。清源仙尊曹校长 Sigma， 你们说的都啥意思啊？禁咒法神曹阿宅大佬们突如其来的专业，瑟瑟发抖，不敢吱声。我是废物 JPG， 不过我玩 Gal Game 的时候明白一件事，不能过早暴露需求感，否则会变成舔狗。曹渊大概思索了一下几个人的说的话，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于是在群里回复说，江城大少曹博士，就是首先曹老师要了解你师尊云静秋是什么想法，然后根据云静秋的表现，你再选择追求方式，然后表白的时候要做好一切准备，同时也要准备多个表白方案，最后不要过早暴露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双方的相处方式。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少爷，你还懂这个？江城大少曹博士，我就是总结了一下大家的意思。禁咒法神曹阿宅，曹少爷，你不会是顺便偷师，然后去追《都市之至尊战神》里的唐景柔吧？我们本质是同一个人，所以肯定有相似性。说实话，我现在对群友们都非常怀疑，当然曹将军例外，他也没那条件。铁血领主曹将军，不知道为什么我高兴不起来，而曹渊感觉自己似乎心脏都被击中了，停滞了一瞬，忙不迭在群里解释，江城大少曹博士，怎么可能？那是我妈妈闺蜜啊！禁咒法神曹阿宅，云静秋还是曹老师师尊呢。而且曹少爷，你分享的记忆片段里，其他人都在，只有唐景柔你从来没发给群友们看过，我觉得很有问题。虽然唐景柔比曹少爷大一些，但是只要在仓库里换一些丹药基因药剂，12岁也能算差距。清源仙尊曹校长，阿宅这么一说起来，细思极恐啊！铁血领主曹将军 ，Sigma， 不会吧？曹少爷你也？江城大少曹博士，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一辈子单身不现实，但是我肯定是择一人结婚生子。曹将军你放心。最后曹渊一番打岔后，大家又把视线放在曹老师身上。玄宇天骄曹景都，所以曹老师你准备怎么办？清源仙尊曹校长，听群友们一说，确实不适合直接偷水晶，我还是先回去思考一下策略。最近大家常上线啊，多给我支支招。对了，江城大少曹博士，曹少爷，往仓库里整些玫瑰花、钻石项链、可爱的玩偶抱枕之类的。钻石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玫瑰花和玩偶，师尊那种单纯的女子肯定喜欢。江城大少曹博士，没问题，我会给你准备的。清源仙尊曹校长，对了，曹少爷，你满足了大家所有的要求，为什么我的江湖热？曹渊这人民教师都是些什么爱好啊？江城大少曹博士，不是可以让群友们分享记忆片段吗？禁咒法神曹阿宅，阿宅肯定懂。禁咒法神曹阿宅，群文件不允许传播不良信息。这曹渊突然想到了什么？江城大少曹博士，难道曹总攻的《清平剑侠录》前言不搭后语的原因是不健康内容删减？好家伙，这得删了小半本书了吧？这真的是曾经发表过的小说吗？末日人一曹主任，就是你想的那样。铁血领主曹将军，此聊就是大中马。日常义正辞严的正经人士曹将军言辞激烈。江城大少曹博士清源仙尊曹校长，你不是要追求云静秋了吗？怎么还喜欢看这些？
清源仙尊曹校长，就算以后我真吃上肉了，也不能不准我吃米饭吧？再说，我俩是单身狗，什么都不懂，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学习各位老师的精湛技艺，到头来其实还是为了师尊良好的感受嘛。曹渊逻辑满分。大培育师曹指挥，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但是我仔细想想，好像确实也没什么问题。众群友确实没有察觉出有什么逻辑错误，没察觉加1。水了2个多小时群后，曹渊和群友们告别，退出群聊，再次靠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想起刚才阿宅说的话，也想起了自己最近和唐景柔相处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波动，自己似乎真的对唐姨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情愫。之前虽然隐隐察觉不对，但是曹渊其实会下意识的不去探究，大概内心深处是有些害怕的。在群友面前虽然矢口否认，可是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就不必自己骗自己了，否则就太虚伪了。曹渊好像真的喜欢上唐景柔了。仔细回忆起记忆里的一点一滴，小时候唐景柔总爱逗自己，有什么烦心事也只会对自己倾诉。他那时或许以为自己还小，以后就会忘记，但是其实曹渊都记得呢。一直以来和唐景柔的每一次见面，他说的每一句话，曹渊都记得清清楚楚啊。第43，我有一个朋友。曹渊定定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笔，漫无目的的一下敲着桌面。他决定先理清楚自己身上的问题。现在看来很明显，曹渊喜欢上唐景柔了。唐景柔总让自己叫她姐姐，但实际上还是应该叫姨的。曹渊不是什么龙傲天龙王什么的，一开始会因为人言可畏的原因，下意识的不想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今天的水群，看到曹老师的直接不扭捏，也被阿宅指出了自己其实一直有在下意识里表现出唐景柔对自己的特殊性，那么就可以下结论了，曹渊可能很早就喜欢上唐景柔了。徐雨晴是一个很完美的女人，非常有魅力，但是原本曹渊对徐雨晴的追求，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徐雨晴和唐景柔身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过原本的曹渊不敢直视自己对唐景柔的感情，倒也不是因为唐景柔已婚的原因。唐景柔前夫张毅入赘唐家的内情，外人或许不知道，但是身为郑书欣儿子的曹渊可太清楚了。张家在和萧傲天的萧家两败俱伤后，张毅身为张家幸存的拥有直接继承权的直系后裔，被江城多少势力盯上了。原本和唐景柔的婚约因为张家无可避免的衰败，张毅选择用张家的残余势力和产业跟唐家做个交易。张毅献上张家的产业，唐家给他这个名分保护他，区别就是原本的嫁娶婚约也就变成了张毅的入赘。唐景柔除了领证，其实压根没和张毅接触过几次，甚至为了掩人耳目，在唐景柔居住的小区里，张毅所住的别墅还是用曹渊的身份信息买的。可惜张毅这人或许命里就有此一劫，第3年就因为误食过敏源，过敏反应急死给送走了。所以唐景柔的婚姻关系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真正让曹渊不敢表达对唐景柔感情的第一个原因是两人和郑书欣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原本的曹渊因为从小家庭破裂的关系，对于流言蜚语的应激反应，他甚至不敢想象自己如果真的和唐景柔在一起了，面对他人指指点点的情形，脆弱和敏感让原本的曹渊畏惧的选择了退缩了。而徐雨晴适时的出现了，原本曹渊的对徐雨晴病态的感情，除了家庭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唐景柔压抑情感的释放。剖析清楚自己的情感状态后，就是该怎么应对了。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求知和求真，既然已经真正的面对了真我，那畏畏缩缩不是现在健康人格的曹渊会有性格。确认自己喜欢唐景柔，那么肯定就要为此努力的。曹渊抽出一张 A4 纸，啪的一声拔开笔帽。今天水群学到不少，曹渊准备在纸上归纳一下自己该怎么追求唐景柔。第一步，掌握敌情。这条跳过，这些天唐景柔对自己啥感情，自己都已经接收到强烈的信号了，这还能看不出来？不由想到曹老师说的那不敢说出口的甜蜜胆怯，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笔尖在纸上滑动，沙沙作响，然后卡壳了。曹渊放下笔，手肘顶在桌上撑着头。唐景柔对自己是什么情感？曹渊自信自己对唐景柔同样是特殊的，但是唐景柔真的是喜欢自己吗？虽然唐景柔经常会和曹渊有些特殊的亲密，但是这会不会仅仅是因为长辈对晚辈的亲密？虽然唐景柔经常对曹渊开一些暧昧的玩笑，但是这又会不会是因为照顾小曹渊那几年就养成的习惯呢？不知道为什么，曹渊对自己的直觉有些不自信起来。曹渊两是单身狗，长期单身男士身上大多有个特点，虽然没谈过恋爱，但是恋爱理论个顶个通透，上相亲节目做咨询嘉宾都绰绰有余。据曹渊所知，恋爱理论第一条，这世上最具迷惑性的错觉，他也喜欢我。
应该不会是错觉吧？要是真是错觉怎么办？直接表白多尴尬，以后想见唐一面都不敢去了。这个状态大体就能引出恋爱理论第2条：当你真的确认自己喜欢一个人以后，那个人他就是你患得患失的梦啊。曹渊迷茫了，要不还是先确认一下吧。曹老师都是说了，直接偷水晶不太好，还是按照群友们的指导来吧。虽然大家都是单身狗，但是曹将军、曹主任、曹警司、曹指挥几个人穿越前的职业就说明了，这些人做事最是有条理。那么就从第一步开始，充分了解敌情。对，之前虽然大体了解，但是还不够充分。为了唐姨，再谨慎都值得。曹渊正视自己的感情后，觉得浑身都轻松，有些患得患失，但是这就跟做科研一样，提出目标，并为此不断努力就好。就在曹渊下定了决心的时候，办公室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曹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表情，缓和一下情绪，请进。人事经理推开门走了进来。曹总，您秘书的招聘，我们人事这边的程序已经走完了，有一个不错的人选，最后合不合适还需要您自己定夺。秘书，程芷瑶昨天还说要来应聘，看来我们程大小姐是没机会了。不过这样最好，毕竟程芷瑶说到底现在还是自己名义上的表嫂，自己忙起来的时候六亲不认，指挥他去做这做那的，如果他因此产生了情绪，反而尴尬。曹渊对人事经理点点头，好，你们辛苦了，让人进来吧。人事经理出门后，过了一会门又被推开，走进一个女人。曹渊，程芷瑶。曹渊有些疑惑，怎么是你？程芷瑶今天穿着和往日完全不同风格的 OL 灰色的女士西装，上的扣子看起来负荷有些大，包臀裙让她穿着丝袜的长腿有些晃眼，头发简单的在脑后扎起一个马尾，让原本显得有些娇媚的气质变得利落许多。程芷瑶脸上带着不夸张也不谄媚的得体笑容。曹总您好，我叫程芷瑶，此次应聘您秘书的岗位。曹渊，你是走正常招聘环节的吧？曹渊试探的问说，昨晚刚和自己提起，今天就到自己面前了，让人很难不怀疑。程芷瑶笑容依旧，语气自信，我半个月前就给贵公司投递了简历，曹总可以调阅人事部门的简历信息和面试资料。程芷瑶都这么说了，那应该就没问题了。算了，程芷瑶就程芷瑶吧。现在剧情大改，自己也不确定表哥郑瑞成对他女朋友的感情程度，程芷瑶还是有一定可能成为自己表嫂的。先试用一段时间，如果能力不错就培养培养负责行政，如果能力一般就作为助理秘书好了。曹渊做好决定，清了清嗓子，嗨嗨，那这次面试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第44。曹渊，你这个大笨蛋。曹渊坐在杂乱的办公桌后，表情从容，并没有因为桌上的凌乱而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抬头看着站在面前的程芷瑶，缓缓出声，我有一个朋友。程芷瑶点点头，略显期待地等待曹渊的发问。他很期待现在这个冷静含蓄的曹渊会提出什么样的面试问题。我朋友他喜欢上一个女人，但是他觉得有可能对方也对他有好感，但是不敢确定，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确认对方的态度。程芷瑶身份比较特殊，曹渊刚才就已经做出决定，确认聘用程芷瑶了。正好其实曹渊认识的人里，适合曹渊咨询的也就只有程芷瑶了，总不能去问母亲自己该怎么追她的闺蜜吧。至于公司里的员工，不会真的有人认为工科生能通过追求的方式找到女朋友吧，所以正好不如趁着这个面试机会问一问程芷瑶，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现状的看法，自己再妥善听取意见，针对性调整对唐锦柔的追求策略。曹主任说的，全面了解症状，然后再开方。群友们的步骤，曹渊觉得还是很有可行性的。起伏的心理活动没有影响曹渊脸上的表情冷静从容，但是程芷瑶却被面试问题的内容惊呆了。你们不是科技公司吗？怎么面试内容是情感问题？不过曹渊这么快就有喜欢的人了。至于一个朋友，程芷瑶听了都想笑。你曹少爷以前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哪来什么朋友？程芷瑶试探地说，曹总为什么不直接问问对方呢？我这不是不敢吗？曹渊心里一虚，你等等，什么叫我不直接问对方？面色一紧，曹渊表情略带严肃的出声提醒，嗨嗨，我的朋友。程芷瑶本来就笑点低，虽然曹渊很可能有喜欢的女人了，这件事让他心情有些复杂，但是曹渊一本正经的模样，还是让他忍不住低下头，不敢看曹渊。他怕忍不住笑出声来，毕竟现在是在面试，真笑出声的话显得自己不够礼貌。程芷瑶低头抿着嘴，小手揪住自己的裙子，努力让自己不发出笑声。不一会儿，在确认自己能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后，程芷瑶才抬起头望着曹渊，不好意思，曹总，我还是觉得你
朋友应该直接表达出自己的心意，毕竟很多遗憾都是因为萌芽在双方的退缩与试探中失去绽放的机会。曹渊这话说的，要不是自己还算冷静，可能真就去找唐姨表白了。好像是自己疏忽了，为了不多透露过多细节，说的比较含糊，所以程芷瑶不知道双方关系特殊。想清楚后，曹渊清清嗓子重新出声说：“嗨，可能我刚刚没有表述清楚。”一说着，一边在脑子里组织自己的语言。我朋友和对方那位女性的关系有些特殊，所以我朋友怕太过直接的表达方式会导致双方现有关系破裂，所以才向我咨询，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委婉的方式能够了解对方的态度。程芷瑶有些不明所以，男女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那点事，能有多特殊？曹总，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朋友和对方的关系特殊，具体是指哪方面？曹渊再次斟酌表达，对方那位女性和我朋友之间的身份，在外人看来是不应该在一起的，甚至可能会引起他人的诋毁，所以在不确定双方心意之前，我朋友不想因为自己的个人感情而影响到对方。曹渊依然不敢说的太详细，程芷瑶和唐景柔也是比较熟悉的，要是被猜出来的话，后果不敢细想。程芷瑶的心里好像进了一个贼，乱哄哄的，表情也随着曹渊的话变得越来越猛。然后再回过神来以后，他感觉到自己的脸蛋温度迅速升高，他又像一只小鹌鹑一样低下脑袋，耳垂都变得粉红。曹渊他这，原来他察觉到了。笨蛋，曹渊你这个大笨蛋，哪有这样当着面问别人想法的？曹渊看见程芷瑶的反应，还以为他正低头思考，结果程芷瑶半天没说话，注意了一下，发现程芷瑶的异常，疑惑的出声：“程小姐。”曹渊的声音让程芷瑶像是被吓了一跳，曲线美好的身体都颤了一下，依然没敢抬头，声音有些断断续续的说：“曹总，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曹渊是我朋友，他也姓曹，你可以加他曹老师，但是他喜欢上了他的老师，你能明白吧？自己也算顺便帮曹老师咨询的，用他的名义来掩饰最是合适不过了。对，你朋友曹老师，我觉得还是可以直接和对方说的，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错觉，对方或许真的对你的朋友曹老师有好感呢。笨蛋曹渊，我进公司的时候都听到了，你们研发部的员工都叫你曹老师的。曹渊，果然感情这种事，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慢慢摸索吧。反正群友的建议听起来似乎也挺靠谱的。轻轻叹一口气，曹渊对程芷瑶说：“好吧，程小姐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这个程芷瑶3次给出的建议都是直接说出来。呵，坑爹的话，爹会原谅你，但是你坑领导，那领导可是会欺负你的。程芷瑶抬起头来，精致的小脸附上一层红霞，眼神有些雀跃。我明天就可以上班的，这是迫不及待想和我待在一起吗？程芷瑶离开的时候神情有些奇怪，但是曹渊却因为思考事情没有发现。过了好一会，曹渊又叹了一口气，感情呐，就会让人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不过程芷瑶的建议虽然帮不上自己，但是不知道对曹老师会不会有一定帮助。在意识里打开聊天群，江城大少曹博士清源仙尊曹校长。曹老师，你这个情况，我刚才咨询了一下我新招的秘书，他说很多遗憾都是因为萌芽在双方的退缩与试探中失去绽放的机会。我觉得他从女性角度出发的想法或许有一定价值，你可以参考一下。首先，真正确认自己不是冲动与好色的原因后，再做出打算。第45 Are you 吗？曹渊把消息发到群里后，身为修仙之人，根本无需睡眠，常年在线的曹老师回复得很快。清源仙尊曹校长，多谢曹少爷，让大家费心了。等等，我冲动？我还好色？玄宇天骄曹景都有什么不对吗？禁咒法神曹阿宅没哪里不对啊。清源仙尊曹校长打哪论的呀？你们怎能凭空误人清白？武林至尊曹总工，曹老师，你别装了，人不好色号什么？How are you 吗？无言以对。曹渊正想退出聊天群的时候，曹主任@了他。末日仁医曹主任江城大少曹博士。曹少爷，江城大少曹博士，曹主任怎么了？曹渊表情认真了一些，因为交流的最多，所以一般曹主任找自己都是要紧事。末日仁医曹主任，能再给我准备一批煤炭吗？我们基地附近的丧尸已经开始不规则活动了，搬迁计划可能需要提前，所以我们现在的项目得尽快得出实验结果，还需要一批煤炭为设备持续运转的消耗做些准备。曹渊这边科技工业园的计划马上就会启动，现在资金正吃紧。曹渊想了想，这次可能需要找自己舅妈卖个人情了，暂时赊账一段时间了。江城大少曹博士末日仁医曹主任。曹主任，你那现在剩余的煤炭吃不吃紧？
末日仁医曹主任，剩余的煤预计还能坚持1个月。江城大少曹博士，没问题。我这边近期资金也比较吃紧，等我结束这个研发周期，我会亲自回郑家见一次我舅妈，可能需要1周左右。末日仁医曹主任，有劳了。曹少爷，灰暗的天下，一个地下研究所，青年坐在电脑前，看到意识里的收到的回复，松了一口气，然后把注意力投向身前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等试验成功了，想给曹少爷投送一份吧。大培育师曹指挥，没想到曹少爷居然也有缺钱的一天。玄宇天骄曹景都，说起来，曹少爷给投送东西花了不少钱，给曹主任准备煤炭就得不少钱了吧？江城大少曹博士还能承受，能帮上大家忙就好。禁咒法神曹阿宅，我上次打开群仓库我都懵了，全是煤炭13万吨啊，这得多少钱啊？武林至尊曹总工，按照前世的煤价推断，那一批煤炭大概1亿左右。禁咒法神曹阿宅，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我上辈子给我爷爷烧纸都没敢烧那么多。玄宇天骄曹景都，说实话，我们其他群友2辈子都没体验过有钱的乐趣，这主角不当也罢。铁血领主曹将军，我穿越到这个废土世界，结果曹少爷进群后，我的物质生活比上辈子都过得好，你敢信？禁咒法神曹阿宅，确实穿越以后生活居然越发滋润，感谢前群主，感谢曹少爷，感谢加一。曹渊无奈地看着群友们耍宝，和群友们随意聊了几句就下线了。午饭后，曹渊拿出手机，通知已经成为自己私人助理的王向荣来一趟办公室。现在的王向荣通常也都是西装革履，平时也没什么事情，曹渊有安排的时候去帮曹渊做这些琐事就行。曹渊递给王向荣一张银行卡，让王向荣把曹老师需要的钻石项链、玩偶、抱枕之类的东西做一个采购，顺便零食以及生活用品也给续上。王向荣应声准备离开的时候，曹渊看着他虎背熊腰的背影，宽松的西装穿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不禁眉头一皱。王哥，等一下！曹渊出声叫住已经半只脚出门的王向荣，还有什么吩咐？少爷，王哥你有对象吗？王向荣有些疑惑，曹渊为什么会问自己的私事，但是还是回答说，3年前我回到藤渊就职的以后没多久就相亲结婚了，现在孩子已经1岁多了。提到自己孩子，王向荣忍不住脸上露出一个有些憨厚却让人觉得很可靠的笑容。结婚了，连孩子都有了。曹渊有些讶异，居然从来没听王向荣说起过，不由得想起唐景柔，心里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些酸溜溜的。为什么别人找对象像是报警，随叫随到，自己追唐姨就像是在破案，应该不会是悬案吧？不过自己身边的人能过得幸福，曹渊也很为王向荣高兴。那下次我可得给孩子准备一份礼物了。另外，如果嫂子有空的话，玩偶和保证让嫂子陪你采购一趟方便吗？曹渊叫住王向荣的原因，其实就是实在不想验证体格像是小1号巨石强森的王向荣会有怎样的审美。王向荣脸上虽然有些不解，但是也不是多大事儿，一口答应后，随即离开，暂时把自己因为感情而有些复杂的心绪抛开。曹渊开战起身，拿起自己的电脑，大步走向研发部。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更好地分配自己投入感情和事业、学业之间的精力。虽然自己很喜欢唐景柔，这喜欢甚至让曹渊觉得有些迫切，但是感性是应该留在家里的，其他任何时候人都要保持理性，而自己眼下优先要做的，就是要先解决掉巨龙集团这个麻烦才行。第二天一早，程芷瑶在一丝丝雀跃的心情中，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秘书生涯。结果几天工作下来，他发现曹渊更没有想和自己多相处，自己只是每天不停地往研发部送材料、送文件，曹渊甚至根本没时间理他，每次拿走文件就把他打发走。程芷瑶看出来曹渊很忙，他连家都没回过几次，吃睡几乎都在实验室里。但是程芷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觉得有些小委屈。不过上班后的他也学会收敛自己的任性，每天细心准时的给曹渊送饭，看着曹渊吃完默默收拾餐具，然后回到总裁办公室旁的小办公室里，悄咪咪的在心里偷偷骂曹渊。自己只是对曹渊有些好奇吗？行吧，本小姐承认，最多再加上有一些好感好了。为什么面试的时候要说这种话？说了那种让人心烦意乱的话，以后就不理人了。曹渊，你这个讨厌鬼！可是为什么看他忙碌到都来不及吃的样子，心里会觉得有那么一小点点的心疼呢？哎呀，烦死了！塞那不来塞。第46发布会，这个世界走进入了12月，江城的天气也随着冬季的到来，透着越来越刺骨的湿冷。江城机场内，一个长相普通但是衣着考究的青年带着几个人站在 VIP 通道出口，目光紧紧盯着通道口，脸上的表情有些兴奋。
也有些急切。不多时，机场出口开始陆陆续续有大量的乘客走出。一位和青年长相神似的中年男人在保镖的簇拥下从机场走出。青年发现后马上迎了上去，出声叫了一句爸，跟在青年身后人也连忙微微鞠躬，稍有拘谨。曹董事长，边儿安排的怎么样了？中年人点点头，看向青年。这两人就是曹彬以及东方集团董事长曹尚文父子。曹彬特意邀请曹尚文来江城亲眼见证东方集团向外省扩张的第一步。听到曹尚文的问话，眼里不自觉露出一丝狂热。都谈妥了，江城2号领导也表态会支持我们，拿下腾源地产算是第一次展示我们的能量。郑家唐家的联盟在江城已经让很多人不满了，他们需要一个能制衡两家的公司出现。曹尚文笑着对曹彬点点头，做得不错。从小到大，在曹尚文口中一直都是还行。还行的曹彬在听到曹尚文这一声不错以后，脸上有些愕然，随后就是狂喜，一马当先的领着曹尚文一行人向外走。曹尚文坐在曹彬为自己准备的专车上，收起脸上的笑容，望着车窗外熟悉又陌生的景色，脸上表情有些复杂。东方集团的扩张计划很顺利，让他很高兴，但是这次扎根江城的手段却是小儿子亲自带队针对大儿子和前妻，就连商海博弈这么多年的曹尚文也说不清楚自己心里什么滋味了。这是……车队开进市区以后，曹尚文发现一座大楼前的 LED 广告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个极具科技感的广告视频。视频内容简单的介绍了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一个又一个对普罗大众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最后画面停留在计算机上，画面陷入漆黑，然后慢慢浮现一句话：12月8日，让我们再一次见证新的风景。新景科技的技术部门都超负载运转1周后，曹渊总算结束了这一个周期的忙碌，接下来主要就是运营部门和公关部门的工作了。回家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毕竟这一个星期来确实有些不修边幅了。曹渊挤出一天时间回了一趟郑家，与外公外婆一起吃了一顿饭，陪两位老人聊了许久，亲自和舅妈说定赊欠一批煤炭的事情。虽然奇怪外甥最近为什么老采购大批煤炭，但是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晚上，曹渊作何最又匆匆地回到新景科技。发布会的准备恭候的研发测试是同时进行的。曹渊在忙完研发后，根本没有停歇时间开始对发布会进行彩排。时间很快来到12月8号，江城会议中新展览馆，新景科技的发布会如约而至。应邀参加的科技企业代表、科技从业者、媒体、本城本土的官方人员和企业家，让可容纳30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原本曹渊没打算邀请这些江城本地的企业家的，但是新景科技现如今的业务不涉及普罗大众，因此更不可能有粉丝基础了。程芷瑶给曹渊提议，可以给江城本土的企业家们发出邀请，毕竟新景科技软硬件兼具，以后未免没有合作的机会。在会场微微的议论声中，会场的灯光暗了下来，大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依然是一段细数科技发展的视频，但是比在室外广告屏幕上的更详尽，并且在计算机之后继续展现了从电报到电话再到如今诺基和摩托。视频结束后，舞台上的灯光和屏幕同时暗了下来，再次被点亮的时候，舞台中间已经多了一个人，屏幕中间也出现了这个发布会的主题：今天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华夏。曹渊一改风格，换了一身休闲装束站在舞台上，平时的斜背发型也放了下来，换成蓬松的刘海，站在舞台中央，脸上挂着平时见不到的温和笑容。公关部的姑娘们觉得曹渊原本那副禁欲的模样，会让人产生科技就是冰冷的感觉，所以希望曹渊在发布会上换个相对温和的形象，更好配合公司和媒体宣传。于是程芷瑶自告奋勇给曹渊搭配了这个新形象，还拉着曹渊练习了好久的笑容。这样的曹渊让坐在第一排的郑舒欣和唐景柔都有些怀疑他们的小家伙是不是被调包了。曹渊脸上挂着微笑，稍微压着嗓子，用练习了好几天的温和声线开口。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次发布会的主题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我认为新景科技今天发布的产品足以担当这句话。虽然不知曹渊这份自信从何而来，但是台下的人还是配合的鼓起掌，啪啪啪。在掌声中，曹渊打开 PPT， 正式进入了这次发布会。从现有的手机开始讲解，引申出对技术发展的思考，然后也不卖关子，在屏幕上展出了新景科技的第一代智能手机 One 型号智能手机揭开神秘的面纱，让现场出现了骚动。一体成型的机身外形， 4.0 英寸的大屏幕，全新的操作方式，精美的软件。随着曹渊的展示与介绍，现场的热情越来越高，场的科技企业、技术从业者、
科技媒体们却是对其中所包含的技术成分感到心颤。江城本土的富豪们只是震撼于万身上的未来感。台下坐在一起的郑书欣、唐景柔望向舞台中心的曹渊，眼神中都透露出难以掩饰骄傲。而他们身边不远处应邀出席的徐雨晴，看着今天让人觉得亲近感十足的曹渊，也时不时鼓掌，为曹渊的成就感到高兴。曹尚文父子和萧傲天三人也通过人脉从江城本土富商手里拿到了3张邀请函。随着发布会的进行，曹尚文看着坐在会场前面那些科技企业负责人的表情，隐隐觉得这台前所未有的手机似乎不仅仅只是一台手机那么简单。扭头看了一眼正在和萧傲天窃窃私语的曹彬，再看到台上意气风发的曹渊，曹尚文的眼睛眯了起来。这时台上的曹渊也公布了 One 的价格，4588元、6888元的价格，也不由让在场的国内手机厂商松了一口气。新景科技这是冲着诺基摩托去的。高端市场一直跟国内手机厂商没什么关系，但是曹渊的下一句话让手机厂商们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舞台上的曹渊的笑容明明很温和，但是在他们看来却像来势汹汹的猛虎。曹渊放下手里的 One， 直视台下所有人。众所周知，这样的价格其实是现阶段华夏人民大众比较难以承受的，但是我们新景科技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让所有人都能享受科技的乐趣。第47笑起来好看。随着曹渊的话音落下，发布会上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曹渊回过头，用手里的翻页激光笔控制着 PPT 继续翻页播放。我们新景另行研发了一个运行模式不同的智能手机专用系统，希望评价区间内的手机用户也能体验智能手机。但是新景科技一家企业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希望今天在场或不在场的华夏科技企业能够和新景科技携手，一起组建华夏科技联盟。面对这个即将展开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接下来曹渊开始详细介绍了自己对这个科技联盟的构想。此时台下的所有科技企业都是满头问号，还有这种好事？新景科技在软件领域和半导体领域的技术水平外人不知道，他们这些行业内的可太清楚了。科学院正在试制样机的光刻机核心技术就是来自新景科技的专利授权，而且通过 One 这一跨时代的产品来看，新景科技肯定有多方面完善的技术储备，一定不像是初创公司。科技联盟内部另一个系统开源，来自新景科技的技术授权门槛在内部放低，完全想不出拒绝的理由。最后曹渊笑着表示会在发布会后宴请在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代表，详细商议。新的一年来临前1个月，新景科技的第一次发布会在众人的掌声中落幕。发布会后，曹渊回到后台，小秘书程芷瑶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他。你看什么？曹渊有些摸不着头脑。程芷瑶抿嘴笑着摇摇头。今天曹渊从穿着到发型都是他给搭配的。看到眼前整个人都温和下来的曹渊，他心里又得意又开心。哦 Omega， 曹渊也没在意，反正最近程芷瑶经常神神叨叨的样子，把后续的事情和在场的员工交代了一下。曹渊带着程芷瑶往会场停车场走去。两人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中年男人脸上挂着笑容，正在和郑书欣说话。这不是曹尚文这老王八蛋吗？他怎么来江城了？曹彬和萧傲天跟在那男人的身后。郑书欣脸色很不好看，唐景柔也是冷着一张脸。曹渊看到萧傲天的眼神还时不时往唐景柔身上飘去，脸上一冷，脚步加快向母亲和唐景柔走去。程芷瑶虽然不认识曹尚文，但是他那长相站在曹彬身前，一看就知道一窝的，连忙小跑着跟上曹渊。曹渊走到两方人中间，把母亲和唐景柔还有跟过来的程芷瑶护在身后，冷眼盯着眼前三人。几位，你们有什么事吗？曹尚文三人来到车库的时候，曹尚文一眼就认出了郑书欣。现在的郑书欣甚至一如刚离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仿佛岁月留给他的只有沉淀和成熟。当年曹尚文一家因为傍上江南省的豪门宁家，宁家也很看好曹尚文。宁家整体实力其实就比郑家强出一线而已，但是东方集团正好处在宁家势力范围内，而且宁家大小姐宁娇对曹尚文很有好感。曹尚文和父母一合计，为了东方集团的发展，居然选择和郑书欣离婚，甚至曹渊的抚养权都不准备给郑书欣，还是舅舅郑书则致电宁家，表示孩子是郑家的底线，如果宁家一定要对曹家做保的话，那就鱼死网破好了。最后曹家才不敢继续死咬曹渊的抚养权。曹尚文如今凭借着东方集团的发展，已经摆脱了宁家的节制，一如当年摆脱郑家一样。看到风姿怡人的郑书欣，忍不住上前发出就餐邀请。而曹渊出现后，曹尚文也毫不在意曹渊的态度，笑着走上前一步说：小渊都长这么大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咱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如何？
曹尚文刚才在观察那些科技公司代表的反应后，他已经大概肯定曹渊发布的手机肯定有很大意义。其实他本来这次答应曹彬来江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新景科技。他虽然是做房地产的，但是对世界商业形势很关注。通过米国硅谷来看，他很肯定科技行业是下一个经济支柱行业，但是苦于没有渠道进入。但是之前新景科技和科学院合作的事，让他注意到曹渊的改变。经过他多方面的调查，可以确认曹渊就是新景科技技术的根源，这让他看到了希望。还有比自己儿子更好渠道吗？曹尚文预计在巨龙集团抢走腾渊的市场份额后，他再出面决定和腾渊地产合作，卖一个人情，这样东方集团进入江城的契机有了，同时还能借此缓和曹渊之间的父子关系。而现在提前碰面，那正好可以提前接触一下。曹渊面无表情，伸出手掌做了个制止的动作，看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曹尚文说：“这位先生，虽然你试图用大量的啫喱水来掩盖你身上的人渣味儿，但是很显然效果不明显。我身边3位都是女性，希望你不要离我们太近，这会对3位女士造成困扰。商海沉浮那么多年，郑家宁家2度忍辱负重。”曹尚文的脸皮无疑是极厚的，对曹渊的嘲讽毫无表示，眼神都没变一下，还是笑着说：“小渊还挺会说话，有些是做父亲的我也身不由己。再说父子哪有隔夜仇是吧？”曹渊看着曹尚文，突然也跟着笑了。都市之至尊战神里，曹尚文被描写成一个商场枭雄，但是根据曹渊的记忆结合书里的描述，曹尚文充其量也就是个金钱利益的奴隶而已。中期他和主角萧傲天的对话里，话里话外都是郑家，宁家吸他的血，从来没想过郑宁2家需要交换出多少官方资源帮助他。就这，姓曹就枭雄，他连个曹贼都不配。曹渊脸上挂着最近的练习成果，温和假笑：“这位老先生，你说笑了。除了 DNA 有一定联系以外，其实我们没有任何额外关系。”然后曹渊看了曹尚文身后，因为曹尚文对曹渊的态度而黑脸的曹彬一眼。单就我与你们父子之间的外表而言，说是2个物种，我想应该也没人会不认同的。身后的唐景柔这时也悠悠出声：“这必须得承认，小渊笑起来好看，你们父子俩看起来好笑。”第48震惊，东方集团董事长竟然……曹渊和唐景柔的话让曹彬的脸更黑了，目光死死盯着曹渊。曹尚文眼神微微缩了一下，但是脸上的笑容依旧没变。看来小渊对我怨念很深啊，不过我想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好好谈谈的。曹渊还没回应，却在耳边响起了一道脚步声。唐景柔抬脚缓步绕过曹渊，踢踏踢踏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产生回音。唐景柔站在曹渊身前，留给曹渊一个优美至极的背影，美到让曹渊有些疑惑，静静地看着曹尚文那依然微笑的嘴脸。啪！唐景柔直接一巴掌甩到曹尚文脸上，然后扭头对程芷瑶说：“芷瑶，报警，就说有3个男子拦截我和郑总意图不轨。”曹总赶到警告后，对方非但不离开，还和曹总对峙。在场的人都被唐景柔这一下给弄傻眼了。曹尚文眼神惊愕，甚至表情都忘了收回，嘴角还是维持着微笑的样子。曹彬这下脸也不黑了，就是猛。唐景柔盯着曹尚文，美眸中的阴冷毫不掩饰：“你以为你的东方集团和宁家还能在江城护得住你吗？”刚才唐景柔发现郑舒心脸色一直很难看，他倒也不至于认为郑舒心会因为曹尚文产生什么波动。多年姐妹，唐景柔稍微一想就明白，郑舒心是担心曹渊。最近曹渊心理状态刚刚好转不久，曹尚文就出现在母子面前，他会担心他的儿子内心又一次被伤害。他们也是在事业上表现极其优秀的女强人，很清楚曹渊这种冷静克制的性格，遇上曹尚文这种笑面虎最是吃亏。曹尚文不是萧傲天这样的年轻人，他不会有强烈的好强心，言语上的输赢对他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最后的利益。曹渊身种俯视上那的气质，反而会让他更谨慎更小心。他们不知道曹渊穿越融合，反正只要是有一点点伤害曹渊的可能，他们就是会担心。操心第一位的总会是孩子，这就是母亲。有人冒犯他重要的人，也会做出最强硬的回应，这就是女人。曹渊也被唐景柔的行为惊呆了，这还是那个冷静理智的唐姨吗？打人的样子似乎也很美啊。刚才要不是唐景柔出手了，曹渊嘴里一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大概是我亲自送走你们一家的时候，马上就要脱口出了。唐景柔的感觉没错，曹渊几乎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冷静克制的，但是真遇上曹尚文这种性格黏糊的人，谁还不会骂一句娘呢？程芷瑶回过神来，马上从包里拿出新景科技内部率先用上的 WAM， 在屏幕上呼出报警电话。萧傲天一看事情好像真的有些大条了，连忙上前劝说：“
程小姐，这说到底是曹总的一家人的家事，是个误会，犯不上报警啊。他身份特殊，进了局子不知道得在里面磨叽多久。曹渊皱着眉头，一家人？你这龙王还学会阴阳怪气人身攻击了？瞥了萧傲天一眼，三位还是和警察解释吧。虽然以曹尚文的身份，3个人的身份进了局子，大概也就是走个流程。不过既然唐景柔为自己出头，那曹渊可不能拆他的台。既然唐姨说了要报警，那就一定要报。唐姨想让他们进局子，那就都给我进去。曹渊遇上萧傲天加曹尚文这个讨厌的组合，本来心情不算好，但是这时候却突然觉得有些甜丝丝的，就像喝了一杯蜂蜜水，清爽又清甜，让心口都觉得被滋润到了。曹尚文脸色阴沉看着唐景柔，就算是他这样的人，被人直接扇了一耳光也不会真的一点波动没有，一直维持的笑脸终于也是被唐景柔一巴掌给抽没了。他自觉地带着曹斌和萧傲天站在一边等待警察到来。他很清楚唐景柔既然这样的狠话都放出来了，那么这次局子肯定静定了，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唐景柔就是想剥他们面皮而已。而这个时候程芷瑶像是想起了什么，招呼也不打，直接扭头就往会场跑。曹渊以为他应该忘了什么东西，倒是也没在意。唐家家主和郑家大小姐的组合让警察不敢懈怠，出警的速度很快。现场对唐景柔、郑舒心做了个简单的笔录，留下2位警员在现场勘查，以后就带走了3人。萧傲天表情郁闷，也对，以前多说几句话被曹渊认定是弱智，今天没说几句话直接进局子，确实郁闷。看着警察带走3人后，程芷瑶才回到车库，因为刚才不友好的交流和等待警察出警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曹渊也没来得及问程芷瑶去干嘛了，就先带着3个人女人上车，准备前往宴请科技公司代表的酒店。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思索曹尚文出现在江城的原因，结合书中的内容，曹渊猜测曹尚文大概率是冲着新景科技来的。书里有过一段描写，曹尚文喜欢关注硅谷新闻，按照他那种极端的财富观，很可能是被微软甲骨文那些营收财报给刺激红了眼睛。如今自己创建了新景科技，曹尚文估计是打上自己主意了，否则书中萧傲天和曹斌已经击垮腾渊地产，开始对付唐家的时候，曹尚文都没来过江城。而且这次巨龙集团针对腾渊地产事情，还不知道这老王八蛋在里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过其实曹尚文有怎么样的想法和计划其实都无所谓，反正对方巨龙集团是扑街扑定了。在车子快要到酒店的时候，曹渊看右侧反光镜准备变道，看到程芷瑶刚才跑进会场又跑回以后，似乎心情就很愉快的样子，有些疑惑，程秘书，你刚才突然跑回会场做什么？程芷瑶脸上挂起一个笑容，像是偷着鸡的小狐狸似的。我怕警察会带走会场的硬盘，让还在会场的员工在警察之前先去监控室把车库的视频拷贝回公司。唐景柔听到这也来了兴趣，芷瑶，你为什么这么做？看到刚才飒爽霸气的唐景柔也这么问，程芷瑶脸上的得意遮都遮不住。他们3个都是有身份的人吗？说不定现在都已经被放出来了呢。我想着唐姐既然报警肯定就是要让他们丢脸，那就把视频发给报社同时发上网好了。曹渊一愣一愣地看着程芷瑶，脑子里不由闪过一句话，震惊！东方集团董事长携巨龙集团总裁竟在车库做出这样的事情。第49咚咚咚咚咚，曹渊一行人走进酒店的时候，参加发布会的而企业代表们一个都没有离开，整个宴会厅带着微微的讨论声在等待着曹渊到来。本来曹渊想让大家先吃饭，之后再谈正事，大家现在心思本来就不在桌上的食物上，草草吃了一些后，就目光都紧紧盯向曹渊。曹渊坐在餐桌前，总觉得坐如针毡，忍不住抬起头左右看了看，在一群技术流大汉隔着眼镜镜片的殷切目光里，只能有些无奈地放下自己手里的餐具，起身走向台上。我想大家还有些疑惑，新景科技组织这个科技联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华夏科技行业的现状。曹渊语调沉稳，详细和在场的人介绍了自己对于这个华夏科技联盟以及科技工业园的构想，以及这个联盟未来携手抢占全球市场的目标。台下的人都在曹渊构想的蓝图中听得如痴如醉，脑门上也似乎全都泛过一道道金光。曹渊看着大家对这个构想的赞同眼神，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其实大部分从事工科类工作的人都比较简单，有钱让他们研究，有渠道能把他们的成果分享给大众，并且以此创造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就超棒。宴会很圆满，在大家都兴奋满意的心情中结束。离场后，所有人各自联系自家公司，开了简短的电话会议。国内许多的科技企业大佬在得到消息后，直接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事情，准备尽快赶来江城和新景科技细谈，有条件的表示马上申请航线。
连夜坐私人飞机到江城，条件差一些的就只能买最早飞到江城的航班了。虽然这样显得不那么从容，但是新景科技他给的实在太多了。至于曹渊提到的需要大家一起出资建立科技工业园这件事，人家都把自己技术低门槛分享给我们了，我捐几栋楼难道不应该吗？你们别跟我抢好吧。宴会后，曹渊轮流送程芷瑶和唐锦柔回家。程芷瑶今天一直一副很高兴的样子，甚至下车的时候还哼着让人听不懂但是欢脱的小调。曹总明天见。夜里的气候有些凉，程芷瑶挥了挥白嫩的小手就往程家的别墅跑。把唐锦柔送到家的时候，想起刚才他站在自己身前的样子，曹渊突然开口：唐姨，今天谢谢了。唐锦柔余光偷偷瞄了还在为自己儿子骄傲的郑书欣一眼，脸上露出一个笑容，特别明媚，像是今这个夜里突然有了一束阳光一样。谁让我是你姨呢？曹渊 X。 这束阳光或许来自冬天。新景科技的发布会后，接下来几天，One 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景科技为了在这个移动通信网络落后的时期，尽量让用户的体验更好，在销售的同时会给每一位用户随机附赠一个的路由器礼包，显得别具心思。而且预装的游戏和软件精美程度和表现出来的易用程度，都让 One 成了今年年末最大的明星，也让网友们望眼欲穿，等着 One 正式上市销售。这几天来，全国各地的科技行业企业家、互联网公司的老板、电子行业的实验室和研究所都纷纷来到江城。唐氏集团也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北郊的地皮易主新景科技。紧接着，新景科技也将科技联盟与科技工业园项目放了出来，让整个江城都陷入议论中。巨龙集团总裁办公室，肖傲天和曹尚文父子相对坐，三个人在发布会那天被带进局子。虽然肖傲天档案存疑，但是还是很快就被曹尚文找来的人给保了出来。肖傲天看着这几天江城的大小媒体都在讨论新景科技、科技联盟以及科技工业园，他们巨龙集团的消息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多年来对危险的敏感直觉让他紧皱着眉头，开口说：新景科技这时候这么大动作，我怎么总觉得是冲着我们来的？曹斌思考了一会，脸色轻松地点起一根烟，不太像，他的工业园项目在北郊，应该不会和我们有牵扯。曹尚文坐在一旁，面色平静不说话，抬眸看了一眼自己儿子，又垂下眼神。喝完一杯茶以后，站起身对两人说：中央商务区的项目不用太执着了，把精力集中在商业广场上吧。说完对肖傲天微笑了一下，转身就准备离开。肖傲天和曹斌没明白过来，有些错愕。走到办公室门口快要出门的时候，曹尚文回头平静地看了曹斌一眼，随后推开门大步离开。差距太大了。这天午后，曹渊和科学院敲定科技工业园的详细合作内容，然后送别几位科学院的教授后，回到办公室，直接在会客沙发上坐了下来，身子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些天曹渊每一天几乎都是在接待各位行业前辈中度过的，这让不擅长和人相处的曹渊有些不适应，几乎全凭着对这些前辈的一腔敬意，以及需要这个科技联盟来为以后做准备，在支撑着他继续这么做。咚咚咚咚咚，曹渊休息没多久，办公室外传来敲门声。曹渊一听就知道是程芷瑶。进来。程芷瑶最近每次敲曹渊办公室的门，都会用这样的节奏敲5下门。在曹渊习惯以后，每当他进门，曹渊伏案工作，头也不抬就知道是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特别开心，这种窃喜的感觉让他很沉迷。程芷瑶一手拿着一个文件夹，一手拿着一个保温杯送到曹渊身前。曹总，刚泡的绿茶。谢谢。接过还有些烫的茶水，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有些烫。茶水顺着喉咙滑下，整个胸口都有些滚烫起来，心情上的疲惫似乎缓和了不少。曹渊一口一口的喝茶的时候，程芷瑶翻开手里的文件夹。现在的程芷瑶对秘书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原本娇媚俏皮的气质也都被一身利落的气质取代。她翻开文件夹里的行程安排，确认了一遍，然后清脆流畅地说：曹总，你上次让我关注的开发区 CBD 地皮投标会就是明天了。曹渊心里微微一动，明天吗？好，我知道了。目送程芷瑶出门后，曹渊拿出手机拨通郑书泽的电话。喂。小渊对面除了郑书泽的声音，还传来一些小声的讨论声。舅舅，你告诉他们，如果新景科技在开发区的办公地址不是腾渊地产旗下的话，新景科技会把这个工业园所有的岗位和人才带到深城去。第50被这孽障给气出幻听了。第二天，天气有些阴沉，但是江城一天的运转还是有序的展开，一直到下午3点的时候，开发区的中央商务区的地皮中标者是腾渊地产的消息在江城的富豪圈不胫而走。腾渊地产，
富一代大多数是人精，许多人稍微一思索，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关键。新景科技，新景科技提出的科技工业园项目，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把江城带到超一线城市。如果这时候江城官方做出什么让曹渊不顺心的事情，妨碍这个项目的推进，那几乎可以让整个江城的官方人员都被省里全部换一遍。再加上腾渊地产本来就是本土表现非常突出的房地产企业，这么一想，把地皮交给腾渊地产也就很合理了。毕竟你东方集团和秦家最多只能带来一些贸易公司入驻，而支持腾渊地产的新景科技几乎把整个华夏的科技企业负责研发的子公司、互联网企业的子公司以及科学院的大量人才都给打包带来了，这里面的价值不可估量。巨龙集团拿什么跟人家争？现在要看的就是巨龙集团在商业广场这个业务上是否能扳回一城了。一位富豪在家接到这个消息后，忍不住感慨郑家的好命，一把手郑书泽，有曹渊这个王炸存在，在江城几乎没有任何能限制他的因素了。这位富豪正想着想着，就看到穿的花里胡哨，手里拿着车钥匙，正准备出门的儿子，也不知怎么回事，手自然而然的就按在皮带扣上。不行，毕竟是自家的孩子。富豪强忍着内心那股释放的欲望，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爸，给我转200万，我昨天飙车输给那群王八蛋不少，轰心理建设的地基刚打好，就传来一阵倒塌了。富有稍显富态的身躯，这一刻无比的矫健，一如几多年的从前，伸手如电，大手扶过腰间，犹似有出鞘一柄软剑，劲风划过父子二人耳边。啪啪啪，惨绝人寰的痛呼几乎响彻整个别墅区。你看看人家曹渊，再看看你自己这废物，妈的，你说你这么废物，当初为什么就游得这么快？富豪打累了，正准备歇口气，突然耳边听到远处似乎也传来一阵痛呼声。哎，卧槽，爸你干嘛啊？和自己儿子刚才的叫声如出一辙，妈的，好像都被这孽障给气出幻听了。而巨龙集团这边，萧傲天和曹彬满脸阴沉从投标会场走出来，平时非常有共同话题的两人，这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坐上车后让司机直接驱车江城办公大厅，找上了江城二把手黄彦明。曹彬一脸阴沉，黄领导，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黄彦明现在也同样面色有些晦暗。曹渊和新景科技的崛起，直接代替了郑叔则父亲留下的人脉，成为郑家最大的资本。以后江城的官方几乎不会有第二个声音了。看了两人一眼，叹了一口气。昨天开会的时候，郑领导接到曹渊的电话，如果腾渊地产拿不到 CBD， 他会把整个科技工业园项目带走。这已经没办法了，现在已经有文件下来了，所有的事情都要给这个科技工业园项目让路。黄彦明的话让萧傲天和曹彬现在才明白过来，曹尚文让他们准备商业广场项目的原因。两人在报纸上关注了曹渊的科技工业园项目好几天，对于工业园的意义很清楚，但是他们没想到曹渊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拿捏江城官方。对于曹彬而言，东方集团本身作为房地厂商，几乎就是靠着官方吃饭的，根本从来没往这方面考虑过。龙王萧傲天更别说了，档案问题都还没解决呢。曹渊这孙子挺会玩啊。新景科技的运转暂时步入正轨，曹渊这边今天特地提早下班回家收拾了一下着装，准备和郑书欣一起去参加江城的年末企业家年会。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几乎都是郑书欣和唐景柔一起去的，今年有曹渊陪着一起，让郑书欣脸上的笑容一直停不下来，脸上骄傲的神情让趴在鞋柜上的唐醋精神一振。今晚似乎要加餐了呢。年会的举办地点在江城国际酒店，郑书欣下车后挽着曹渊往里走，母子俩携手进场。一位保安上前查阅了两人邀请函后，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动作。曹渊忍不住注视了几位正在引导宾客、维持媒体秩序的保安一会。原助理这时候，萧傲天因为在秦家公布了是徐雨晴男朋友的事情，为了让书里的曹渊相信，这时候已经从保安晋升成了保镖。原本应该和徐雨晴一起入场，但是萧傲天是龙王，龙王总是最后才登场的，龙王总归是不走寻常路的，非得骑着自己的自行车赶过来。因为出行工具和衣着的原因，被保安拦了下来。虽然本是同根生，但是打起同行的脸毫不手软，最后被徐雨晴亲自出来认领，留下一群震惊吃瓜的群众。一个保安发现曹渊正在看他们，连忙点了一下头表示礼貌。曹渊也微笑着对他点点头，改变了剧情，也算是让这些认真工作的人不要遇上不该遇上的事吧。随即曹渊想起来，萧傲天这次在会场认识了一个京都来江城创业的公子哥，京都韩家大少韩子峰。韩子峰在年会上纠缠徐雨晴被萧傲天打脸，之后几次碰撞也是连续被打脸，最后
因为萧傲天救了来江城看孙子的韩家家主后，韩子峰直接就变成萧傲天的小弟了。虽然原书没写完，但是根据叙事来看，韩子峰应该成为萧傲天布局京城的重要拼图。曹渊忍不住有些疑惑，这世界的富二代，世家子弟真就那么次？似乎一旦和主角不同阵营，就出现智力滑坡现象。加入主角阵营后，智力开始爬坡，并且开始展露一些自己都没发现的过人能力。世家公子对于这种各类小说中智商最低的一个群体，曹渊既害怕人传人，又好奇具体的智商标准到底处于怎么数值，才能和龙王有那么好的象性。第51，山海经的哪一页？入冬天气渐凉，会场中暖气很足，大门里外的温差让人的身心都快速回暖。郑舒心走进会场后，将身上保暖的羽绒服取下，曹渊顺手接过。现场的企业家们见到二人后，纷纷和曹渊、郑舒心二人打招呼。现在新景科技和腾源地产是江城的当红企业，虽然有些人和两家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但是尽量给人留下好的印象是一个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之一。母子二人也一一礼貌回应。不多时，唐景柔也出现在了会场。唐景柔先是在会场巡视一圈，一眼就看到画风明显更加精致的曹渊和郑舒心，同样将保暖的衣物交给身边的助手，抬脚就往母子二人的方向走来。一袭黑色的礼服看起来让唐景柔更加冷艳，高跟鞋让她的曲线变得幅度更修长。缓步走来，摇曳生姿，护理得当的头发经过认真的梳理，盘在脑后，但是因为刚才脱去羽绒服的动作，勾下一缕青丝垂在耳边，脸上带着妆容，和胸口的水晶项链交映，美得有些皎洁。小渊，舒心姐，唐景柔打招呼的声音还是平时那种带着一股醇厚韵味的声线，莫名的特别的吸引曹渊的注意力。郑舒心着唐景柔，伸出手把唐景柔耳边的一丝秀发挽到耳后，周边只有他们三人。郑舒心也就不掩饰，有些无奈的说：“小鼻涕妞，还是迷迷糊糊的。我看你平时看起来的沉稳呀，都是装给别人看的。有舒心姐在的话，迷糊点有什么关系吗？”唐景柔面色不变，在远处的人看来依然清冷得体，但是嘴里却在和郑舒心说着撒娇的话，清冷的表情加上甜腻的语气，像是爽口的奶油冰激凌。和郑舒心说话的同时，唐景柔还时不时还转头看一看曹渊。曹渊从他的眼神里似乎感觉到一些调皮，让曹渊心里有些浮动。全面了解敌情这个第一步骤，是不是又可以跳过了？曹渊眼观鼻关心，但是每次和唐景柔眼神触碰的时候，心跳似乎就会加快一点点，再一点点，心里暗暗指责自己：心血管运动中枢呢？窦房结呢？心脏被唐姨的眼神挑逗了，你们快管管，心跳怎么完全不受你们控制？工作起来啊，真没用。在郑舒心、唐景柔亲昵的交流中，年会正式拉开序幕。江城商会的会长魏云亭首先上台致辞：“各位下午好，今天又是我们江城一年一度，都是一些比较官方的发言，不过其中倒是着重表扬了新景科技成立之初，就为江城的未来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和资源。”讲话结束后，还邀请了曹渊上台致辞，在场的人也都配合的鼓起掌。曹渊原本是不想上去的，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你这么不给面子的话，你妈妈和姐姐我以后在江城多尴尬啊！唐景柔靠近他耳边，悄悄地说。曹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台了。虽然提起技术的时候，曹渊像是一个 CX 组织的头子，但是这种场合确实有些为难他了。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场面话，但是在场的人大多数人都知道曾经的曹渊是怎样的性格，也没有计较，还是配合的鼓起了掌。毕竟今天这都已经算是曹少爷给面子了。台下的曹彬和萧傲天在人群中，为了不显得那么不合群，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随意拍了两下手。巨龙集团的提前建立，让萧傲天有了直接参加这次的年会的资格。看到身边还在为曹渊鼓掌的人们，萧傲天垮着一张脸：“操！你们不知道这人不讲武德的吗？”曹渊下台的时候，郑舒心被合作的施工方和设计方找去商量 CBD 开发方案，而唐景柔端着2杯香槟，缓步走到他身边，给他递上一杯。两人轻轻碰了碰杯：“以后我们小渊就要成为江城的名片了，还是要感谢唐外氏集团的帮助。”以前和唐景柔单独相处的时候，曹渊整个身心都是放松的，但是自从确认了自己的感情以后，在相处时，身体总会时不时有些不自然的紧绷。“唐小姐，可以邀请你喝一杯吗？”一个稍显有些轻浮的声音打断两人。一个衣着笔挺的青年男子，青年手里拿着一杯红酒，虽然有些油腻，但是按照现如今的标准，其实还是蛮新潮的。但是走近后和曹渊形成对比，画面的对比度似乎一下子变高了，稍显有些割裂感。青年带着一脸“你不可能拒绝我的”笑容，
不知道是否有荣幸和唐小姐喝一杯。油头粉面，棒式西装，一副我觉得的气质，这应该就是书里写到的韩子枫吧？怎么来找唐姨搭讪了？曹渊左右扫视了一眼会场，发现原本今天应该来参加年会的徐雨晴没有来。转念想到，近期在上下班途中进场看到江城各大药店门口的产品介绍海报，应该是因为宏源集团和萧傲天合作的第2个药品已经生产上市。向来以工作为重的徐雨晴没有应邀参加今年的年会。徐雨晴不在，就找唐景柔。曹渊眉头微蹙，看样子非主角阵营的富二代，脑子的构造主体确实不是脑浆，而是 JY。 韩子枫的突然出现让唐景柔脸上的微笑瞬间变得疏离感十足，把手里的香槟递给曹渊。抱歉，这位先生，我不喝酒。唐景柔的反应让韩子枫愣了愣，但是还是尽量保持着笑容说，唐小姐是不给我这个面子吗？曹渊往前一步，略高于韩子枫的身高让他的目光带着微微的俯视，还没开口说话，韩子枫脸上却挂起不以为意的笑容，看着曹渊说，鄙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韩子枫，来自京都韩家。唐小姐的美貌让我很惊叹，我只想邀请唐小姐喝杯酒，曹先生能不要多管闲事吗？听着韩子枫嚣张却也稍显油腻的话，曹渊淡漠的眸子毫无波动。对于你的审美我表示赞同，不过恕我冒昧，还想请问一下这位韩先生，你说的韩家在山海经哪一页？第52，没人说的清河，谁能说得清？曹渊讥讽的反问，让韩子枫的脸色冷了下来。韩子枫阴沉的脸色，我可以认为你是在挑衅京都韩家吗？韩先生，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怀疑你说的韩家和我所认知的韩家并非同一个罢了。然后曹渊眼神随意的上下打量了韩子枫一眼，毕竟你和韩子叶先生确实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曹渊口中的韩子叶最近因为新景科技风头正盛，还派人来江城寻求过软件方面的合作。说起来，韩子叶算是书里最悲剧的角色之一了，原书里几乎没出场，只提及几句韩子叶和韩子枫从小不对付。原本韩子叶一直兢兢业业在韩家做事，结果因为爷爷来了一趟江城看韩子枫，导致韩子枫成为萧傲天的小弟，最后跟着萧傲天做护肤品生意赚了许多钱。韩卫邦居然以此做依据，就定下了韩子枫韩家继承人的位置。在原书里，京都韩家其实在京都的定位和秦家在江城差不多，华夏整个北方都在韩家商业版图的辐射范围内，在京都的实力仅次于以京都萧家为首的4大官方家族。曹渊熟知原著，很清楚韩子枫这次来江城创业的目的。韩子枫来江城不过是想离开韩家的辐射范围，做出自己的事业，以便于有自己的资本和自己弟弟韩子业竞争韩家继承人的位置。俗话说，小儿子大孙子，老人家的命根子。而韩子枫嘛，他就是这个大孙子，深受到自己爷爷韩家家主韩卫邦的宠爱。但是家族的继承人不能凭着受不受宠来决定。韩子业很早就显露出出色的经营天赋，几乎得到韩家其余人一致的支持。而韩子枫在京都处处被韩子业压制，事业、人脉、可调动的资源，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最终经过几次家族会议，面对大家的选择，韩卫邦没办法，只能确认暂时放权给韩子业。一般这种情况，从常理上来说，韩子枫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家大业大的韩家只要养着他就行了。毕竟其实大部分富二代如果单纯的吃喝玩乐，不碰三进，不要不自量力创业搞投资，其实花掉的钱连败家都说不上。但是偏偏韩卫邦又不忍心看大孙子消沉的样子，于是偷偷给了韩子枫一笔钱，希望他能一展抱负，自己做出一番事业。于是韩子枫带着这笔钱在江城扯着韩家的虎皮，想要入股一些优质企业。韩卫邦这个行为浓烈的既视感让曹渊都有些不确定自己的记忆了，仔细的回忆了一下，确认这个世界也有唐朝，也有李世民，这韩卫邦怎么还跟李渊似的？李世民自己都说了，以史为鉴，韩卫邦操持韩家那么大的家业，也不像是没文化的人吧。而韩子枫最后跟随萧傲天，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就像是作者写着写着，突然脑洞一开，觉得这样既可以展现龙王的人格魅力，又表达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理。韩子枫的身份又挺有用的，干脆改大纲洗白韩子枫做龙王小弟吧。或许这世上某些人某时某刻的脑残本就都是为了和龙王的相遇吧。韩子枫听到曹渊提及韩子业，眼眶都变得有些充血通红。不过看到曹渊身边的美得有些梦幻的唐景柔，压着自己的脾气说，看来你人在江城确实不知道韩家代表着什么。还有唐小姐，你确定要拒绝我吗？虽然顾忌形象，但是语气中透露出的威胁溢于言表。曹渊微微眯起眼睛，因为韩子枫想接近唐景柔，让他很不悦。
但是曹渊也只是言辞会显得比平时更尖锐一些。不过韩子峰毫不掩饰的威胁，让曹渊的心里扬起极具攻击性的情绪，因为居然有人威胁他的唐景柔，只是威胁曹渊，曹渊毫不在意，他不在乎韩家，而且也知道韩子峰的处境，但是涉及唐景柔，那就不行。对于现在的曹渊来说，狗冲着唐景柔吠2声他都不高兴，更别说威胁唐景柔了。虽然韩子峰只是一个落魄公子，但是不行就是不行，男人沉默又霸道的保护欲，没人说得清。我当然知道韩家代表什么，对京都韩家在商业上的成就我深表尊重，但是韩先生，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代表韩家？曹渊毫不在意地表达自己不屑。被曹渊护在身侧的唐景柔听到曹渊的话，伸手抓住曹渊的小臂，想要制止他继续和韩子峰冲突。他刚才只是习惯性的拒绝别的男人，倒是没有想到韩子峰是京都韩家的大少爷。如果只是唐景柔自己，他其实倒是觉得无所谓。韩家在北方再厉害，到了江城也得给我握着。他只是不自觉会担心。唐景柔当然知道新景科技现在的价值和影响力，也不认为韩家真的能拿新景科技怎么样。不过新景科技从江城走出去的时候，以韩家的影响力，如果要捣乱，会耗费新景科技许多精力。仅仅为了一次商业年会上因为自己而产生的小冲突，可能会给新景科技造成麻烦。唐景柔觉得这不值得。女人的多心与细腻，谁又能说得清呢？韩子峰这边，曹渊几乎戳进心窝子的质疑让他脸色飞速涨红，目光死死盯着曹渊，嘴边的肌肉都控制不住的抖动。曹渊轻轻拍了拍唐景柔抓住自己小臂的右手手背，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然后看着韩子峰的表情，平静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个微笑。抱歉，似乎让韩先生想起了不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日前韩子业韩总派代表和我们新景科技谈合作，希望由我们新景科技专门为韩家的企业开发一套 CRM 客户管理系统。我只是单纯的认为韩子业韩总才是韩家的代表，不过看韩先生的样子似乎很介意。曹渊耸了耸肩膀，曹渊的一字一句都像是北国的风雪在撕扯韩子峰的胸口。曹渊！韩子峰的愤怒让血液上涌，顾不上维持形象，怒喝一声。这一声怒吼穿透了宴会厅的音乐，让周围的江城企业家们纷纷看了过来。萧傲天和曹彬也连忙围了上来看热闹。郑舒心听到后转头发现自己儿子正在跟人对峙，连忙跟身边的人说了声抱歉，快步小跑过来，有些担忧的悄声问唐景柔怎么回事。曹渊不自觉又露出为了发布会练习的温和笑容，风轻云淡。我听着呢，韩先生。第53，区区杀力，不及我半分。周围的企业家们看到曹渊温和从容，韩子峰目光通红的样子，微微议论了起来。曹少爷这是跟韩少爷对上了？韩子峰是京都韩家的那个大公子吗？旁边立马有人不屑地说，在江城，别说他韩子峰只是韩家大少爷，就算是韩家老太爷都没用。边上人讨论着两人的身份，几个有意向往北方发展业务的企业家还透露出韩子峰代表韩家来江城投资的事情。曹彬正看热闹呢，萧傲天听到了这些信息，却忍不住动起了心思。京都韩家，根据龙神殿的调查，京都萧家和韩家素有旧怨，如果能和韩家合作的话，自己就可以更深入的知道京都萧家在京城的动向了，自己在江城这边就可以更大胆的放手去查，当年到底是有哪些势力对江城萧家出手了。想清楚问题的关键以后，萧傲天毫不犹豫上前迈出一步，对韩子峰报以一个微笑。曹彬在边上有点懵，不明白萧傲天想干嘛。韩子峰此时正黑着脸，看到萧傲天对自己友善的笑容，有些疑惑，这人谁啊？正准备出口问一问，就看见萧傲天对曹渊说，曹总，韩少毕竟是代表韩家来我们江城投资的，你可不能让人家远道而来寒了心呀。曹渊看着萧傲天，而边上有意接受韩子峰注资，想要在北上发展的时候背靠韩家的企业家也是纷纷出声。是啊，曹总，毕竟人家韩少爷远来是客嘛，你们都是年轻人，有误会说出来，应该会有共同语言才对。众人嗡嗡的说话声让曹渊有些不耐烦。徐雨晴因为萧傲天的药方没来参加年会，所以萧傲天和韩子峰也没产生冲突。结果韩子峰脑残世家公子的风采依旧，徐雨晴没来就把主意打到唐景柔头上。结果现阶段本应该起冲突的两人似乎要提前组队了。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阵营的，没有徐雨晴这个冲突点的话，同样的智力水平线的两人合拍也没什么不对。曹渊懒得回应萧傲天，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拨通程芷瑶的电话，把京都韩家韩子爷的号码发给我。韩子峰听到曹渊的话，忍不住眼皮一跳，
不一会，在场众人听到曹渊手里的 One 传来一声短信提示音，曹渊直接拨通程芷瑶发来的号码，对面接通的很快。韩总，你好，我是新景科技曹渊。曹渊率先开口说。韩子夜倒是有些受宠若惊了。新景科技代表着什么？但凡有些见识的都清楚，没想到新景科技的老板会打电话给自己。曹总你好，不知曹总找我是？韩子夜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也有着与年轻不符的沉稳。不知可否冒昧问一句，韩家是否有在江城有投资计划？曹渊直接问说。韩家这边暂时没有这个意向，但是曹总如果有项目的话，韩家这边荣幸之至。韩子夜言语间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比较低。韩总过奖了，关于韩家需要的 CRM 系统，我代表新景科技接下了。只是这次令兄在江城放言，代表韩家来江城投资，不知能否请韩总为各位江城的企业家们澄清一下，毕竟代表个人与代表韩家还是有些区别的。听到曹渊这句话，周边的江城企业家都觉得事情似乎并不简单。韩子夜的语速也变快起来，他这不是胡闹吗？没问题，曹总需要我怎么做？我这边开免提，就有劳韩总和大家说明了。曹渊打开免提后，韩子夜又在电话里把刚才的措辞说了一遍。周边江城的企业家看着愤怒又尴尬的韩子峰，眼神都怪怪的。原来不是代表韩家来的，那我要你的钱干嘛？我们差这点钱。看这位韩子夜韩总对韩子峰毫不留情的模样，别是接受了韩子峰的投资以后，去了北方反而会出问题吧？曹渊正准备对韩子夜致谢，免提还没关，韩子夜的声音却率先继续从手机里传了出来，围在周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曹总，我这哥哥平日最是受宠，难免有些肆无忌惮，还请看在这次没造成什么影响的份上，还请曹总不要跟他计较。萧傲天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韩子峰，草率了，确实是韩家大少，但又不完全是韩家大少。多好的一个大少爷，居然不是继承人。在萧傲天看韩子峰的时候，曹斌却看向萧傲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点担心萧大哥了。韩子夜的话让曹渊也是愣了一下，韩子峰和韩子夜之间看来不和的程度比自己想象的更严重。曹渊刚才只是确定韩子夜不会帮韩子峰遮掩，毕竟韩子峰浪到江城来，丢不丢脸都影响不到韩家。结果韩子夜不仅帮忙戳破韩子峰扯韩家虎皮拉起来的大旗，还要踩上一脚。此时京都韩家正在书桌前处理业务的韩子夜，趁着通话的机会把身子靠在椅子上，顺势稍微休息一下。韩子峰什么人性儿，他韩子夜还能不清楚？曹渊专门打电话来，肯定是因为韩子峰和他出现了冲突。新景科技前途无限，如果能趁这个机会和曹渊搭上线的话，韩子峰算什么？韩子夜还怕这一脚踩得不够重。曹渊念头不通达呢。听了韩子夜的话，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韩子峰的萧傲天脸色也有些尴尬，不留痕迹远离韩子峰一步，不过眼神却瞟到唐景柔优美的曲线上。韩子峰虽然脸色不知道因为窘迫还是愤怒，面色像是一块猪肝一样，但是眼神死死盯着曹渊和唐景柔两人，阴冷的目光毫不掩饰。两人的眼神让曹渊面色再次冷了下来，扫视了两人一眼，平静地对着电话那头的韩子夜说：区区沙粒，不及我半分，不至于去计较。韩总放心。曹渊的话让韩子夜忍不住笑了出来，哈哈，倒是曹总抬举了我这哥哥，若是有曹总半分本事，老爷子宠他倒也不算冤枉。大家都很清楚的听清两人的话，企业家都是人精，虽然上当，但是想到韩子峰的身份，倒也没说什么，心里却忍不住想着，这小韩总多损啊。萧傲天，曹渊刚才是不是看我了？他这话不会也包括我吧？曹斌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幸好刚刚没站出来。第54禁令到底是什么？曹渊和韩子夜的电话挂断时，周围还是静悄悄的。区区沙粒，半分还是抬举？韩子峰现在感觉就像是曹渊的话像是一把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而韩子夜还上来像打桩一样重重的给了一锤子，甚至让他都有些忘了愤怒，没有再理会韩子峰。曹渊对周围点了点头，各位自便吧。转身带着唐景柔和郑舒心准备离开这次宴会。直到曹渊三人离开，韩子峰都没有反应过来，郑舒心需要和合作方辞别，让两人在门口等待一会。走到门口，唐景柔要加上保暖的羽绒服的时候，曹渊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唐景柔的手一直抓着自己才刚刚放开，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抓着他小臂的手变成轻轻握住他的手腕。这算是牵手了吗？应该算吧，刚刚自己还拍了唐姨的手。曹渊回想起刚才的触感，优秀的记忆力让他的指尖似乎还能感受得到。想什么呢？唐景柔穿上衣服，看到曹渊好像在想些什么，开口问他：没什么。
曹渊下意识想要摸摸鼻子掩饰尴尬，但是又觉得把拍过唐景柔的手放到鼻子上这样的行为似乎有点猥琐，制止了自己的动作，把手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唐景柔盯着曹渊，看得曹渊都有些心虚了。小渊最近变得有点奇怪哦。唐景柔的话似有所指，曹渊没敢看唐景柔的眼神，扭头正好郑书欣这时候走了过来，无意中替曹渊解了围，轻轻松了一口气。曹渊把羽绒服递给母亲，和唐景柔分别后，母子两人直接回到家。郑书欣换上衣服后，精心的给糖醋准备晚饭，而曹渊洗漱后回到房间，坐到自己的书桌前，手里拿着笔在纸上无意识的乱画着。在沙沙沙的声音中，曹渊陷入自己的思考。他今晚感受到自己有些变化，这样的变化让他很不舒服。愤怒和烦躁在曹渊看来是两种垃圾情绪，除了会让人不冷静做出错误的选择以外，其他的什么都做不到。但是他今天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似乎一旦有关于唐景柔，自己就会开始变得不像自己。虽然没有恋爱过，但是曹渊知道，感情是足以令一个人彻头彻尾改变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做好最坏的心理预期，这份对唐景柔的喜欢有可能会让自己的性格产生不可预料的变化。原本曹渊做事从不拖延，但是这些天一想到要去试探唐景柔对自己的感情，就会不自觉的退缩。下次吧，有机会再说。人很多，好多的借口，用都用不完。曹渊能隐约的感觉到，这都是因为会害怕面对的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好吧，又是一种负面情绪，惶恐。看来要尽快知道唐景柔对自己的感情是怎么回事了，不然这感情带来的未知与不安，会极大的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力和行为。无论唐景柔对自己是单纯的对子之亲近，还是真的有男女之情，现在的自己对于这两个结果都还能承受，但是再这么因为惶恐而拖延下去，随着暗恋这种极其容易自我攻略的行为将自己对唐景柔的感情愈发加深的话，真就不一定了。此情心头起，半点不由人。曹老师还真不愧是人民教师。曹渊走到窗台边，看着窗外的有些萧瑟的夜景，给自己鼓了鼓气，反正总不会比现在这样拖着更差劲了。理清头绪后，曹渊稍微轻松一些，然后就看到别墅的围墙外，两个孩子手里各自拿着一截树枝，互相比划着，应该是孩童之间常会玩的那种大侠扮演游戏。曹渊看着孩子间的玩闹，快乐无邪的模样，露出了一个笑容。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大侠梦呢。说起来，在书里韩子峰出现不久后，就开始有鼓舞者的出现了，是一位从小因为体弱被送上山，后来给师傅养老送终后下山寻亲的鼓舞者周思明。周思明到了江城第一天就被人骗走了钱，还被人碰瓷讹钱，最后正好是萧傲天遇上给他解围，还帮他找到妹妹周思佳。在师傅施伟川托人给他送来功法，以及周思明的引导后，萧傲天开始了自己的鼓舞之路。书里鼓舞分为明镜、暗镜、化镜、爆丹4个境界。现在的萧傲天在书里的描述中，因为常年的佣兵生涯，属于常规肉体力量的顶峰，也就是明镜的巅峰。进入暗镜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叫镜力的东西。鼓舞者之上似乎还有武道，但是还没写到，就没有后文了。原著似乎想要把武道的舞台放到京都，因为这是萧傲天拿下江城开始为进军京都做准备的时候才开始提及的东西。曹渊倒是对暗镜化镜之流的个体如何强大没什么兴趣，他更想知道镜力是什么，一种控制身体的发力技巧，那是通过怎样的锻炼方式激发的呢？有没有更好更科学的方式能够批量培训出鼓舞者？书里说鼓舞者需要从小用药浴的方式刺激身体，所以无法出现太多。那药浴中的具体药物成分又是什么？其中的成分又是怎样和身体产生作用的？又或者镜力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能量？书里有过镜力外放的说法，毕竟通过发力技巧将自身做地宫外放，听起来就有些不合情理了。如果镜力是一种能量形式的话，如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转换的？除了人体产生，而且作用于人体以外，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生成？又是不是能有机会可以运用到别的地方？曹渊想了很多。一开始曹渊是想有机会的话直接研究曹老师给自己的气引玉佩里的灵力的，但是那股灵力不受自己控制，而且就算曹老师给自己其他玉牌，但是曹渊暂时也没有手段可以做到提取，也就等于没有样本供以研究了。而曹老师说会引导自己产生一种叫真气的东西，但是曹渊能感受到灵气的运转，但是身体并没有产生自己的真气，没有其他的变化产生，可能自己没什么武学修炼之类的天赋吧。这一点曹渊倒是没什么感觉，他始终认为人类最强最伟大的力量是智慧，要不和萧傲天缓和一下关系，等萧傲天变强点的时候让他配合自己研究研究。想到这，曹渊忍不住摇摇头，算了，
自己还要降低龙王占用世界系数的权重吗？而且如果真的跟萧傲天混熟了，有极大可能导致自己以后都不适合再做研究了。第55，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冬日的阳光总是让人心情变得干爽。曹渊起床下楼，糖醋喵呜的一声跳到曹渊身上，连忙接住这小家伙。虽然知道糖醋根本不会受到伤害，但是糖醋那娇小的模样还是会让人忍不住小心翼翼。趴在曹渊怀里，糖醋眯着眼睛，伸长了脖子。曹渊伸手在他脖子上轻轻地挠了挠，糖醋舒适地在曹渊怀里微微扭动起来。郑舒心从厨房端着一碗鲜奶走出来，糖醋直接从曹渊怀里挣脱出来，跑到郑舒心身边，围着郑舒心喵呜喵呜的叫，那副模样简直不要太乖巧。使用过 V 型基因药剂以后，郑舒心明明才30多岁的模样，但是在糖醋面前的时候，总是自内而外的散发着一股奶奶般的慈祥。蹲下身子，把鲜奶递到糖醋身前。郑舒心一边看着糖醋伸出粉色的小舌头，一下一下的舔着碗里的牛奶，一边头也不抬的对曹渊说：“阿渊，早饭在餐厅。”曹渊虽然语气还是很温柔，但是妈，你最近对我的敷衍我已经感受到了。清晨陪糖醋玩了一会，曹渊和郑舒心分别上了自己的车，各自去上班。曹渊走进办公室，郑瑞景很快就来和曹渊汇报工作。科技工业园的项目是省里很看重的项目，审批手续很快，接下来需要和各家企业和机构一起商议地块划分，以及尽快完成建筑和配套设施的设计方案。不论是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术业有专攻。对于这些自己不是很擅长的事情，曹渊不会过多的去指手画脚，大都交给郑瑞景负责。郑瑞景虽然是曹渊远方表哥，但是对于公司的界定拿捏得很清楚，每一个决定都会和曹渊汇报，并且说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像是郑瑞景在原书中没有出现，韩子夜在原书里也几乎没有出场，结果他们身上却反而展现出了一个从小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富二代应有的才能。其实也算是一种幸运吧。曹渊眼前要考虑的事情，就是腾渊地产因为收缩商业广场业务而空置出来的人力资源和闲置资金需要安排。这里面有许多人都是腾渊地产的老员工，从腾渊地产早期就跟着郑舒心打拼，在有能力的前提下裁员抛弃他们的话，且不说曹渊做不出来，一向温柔的郑舒心或许都会对他有所责备。结合腾渊地产的条件，曹渊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又一个自己相对熟悉的项目。新能源车不行，时机不对，而且从地产到造车，其中涉及的专业跨度太大，要是出了点问题，以后的负债可能要把新景科技卖了来还。不知不觉，曹渊走到落地窗边上，眺望着江城沐浴在阳光之下的车水马龙。曹渊的余光看到远处的小巷子口停放着一辆电动3轮车，这倒是让曹渊想起一个自己有些忽略的行业。腾渊地产这部分人力资源和资金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不错的方向，物流。趁着这个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的时期，进入物流行业确实是更好的选择，转型困难程度更低。腾渊地产的许多职员只需要培训后就能继续投入工作。新景科技在为之开发一套更专业更先进的 CRM 客户管理系统，有很大可能可以借着未来电子商务兴起的东风发展起来。至于巨龙集团和秦家的商业联盟，其实原本在这个时期并不好对付，因为对其最具杀伤力的电商在现有的网络环境下，暂时很难对秦家掌控的零售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曹渊暂时其实可以不用理会，至于原因，曹渊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在《都市之至尊战神》书里，曹渊刚接手腾渊地产的时候，曹彬和东方集团还没进入江城，所以 CBD 项目也是腾渊地产顺势拿下的。但是随后巨龙集团的成立，在开发区2个商业广场、4条商业街的竞争上，自己只拿下了一个商业广场的地皮，而这块地皮下方却有一个溶洞，导致腾渊地产需要额外支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来处理这件事情。曹渊有些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江城地质局没有勘探对吗？腾渊地产也没有做事前勘探。书里说是地下暗河改道形成的溶洞，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下暗河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溶洞？流淌的不是地下水，是王水吗？而按照曹老师多年看书经验的说法，通常这类小说在不知道怎么安排商业竞争的时候，就需要用到这种天灾打击。曹渊因为腾渊地产已经打算退出商业广场这一块的竞争，所以对于这块地皮巨龙集团在江城就等于没有竞争对手了。这次算是赶巧了，短期内不需要过多关注巨龙集团了，因为这块地皮的亏损不至于让巨龙集团破产，但是短时间内肯定没精力分心别的事情。说实话，接下来马上就要出现鼓舞者。萧傲天这时候缺少许家的帮助，秦家也只是拿出了资源，但是并没有像原书中一样帮萧傲天背书。
曹渊反而倒是有点担心。这个时候，龙王就这么没了，因为这块地皮，让萧傲天安分一些，在巨龙集团待着也挺好的。曹渊有些无奈的摇摇头，拿起办公桌上的资料，走出办公室，向研发部走去。工作的时候投入全部的精力，是每一个技术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曹渊放下所有的心思，专心一点一点的了解每个研发人员的水平，尽量帮他们发现问题，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些人是曹渊为这个世界准备的星火，等到繁星点点，撑起天幕之上满天星光的时候，会不会每个人都是可以是支点呢？有意义的忙碌会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速。曹渊踩着夜色出现在唐景柔小区，把车停在公共停车位上。曹渊坐在车里，对今晚的计划查漏补缺。首先把剩下的一支 V 型基因药剂给唐景柔，然后再试探唐景柔对自己的态度。不过这试探到底该怎么开口呢？感情上的事情不是一串又一串的数据，没有规律，没有公式，甚至可能没有答案。第56该不会是碰瓷来了吧？之前曹渊问过程芷瑶，程芷瑶连续3次都说让自己直接和对方表达心意。不知道为什么，曹渊总觉得程芷瑶的建议里有些蛊惑的味道。要不先看看曹老师的情况吧，毕竟曹老师进度应该比自己快一些，或许能够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经验。在意识里打开聊天群，这次曹渊意外地发现曹老师居然不在线，群友们也时不时讨论曹老师消失2天的事情，都有些担心曹老师的安危。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居然不在。禁咒法神曹阿宅，是啊，已经2天没上线了，我们他都没反应。玄宇天骄曹景都，曹老师从来没下过线，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曹渊看曹老师只是离线，觉得出事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前群主可是直接消失的。但是关心则乱，这时候心里也不免也冒出一些担心。曹老师的世界毕竟是属于那种人命如草芥的修仙世界，社会体系就是没有体系。曹老师在群里虽然是战力最强，但是毕竟还没有进入快速发育期。现在在求仙这个世界里，曹老师暂时也就是一只稍微强壮一些的蝼蚁而已。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应该不至于。毕竟如果曹老师真的遇到危险，曹渊不认为曹贼001会吝啬被锁的那个群仓库。末日人一曹主任，曹老师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没有比清源仙宗更强的势力出现才对。江城大少曹博士，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曹老师现在的状态只是下线而已，应该还不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大家又是讨论了几句，这时候曹总工也冒泡了。武林至尊曹总工，你们说曹老师会不会直接和云静秋摊牌了？大培育师曹指挥，应该不会吧，我们不是提醒过他按计划行事吗？武林至尊曹总工，你们还单身不懂的，所爱之人当前，心中那种迫切感有时候会让人的行为被情绪操控，然后做出自己都觉得意外的事情。铁血领主曹将军，我现在很担心曹老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与此同时，我也很想骂你。看到曹总工的消息，曹渊也觉得可能性挺大的，毕竟自己现在也处于这样的状态，只不过曹老师的感情来得更热烈直接，自己的感情更冷静含蓄而已。这个时候，曹渊还挺羡慕曹老师的那种直接洒脱，因为对于感情来说，理性似乎变成一种障碍。尽量安抚了一下群友们对曹老师的担心，曹渊准备退出聊天群。曹老师不在，暂时没有能学习到经验，要不下次吧。似乎又想逃避了，不行，终归得靠自己。患得患失的感情让人变得软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压住自己想要逃避的欲望，长长呼出一口气，曹渊退出聊天群，去见唐姨。自己想知道他时不时喜欢自己，也想要告诉他自己喜欢他。曹渊鼓起勇气走到唐景柔家的别墅门口，正准备按门铃，脑海里却跳出聊天群的弹窗，居然是曹老师上线了，在自己，停止了自己按门铃的动作，在脑海里打开聊天群。清源仙尊曹校长江城大少曹博士，曹少爷，但凡你有点良心，你就给我投送一些毛子国大片过来，安抚一下我的心灵。群友们纷纷发出消息，卧槽，曹老师，曹老师终于出现了。曹老师，你这几天去哪了？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我怎么了吗？清源仙尊曹校长，要不是你对我说的那番话，我也不会昏迷2-3天。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我说什么了？清源仙尊曹校长，不是你跟我说，遗憾都是因为双方的试探和试探吗？江城大少曹博士，我只是把秘书的原话告诉你，我不是也说了你首先要确认自己的内心吗？清源仙尊曹校长，我确认自己是喜欢上师尊了，可是我明明想慢慢寻找机会的，结果当时我脑子里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下曹少爷你说的什么遗憾、试探、退缩。昏迷到今天，我觉得曹少爷
你必须负主要责任。曹渊，该不会是碰瓷来了吧？似乎知道了曹老师没事，所以群友们的氛围一下子都轻松了下来。铁血领主曹将军清源仙尊曹校长，曹老师，我更好奇的是，你当时和云静秋是什么情形？警察，专业训练，不会笑 JPG。玄宇天骄曹景都，对，我真的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清源仙尊曹校长，我原本也是准备按计划一步一步来的。管理员清源仙尊曹校长上传一段记忆片段，可点击观看。曹渊也抑制不住好奇心，点开曹老师的记忆片段，开始观看起来。一座简单的院子里，一个藏青色道袍青年正在院子中的桃树下打坐。青年长得和曹渊一样，但是长衫发髻却另有一股风姿，显得有些飘渺。这就是曹老师，求仙世界的曹渊。画面里，曹老师像是发现了什么，睁开了自己的眼睛。不一会，一个女子御剑而来，出现在曹老师的院落中，五官精致清冷，一双眸子毫无波动，却透露出纯净，长发挽成一个精致的发髻，让人觉得这个女人像是清风一样微凉，也像月光一般皎洁。云静秋，清源仙宗宗主，陆地真仙，求仙中所描写的天上地下绝无第二处可寻的风韵。师尊曹老师稍显恭敬地向云静秋行了一礼。云静秋静静地看着曹老师，渊儿，最近似乎有心事，为何入定时也气息不定？徒儿最近遇上了些烦心事，多谢师尊记挂。曹老师一边说着，一边衣袖一挥，一套茶案出现在两人之间。云静秋落座后开口，修行一途，心境求的亦是心境，若是有难处，与为师道来便可。曹老师又是一翻手，从自己的戒指中取出2听可乐，递过一瓶给云静秋。云静秋眼睛一亮，然后发现徒弟一直盯着自己，脸上像是在平面中滴上一滴红色颜料，泛起轻轻的水波，红色被波纹轻轻荡漾开来，晕起一层薄红，轻轻瞟了徒弟一眼，有些像是一个带有一丝娇嗔的白眼，又像是一句你不许看的警告。曹老师完全呆滞住了，呆呆地看着云静秋，嘴里有些喃喃：师尊。记忆片段到这就结束了。玄宇天骄曹景都，后面呢？禁咒法神曹阿宅，你不会直接上手了吧？铁血领主曹将军，有可能啊。你看画面里，曹老师整个都懵了。第57，会一直保护姐姐对吗？对于曹老师记忆片段发一半的行为，群友们的情绪很激愤。禁咒法神曹阿宅，曹老师，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网文看多了？发个视频也端。末日人一曹主任，你后面到底怎么了呀？铁血领主曹将军，快速到来，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笑傲天歪嘴笑 JPG。 曹渊，清源仙尊曹校长，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当时看见师尊那个笑容都懵了，我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就被师尊打昏过去了。院落中的厢房，道袍青年躺在床上，虽然在聊天群里发出的消息语气的很无奈，但是他脸上显得有些兴奋的笑容却怎么也藏不住。武林至尊曹总攻，哎，真没用，真没用，加1，没用，看来曹老师藏了事啊。曹渊看着曹老师的消息，却笑了起来。自己刚进群的时候，曹老师说过他长期服用凝神丹巩固神魂，因此过目不忘，因为紧张记不住。大概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变得偷偷摸摸的吧。看曹老师的样子，或许是一个好的结果呢。希望自己也会是。曹渊再次退出聊天群，深吸一口气，按响了唐景柔别墅的门铃。不一会，门就被打开了。开门的是平时负责照顾唐双儿的保姆曹少爷。保姆恭敬地和曹渊打了个招呼，因为以前的曹渊比较冷漠，所以保姆显得有些拘谨。曹渊微笑着对他点点头。唐总在家吗？在书房，我去为您通知一声。曹渊跟着保姆走进别墅，虽然穿越后第一次来，不过曹渊还是轻车熟路地走到唐双儿的房间，轻轻地推开门。唐双儿正穿着粉色的兔子睡衣，坐在小书桌前认真地写着作业，坐在椅子上写字的姿势很标准，穿着一双猫咪拖鞋的小脚丫一晃一晃的。曹渊轻轻地走到唐双儿身后，但是轻微的动静还是让唐双儿发觉了。小丫头疑惑地扭过头，然后就看到曹渊带着笑容地看着她。曹渊哥哥。唐双儿有些惊喜，然后又有些不确定地伸手抓住曹渊的手，小手在曹渊的手掌上捏了捏，确认真的是曹渊以后，站起来就要向曹渊扑来。曹渊蹲下身子，唐双儿像往常一样扑进他怀里。曹渊哥哥，你最近怎么都不来看我和妈妈了？小丫头搂住曹渊的脖子，大大的眼睛像是有星星一样，熠熠发光。曹渊揉了揉小丫头的小巧的脸蛋说，哥哥工作忙吗？以后经常来看双儿好不好？希望以后真的能常来。哟，小渊居然还记得姐姐家的地址呢。听到熟悉的声音，曹渊转过头，
发现唐景柔站在唐双房间的门口，但是门边那个成熟女人此时的模样，让曹渊看了一眼后就连忙就转过头，心跳似乎又被唐景柔再次操控了。唐景柔脸上的笑容带着一些柔软的风情，酒红色的真丝睡衣让丰腴的体态展现出恰到好处的慵懒，领口有些松散，却又正好不会太过暴露，双腿非常修长，让她看上去显得比实际身高更高一些。露在外面的小腿皮肤隐隐透着粉嫩，卸了妆后眉间的妩媚有些清淡，成熟的韵味却将这份清淡的妩媚调和得有些醉人。老天爷对母女俩似乎有特别的偏爱，在两人的眼里都赐予了星辰。唐景柔此刻的眼神也是亮晶晶的。唐姐，曹渊放开唐双，站起身，眼神有些不敢看唐景柔，来给你送点东西，不管怎么样，先把 V 型基因药剂给唐景柔再说。哦，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姐姐呢？唐景柔也有些好奇地说，但是被放开的唐双却有些疑惑，妈妈，曹渊哥哥为什么叫你姐姐？曹渊，唐景柔却温柔地看着唐双，双，以后要叫曹渊叔叔哦。唐双，哥哥变叔叔，刚想开口问为什么，唐景柔蹲下身子，把脸凑到唐双面前，以后妈妈再告诉你原因好不好？唐双有些懵懂的点点头。陪唐双嬉闹一会以后，唐景柔交代唐双继续做作业，带着曹渊来到书房。唐景柔坐到书桌前，桌上有一副金丝眼镜，曹渊知道是唐景柔平时防辐射保护视力用的，示意曹渊自己找地方坐下后，唐景柔轻轻交叠着自己修长丰润的双腿，看着曹渊，小渊特地到姐姐家，要给姐姐送了什么东西呢？曹渊从口袋里拿出早已从戒指里取出的基因药剂，用对郑舒心说的措辞对唐景柔再说了一遍。唐景柔接过药剂，笑眯眯地看着曹渊，这就是舒心姐状态变得这么好的原因吗？曹渊不敢看唐景柔，把注意力放在桌上的那副眼睛上，点了点头。第一次看到曹渊这种怂怂的样子，唐景柔眼神突然变得狡黠，把基因药剂放到书桌上，伸手把金丝眼镜拿起来戴在了自己的鼻梁上。曹渊注意力一直在眼睛上，眼睛到哪他的眼神就下意识跟到哪，然后就隔着防辐射镜片看到唐景柔眼神中的笑意，说不清这眼神中有什么，笑意、调皮，似乎还有一点挑逗。一个穿着酒红色真丝睡衣的成熟女人，精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放大了身上所有韵味的金丝眼镜，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曹渊，还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女人。这一刻曹渊似乎有些明白曹老师当时为什么会懵了。冷静如曹渊也被这幅画面动摇的脑子空白了一瞬，马上回过神来后，手肘马上顶在椅子的扶手上，撑着自己的下巴，让眼神投向书房里的窗台上。窗外黑漆漆的，玻璃上倒映着屋里的天花板和灯光，散发着柔和的暖黄。曹渊的模样让唐景柔忍不住轻笑一下，葱白的手指捻起桌上的 V 型基因药剂，迈着摇曳的步子走进曹渊。这东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语气有些软糯。曹渊轻咳一声，咳，就是注射以后会失去意识一段时间，然后身上可能会有些黏，要重新洗澡。唐景柔横着移动了一步，正好站在曹渊目光的方向上，微微蹲下身，一片酒红和雪白挡住曹渊注视窗台的视线，把脸凑到曹渊面前，两人现在气息的距离只有不到30公分，眼神相对，曹渊隔着镜片清楚地看到唐景柔似有心灰的眸子。唐景柔轻声开口，那姐姐失去意识的时候，小渊会一直保护姐姐的对吗？第58，我有话要对你说。曹渊看着眼前唐景柔的姿势，呼吸变得有一点点紊乱。姐。唐景柔伸手捂住曹渊的嘴，然后拉过一张椅子坐到曹渊身边，对曹渊展颜一笑，然后按照曹渊说的方法注射了 V 型基因药剂。看着唐景柔失去意识瘫软在身边的娇躯，曹渊原本有些不知所措的情绪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入神的看了唐景柔一眼，起身来到客厅，向保姆要了一张薄毯，缓步走回书房，轻轻慢慢的把门关上，把薄毯盖到唐景柔身上，动作很轻柔。其实屋里的暖气很足，但是曹渊就是会担心他会不会冷。其实他的昏睡程度也很深，但是曹渊就是不想也不愿，惊扰了这份安宁的气氛。唐景柔身子轻轻倚在椅子上，现在她头发有一点散乱，曹渊伸出手轻轻地把她头发整理到耳后，露出精致无瑕的脸。时间一下子变得好慢，曹渊坐在椅子上，姿势都没变过，静静地注视着沉睡的唐景柔，脑子里开始逐渐回忆起曾经两人相处的样子。18岁的唐景柔一脸少女的娇俏，带着喜滋滋的表情，蹲下身子揉着6岁自己的脸，明明自己是冷着脸拒绝的，但是就是捧着自己的脸啵地亲了一口。你就是舒心姐的儿子呀？哇，长得好可爱。就是脸色太臭了，唐景柔一脸好玩的对自己说。
24岁顺从家族安排的唐景柔，领证前一晚，拉着12岁的曹渊一杯接着一杯喝酒，然后窝在沙发里，浑身酒气，紧紧抱着12岁的曹渊。当时还小的曹渊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似乎都要被唐景柔言语时散发的酒气给熏醉了。小渊，以后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知道吗？唐景柔满眼醉意地对自己说。29岁，刚寡居没多久的唐景柔，这时候的她身上全然都是轻松的气息。离开豪车，和母亲一起在考场门口撑着雨伞等着自己。雨幕里，雨丝、行人，还有花花绿绿的雨伞，一切似乎都被她的出现给定下了不一样的格调。好像就是那时候开始，自己就触碰到了一些自己不懂也不敢懂的感情。我们小渊啊，一定会是舒心姐和我的骄傲的，是吧？唐景柔带着一脸的鼓励对自己说。32岁已经寡居了几年的唐景柔，一个人偷偷跑到京都看望自己，带着自己在京都的大街小巷胡乱的转，吃了很多不健康却诱人至极的小吃，买了很多他认为自己会需要的东西硬塞给自己。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姐姐在乎的只有3个人，小渊，你一定能感受到的，对吧？唐景柔眼里全是温情的对自己说。38岁的唐景柔，虽然这些年来非常注重保养，但是似乎也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岁月已经开始悄悄地催促她了。在新景科技的总裁办公室里，只有彼此2个人。唐景柔凑到自己身前，因为姐姐我相信你啊。唐景柔带着一脸坚定对自己说。一点一滴记忆描绘出唐景柔一幅幅的画面，让曹渊在此刻无比宁静。从6岁那年开始，这个女人就像春暖后的那一阵穿堂风，湿润却也温和的过分，一点一点轻轻拂过曹渊心里的冰层，慢慢消融出一个只有曹渊自己知道，只属于这个女人的一扇门。自己在情感上稍显蠢笨，总是被她拨动了心弦一寸又一寸，还真是有些迟钝了，也胆怯了。明明心里其实早就已经确认了，去一个人兵荒马乱这么久，抱歉，让你久等了。唐景柔平复了一下思绪，曹渊起身在书房里随意找了一本书，坐在唐景柔边上看了起来，时不时扭头看一眼沉睡的唐景柔，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然后继续翻动书页。不知不觉过去了2个小时，唐景柔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曹渊安静地坐在自己身边，暖黄的灯光洒在他身上，静谧的让人觉得有些酸软，只有时不时的翻页声在这个安静的氛围中响起。小渊，曹渊被听到唐景柔的声音放下书，温声问说，觉得怎么样？觉得精神好了很多，而且身体的疲劳还有经常酸痛的地方似乎也都没问题了。唐景柔仔细地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看到自己身上的毯子，脸上挂起一个笑容。这是你给姐姐盖上的吗？她最近就是喜欢看曹渊窘迫的样子，现在的小渊也很可爱啊。可是这次曹渊的反应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半扭过身子，曹渊直视着唐景柔的眼睛，微笑着说，对，因为我怕你着凉。没有看别处，没有低下头，眼神也不见了这些天来经常出现的一点点慌乱，就这么定定的直视唐景柔，抛开了这些天来所有的负面情绪。曹渊，又是那个冷静的曹渊，平静的目光和唐景柔对视，唐景柔反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眼神飘忽了一下，脸上似有薄红，抱起毯子就站了起来，一边往屋外走一边说，我先去洗洗，你的东西弄得姐姐身上黏糊糊的。平静地看着走出书房的唐景柔，曹渊脸上笑意不减。过了好一会儿，唐景柔才回到书房，看到曹渊直视她的眼神，她眼眸闪躲了一下。唐景柔现在的样子，一如那年在考场外等待曹渊的模样，时光的催促被基因药剂推得远远的，一身简单的浴袍遮盖住身躯的曲线，脸上恢复了青春特有的唇红齿白，和气质上成熟的韵致显得相得益彰。你看什么呢？对于曹渊突如其来的转变，唐景柔有些猝不及防，声音带着一点娇嗔。曹渊站起身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让自己看起来更郑重一些，然后走到唐景柔的面前。唐景柔，我有话要对你说。第59，我不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的只有你。宽敞的书房里，2人相对而立，唐景柔明显感觉到灯光被曹渊高大的身影遮挡住了，自己就好像被笼罩进一片叫做曹渊的阴影中，明知道方向却不知道怎样逃离，没有像往常一样称呼唐姐或者唐姨，而是唐景柔。这样的称呼让唐景柔有些踌躇地看着曹渊，她隐隐似乎有预感曹渊要说什么。曹渊平静地看着有些不安的唐景柔，眼神中透露不常有的柔和，缓缓开口说，我喜欢你。这句话在心里折磨了曹渊一段时间，总算还是说了出来。每一个人的表白最难开口的就是那个我字，
因为只要说出口，喜欢和爱都会紧跟了出来。曹渊认真的眼神让唐景柔的心里软软的，有些羞怯又有些紧张。他声音还是很平静，但是其中的温度却上升了许多，让唐景柔的脸都有些灼热起来。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包括我追求徐雨晴，也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你的影子。说到这，曹渊微微欠身，向前伸出一只手掌，掌心向上，一个简单的邀请动作。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以后能由我来照顾你。曹渊的语调平静清晰，每一个字唐景柔都听得很清楚。唐景柔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吹干，头发的末梢还有一些湿润，这份湿润似乎让她的心房也跟着潮湿了起来。对于唐景柔来说，曹渊的话也打开了她的回忆。一开始，对她来说，曹渊的特殊之处就只是郑书欣的儿子而已，长得很可爱，可是却总是冷着一张脸，让人总想逗逗他。在郑书欣工作最忙碌的那几年，当时唐景柔年岁还小，在唐家的分量也不够，在事业上没法帮到郑书欣，只能通过帮忙照顾小曹渊这样的方式来为郑书欣分担一些压力。随后，在自己知道联姻的事情后，虽然很坦然地接受了，但是难免心中有些委屈和郁闷，能倾诉的人却只有眼前的小曹渊。慢慢的，因为这个小屁孩知道唐景柔好多的秘密，好多的情绪，姐姐嫁给你好不好？这样的玩笑总是被曹渊无情地用一声以所终结。但是在那段麻木日子里，他总也乐此不疲。曹渊也就这样，在他的生活里逐渐变得有些特殊，亲眼看着他一点点的长大，成绩优异，可爱的脸长开以后惊人的帅气，愚弄的发型不能遮掩，土气的校服亦不能阻隔，越来越像唐景柔少女时期向往过的、期许过的故事里才会有的男主角。唐景柔看着眼前曹渊递过来的手掌，都有些恍惚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家伙就开始在自己的心里横冲直撞的呢？是那年看着他冒雨跑出考场的时候，还是他在双儿面前试图变得温和的时候？一开始发现自己对曹渊的感情变得有些异样的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疯了，不断的骗自己说这只是因为看着他长大，所以对他的出色与有容焉而已。骗啊骗的，突然有一天，这个混蛋居然说自己喜欢徐雨晴，可是自己又能怎么办呢？再然后，我们的曹少爷突然一改形象出现在自己眼前，原本以为会继续死寂下去的星球，居然就这么开出一片一片的花来。他在自己面前的窘迫，他在谈到事业时的自信，他和自己说要带所有人一起去看一看新的风景，他在发布会上说要让全世界重新认识华夏，他在刚才对自己说，唐景柔，我有话想要和你说。曾经那个小男孩长大了，他可以保护自己了，也会对自己说我喜欢你了。小家伙，你敢承认的话，我就奉陪。收起自己回忆，唐景柔把充满沐浴香味的身子往前靠了靠，变得非常年轻的皮肤状态，变得更紧致的曲线，离曹渊更近了。唐景柔紧紧看着曹渊的眼睛，你是认真的吗？曹渊的手还没放下，唐景柔身上的香味这时候弥漫了过来。你知道的，以前我不喜欢这个世界，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喜欢的只有你。以前为什么不说？曹渊停顿了一会，然后说，害怕。唐静柔了解曹渊，知道曹渊曾经对于流言的恐惧，他伸出自己的手，仔细地观察着自己变得更加白亮的皮肤。那现在呢？现在我有些喜欢这个世界了，也有了足够的勇气。让我无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属你最甚。曹渊的话让唐景柔眼里带着别样的柔情，把自己白皙的小手放在曹渊的手掌上。曹渊刚想说话，却发现唐景柔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拉，曹渊往前一步，唐景柔的娇躯也紧紧贴了上来。出浴后的清爽香味包裹住了曹渊，一片冰凉的触感就贴在了他的嘴唇上。刚刚摒弃自己心中所有不安因素，重新变得冷静淡定的曹渊又猛了，冰凉的触感一点点升温，变得有些湿热。曹渊的手也本能地搂住身前纤细的腰肢，而唐景柔的双手也是环住曹渊的脖子，踮起脚尖倚在曹渊怀里。唐景柔脸晕染着像是酒后的酡红，丰润和火热，这两种感觉明明隔着浴袍，却能明显反馈给曹渊。两人都是初吻，有些笨拙，却也都有些沉迷。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两人之间的迷醉。唐景柔有些慌乱地推开曹渊，手还扶在曹渊的肩上，曹渊的手却紧紧地箍住他的腰，不舍他的逃离。妈妈，你还没睡吗？唐双儿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第6时紧紧咯叽哦。唐双儿的声音让曹渊和唐景柔从迷情中清醒了过来，虽然也有些不舍曹渊的怀抱，但是唐景柔还是稍稍一用力推开了曹渊，然后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脸，让自己的情绪平复。
转身去给唐双开门。唐双进门的时候，曹渊已经正襟危坐地坐在椅子上了，面色如常。小家伙有些好奇地瞅瞅曹渊，又瞅瞅穿着浴袍、脸色有些红的唐景柔。咦，曹渊哥哥也在妈妈书房里，怎么两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妈妈，你脸怎么红了？刚才洗澡的时候水太热，可你不是已经洗过澡了吗？唐景柔脸色似乎又红了一分，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没有回答唐双的话，并且反问唐双：“你作业做完了吗？”“我做完了，我看到妈妈，你书房灯还开着，所以过来看看。”“妈妈，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我还以为曹渊哥哥已经回去了呢。”唐双称呼曹渊哥哥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唐景柔的心虚被唐双戳中，也忘了纠正唐双对曹渊的称呼，但是家长的威严不能丢，于是对唐双发出灵魂的质问：“作业做完了就预习一下明天的功课。最近你老师都给我打电话了，你是不是上课没有认真？”唐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里满眼是不可置信。最近考试还是第1名啊，就数学比上次低了1分，老师为什么还要给妈妈打电话？刚刚还有些好奇两人在书房做什么的，唐双蔫了，顾不上自己刚才的好奇，瘪着小嘴的跑到曹渊身边，坐到曹渊腿上，声音有些委屈：“曹渊哥哥。”曹渊伸手扶住唐双，揪了揪小丫头的小脸蛋，嗨嗨叫叔叔。纵使有些舍不得唐景柔的柔软，但是曹渊在把唐双哄去睡觉以后，还是提出告辞了。唐景柔脸上带着羞红，但是还是用有些调戏的语气问曹渊：“今晚不住姐姐这吗？”在别墅大门前换好鞋的曹渊回过身，看着又怂又想坐的唐景柔，在唐景柔的一声娇呼中，一把把这个女人搂进怀里。“我想要告诉我妈妈，我喜欢的女人是唐景柔，我想和你结婚。”唐景柔连忙从曹渊的怀里挣脱出来，看起来有些紧张。“不行！”曹渊有些不理解的看着他，“为什么？”唐景柔脸上有些着急，“反正现在不能说。”然后看到曹渊的不解，唐景柔抱着曹渊的手臂，语气中有些软软的撒娇：“等等，再等等好不好？让姐姐我和你妈妈说，好不好？拐走人家优秀又帅气的儿子。”唐景柔还没想好怎么和郑舒心解释呢，总不能直接和郑舒心说：“姐姐，你儿子真棒吧？会羞死人的。”新的一天，江城的天气也分外晴朗，明媚的风中也带着丝丝甜味，就好像曹渊的心情一样。迎着冬日的朝阳，曹渊一早和郑舒心各自上班。曹渊坐进自己的迈巴赫驾驶室的时候，看到给母亲开车的张颖，曹渊有些疑惑，自己新司机招聘的事情已经发出去好久了，怎么还没有招到？自从王向荣的工作性质转为助理以后，除了一些采购的交接工作以及一些私事，其余时间都是让他自由活动的。因此曹渊最近又开始了自己开车上下班的生活。王向荣性格朴实，郑舒心又对员工比较友善，所以一直对腾渊地产忠心耿耿的。曹渊交代的事情总是勤勤恳恳的做好。不过就算是老实质朴的王向荣，对于曹渊的事情也还是有些怀疑。在第一批煤炭被曹渊上传以后，王向荣还悄悄问过曹渊，新景科技发展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做走私？让曹渊都有些忍俊不禁了。但是能看得出来，王向荣是有些担心自己的。曹渊只是让他放心，自己绝对没有做违法的事情，王向荣才放下心。而且后来知道王向荣有孩子以后，除了群有物资的采购，其他的私事几乎都交给程芷瑶了。毕竟对于技术的研究，除了是个人的追求，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因此更幸福。这是所有技术人都会有的渴望得到认可的原始心理需求。有能力让身边的人幸福，那为什么不呢？至于告知郑舒心自己和唐景柔的事情，最终曹渊还是决定听唐景柔的。自己不善交际，无论做事还是说话都过于简单直接，许多方面都考虑得不够周全。曹渊相信唐景柔能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得比自己更好。在云川大厦门的地下车库停好车，曹渊迈步走进电梯。电梯在1楼的时候停了下来，曹渊往边上靠了一步，腾出电梯门前的空间，尽量于人方便。曹渊精力充沛，通常来公司的时间都比较早，今天也一样。1楼的电梯口只有一个有些土气的青年站在电梯前。青年走进电梯，看了一眼电梯楼层按键，然后表情就有些惊喜，自来熟的对曹渊说：“拽哥，你在金井科技上班哦？”曹渊，青年一口家壮口音，曹渊便别了一会儿才确认，他说的是：“帅哥，你在新景科技上班哦？”对于青年去新景科技这件事，曹渊没有什么表示，或许是哪个员工的亲戚，但是对方很热情，曹渊也只能礼貌的回应：“是的。”冒昧问一下，你去新景科技是？青年脸上露出一个憨实的笑容：“我今天距金井科技因病哦，说不定我们以后就系同系哦。”曹渊2世以来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无助过，
连蒙带猜，大概明白了青年的意思。他今天去新景科技应聘，以后说不定就是同事了。虽然也有些好奇青年到自己公司应聘什么岗位，但是因为对方的口音让他有些为难，他还是决定不多言了。招聘这事情终究是归人事的，自己只是一个总裁，轮不到自己做主。曹渊对青年礼貌地笑了笑，就不说话了。但是青年却热情不减，上下打量了一下曹渊，然后微微眯起眼睛，表情有些呷醋地说：“靓仔，李这么拽，系不系有好的妹？喜欢你哦，在金景科技上班，嫌多不多哦？”一句接着一句，口音让曹渊有些头皮发麻。这小哥别是来应聘技术岗位的吧？虽然青年的口音曹渊觉得还挺可爱的，但是长期共事肯定会在交流上有一些耽误。看着还在自说自话的土气青年，曹渊决定，如果真的能应聘上技术岗位的话，首先去给他报一个普通话培训班。第61，我的司机螺蛳粉。曹渊从电梯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明明对方很热情很友善，但是曹渊现在觉得脑子里嗡嗡的。良好的记忆力让他甚至有些难以把青年的口音抛在脑后，给土气青年指明了人事部的方向。曹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先是稍微整理一下桌面上的散乱杂物，然后坐下思考接下来的安排。现阶段，新景科技的第一代智能手机 One 已经发布，明年年初就会上市。不过现在的移动网络环境很差，网络情况其实还很难让智能手机的优势发挥出来。One 的发布在曹渊的计划里是提前的。新景科技买手机送路由器的策略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智能手机的使用场景可不仅限于室内，随处可用的互联网终端才是智能手机的真正的意义。和原世界的华夏一样，现世界的华夏对于 3G 的研究其实并不晚，也有着自己的 3G 标准，但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迟迟没有推开。移动通信这个领域，新景科技是一定要想办法把和华夏的通讯企业一起把这个战略关键给拉起来的。除了是为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外，还因为一家臭名昭著的公司。如今海外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部署了 3G 网络， CDMA 已经成了世界通信标准。高通的专利壁垒让整个通讯行业叫苦不迭。有关于 CDMA 的专利，从上到下，从有用到没用，从真到假，方方面面的专利，高通能申请的都申请了。无论是霓虹和欧罗巴的 OCMA， 还是华夏主导的 TICMA， 打死都没办法绕过底层的 CDMA。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曹渊已经可以预见那个专利流氓崛起。霓虹欧罗巴也正在尝试在现行的 GSM 标准下弄出一个 3G， 不过现阶段智能手机时代还未来临，所以高通其实也还没有原世界那么厉害。曹渊不准备像霓虹和欧罗巴那样另寻其他的路子，因为如果另外制定标准的话，现阶段华夏在 TechMall 网络上的投入等于是打了水漂，这些都是国人的辛苦的纳税钱。而且无论 GSM 标准还是 CDMA 标准都不是华夏主导的，所以其实用那种对于现如今的华夏来说都没有区别。曹渊反倒希望能够提前部署 3G 网络，优先培育市场，然后再和华夏的通讯企业们直接开启 4G LTE 标准的研发，决战在 4G 标准上。就像曹渊给光刻机定的目标是在 EUV 及紫外光上开始真正拉开差距一样，华夏许多方面的技术基础过于薄弱，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养人才和市场，不必急于这一时。想清楚后，曹渊决定近期约见国内通信企业的负责人，然后一起去京都一趟，结合大家的影响力，面见一下运营商和领导，希望能给 3G 网络的部署开放绿色通道。 3G 的铺设其实能给后面的 4G 打下良好的基础，反正 3G 时代 GSM 还是 CDMA 都争不过，还不如加速进入市场，捏着鼻子忍它2年。 4G 时代，你再看我们华夏会是怎样的姿态。考虑好自己接下来的规划后，曹渊正准备给程芷瑶打电话，给国内的通信企业致电邀约，但是办公室的门却率先被敲响了，咚咚咚咚咚。曹渊有些好笑程芷瑶的小把戏，请进。程芷瑶迈着利落的步子进门。自从做了曹渊的秘书以后，程芷瑶好像找到了工作的乐趣，程家大小姐越来越像个打工人了。程芷瑶把一个文件夹放在曹渊桌上，曹总，我托人给你雇的司机已经到公司了，要亲自见见吗？这是他的简历和个人资料。曹渊没有先看文件夹，而是疑惑地抬头看了一眼程芷瑶，你托人找的？怪不得招聘个司机拖了这么久，原来根儿在程芷瑶这。程芷瑶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但是看着曹渊的眼眸有些柔和与关心。是啊，曹总你现在名气越来越大，所以曹总的安全也需要考虑，所以曹总准备雇佣司机的时候，我托人从外地找了一个高手，既负责司机的工作，同时也能负责保镖的工作。当然专业的安保团队也正在招聘组建中，
之前曹渊让程芷瑶给自己招个司机，其实没想别的，就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开车上。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其实都可以用来整理分析技术资料。况且曹渊身上还有许多群友们投送的安全保障物品，并没有什么安保方面的需求。不过人都来了，而且程芷瑶花了那么多心思，也没必要辜负别人的好意，那有劳程秘书费心了。让程芷瑶把人叫进来，并且让程芷瑶安排近期对通信企业的邀约后，程芷瑶扭着步子走出办公司。曹渊正准备拿起司机的资料，敲门声就响了起来。出声表示请进以后，门被推开，看清来人后，发现居然就是早上那个家壮口音的土气青年。青年走进门看清楚曹渊后，眼睛一亮，靓仔，原来你就是金井歌姬的老板哦。然后似乎反应过来这样和老板说话不礼貌，连忙停下自己还想继续说出口的话，有些尴尬的看着曹渊，然后看曹渊也没有不爽的表情，稍微放下心，做了个立正的姿势，中气十足的说：老板你好，我笑罗西粉，来自贵省，B2驾照，香肠骨壮拳。老板你放心，我嗨车系说很好，以后我也会保护老板你的。曹渊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是什么表情，但是那口音实在听得曹渊脑袋大，于是揉了揉太阳穴，对青年摆摆手：你稍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的资料，还是自己看简历，了解的比较快。打开简历，罗斯峰，男，身高178，籍贯贵省，骨壮拳传人。罗斯峰，他怎么来应聘自己司机了？曹渊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第62，无家可归的母女。办公室里两人一站一坐，曹渊静静地翻看着罗斯峰的简介，有些微微的讶异。罗斯峰在原书里有大量的笔墨，他还有个远亲，来自粤东省的蔡李佛拳传人，猪脚饭，贵省螺蛳粉，粤东猪脚饭。曹渊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两位稍显随性的名字。原本罗斯峰是一个很有习武天赋的贵省青年，20多年来，除了家人为了他以后能有个生存技能让他去考驾照以外，基本没离开过师傅的身边。但是罗斯峰的师傅和周思明师傅是两位武师，境界也相当。为了追求鼓舞的更高境界，相约来一次放开全力的生死妖斗，结果两人当场都没死，双双身受重伤。回去以后没多久就各自先后离世了。周思明为人更理智，师傅也和他交代过，他明白这是师傅对于鼓舞更高境界的追求，虽死无悔，所以对于师傅的离世他显得更释怀。在给师傅送终以后，就下山来江城寻亲了。罗斯峰则不然，壮拳刚猛，他的师傅身上有许多壮年时留下的暗伤，所以没和罗斯峰交代什么，就没撑住先走一步了。本就是一个简单热血青年的罗斯峰，有些钻牛角尖的认为自己师傅的离开时因为周思明师傅的原因，在安顿好师傅的后事以后，就外出谋生，一边工作一边打听周思明的下落。在都市之至尊战神里，罗斯峰先是去的粤东投靠远亲猪脚饭，后来意外打听到周思明在江城以后来到江城，也想和周思明来一次生死之斗，以此了结师傅之间的恩怨，于是辞了猪脚饭给他介绍的工作，也来到江城。来到江城的罗斯峰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去应聘宏源集团的保安。在宏源集团的时候，正好遇上了被萧傲天带来找妹妹的周思明，最终周思明拗不过罗斯峰，两人在江城郊外比武。我们的龙王通常都是爱管闲事的，萧傲天知道了两人的比斗后，连忙赶去郊外，居然硬是以明镜巅峰的实力拼着受伤，成功拦下了两个暗境巅峰的死斗，而且这次居然成了他触摸暗境门槛的契机。再加上一番劝说，几顿烧烤啤酒，罗斯峰居然就这样被解开心结。最后罗斯峰跟在萧傲天身边，在萧傲天一番推心置腹下，后来居然还叫上了猪脚饭，成为萧傲天一统江城地下势力的两个超级红棍。两个暗境高手干点什么不好，去混地下势力，而且还不是当老大，是当打手，因为老大也是一个女主角。而且书里描述，罗斯峰因为心思更简单，心性更纯净，是在前期出现的古武者里第一个突破化境的。曹渊静静地看着手里的档案，脑子里却在思索书里的剧情。看来罗斯峰因为程芷瑶的介入提前来江城了。第一反应是不想任用罗斯峰的，因为他和周思明之间的有恩怨，曹渊不想分心去管这些稍显狗血的事情。就那些由两个师傅引发的恩恩怨怨，换科难来了，都得拍2集。不过如果选择不聘用，大概率会让罗斯峰走上原著的那条路。抬头看了一眼罗斯峰，目光虽然有些拘束，但是很纯净，明显和地下势力那种爬虫般的生活格格不入。算了，都遇上了，就他吧。大不了罗斯峰和周思明约斗的时候，自己打个电话报警说有人斗殴好了。思想教育这工作，新景科技不擅长，但是有擅长的单位，
而且以后研究尽力的时候，不就有个现成的对象了吗？就是这交流似乎有一些问题。罗斯峰有些拘谨地看着沉默不语的曹渊，不知道为什么早上还看起来比较随和的老板，现在让他觉得心里凉飕飕的。前几天猪脚饭找到他，说江城有人高薪聘请司机兼保镖，猪脚饭把他推荐过去了。毕竟虽然他是暗境高手，但是终归是要吃饭的，高手也要依附这个社会才能生活，能多赚钱的话当然更好。于是罗斯峰感谢了一番猪脚饭，就启程来到江城了。没想到面试这天一进公司就遇上老板了，还跟老板零零散散的扯了一通。曹渊看着罗斯峰的模样，露出一个微笑。罗先生，看了你的简历，我原则上是同意任用你的，就是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入职前先去参加个普通话培训班。罗斯峰愣了愣，然后摇摇头，老板，其实我普通话说的挺好的，字正腔圆，完全没有了家壮的口音。曹渊愣了愣，你针对我？就说原书里都是正常的对话，根本没有提到关于罗斯峰口音的描述呢。罗斯峰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普通话要过一遍脑子翻译比较累，我比较放松的时候说话就会自然而然带口音。目光悠悠地看着罗斯峰，你面试的时候也很放松。曹渊的目光让罗斯峰反倒有些扭捏了，就是早上遇到老板了，感觉老板人挺随和的，一时没反应过来。曹渊，以后你上班时间说话带一次口音，扣50工资。虽然罗斯峰的口音挺有趣的，但是曹渊招司机的目的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也可以利用起来。罗斯峰的口音如果不控制一下，确实有些容易把人带偏。让罗斯峰去人事办理入职，曹渊也跟着离开了办公室，走进研发部。下午，曹渊从研发部出来的时候，发现手机里有一个来自唐景柔的未接来电。曹渊拨通电话，不一会，唐景柔的声音从对面传来：小渊，忙完了。听到唐景柔的声音，让曹渊想起昨晚的触感，似乎连声音都变得有些甜蜜湿润了。刚从实验室出来，有件事情，小渊可以帮帮姐姐吗？唐景柔语气有些调皮地说。唐景柔有事？曹渊集中精神，语气坚定地说，可以。唐景柔咯咯直笑，声音在曹渊的心里回荡了好久好久。你别那么紧张嘛，不是什么大事，姐姐的房子决定要装修一下，郑总已经答应了，不知道曹少爷愿不愿意暂时收留我们这对无家可归的可怜母女呢？声音啊，似乎也能背对的人品尝出味道。现在甜度正好。第63，给彼此一个机会。听着唐景柔的话，曹渊忍不住笑了起来。整个江城一小半能住人的房子，都是你唐氏开发的，无家可归。呵，女人，什么时候？我来接你。和唐景柔约定好时间，明晚去接她和唐栓同居。心里怀着一丝期待，曹渊准备下班。来到自己车边的时候，曹渊有些意外，罗斯峰居然蹲在车边等他。冬日的傍晚，气温非常的低，即使地下车库也很冷，但是罗斯峰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受到温度影响的样子。见到曹渊后，马上站直身子，有些憨厚地说：老板。曹渊还以为罗斯峰过2天才能上班，毕竟刚到江城，应该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需要安顿才对。你怎么在这？罗斯峰顿了一会才出声，似乎就像他自己说的，需要在脑子里翻译一下。人事说入职就开始算工资吗？我反正闲着，今天就可以上班了。把钥匙丢给罗斯峰，两人相继上了车。再次坐到后座的曹渊上车后开口问道：你很缺钱？迈巴赫在现如今看来显得有些豪华的内饰，让罗斯峰的动作看起来有些小心翼翼的。发动车子以后，罗斯峰才回答说：我自己花不了什么钱，但是爸妈年纪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曹渊有些沉默，结合书里的内容，他大概能明白罗斯峰的意思。他是准备找周思明分高下，也决生死的。他自己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家，所以想要给父母留下一些钱财。曹渊也不知道怎么吐槽这个思想有些简单的青年，对师傅孝心可嘉，这很好，但是你的父母就不管不顾了吗？而且就算真的有什么人命官司，报警不好吗？曹渊无奈地摇摇头。其实这个世界像罗斯峰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他们并不习惯现代社会的制度，遇到事情喜欢用江湖的那一套方式解决，听起来或许有些浪漫的色彩，但是确实和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了。车子缓缓开出云川大厦，第一次开豪华车，罗斯峰显得很小心。曹渊一边给罗斯峰指路，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聊着。你来新景科技应聘就是因为薪资的原因？对，因为钱。说普通话的罗斯峰显得正经很多，也显得低沉一些，仿佛早上那个家壮口音的青年不是他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曹渊反而不太喜欢这样的罗斯峰，因为太过于木气，
一点都不像曹渊的同龄人。这个年代，私家车不算特别多，晚高峰也不会造成什么拥堵。没多久，迈巴赫就驶进了母子俩居住的别墅。你在江城安顿好了吗？曹渊下车时回头问了一句。罗斯峰愣了愣，然后说：“先找个旅馆对付一宿吧。”曹渊拿出手机给程芷瑶打了个电话，让程芷瑶在自家家附近的酒店订了个单间，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些钱递给罗斯峰：“这几天先住着吧，我白天用车不多，你趁这几天安顿一下，如果缺钱，可以和程秘书说，给你预支一些工资。”说完，曹渊转身向别墅走去：“车你开走，明早7点30来接我，不要迟到。”罗斯峰看着曹渊的背影有些愣神，然后突然笑了起来。上次住酒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好像是和师傅一起拜访古武前辈的时候吧。师傅啊，这世上其实还是好人更多，是吧？回到家的时候，郑舒心还没有到家。曹渊抱起糖醋逗弄了一会，然后不自觉想起罗斯峰的事情。今天曹渊通过和罗斯峰的接触，慢慢开始有些理解，为什么那些古武者在遇到萧傲天以后，大多都会选择跟随他，甚至有那么一些死亦可往的味道。因为萧傲天给了他们希望。随着现代社会体系建立以后，古武者们似乎越来越没有出路了。从小要育，吃了许多苦打熬筋骨，练就了一身本领，却随着个体实力的不断变强，和世界就显得越是格格不入，不知不觉就到了仿佛要被淘汰的边缘。罗斯峰这样的暗劲古武者，最终想要赚钱，却还是得依靠家人逼他去考的驾照。说来其实可笑，暗劲古武者对应平常的社会来说不比硕博，但是对照一个重点院校的本科优等生，其实完全没问题。同样是需要天赋并为之付出努力的事情，偏生就显得没有任何的未来可言。萧傲天崇尚并重视武力，并且随着发展机遇，势力越来越强，自然而然的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而且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对于古武界来说，萧傲天的出现就像是一汪死气沉沉的水潭，潭底出现了一个缺口，引起了一片漩涡。曹渊是科研出身，本身对武力并不感冒。罗斯峰与周思明两人的师傅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对武艺更高境界的追求，虽然曹渊不理解，甚至觉得这样他们的做法不够聪明，但是曹渊依然对这种武者精神表示尊重，因为他们对于武艺的追求和曹渊对于技术的追求是一样的，或许更深刻，毕竟他们已经用生命的代价证明了。而罗斯峰为了高薪提前来江城这件事，让曹渊觉得自己之前似乎进入了一个误区，他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有着强大武力的人视为和现代社会对立的存在，倒是显得有些狭隘了。其实他们大多数人也都是想要拥抱这个世界的，或许一直以来也是世界没有合适的方式接纳他们。曹渊对于已经出现的古武，以及未来会出现的武道，以及或许可能会出现的修仙者，有了全新的思考。毕竟曹渊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辈，不可能无冤无仇就把这些人赶尽杀绝，而且只要存在并且有规律，那就是科学能够触碰的领域，或许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契机，也不无可能。这世界很大，这个宇宙更是浩渺的没有边际，能容纳的东西很多很多。不过像是萧傲天那样一味的追求武力，当然是不可能的。结合书中写到的，曹渊今天在罗斯峰身上看到的，已经能看出古武者们的处境了。华夏泱泱大国，历来的文化都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或许给彼此一个机会也能很精彩。第64那个男人我认识吗？郑舒心回家的开门声打断了曹渊的思考。郑舒心一进门，糖醋喵呜的一声再次从曹渊的怀里挣脱出来，跑到郑舒心的身边，围着郑舒心转悠。郑舒心换好鞋子，放下手里的东西，抱起糖醋，糖醋亲昵的在郑舒心怀里撒娇。郑舒心拍拍糖醋的脑袋，温柔的抚摸着他柔顺并且稍显冰凉的毛发，微笑的对曹渊说：“饿了吧？妈现在去做饭。”之前郑舒心一个人住的时候，日常饮食都是张莹照料的，但是曹渊搬回来住以后，郑舒心却自告奋勇亲自接手了母子俩的一日三餐。每天工作已经很繁忙了，曹渊担心母亲太辛苦，劝说过他，但是郑舒心每次都很高兴的和曹渊说，作为一个母亲，能给孩子做饭吃也是一种休息哦。有着基因药剂改善后的良好健康状态，曹渊也就随母亲去了。虽然其实郑舒心的厨艺拍马也赶不上家里开酒楼出身的张莹，但是郑舒心乐此不疲，曹渊当然也是同样。郑舒心会做的都是一些比较家常的菜式，所以速度不慢。很快两母子就坐在餐桌上准备进餐。曹渊一边细嚼慢咽的吃饭，一边对母亲说，对于物流行业，妈你有什么想法吗？有些疑惑，曹渊突然提起这个。郑舒心抬起头看着曹渊，物流
曹渊点点头，喝了一口水说：“对，藤渊地产的闲置资源，我觉可以成立一个物流平台。我近期会约见国内的通信企业，然后一起去一趟京都，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对通信网络的发展开一个绿色通道。”放下水杯，曹渊的语气坚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到电子商务的未来，现在进入物流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而且凭借着新景科技和国内互联网公司的良好关系，大家深化合作也未必没有可能。曹渊的话让郑书欣沉思了一会。作为一个传统行业的企业家，郑书欣对曹渊的话其实说不上理解。出于对于员工的责任心，郑书欣还是仔细向儿子请教这些行业之间的关联。曹渊详细的和母亲做出解释，曹渊说的比较浅显，让郑书欣很快的明白了曹渊对于未来的推断依据。目光饱含骄傲的看着儿子，郑书欣的语气也变得坚定。好，妈妈明天就召开股东大会，宣布这个决定。我相信大家知道是阿渊你的办法，大家肯定会同意的。说完，郑书欣又想起了什么。对了，明天你唐姨和双儿要来我们这住一段时间，他和你说过了吧？曹渊心里微微一动，期待感一时充盈在心头。第二天，因为晚上要接唐景柔，曹渊让罗斯峰把自己送到公司以后，就让他自由活动，去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充实又忙碌的一天过得很快。下班后，曹渊来到唐景柔别墅的时候，母女俩收拾了2个小行李箱的东西，已经在别墅门口等着曹渊。曹渊哥哥，唐双儿见到曹渊，忍不住呼唤了起来。就在昨天，唐景柔告诉唐双儿要去郑阿姨家住的时候，唐双儿高兴坏了。除了妈妈，唐双儿最喜欢的人就是郑书欣和曹渊，喜欢的人能够住在一起，让唐双儿心里一下子兴高采烈起来。曹渊接过唐景柔手里的行李箱，然后对唐双儿说：“叫叔叔。”唐双儿疑惑地看了一眼妈妈。唐景柔笑着拍了曹渊一下，然后贴近曹渊耳边悄声说：“是我让他这么叫的，姐姐，我还没想好办法和你妈妈解释呢。”语气很柔软。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确认关系后，唐景柔的每一句话，曹渊都觉得带着似有若无的诱惑。唐双儿自觉地溜进后座，曹渊仔细地给他系上了安全带后，提着行李往车尾走。唐景柔也像是要帮忙似的，绕到车尾。曹渊正有些疑惑，就2个小行李箱，哪里需要帮忙？后备箱打开，唐景柔确认遮住了后车窗的视线后，散发着幽香的丰腴身子一下子贴进曹渊怀里。曹渊连忙放下行李，搂住女人的细腰，胸口感受到一阵柔软的挤压。唐景柔面色带着一阵微红，目光柔和又迷离。想不想我？女人的语气有些呢喃。想。虽然语句简短，但是语气坚定，柔软的湿润感再次传来。这次曹渊不猛了，紧紧搂住这个放火的女人回应了起来。虽然还是有些生涩，虽然唇齿间还是有些磕碰，但是这些都无法打断2人的投入。妈妈，曹渊哥哥。唐双儿等了一会，发现2人还没有上车，忍不住打开车窗呼唤了一声。唐景柔带着微微气喘，娇媚地白了曹渊一眼。怎么那么用力？好似责怪的话，却因为眼神与微红的脸色，显得有些意犹未尽。回到曹渊母子的别墅，郑书欣已经做好了晚饭，等待几人。有孩子在的时候，气氛就会比较融洽。唐双儿见到可爱糖醋，一下子什么都忘了，匆匆吃了几口饭以后，就追着糖醋跑。糖醋因为和唐双儿不熟的原因，也是满屋子乱窜，笑着看着唐双儿开心的样子。郑书欣端起桌上的红酒，和唐景柔轻轻碰了碰。对于和唐景柔一起住，郑书欣显得很开心。怎么忽然想起要装修了？唐景柔不知道是因为红酒，还是因为情绪，脸上红霞飞舞，轻轻瞥了一眼曹渊，缓缓开口说：“其实是因为最近遇上了男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先到你这躲一躲了。”郑书欣有些惊喜地看着唐景柔，唐景柔的情况没人比她更清楚了，现在居然似乎遇上了心仪的男人。真的？那个男人我认识吗？第65就用这东西考验技术人员。餐桌上虽然只有3个人，但是气氛却不显得冷清。唐双儿的笑闹声时不时传来，让夜色有了不一样的活力。面对郑书欣稍显热情的询问，唐景柔脸上挂着笑容，却不说话，时不时避过郑书欣的目光，偷偷的看一眼曹渊。这种偷偷摸摸的刺激让他的面色愈发红润了。通常心情越是愉快，时间也就流逝得越快。母女俩的到来让原本稍显空旷的别墅有了别样的生气。唐景柔每天工作之余也都是大包小包的购物往家里搬，其中有许多给曹渊买的衣服。曹渊总是一身西装，虽然帅气，却也稍显有些死板。唐景柔每天都会给曹渊购买许多日常穿着更为舒适的休闲服饰，每一件都很贴合曹渊的身材，每一套的搭配也都包含着女人别样的心思。毕竟是给自家男人买的衣服，
可不是单纯的记住尺码就行了。腰围、臀围、胸围、臂展、肩宽、腿长，甚至脚长，唐景柔都记得清清楚楚。曹渊每换上一套，都是他心目中想要的样子，这样的感觉让人有些沉迷。这几天时间里，罗斯峰终于找到合适的房子，曹渊也给他预支了1个月的薪水。腾渊地产在物流领域的尝试，因为腾渊地产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郑书欣，也相信如今耀眼非凡的曹渊，也顺利的正式开展起来。而曹渊在这些天来，也陆续接待应邀来到新景科技的通讯业大佬。等大家都到齐后，齐聚在新景科技的会议室里，大家都有些好奇，新景科技的邀请几乎把国内涉及通讯的企业都一网打尽了。曹渊显示向大家展示了新景科技对于 LTE 网络的部分核心专利申请文书，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选择 LTE 标准的原因，以及的技术预案的实验数据。10几家通讯企业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曹渊给出的资料。随后曹渊直接提前全面开启 4G 研发的大胆想法，也让在座的各位震惊不已。但是看着手里的资料，心里却又都响起一个声音，可行性似乎很高啊。介绍完自己的计划后，曹渊目光平静地看着在座的通讯大佬，缓缓出声：各位都很清楚，不论是选择 CDMA 还是 GSM， 对我们而言其实都区别不大，因为底层技术在别人手里捏得死死的。所以我认为 3G 时代我们只能正视这些差距，一起克服面临的困难。曹渊的语气略显遗憾，但是随后语调却开始逐渐升高。我想从已经铺设 3G 的霓虹和高丽来看，大家都很清楚 3G 的到来会对科技行业的发展起到怎么样的影响。提前铺开 3G 网络的市场，可以让我们为 4G 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设备方面的基础对于 4G 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如今我们国内科技企业手里有着超级武器，领先世界至少2年以上的智能手机。而现在从实验数据来看，我们对于 4G 也同样有了比较可靠的方向。通讯网络，这是关乎全人类日常生活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愿不愿意和新景科技携手，在 4G 上超他们一次车。曹渊的话像是火箭推进器一样，把在座的各位心情推上了太空。每次科技行业的前辈和曹渊的对话都是这样，先是把手里技术专利文书和详实的实验数据给你看，看得你心里像是猫抓一样痒得不行，然后就用一种所有科技从业者都难以抗拒的蛊惑语气对你说：怎么样，大家都是华夏企业，我牵个头，咱们团结起来，携手共进，先把技术搞出来，然后把市场做起来，标准协议定下来，专利壁垒建起来，咱们的目标是冲向世界，让世界以后都得捏着鼻子按照华夏的标准来，让米国、欧罗巴、霓虹那帮孙子以后也得求着咱们。曹渊就用这东西考验技术人员，呵，哪个技术人员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大家低头议论了几声。企业负责人在和技术负责人再次确认过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以后，然后都果断地纷纷响应曹渊，当场就做了简单的决策，打算回去以后就从 TMI 项目的研发人员里抽调人手，组成新的 4G 研发小组。虽然不会停止 3G 的研发，但是缩减人员后，作为预备项目，从大目标上跳过 3G， 直接跟着新景科技一起搞 4G LTE。 4G 时代，我们华夏很可能就要翻身了。在场的每一位都有些按捺不住心里的热切。曹渊面带微笑的看着脸上有些激动的在场众人，还是咱们技术工作者好交流，只要把数据给他们看就行。没有华夏企业能够拒绝新景科技这种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技术巨头。和在座的通信企业负责人约定好时间，等到大家各自正式成立 4G 研发团队后，再一起到京城，把大家的共同的计划上报，希望官方能够支持。一切安排就绪后，让曹渊的信心更加充足了起来。自己的目标不会很远的。大家统一意见后，逐一提出告辞，准备尽早回去宣布这个计划。曹渊一一送别大家后，也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每天往研发部钻，时不时到软件开发部门检查一下进度。晚上回家，趁着唐双和郑书欣不注意，偷偷摸摸亲热一下。不过这天一早，曹渊刚接过程芷瑶泡好绿茶的保温杯，走进办公室，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曹渊拿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母亲郑书欣打来的。妈，有什么事情？电话那头，郑书欣的语气也带着一些疑惑。阿渊，二把手黄领导带着曹尚文父子和聚龙集团那个姓肖的总裁到公司来，说是聚龙集团一次吃进太多项目，有些力不从心，为了开发区项目尽快成型，希望我们腾渊能接手一部分商业广场的开发工作。第66，何乐而不为呢？罗斯峰平稳地驾驶着曹渊的迈巴赫在道路上穿行，曹渊坐在后座，
面色平静。这些天，因为腾渊地产退出商业广场的竞争，聚龙集团如愿以偿地拿下了2块商业广场规划地皮以及4条商业街项目的开发权。曹渊还真不知道，曹尚文这老家伙居然还没离开江城。通过母亲郑淑欣的描述，曹渊断定这聚龙集团是想把那块有溶洞的地皮甩锅给腾渊地产，还真是挺龙王的。不过为了能让萧傲天消停一会儿，这块地皮你们聚龙集团不吞也得吞了。曹渊大步走进腾渊地产的时候，附近的员工、保安都纷纷给曹渊打招呼，曹总、少爷、曹总裁，各种称呼都有，尊敬中也带着亲切。曹渊的新景科技成立后，在江城以及全国科技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科技工业园项目也让腾渊地产成功的吃下 CBD 以及其周边的开发项目，让腾渊地产上下都对这位曾经面冷不好相处的少爷都赞誉有加。曹渊微笑着给周围的招呼声予以回应。在郑淑欣秘书的指引下，曹渊走进腾渊地产的会客室，看到郑淑欣正和几人相对坐，他手里还拿着一些材料，翻看的动作也有些敷衍，看样子应该是项目企划书之类的东西。妈，曹渊和自己母亲招呼一声后，看都没看萧傲天3人，只是向黄彦明点点头。黄领导你好。初次见面，几人到访腾渊地产，措辞间很诱人。但是最近腾渊地产进入物流行业的规划，是曹渊的建议的。于是郑淑欣想问一问曹渊的意见，而且他也不认为这几个人会有这么好心。毕竟聚龙集团背靠东方集团和秦氏，力不从心，骗小孩呢吧？只是没想到，习惯性的想找儿子商量一下，没想到曹渊直接让他等一会，也直接赶了过来。虽然郑淑欣其实本来也没有接受这个项目的意向，但是儿子的到来让郑淑欣习惯性的安心许多。曹渊今天穿着唐景柔给他搭配的一身黑色西装，里面的衬衣同样是黑色，严谨中也稍显严肃，但是发型并不是曹渊日常的斜背，而被唐景柔吹成一个蓬松的发型，让整个人严肃的气质平添一些柔和。黄彦明看着眼前气质不凡的曹渊，下意识地对比了一下身边的曹彬和萧傲天，秦家的眼光还真不怎么样。黄彦明面对能撬动整个华夏科技界的曹渊，也不好做出领导做派，温和地笑了一下，曹总你好。萧傲天和曹彬看到曹渊都觉得有些尴尬，但是想到这次上门的目的，只能点点头表示招呼。曹尚文倒是继续他的作风，仿佛上次被唐景柔扇了一耳光，并且送进局子的不是他一样，微笑的和曹渊打招呼，小渊你来了。这位先生，警局一游，风采依旧啊，不过你可以称呼我曹总或者曹先生。呵呵。郑淑欣想起发布会那晚3人懵逼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萧傲天和曹彬的脸色忍不住黑了一下，曹渊也没给曹尚文回话的机会，直接扭头对黄彦明说，黄领导，据我母亲说，江城官方希望我们腾渊地产接受一部分开发任务，不知道是哪一块区域。曹渊的表现让黄彦明忍不住看了曹尚文一样，这就是你说的父子没有隔夜仇。然后对曹渊微笑着说，主要是永源大道边上的那一片商业广场的规划地皮，果然就是想找腾渊地产背锅的。曹渊点点头，不瞒黄领导，我们腾渊地产已经有新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因此我们也是力不从心，还望谅解。黄彦明其实本来对这事也不抱希望，腾渊地产收缩业务，大量职员被派到外地培训的消息他都听说了，一看就是有新动作。原本他还想着趁着聚龙集团和秦家的东风和一把手郑书则别一别苗头的，但是科技工业园的项目，身为老油条的他当然明白代表什么，于是他直接躺平了。但是他终究属于秦家一系，秦家的意思是让他支持聚龙集团，他也没得选，只能带着几人来到腾渊地产。曹尚文却像是没受曹渊话的影响一样，开口说，曹总，江城现在因为你们新景科技的工业园项目处在最好的发展机遇上，腾渊地产也是江城本地的老牌地产企业，深得江城人民信赖，何不跟聚龙集团携手，一起为江城的发展出一份力吗？曹渊呵呵笑了一声，然后直视着萧傲天说，永源大道附近有大量裸露的石灰岩，而江城地下水源也还算丰富，根据这些地质情况初步预计，永源大道附近的地下有一定可能存在喀斯特地貌。相对于为江城出力，我觉得聚龙集团还是先排除一下安全隐患更重要。曹渊的话让萧傲天和曹彬的心都忍不住跳了跳，两人目光惊异的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读出一个信息，昨天刚勘探出来的结果，曹渊怎么知道的？而黄彦明脸色则是一下变得有些阴沉，他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曹尚文对他的说辞是，
希望缓解和曹渊母子之间的关系，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忙促成这次合作。左右看了看身边三人的脸色，曹尚文脸上看不出什么，萧傲天和曹彬的表情虽然在尽量掩饰，但是作为二把手的黄彦明一看就知道，巨龙集团知道这件事，虽然是被人当枪使了，显得有些冤枉，但是这话头既然是由他提出的，自然他得接回来。曹总的安全意识让人钦佩，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实应该仔细排查才对。说完回头看了一眼萧傲天和曹彬，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萧总，曹总的话你要上心才是。看到萧傲天脸色不太自然的点点头，黄彦明才对郑书欣和曹渊笑了笑，就不继续搭话，而是坐在一边安静的喝茶。几个人里唯一表情没有多大变化的就是曹尚文，他最近一直待在江城，更深入的了解的新景科技的影响力和技术实力以后，更是对新景科技更是热切。腾渊地产近期的动作他也知道，但是身为地产巨头，利益心极重的他，不认为会有地产公司能拒绝这样的项目，况且还要再加上黄彦明的游说，他计划用永源大道的地皮给腾渊地产设下一个陷阱。新景科技的 One 还没上市，科技工业园的项目也在推进中，资金链肯定吃紧。腾渊地产的接手这个项目，要是出问题，几乎只能向唐家拆借或者向银行贷款。唐家最近也趁着新景科技的东风，在 CBD 以及北郊科技工业园附近大量囤积地皮，资金肯定也不算充裕。银行贷款只要让黄彦明打过招呼，并且自己这边放出永源大道地皮问题的风声，银行不给腾渊地产通过贷款，郑叔则也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东方集团出面就显得比较顺理成，并且有些雪中送炭的意思了。虽然也有可能由唐家和新景科技出面申请贷款或者拆借资金，但是总归是尝试嘛，还能把永源大道地皮这个大黑锅给甩了，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曹渊一眼看出永源大道地皮的地质问题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了，计划的第一步就胎死腹中。曹尚文眼里有些金光，深深的看了曹渊一眼。第67，这老头别是来自敌的吧？曹渊的到来让郑书欣放心的把事情交给自家儿子处理，他自己倒是悠闲的看起了腾渊地产的工作文件。曹尚文盯着曹渊看了许久，脸上还是挂着微笑说，既然郑总曹总不感兴趣，那就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说完从沙发上起身准备告辞。这时曹渊的手机弹出短信提示音，曹渊拿出手机大略看完短信，曹渊在屏幕上啪啪啪打了几个字回复了信息，然后抬眸淡淡的看了准备告辞的几个人。曹尚文脸上还是那副笑面虎的表情，黄彦明脸上堆着笑容，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不过萧傲天和曹彬脸色都不太好，特别是萧傲天脸上控制着自己的表情，眼神中的焦躁却很明显。曹渊笑了笑出声说，据我所知，巨龙集团的勘探工作已经结束，不过看几位的样子，结果应该没什么问题。曹渊突然提到勘探结果的事情，让几个人停止了想要离开的动作。黄彦明神情有些疑惑，曹尚文眼中多了些凝重，萧傲天和曹彬则是有些不安。曹渊冷静平淡的声音继续传来，不过据悉勘探队昨日刚结束勘探工作，就连夜离开了江城，这个反常的举动令我有些怀疑，勘探工作的进行过程中或许存有隐瞒地质危害、弄虚作假的嫌疑。出于腾渊地产对于地产行业的责任心，我顺便帮你们报警了，萧总裁到时候还请配合一下警方。曹渊的话让萧傲天和曹彬的脸都黑了，然后都扭头看着曹尚文。勘探队是他们给了封口费，然后连夜送走的，为的就是压住永源大道地下有溶洞这个消息。萧傲天和曹彬其实一开始是没打算找腾渊地产的，他们准备随便找一家地产企业把这个雷送走就行了，但是曹尚文却提出先来腾渊地产试试，结果就这么一试，却好像让巨龙集团把溶洞这个坑给踩得死死的。曹渊接到郑书欣电话后，就让程芷瑶马上派人去对巨龙集团做了个简单的调查，随便花了点钱就从巨龙集团的员工口里得知，而且勘探队昨天就结束了勘探工作，并且离开江城了。了解了情况后，曹渊直接让程芷瑶以巨龙集团及其雇佣的勘探队伍隐瞒地质危害的原因报警了。勘探队就是拿钱办事的，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隐瞒勘探结论，无非就是巨龙想要压下这个消息，找人背锅罢了，不想额外支出暗河治理这部分巨额资金，而且第一时间想要把锅甩给腾渊地产。曹渊其实挺惊讶的，原书里的自己是一个前期反派，在知道这块地皮有暗河和溶洞这个结论以后，也是捏着鼻子认栽，然后主动处理这个问题的。怎么这个身为主角的龙王战神连这一点担当都没有？所以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什么主角对吧？只不过有着一些运气好过头的人罢了。想到这，曹渊脸上带着笑意，却看不出一点情绪。地下溶洞就在那里，
这个坑，巨龙集团不踩也得踩了。报警的话，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只要简单的调查，就能知道勘探队出具的结果，肯定是在其中有指明问题的。那么这个隐瞒地质危害的责任，要么巨龙集团背上，要么巨龙集团花钱找别人背上。无论结果怎么样，永源大道这块地皮的地质问题，肯定瞒不住了。治理，或者砸在手里，巨龙集团不会有别的选择。萧傲天眉头紧锁，看了一眼曹尚文以后，继而目光死死地盯着曹渊。原本他只是讨厌曹渊那种精英气质和让他非常不顺眼，这种不顺眼更像是班级里最闹腾的那个学生。对于学霸的不顺眼，认为他们装腔作势，谄媚老师，也像是同学会上因为机遇赚到钱的包工头。对于企业高管的那种不顺眼，认为对方这么高学历，还是给别人打工。但是现在萧傲天是第一次对曹渊产生一些恨意。现在这个溶洞具体情况还没摸清，暗河的治理不知道要耗费多少资金，东方集团不可能无限制的注资，秦氏也只是给了资源，几乎可以预见这是在短期之内会牵扯巨龙集团的大部分精力，让他介入江城并且逐步控制江城的计划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秦家这次给予了商业资源上的支援，已经算是还过人情了。结果巨龙集团表现就这，那还怎么让秦家继续支持自己？巨龙集团还没起飞就搁浅了，这拉胯的表现，甚至让萧傲天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去追求徐雨晴了。不过萧傲天的眼神对曹渊来说只是弱者的不忿罢了。曹渊一点不在乎，反而是瞥了一眼默不作声的曹尚文，端起一杯桌上郑书欣刚沏的茶，对几人做了个举杯送客的动作，然后转身对郑书欣说：沙发脏了，让人换一套吧。出门的几人身形都是一顿，倒是黄彦明一脸平静，甚至有些想笑，反正又不是针对他。几个人走出腾渊地产办公大楼的时候，曹尚文三人都显得有些心事。黄彦明这次被当枪使了，要是腾渊地产真出什么问题，惹怒了曹渊，他黄彦明很可能直接就被省里给拔了，心里自然是生气的。但是毕竟是做领导的人，喜怒不形于色是基本素质。扭头对着三人说：两位曹总、萧总，接下来随着科技工业园项目的推进，我也会忙碌起来，以后可能就没什么时间与你们会面了，就此别过吧。说完也不等几人回答，直接上了自己的专车离开。萧傲天本来就不算白的脸色又黑了一分，皱着眉头看向曹尚文，因为曹尚文一个建议，这下巨龙集团来自官方最大的支持也没了，一把手和二把手都不支持。看黄彦明那脸色，不针对都算侥幸了。眼前还有地下溶洞这个大坑，那巨龙集团这个自己通过秦家的人情和曹兵的资源一手建立起来的公司，好像可以提前宣布黄了。这老头别是来自敌的吧？萧傲天正想开口让曹尚文给自己一个解释，曹尚文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接起电话，曹尚文还没说话，对面急切的声音却先传了过来：曹总，你在江城遇到了什么事情？怎么被逮捕了？第68，我是你男人。在母亲的办公室里陪母亲聊了一会儿天，曹渊正准备离开腾渊地产回自己公司，结果手机连续弹出消息提示音。打开手机看着程芷瑶发来的各个论坛截图以及股市的情况，截图上的内容让曹渊脸上有些哭笑不得。原本对于曹尚文和曹兵，曹渊原本是根本不想理会的。曹渊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无论做什么都和曹尚文没关系。当然曹渊也不会闲着没事去针对他，没有人会闲着没事去针对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曹渊近期一直在准备移动通信网络提速的相关技术资料以及研发方向的计划书，根本没空去注意巨龙集团。曹尚文却反而在这个时候带着萧傲天一起跳出来恶心人。对于曹尚文这种阴私的人，曹渊历来就是比较厌恶的，更别提还要加上曾经母子俩与他的恩怨。不过曹渊近期要准备去京都，暂时没空搭理他，所以计划着先把这老王八蛋赶回江南再说，省得留在江城恶心母亲和唐景柔。是以曹渊安排程芷瑶把上次拷贝回来的停车场监控视频公布到网上去了。监控视频一直在程芷瑶手里，之前新景科技的 One 刚发布，华夏科技联盟的计划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关注。新景科技彼时正在聚光灯下，程芷瑶担心那时候公布视频的话，知道曹尚文身份的人会由此联想到曹渊，从而对新景科技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一直压在手里，没有公布出去。这次曹渊亲自说要公布，让程芷瑶有些兴奋。曹渊没有想到，程芷瑶这小秘书对于造谣敲门棍这种把戏，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天赋。恶意剪辑这一块属于无师自通，让新景科技的技术人员把曹渊、郑书欣和唐景柔做了模糊处理，然后简单的剪辑以后，紧接着把视频发布到江南省和江城的本地论坛。这个时期的互联网人几乎都是混迹论坛的杰出代表，
新景科技的技术人员对于标题党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信手拈来。于是江南省和江城的网友们在论坛上所看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你肯定不知道，首富被捕时的样子。为了你爱的人，请一定小心。巨龙集团总裁绝密偷拍，东方集团董事长携其子以及巨龙集团总裁半路拦截2位陌生女子。醒醒吧，这就是男人有钱以后的样子，猪狗不如的畜生，转死他们！经过程芷瑶的指导，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看起来就像是曹尚文带着曹彬和萧傲天拦下2位女性，然后被赶来的另一位男性阻止。结果曹尚文还恬不知耻地微笑着和赶来的男性说话，曹尚文微笑的表情还被做了个放大，配上了字幕，首富肆无忌惮的嘴脸。随后曹尚文被其中一位女性掌掴以后，最后被警察带走。程芷瑶还让人在帖子里详细的介绍了3人的身份和关系。现在还不像移动互联网时代，那时候瓜多到大家都吃不过来，而在这个论坛时代，一省首富的丑闻还有视频有真相，很难让人不产生兴趣。匿名的网络环境里，大家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激扬文字。网络上的舆论发酵的比曹渊想象的还要快。今早股市开盘，本来还比较稳定的东方集团股票在事件开始发酵后就开始逐渐下跌，把曹尚文3人的事情甩在脑后。曹渊回到新景科技的时候，程芷瑶笑嘻嘻地跟着曹渊走进办公室，给曹渊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上午的事情经过，然后表情带着一些小小的得意，看着曹渊，清亮的眼神中充满你快夸我的暗示。曹渊却一脸淡定平静地直接对程芷瑶说：“One 很快就要上市了，通知一下营销部，拿出一套方案，郑经理那边没问题的话，就递到我这里来。”程芷瑶鼓了鼓自己的小脸，眼眸中的不高兴都快溢出眼眶了，撅着嘴，有些丧气地应着曹渊的话：“好的，曹总。”然后合上记录工作安排的笔记本，转身就准备离开总裁办公室。就在程芷瑶转身的一瞬间，曹渊的声音有从他身后传来：“早上的事情做得不错。”程芷瑶的脚步停顿一瞬：“我是说比我预计的还要好很多。”郁闷的小脸一下子就像绽放出一朵洁白的花来，这朵花在温暖的办公室里笑得摇摇晃晃。这个笑容程芷瑶身后的曹渊看不到，他自己也看不到，但是愉快的情绪却慢慢充盈他的心里。曹总满意就好。步子好像都变得轻快许多了。又是一天下来的忙碌。冬日的夜色来得特别早，罗斯峰按时送曹渊回家。唐栓几天下来终于和唐醋混熟了，晚上一直抱着唐醋向曹渊问东问西。曹渊时不时看唐景柔一眼，眼神中的遗憾很明显。看到曹渊脸上略带遗憾却因为唐栓不得不强颜欢笑的样子，唐景柔背对着郑舒心，调皮地对曹渊眨了眨眼睛，脸上一展成熟妩媚的笑容。曹渊 Omega。 夜色渐深，曹渊合上电脑准备休息，关上卧室灯后，整个房间寂静了下来，只有曹渊平稳的呼吸声让幽暗的环境有了一丝声响。忽然一声轻微的嘎吱声划破寂静，马上就要睡着的曹渊因为灵敏的五感，从半梦半醒之间直接惊醒过来，正准备开灯查看，身体却忽然觉得一凉。曹渊的被子被掀开，一个火热丰腴的娇躯钻了进来，在幽暗的环境里，熟悉的香味一个劲地往曹渊的鼻子里钻，长臂一伸，直接往紧紧搂住钻进被窝的人儿。栓儿呢？曹渊把脸贴在对方柔顺的秀发上，轻声地问：“把一个小家伙哄睡着了，我呀还得来哄一哄另一个小家伙呢。”曹渊紧了紧自己的手臂，仿佛要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唐景柔，我不是小家伙了，我是你男人。第69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被窝里都是曹渊的气息，也都是曹渊的温度。我是你男人。曹渊的话让唐景柔藏在黑暗中的脸色都有些红了，再加上男人有力的臂弯，让他觉得呼吸似乎都有些困难了。把手穿过男人的腋下，也紧紧地抱住这个男人，脑袋靠在曹渊的胸口，静静地听着曹渊的心跳声扑通扑通。好好好，不是小家伙了，你是姐姐的小男人了。因为贴在曹渊怀里，唐景柔的声音在曹渊听起来有一些闷闷的，但是语气中软绵绵的失落却没有被掩盖过去。曹渊低头在唐景柔唇上轻轻一吻，触碰之间，唐景柔低弱管弦的轻吟一声。唐景柔觉得自己的脸烫极了，紧紧搂住曹渊的手也变得有气无力的，扭头躲过曹渊的追击，搂住曹渊的手在曹渊背后轻轻拍了拍：“轻点，姐姐，喘不过气了。”听着唐景柔有些无力的声音，曹渊稍微松开了自己的臂弯，呼吸稍微舒畅了一些。唐景柔刚准备和曹渊说一会儿话，今天才刚说出2个字，嘴又被堵上了。房间的窗帘并没有拉紧，窗外的昏暗路灯顺着这一丝细缝钻了进来，
逐渐适应黑暗的唐景柔凭着这一点点的光亮，逐渐能看清一些眼前的画面，眼波似水，目光因为微微的缺氧有些迷离。良久，两人终于分开了。安静的房间里只有两道微微的喘气声。唐景柔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要烧起来一样，蜷起丰满的身子，缩在曹渊怀里，头埋在曹渊胸口，说什么也不敢抬头了。小家伙他最近越来越凶了 ，Omega 型号。唐景柔今晚穿着简单的睡裙，因为昏暗的环境，她又躲在被窝里。曹渊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但是因为她蜷缩的姿势，让睡裙绷得有些紧，丝质的面料紧紧贴着唐景柔美妙的身体，让曹渊能感受得到怀里的女人的斑斓和温情。什么时候告诉我妈我们的事情？曹渊温声开口。装鸵鸟的唐景柔听到这话，突然抬起头，准确的在黑暗中找到曹渊清亮的眼睛。短短的一瞬，眼神触碰，又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低下头，把头埋回曹渊怀里。又是那一阵闷闷的声音，合适的时候姐姐会说的。下巴轻轻的顶在他的头顶，手掌温和的在他背上摩挲。合适的时候，唐景柔把头往曹渊的胸口顶了顶，像是要钻进他的身体里，才能缓解这种让人害羞又让人上瘾的情绪。你别问了，这件事听我的。这模样让曹渊觉得有些奇妙。唐景柔平时的冷静理智，对待别的男人那种疏离淡漠，在生气时展现出来的狠厉阴冷，都和现在怀里乖巧羞涩、妩媚撩人的女人大相庭径，但是却又很微妙的将这些特点结合成了唐景柔，属于她的唐景柔。唐景柔微微眯着眼睛，闷声闷气地说：“今天曹尚文那个视频的事情是你做的吧？你也知道了。”曹渊有些惊讶。唐景柔在曹渊手在曹渊腰间轻轻掐了一下，不轻不重，不痛不痒，却有别样的刺激感，让曹渊腰背上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现在几乎整个江南省和江城的人都知道了，估计明天就要登报了。曹渊闭上眼睛，感受着怀里的温度。曹尚文财富观过于极端，为人又阴私，而且我怀疑他对新景科技有想法。我过几天要去一趟京都，怕他再来烦我妈和你，所以还是先让他滚回江南去吧。感受着曹渊的爱抚，唐景柔微微一扭身子，抬起头看着曹渊。曹尚文对新景科技有想法？曹渊微微点头。他最近的行为，我觉得像是在试探腾渊地产和我不确定，但是让他回江南肯定没有错。唐景柔靠在曹渊怀里，曹渊的话在他听来是从胸腔穿来的，比平时浑厚很多，并且夹杂着男人的心跳声。他会回去吗？曹渊手指像是敲击键盘一样，隔着睡裙轻敲着唐景柔的皮肤。他会的。董事长在江城出现丑闻，如果他不及时回去，东方集团的股价稳不住的。感受到曹渊的自信，唐景柔也就不再关心曹尚文的事情。你要去京都？现在国内的移动网络始终是一个问题，华夏的科技想要快速发展，移动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唐景柔眼神看着曹渊，眼神里的爱意像是要流淌出来一样，其中又有欣赏，还有骄傲。这就是他的小家伙，这就是他男人。都说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但是其实不算准确，应该说是有一个伟大理想，并且为之认真努力的男人才是最有魅力的。唐景柔把双手从曹渊背后抽了回来，然后从两人之间一点一点挤出一道缝隙，捧住了他的脸颊。美丽而又成熟的魅力在黑暗中悄然绽放，初时冰凉，随后又湿热的触感从曹渊的喉结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上攀爬。唐景柔的动作像是在曹渊的心里点燃了一根引线。就在曹渊的手开始慢慢向下滑的时候，唐景柔却停止了自己的动作，灵巧的一个翻身，溜出曹渊的怀里，也同时钻出了被窝。睡裙的裙摆随着重力自然下垂，唐景柔站在床边，洁白的手臂和小腿在窗帘缝隙的那一缕昏暗光源下晃了晃曹渊的眼睛。今晚哄过另一个小家伙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说完，在床边蹲下身子，轻轻在曹渊的额头一吻。晚安，我的男人。唐景柔的突然逃离让曹渊有些错愕，语气有些不舍。唐景柔，可是那个身姿优美的女人却已经光着脚丫子逃到房门口，轻手轻脚地拉开房门，回过头对床上的曹渊露出一个美得有些迷离的笑容。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能叫我亲爱的吗？第70。就这。唐景柔总是这样，悄悄默默地撩拨曹渊，然后又羞又耸的逃逸，像是一只优雅的蝴蝶，被曹渊所吸引，在曹渊身旁围绕翻飞。但是等曹渊想要伸手的时候，又是偏偏远离。唐景柔离开后，周围似乎还萦绕着一缕一缕的幽香，香味一点一点地浸润着曹渊。慢慢进入梦乡的他，脸上不知不觉中挂起一个微笑。
这个夜晚变得格外静谧宜人。清晨，曹渊哗啦的一下拉开窗帘，虽然冬天的黎明来得比较晚，但是还是有一阵薄薄的晨灰洒进屋里。曹渊下楼的时候，母亲和唐锦柔也刚起床没多久。唐栓儿蹲在地上给糖醋投食，唐锦柔则蹲在唐栓儿身后给小丫头扎头发。下蹲的姿势让唐锦柔背后的曲线惊人的晃眼。听到了曹渊下楼的脚步声，唐锦柔回过头，先是往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确认郑淑欣还在忙着早饭以后，对着曹渊扬了扬眉毛。成熟干练的女人却对自己做出这么一个微微有些轻佻的动作，让曹渊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栋别墅里4口人加上一只猫咪模样的老虎，无比的融洽，温馨的气氛一点点驱散了屋外寒冬。3个大人各自上班。曹渊到办公室以后，就开始关注东方集团和巨龙集团现如今的舆论情况。不出所料，曹尚文3人被警察带走的视频在江南省和江城都引起了舆论热议。传统报纸媒体的介入，让这个事件很快成为江南省和江城2地街头巷尾的谈资。江南省的网友们不认识巨龙集团，都在热议曹尚文父子，而江城则更多的把讨论内容锁定在巨龙集团身上。永源大道地皮的地质问题也很快被警方披露出来，原本就处于风口浪尖的巨龙集团就更是吸引了全江城的目光。刚刚成立没多久，集合了东方集团和秦氏的财力和资源，一副来势汹汹的模样进入江城地产市场。结果什么都还没干呢，总裁深陷丑闻，旗下的地皮也被爆出地质灾害。江城近期有在关注巨龙集团的富豪们都有些懵，在秦家宴会上一副气吞如虎的模样。结果就这秦家别墅。秦元帆看着手里的报纸，然后看了一眼身边的秦永年。萧傲天比之施先生还是逊色不少啊。秦永年不认识施伟川，对于所谓当代医圣并没有直观的感受，于是出言回答说，父亲您说的施先生我不认识。从我的角度看来，眼前这种情况其实是萧傲天和曹渊的差距。秦渊听到秦永年提及曹渊，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听黄彦明说，巨龙集团原本想把这块地皮转嫁给腾渊地产。秦永年点点头，是的。听说后，曹渊认为那块地皮有可能会有地质问题，而且巨龙集团的勘探队连夜撤走，让曹渊产生了怀疑。秦渊低头思索了一会，他对曹渊的印象很好，曹渊的新景科技近期的动作他都看在眼里。华夏科技联盟，科技工业园，手里有着强势的技术领先，但是却愿意分享自己的技术，拉拢国内的科技企业、研究机构，以此促进华夏的科技进步。这非常符合秦渊这种经历过战争的老兵的胃口，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华夏的荣耀才是毕生最高的追求。秦渊靠在椅子上，手指在扶手上轻敲。永年，当初我欠下的人情，我们已经还了，我们也不在乎巨龙集团这点亏损。以后萧傲天不用再往来了，和下面的人说吧，他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事就好，不用顾忌秦家。秦永年点点头，脸上浮起微笑。好的，父亲。而巨龙集团这边，萧傲天看着办公桌上的报纸，整个人陷入暴躁的情绪。原本地下溶洞这个大坑就已经让他很困扰了，结果视频的暴露像是火上浇油一般，让巨龙集团处于风口浪尖。曹尚文昨天一接到电话，就马上带着曹兵回到江南省，让萧傲天这边先稳住，不要着急。萧傲天，稳住？怎么稳？不着急，再不急巨龙集团就真黄了。好不容易花了200万让地质勘探队的其中一位成员背锅后，总算把地下溶洞这件事从官方的视野里掩盖过去，结果视频引起的舆论反而比溶洞的事情吸引眼球的多。这些人都这么闲的吗？江南首富和巨龙集团总裁是不是被抓关你们什么事？萧傲天面色愠怒地打开办公室里的电视，想看看江城本地的新闻节目里是否也有关于巨龙集团的负面报道。结果打开电视后，新闻上妆容得体、服饰端庄的江城早间新闻栏目播音员正吐字清晰地播报着新景科技的相关新闻。我是科技企业代表，新景科技的第1代智能手机 ONE 即将上市。据新景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青年科学家曹渊披露，这将是跨越时代的产品。据悉，新景科技所组织的华夏科技联盟位于江城北郊的科技工业园项目，设计方案已经进入最后讨论阶段。然后就是一段曹渊在发布会上的各种宣言，以及曹渊的求学经历和创业后的技术成就。眼尖的萧傲天看到新闻画面下方的滚动播报里正循环播放着本市永源大道地皮因地质安全原因，近日开始正式封闭该路段，官方正与开发商巨龙集团商议探讨解决方案。砰！一声巨大的声响，萧傲天把手里的遥控器砸向电视机。明明没有直接报道巨龙集团的负面新闻，甚至滚动播放的字幕播报也只是简单的提及了溶洞的事情，
对于巨龙集团来说，应该是好消息才对，但是他就是觉得非常生气，甚至宁愿画面上都是自己被警察带走的画面，他都觉得比眼前新闻稿上满是对曹渊的夸赞要舒服很多。用科技工业园拿捏江城官方，让巨龙集团失去中央商务区的项目，报警披露地质问题，让巨龙集团死死踩到溶洞这个坑里。视频不用说，肯定是新景科技干的。环顾着办公室的环境，萧傲天陷入了沉思，眼神中带着一丝狠厉。曹渊，原本你我无冤无仇，但是现在你挡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了。第71，自己骗自己。新景科技总裁办公室里，曹渊靠在老板椅上，从眼神来看像是在放空，但是其实曹渊的意识正沉浸在脑海中的聊天群里。刚才曹渊在网上关注了一下报纸新闻以及江南省和江城两地的论坛，再通过程芷瑶询问江南省当地的熟人，确认曹尚文父子已经回到江城以后，就不再理会这些琐事。曹渊收拾了一些材料，正准备继续去研发部，突然聊天群里弹出信息：武林至尊曹总工全部成员，各位，出来收红包了！群员武林至尊曹总工发送专属红包，群员武林至尊曹总工发送。曹渊点开红包，发现是一坛酒，揭开封口，一阵宜人的酒香传来。单从坛子里传的酒味方面来判断，酒精度应该是不高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酵原料的原因，香味异常浓烈。曹渊把酒收回戒指，重新把意识投入聊天群。清源仙尊曹校长，酒不错呀。曹总工怎么突然发红包了？禁咒法神曹阿宅，这酒不会就是玉琼吧？玉琼，曹渊记得玉琼酒是《清平剑侠录》里第一女主华莹莹家传的酿酒技艺。《清平剑侠录》这本书很有意思，有着许许多多好像和高武武侠完全不相关的职业设定，比如仿匠，就是专门为书中的武人们缝制拥有特殊防御功能衣物的职业；器师，是为武人们制造武器和许多奇怪工具的职业。这些形形色色的职业虽然武力或许不高，但是在整个武林非常受尊重。每个特殊职业者人的周边都由附近门派轮流派人保护，而书里的第一女主华莹莹就是一位酒姬，不是勾栏里陪酒的那种，在书里叫酒士，被称为酒姬，是因为《清平剑侠录》中所有拥有特殊功效的武林酒都是由女子酿制的，是以酿制武林酒的女性称之为酒姬。书里的主角曹渊，曹总工因为一次重伤，专程寻找第一女主华莹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钱财宝物购置交换一些玉琼酒。玉琼酒是《清平剑侠录》里的天下第一佳酿，味道柔美，芳香醇厚，而且可以凭借着酿酒所用到的奇特的配方和特殊的泉水，快速治愈身体的伤势，并且增进修为，就算是普通人喝了也能滋补身体，几乎百病不侵。曹渊，曹总工就是在这一次的接触中和华莹莹产生交集，从互看不顺眼到后来一起踏上冒险的旅程，最终被华莹莹治愈了内心因为青梅竹马的去世而产生的伤痕，走到了一起。所以曹总工这是遇上女主角华莹莹了。江城大少曹博士武林至尊曹总工，曹总工，你这是遇上女主角了。玄宇天骄曹景都，曹总工，你不会又娶亲了吧？武林至尊曹总工，哈哈哈，我和莹莹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曹渊甚至能想象到曹总工现在得意的样子，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唐景柔，心里也不禁有些高兴起来。铁血领主曹将军，末日仁医曹主任曹将军息怒。铁血领主曹将军武林至尊曹总工，你对得起你青梅竹马吗？你觉得这样好吗？这不好，你知道吗？男人就是要以事业为重，就算是男女之情，应该也是从一而终的。正义之士曹将军开始了自己的义正辞严。武林至尊曹总工，可是就是力挽之事并且同意我追求莹莹的。说起来，追求莹莹，曹少爷可帮了我大忙。莹莹对高度白酒可感兴趣了。曹渊原来向我要蒸馏器就是这个原因。铁血领主曹将军，曹少爷你也。江城大少曹博士，曹将军我真不知道。铁血领主曹将军，不用说，曹少爷你的为人我信得过，我相信你。唉，可惜其余群友堕落，岂可如此？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随着曹将军絮絮叨叨的消息，曹渊眼前似乎突然出现一个画面，满是辐射尘的苍凉世界，一个身着军装的青年站在玻璃窗内远眺，身姿挺拔，容貌和曹渊一样俊朗，但是稍显黝黑，望着远方，目光明明没有聚焦，但是却透露出一些羡慕，又有一些自哀。而且曹渊耳边却好像还隐隐有呜呜呜的哭声断断续续的传来。曹渊赶紧摇摇头，把画面甩出脑海，注意力又放回群里。
禁咒法神曹阿宅清元仙尊曹校长。曹老师，你看人家曹总攻都取第2个了，你怎么还没拿下云静秋？清元仙尊曹校长，不急，不急，好事多磨嘛。大培育师曹指挥，真没用，真没用加1。曹渊有些好笑的看着曹老师的话，这让他有一种特别的冲动，想要揭发曹老师。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你就老实说了吧，究竟你和云静秋有什么进展了？玄宇天骄曹景都，什么意思啊？清源山无极峰上的小院子里，桃树下打坐的道袍青年瞪大了眼睛。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少爷，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禁咒法神曹阿宅，曹少爷一说，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但是又想不出是哪里不对。江城大少曹博士，凝神丹。曹渊的话让群里沉寂了好一会，然后像是炸开了锅似的，消息跳动了起来。大培育师曹指挥，卧槽！曹老师，你特么过目不忘跟我们是说，你记不住自己干了什么？武林至尊曹总攻，让兄弟们想办法帮你追云静秋，然后你自己却隐瞒进度条。禁咒法神曹阿宅，曹老师，你是真的狗啊！这种感觉很有意思，就像是同寝室的兄弟偷偷谈恋爱了，没告诉大家，被你发现以后，你就一定会和别的室友说，没别的原因，问就是关心室友的情感生活。群里的对曹老师的批判还在继续。清源仙尊曹校长，那个好吧，我说实话，上次我牵了师尊的手，师尊先是脸红，然后有些羞愤的把我打晕了。曹渊也有些意外，居然只是牵手，真没用。和唐景柔之间的情感升华，让曹渊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需要有条理，但是感情不需要。铁血领主曹将军，哈，兀那贼子，你没想到我们曹少爷早已经识破你的谎言了吧？大家都是曹渊，你自己骗自己有意思。果然，恋爱就是会让人变坏的东西。江城大少曹博士，曹少爷，果然只有我们这种事业型的男人才能守住智商高地。曹渊有点心虚，曹将军，对不起，算了，自己骗自己没必要。曹渊安抚了一下自己的心虚，在群里发出消息：江城大少曹博士，那个曹将军，我最近也恋爱了。第72，凭什么这么委屈曹少爷？曹渊的话让群里再次停顿一瞬，然后整个聊天框就是扑面而来的问号。铁血领主曹将军 Sigma， 玄宇天骄曹景都，卧槽卧槽，曹少爷居然是群里第2个脱单的。禁咒法神曹阿宅，曹少爷你对方是唐景柔吗？反正已经承认了，曹渊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而且一想到自己的唐景柔，心里还不由得有点小骄傲。江城大少曹博士，是的。禁咒法神曹阿宅，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曹少爷对唐景柔有非分之想，好吧？江城大少曹博士，嗨嗨，注意用词，我们那是两情相悦。清源仙尊曹校长，哦，曹少爷藏得够深啊，什么时候开始追求唐景柔的？居然连成功了都没和我们提起过。江城大少曹博士，就是因为曹老师你直言自己喜欢上云静秋以后，让我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有了明确的思考。末日仁医曹主任，所以曹少爷的意思是就这么短时间就成功了？曹主任的话让曹渊忍不住沉思了一小会，真的是短时间吗？不过所幸结果是好的，曹渊没有再去深究这个问题。江城大少曹博士，主要他也喜欢我。清源仙尊曹校长，不知道为什么听了曹少爷的话，我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很没用。桃树下的道袍青年脸上的表情都快皱了起来。从求仙的世界观来看比较不好形容，但是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过去的话，会比较熟悉了。这表情就像是吃了柠檬的那种皱巴。大培育师曹指挥，所以现在压力来到了曹老师这边，对吗？武林至尊曹总攻，这个曹老师就是训了。群友们热烈积极地参与讨论曹渊的恋情，大家都没有想到，群友里第2个脱单的，居然是曹渊。毕竟他是群里看起来最不在乎女私情的那个。热烈的讨论中，大家逐渐发觉不对劲。禁咒法神曹阿宅，我怎么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人？清源仙尊曹校长，对了，曹将军呢？铁血领主曹将军，现在是不是有种我军中出了一个叛徒的感觉？星号，曹老师的话像是打开了开关一样，大家都纷纷曹将军出来发表感想。毕竟让人觉得快乐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肯定是其中比较突出一种。曹渊也不由得想起曹将军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就还挺惭愧的。铁血领主曹将军，曹少爷祝你幸福。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曹将军，铁血领主曹将军，你不用说的，我懂。你懂了什么啊？铁血领主曹将军，结婚生子毕竟是人生大事，平常心对待就好。
虽然一排感叹号能让群友们感受到曹将军的内心其实不平静，但是他言语中的反常的表现，让曹老师和曹总工都激动地抗议了起来。清源仙尊曹校长，凭什么我追求师尊就是曹贼？曹少爷追求唐景柔就是人生大事，平常心对待啊！武林至尊曹总工就是曹将军，你这区别对待，我不服啊！我和力婉、莹莹也都是真爱啊！好家伙，曹将军，你这算是双标了呀！就是，曹将军，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一座钢铁堡垒内，一个灰暗的小房间里，一个一身戎装、眉目坚毅的青年，瘫坐在自己的小床上，表情有些悲怆。其实群友们脱单，甚至结婚生子，他也是非常想要送上祝福的，但是极度使人面目全非。谁不想要甜甜的恋爱和温香软玉呢？可是，青年当下环顾了四周一眼，桌上的个人电脑和快乐水，柜子里的食物，再想起基地里还有许多战前才有的物资，我还是相信曹少爷是好人。铁血领主曹将军，曹少爷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生孩子都算为世界做出杰出贡献，而且曹少爷身处现代社会，一夫一妻，法制完善，何况人家郎才女貌的正常恋爱关系罢了，和你们这些见色起意的曹贼可不同。清源仙尊曹校长，我不服，我也是纯纯的恋爱。武林至尊曹总工，说起来，一夫一妻的话，是不是说明曹少爷到时候和唐景柔结婚了，还能再找个老公？曹渊，好家伙，群友们为什么在这些方面的思维如此发散？禁咒法神曹阿宅，曹总工，你凭什么要这么委屈我们曹少爷？让唐景柔再找一个老婆，岂不美哉？大培育师曹指挥，阿宅，你他娘，还真是个人才。玄宇天骄曹景都，惹不起加一。继续在群里聊了一会，放松了一下，曹渊就退出聊天群，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接下来几天，唐景柔经常夜里偷摸跑到曹渊的房间，厮磨上一小会，然后又轻巧的跑路。曹渊是一个喜欢光明正大的人，但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刺激居然意外的令人沉迷。与此同时，上次参加新景科技4G 计划的通讯企业都陆陆续续的发来邮件，新的研发团队筹备工作都已经初步准备就绪，曹渊这边也基本准备的差不多了。通知程芷瑶给自己预订机票和酒店，因为新景科技的原因，给江城这座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相关行业从业者来往于江城市区和北郊之间，稍显匆忙却也充满希冀。迈巴赫平稳地穿行在暮色中，曹渊正在详细比照实验室的实验数据和自己手里的资料数据。突然，为了不打扰曹渊，一直安静开车的罗斯峰有些凝重地出声：“老板，好像有些不对劲。”曹渊有些疑惑地抬起头，透过隐私玻璃看了看窗外。这个路段是曹渊回家的最后一段路，曹渊的住处周边基本都是江城本地的富豪大亨，所以这段路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空旷的。而通过窗户往外看，只有几辆车在路上正常行驶。曹渊一个搞科研的，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出言问罗斯峰有什么问题吗？罗斯峰时不时观察后视镜和左右反光镜，曹渊能从后视镜看到他的眼神警觉且锋利，周围这几辆车的动作似乎想要逼停我们。第73，这里可是华夏呀！逼停？罗斯峰的话让曹渊有些疑惑，再次把目光放到车窗外，和自己同向行驶的几辆车，仔细观察了一下，曹渊才发觉出不对劲。因为曹渊上下班都会看文件和资料的原因，罗斯峰为了更平稳，车速其实是不快的。这几辆车按理来说应该可以直接超车才对，但是却一直控制着速度，保持着和迈巴赫的车距，而且似乎有向自己的车靠拢的迹象，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害怕。曹渊一身群友投送的安全保障物品，身边还有一个暗劲高手罗斯峰保护，根本不用害怕什么危险，除非对方饱和式火力覆盖。但是这里可是华夏啊！曹渊做了个把资料收进公文包的动作，在罗斯峰看不到的角度，反手把资料都收回戒指里，然后平静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曹渊倒是更好奇，对方会是什么人，自己是什么身份？新景科技总裁，科学院合作伙伴，官方关注的青年科学家，江城一把手的外甥，腾渊地产老板的公子。但是现在居然有人敢在江城向自己出手，是为了自己手里的技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几辆车子还是保持了速度行驶，在离家还有2-3公里的位置，几辆车向迈巴赫越靠越近。迈巴赫靠右行驶，前后以及左边各有一辆车把迈巴赫围住，然后前车减速，迈巴赫被逼停在护栏边上。罗斯峰停下车以后，立刻就解开安全带，脱下最近刚配上的工作西装，内衬的衬衫很合身，这也导致了完全没办法掩盖他上身显得有些悍勇的身形。阿峰，
别着急，看看他们想干什么。曹渊平静的声音从后座传来。罗斯峰回头看了一眼曹渊，见他半倚在座椅上，迈巴赫良好的轴距让曹渊毫无阻碍地架着二郎腿，眼神淡定地看着车外。前面和左边的车子下来几个人围住迈巴赫，后方的车子从副驾驶下来一个人，走到迈巴赫后座，轻轻敲了敲车窗。曹渊降下车窗，打量了这人一会儿，约莫3540岁的样子，军绿色的大衣，头发梳成油头，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不像是会做出带人拦车这种行为的人，但是眼神中难以掩饰的一分匪气，却和他的着装打扮不太协调。斯文汉子对曹渊微笑了一下：“曹公子，有人请你见一面，还请给个面子。”没有威胁的语气，但是强硬的态度毫不掩饰。曹渊没有回应对方的话。阿峰，跟他们走一趟。按照原书里对于暗境的描述，就对方这几车人，只要没有枪，甚至不能够让罗斯峰流汗。但是曹渊倒是有些好奇，有谁敢在江城用这种方式请自己？萧傲天那种没有脑子的莽夫倒是有可能，但是按理来说他应该没有这种手下。巨龙集团那些职员都是来上班赚钱的，但凡认识自己，就不可能为了一点钱就敢用这种方式找自己。而且这斯文汉子的模样，倒是更像是地下势力的样子。曾庆，还是那个帮主角打理地下势力的女主于醉兰。看着斯文汉子的模样，倒是比较像书里说的于醉兰身边的左膀右臂江宏斌。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走一趟，了解清楚再说。曹渊自己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罗斯峰的身手就算对方有枪想跑也没问题，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安全方面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这次曹渊必须得弄清楚对方是谁，因为近期曹渊就要去京都了，对方都敢用这种方式找曹渊了，要是因为曹渊不在，找上了郑书欣或者唐锦柔唐双，那是曹渊不能接受的。升起车窗后，罗斯峰有些不解地看着曹渊：“老板，我观察过了，对方身上没有枪支，我可以快速解决他们。没事，跟上就行。”罗斯峰看曹渊语气肯定，只能强忍着疑惑，轻踩油门，跟上对方的车子。涉及到母亲和唐锦柔母女的安全问题，让曹渊来时谨慎起来，打量了罗斯峰一会，然后出声询问：“阿峰，你有没有师兄弟？”罗斯峰愣了一下：“有一个师兄，如果让你师兄来江城工作，你师兄愿意吗？”“我师兄在贵省有些家业，应该不会来。不过我有个表哥，人很老实，身手和我差不多，可以吗？”罗斯峰有些希冀地看着曹渊。之前程芷瑶托人招司机兼保镖的时候，其实首先是找到猪脚饭的，但是猪脚饭因为知道他需要钱，却把机会让给了他。他一直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听到罗斯峰说表哥，曹渊知道他说的是猪脚饭，点点头：“可以，你晚上下班后联系你表哥，尽快来江城。”然后目光扫视着围着迈巴赫的几辆车子，继续说：“待会如果对方动枪的话，你不用管我，直接管自己跑。”罗斯峰，这老板怎么这么虎？有事让保镖先跑，不是应该你先跑我殿后吗？罗斯峰忍不住出声：“老板。”曹渊笑了笑：“不用担心，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的。”正在开车的罗斯峰面色还是有些犹豫，最终还是曹渊威胁他，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却不跑的话，回来就开除他。这才让他不再言语，闷闷开车。不多时，几辆车子围着迈巴赫，像是一个车队一样行驶进一个叫夜色的会所。曹渊看着会所的霓虹灯，夜色会所和夜域酒吧同属于一个人，就是书中那个地下势力女主龙皇会大姐于醉兰。龙皇会和虎沙帮在书里是江城两大地下势力，龙皇会一直稍强于虎沙帮，但是拿对方也没办法，最终还是在主角萧傲天的帮助下吞掉虎沙帮的地盘，一举统治江城的地下势力。而在这个过程中，龙皇会首领于醉兰也和萧傲天擦出火花，最终愿意无名无分跟着萧傲天，成为萧傲天背后的女人，为他打理江城的地下生意。曹渊有些好笑，龙皇会首领却是一个女人，好像专门等着龙王萧傲天似的。至于于醉兰这女主怎么说呢？站在曹渊的角度来说，可怜可悲却也可恨吧。曹渊从容地打开车门下车，罗斯峰下车后紧紧地跟在曹渊身边，盯着周围下车那群人的一举一动，把公文包递给罗斯峰。曹渊跟着斯文汉子走进会所的大门，揽起迎面来，大略扫视了一眼。虽然装饰风格在曹渊看来比较土气，但是肉眼可见的豪华与奢靡。收回视线，整理了一下领子，静静地随着斯文汉子走到电梯口。呵，龙皇会地下势力，这种下水道的老鼠也想要在这江城起舞吗？第74，于醉兰。
曹渊和罗斯峰跟着斯文汉子乘电梯到夜色会所的顶楼。电梯打开后，可以发现整个顶楼就是一个巨大的包厢，装修比外面更加辉煌奢华。曹渊没来过会所这种地方，但是看这模样，也能猜测到这个包厢应该是不对外开放的。包厢外围站着一群猛男，曹渊倒是发现一个熟人，上次在夜色酒吧处理那几个交通信号灯兄弟的健壮汉子也在。房间中心的沙发上坐着3个人，萧傲天、韩子峰以及一个女人，大抵就是龙皇会的余罪兰了。萧傲天、韩子峰还真和龙王这莽夫有关，都已经提前成为巨龙总裁了，怎么又来混社会了？还有韩子峰居然还有脸待在江城。3人的身后还站着2个人，对于这2个人，曹渊倒是没有多想，但是这2人和萧傲天却引起了罗斯峰的注意。他是暗境武者，对于人的气息相对敏感，他从这3个人身上似乎感受到有种硝烟的气息。罗斯峰紧了紧手里的公文包，身体变得有些紧绷，牢牢跟在曹渊身后，目光紧紧盯着萧傲天和沙发后面站着的2个人。曹渊进门后，萧傲天和韩子峰的目光直直看向曹渊。萧傲天今天倒是一脸微笑，韩子峰的眼神却能看出一些不忿，没有理会这2道目光。曹渊大致审视了一下余罪兰，其实单纯从五官长相上来说，余罪兰这位女主比之徐雨晴、程芷瑶要逊色一筹，脸上的妆容明显很厚，黑色的紧身衣皮衣突出了身材的饱满，但是身材明显能看得出常年锻炼，饱满却不显得累赘。手上戴着一副真丝手套，长发披肩，却因为冷厉的眼神显得一点也不温和，整体看起来还算是一个成熟美艳的女人，但是狼一般气质让她显得有些独特。曹渊径直走到3人的对面的沙发，伸手轻抚西装坐下，平静地看着余罪兰。这位应该就是余小姐吧？不知道请我到这来，有何贵干？余罪兰第一次见曹渊，曹渊的淡定和从容确实让他有些意外。对于这次的行为，他虽面色冷酷平静，但是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龙皇会说到底也就是个地下势力，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去请本事一把手的外甥，其实就连他自己也觉得魔幻。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病，一线生机和必死无疑，他也没得选择了。不过曹渊的身份还是让余罪兰有很大的压力，尽量扯出一个笑容。曹少爷你好，这次是萧先生找曹少爷有事商议，所以托付我们把曹少爷请到我这，百忙之中打扰，还请曹少爷见谅了。受人之托。曹渊轻笑一声，看着余罪兰。余罪兰这个女主，都市之至尊战神里有表述过，她原本是龙皇会前任老大钱启龙的情妇。不过钱启龙这人在某些事情的癖好有些变态，在一次2人交流几个亿的项目时，甲方钱启龙因为变态的癖好，不顾施工安全规范准则，在施工期间进行了大量违规操作，让乙方余罪兰忍无可忍，于是在施工进行的过程中了结了钱启龙，之后靠着过人的姿色和手腕，让钱启龙手下的智囊江宏斌成为他的舔狗。2人一番谋划过后，全面控制了龙皇会。可惜这女人前半生或许生来就是命苦，后来一次检查中发现自己得了绝症。曹老师和曹将军着重介绍过，在这类战神龙王小说中，主角诊断病症，别说详细的检查了，就是基本的望闻问切这4个字，都仅仅只需要一个望字足矣。萧傲天出自当代医圣施伟川门下，那自然是不能输给其他小说里的龙王了。他在第一次见到余罪兰的时候，就直言了余罪兰得了一种叫茱萸丹的疾病，并且表示自己有办法治愈对方。事实上就是这么不符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却焕发了余罪兰的求生意志，愿意付出高额的诊金，希望萧傲天能够出手救治。最后萧傲天多次施展鬼门13针，治愈了余罪兰。因为治疗环境香艳，也让2人产生感情，最终余罪兰完全爱上萧傲天。从此龙皇会从首领开始，一切都属于龙王。曹渊听了余罪兰的话，然后目光跳过他和韩子峰，直接看着保持着微笑的萧傲天，呵了一声，像是有些好笑似的摇摇头。这个动作让萧傲天愣了一下，想起曹渊曾经对他的讽刺，让他有些怀疑的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着装。自从成为巨龙集团的总裁以后，他现在也都是西装革履了，没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于是维持了笑容说：曹总，你这是？环视了周围的猛男们一眼，曹渊平淡地说：巨龙集团的业务之广泛，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曹渊把身子往后一靠，目光回到眼前3人身上，尤其是仔细端详了一会余罪兰。紧身的皮衣把拉链锁到最高，除了妆容很厚的脸部没有露出一块皮肤，显然是病症已经比较严重了。书里为了侧面凸显萧傲天的医术，对这个茱萸丹神神叨叨地描述了很多。
曹渊不懂医学，在群里问过曹主任才知道，其实就是红斑狼疮。曹主任根据书里描述的症状，推测应该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也让曹渊再一次对施伟川和萧傲天师徒两所展现出来的智商和价值观表示疑惑。你们师徒连红斑狼疮都能不用药就治愈，去悬壶济世，去得诺奖受世人敬仰不好吗？这不比你们去折腾什么杀手组织、佣兵组织，回国后当保安混黑 S 会来的有出息。一开始的时候虽然觉得极其扯淡，但是曹渊对于两人的医术还是很有兴趣。但是后来越思考，兴趣越发就淡了。以这师徒两人表现出来的短视性格，估计宁愿把这些医术带到棺材里，也不会流传出去。曹曰：这师徒两人哪里像是学医的？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要生辰。这是曹渊在原世界的时候，因为父母去世的打击，神经衰弱，被推荐去一个老中医诊所时候，在诊所门口看到的对联。或许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因为生活的困顿或者利益的诱惑而变坏，但是曹渊相信大部分医者一定是抱着这副对联所描述的那种追求而去从事这件伟大的事情的。医圣，医圣传人，非富非贵不治，非姿色出众不治，只是两个医术或许了得，却极其小家子气的江湖野郎中罢了。心无悲悯，也敢称圣。随后目光再次转向萧傲天，曹渊语气疏远：说说你的目的吧，萧先生。第75几步路白走了。曹渊淡然疏远的口气让韩子峰不爽的皱起眉头，但是萧傲天倒是没有在意，还是笑着说：曹总，你我之间之前有诸多误会，这次请你来呢，是希望我们冰释前嫌。曹渊没有回答萧傲天的话说，而是注视着萧傲天，等着他的下文。最近经常见曹尚文，萧傲天别的没学会，养气功夫倒是学到一些皮毛。曹渊冷淡的态度他也不觉得尴尬，挥了挥手让身后的其中一个人拿出一支洋酒，继续出声说：所以今天我做东借用了于小姐的地方，现在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新景科技前途无限，我们巨龙集团当然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合作。萧傲天脸上挂着笑容，但是心底的一丝凶狠只有他自己知道。巨龙集团最近形势很不好，毕竟是新成立的公司，即使有东方集团和秦家的支持，短时间内也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而且秦家旗下的那些商户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接受和巨龙集团合作了。萧傲天去找过秦永年，秦永年只回复了一句话：秦家和商户之间也只是合作关系，秦家没理由逼着人家去做选择。很直白，也很浅显。萧傲天知道秦家已经放弃对巨龙集团的支持了，这让萧傲天很恼怒。他认为这次只不过让曹渊祸害了而已，但是他也没办法去指责对方忘恩负义，毕竟之前秦氏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资源，人情已经用完了。萧傲天第一次自己亲自管理一个公司，所以萧傲天频繁地和打理龙神殿资产的经理人联系。几位经理人对于巨集团的困境给出的答案都是让萧傲天暂时保持低调，等被捕的风波过去，并且积极地处理溶洞的问题。有气撒不出的憋闷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排解，于是选择去夜域酒吧喝闷酒，结果遇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和龙皇会手下起了冲突的韩子峰。虽然韩子峰不是继承人，但是韩家大少爷的身份还是让萧傲天有些念想，于是凭借自己出色的身手出手救下韩子峰。或许因为韩子峰也算曹渊受害者，忍不住有些同病相怜，就多诉了几句苦，把自己近期遭遇一股脑的和韩子峰说了出来。韩子峰的问他为什么不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接着韩子峰把自己在京都下药拍下别人不雅视频的事情和萧傲天说了一遍。恰巧这时候因为手下被打，赶来夜域酒吧的余醉兰也找上了两人。余醉兰虽然不是厨子，但是身上那股特殊的气质也很吸引萧傲天，而且萧傲天一眼看破了来找麻烦的余醉兰身上的病情，再结合韩子峰的话，这倒是给了萧傲天一个新思路。特么的，你曹渊能曝光老子凭啥就不是曝光你？龙王就算再是不善经营，通过这些天来的了解和龙神殿手下的分析，他也知道他在国内的现有资源通过正规的手段是没有办法对付曹渊的。现在正好余醉兰有病症有势力，而他萧傲天有医术，并且需要势力，而且相比巨龙集团习惯了龙神殿的萧傲天觉得还是眼前余醉兰的龙皇会或许更适合他一些。地下势力吗？这个他可太熟了。于是他对余醉兰提出可以给他治疗茱萸丹，但是需要他为自己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把曹渊带到现在的夜色会所，并且让余醉兰安排了许多人手在周边以示威慑。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特制的催情药物，加在酒里
自己提前吃了解药。只要曹渊一喝下这杯酒，那明天开始，江城最大的新闻就是新景科技总裁曹渊的不雅视频。萧傲天挂着类似曹尚文的笑容，打开洋酒，先是倒上一杯放到曹渊面前，然后给自己倒上一杯，对曹渊做了一个敬酒的动作。曹总，一笑泯恩仇如何？曹渊静静看着萧傲天的动作，在常人看来，曹渊是属于高智商的科研人才，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科研人才的高智商是建立在理性到极致的数据之上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弯弯绕绕的人情世故有，大多反而还不如普通人。所以曹渊还真猜不出萧傲天这么做的目的，但是他知道今天的萧傲天很反常，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带到夜色，但是说的却一直说着不着调的话，似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曹渊喝这一杯酒。根据萧傲天在溶洞事件表现出的担当来看，龙王可不像有这种气度的人，那这杯酒大概率是有问题的了，只不过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罢了。我是从事技术工作的，一般不饮酒，所以酒就不喝了。另外，萧先生多虑了，我们之间本就没什么瓜葛，更没有什么恩仇或误会。曹渊淡漠的出声说了一句，然后站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准备告辞。无关紧要的事情，想不通就不想了。反正曹渊今天来到这的目的只是看看对方是谁而已。既然知道了是眼前这些人，曹渊倒是放下心来。一开始曹渊其实只是担心有境外势力觊觎新景科技的技术，如果那样的话，反而问题才会比较复杂。至于眼前这几位，呵呵，自己去京都以后，让罗斯峰、猪脚饭分别暗中保护郑书欣和唐景柔。双儿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大多时候应该会和唐景柔在一起，平时让王向荣也多注意双儿就好。曹渊干脆利落的转身。萧傲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今天装了半天的孙子，曹渊会是这样的反应。这人怎么一点不讲人情世故的？而且在别人的地盘上，周边全是猛男，就带了一个保镖，曹渊一点都不怕吗？曹总，这点面子也不给吗？脸上的笑容终于保持不住了，声音也有些阴沉了下来。曹渊回过头，用一副看弱智的眼神看着萧傲天。萧先生脸皮倒是出人意料的厚啊，用这种方式把我请来，现在居然有脸提面子。摇摇头，对一旁的罗斯峰示意了一下，就迈开步子准备往外走。熟悉的嘲弄口气终于让萧傲天近期心中的憋闷爆发了。回国后遇到曹渊开始，他一直诸事不顺，可是每次仔细一想，却感觉好像又怪不到曹渊头上。直到新雪巨龙集团被曹渊一个科技工业园项目、一个报警电话以及一个视频就差不多要黄了的时候，他才真正把曹渊当成敌人。明镜巅峰的实力让萧傲天的身体状态良好，各种人体激素处于一个峰值，性格一直宛如少年。曹渊一次又一次的鄙视和无视，终于在这次计划失败，成了引燃龙王怒火的导火索。曹渊，你站住！萧傲天喝了一声，几个跨步，矫健的越过沙发前的酒案，准备拦住曹渊。先礼后兵，软的既然没用，那么今天就算灌，也得把这杯酒给曹渊灌下去。结果，萧傲天人还没靠近曹渊，一直注意力很集中的罗斯峰回过身，抬腿就是一脚侧蹬，砰的一声，龙王刚才那几步路白走了，比来时更快的飞回沙发上。曹渊听到声响，回头看去时，只看到了萧傲天口鼻流血，瘫倒在被撞得翻白眼的韩子峰怀里。第76撞拳罗西粉。萧傲天被踢飞回来时，巨大的冲击力让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韩子峰整个人差点昏迷过去。曹渊有些意外，萧傲天居然想动手，瞥了一眼桌上的那杯酒，看来这酒问题不小啊。而另一边的余罪兰整个人都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看了一眼萧傲天口鼻流血的惨状，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这特么就是你说的只要把曹渊带来，请他喝杯酒，用这种方式请曹渊来，都已经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要不是为了命，看到曹渊这种身份的人，他们龙皇会都躲得远远的。结果萧傲天居然敢向曹渊动手，幸好曹渊的保镖看起来很厉害，否则要是曹渊真有个三长两短，那老娘还要你这个锤子的病，等病治好了再去吃花生米吗？包厢里的场面好像一下子陷入了静止，外围的一圈猛男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江宏斌马上带着几个人上前把余罪兰护在中间，可是余罪兰马上挥手，几个猛男让出一条道。余罪兰神色有些紧张的走到曹渊面前，曹少爷，你没事吧？余罪兰心里很清楚，让人把曹渊请过来已经是他能做的极限了。曹渊要是真在夜色出了事，那这病治不治也没区别，反正都是个死。看了余罪兰一眼，曹渊微微摇摇头。余罪兰还想说话的时候，萧傲天喉咙呜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捂住胸口咳嗽起来。
一开始站在沙发后的其中一人马上扶住他，刚才给萧傲天递酒的那个脸色变得有些凶狠。你找死！单手一撑，跳过沙发，向罗斯峰冲了过来，带着拳风的一拳挥向罗斯峰。罗斯峰淡定地把手里的公文包往刚才曹渊坐的沙发上一丢，同时侧头躲过拳头，微微屈膝，身体一矮，把对方的手臂架在肩上，左手锁住对方的手臂，右手格挡对方另一只手的挥拳，然后手腕一转，再次扣住对方的手，趁这个对方中门大开的时候，一记凶狠的提膝撞在对方的胸口，又是砰的一声闷响。因为手臂被罗斯峰锁着，拿酒小弟像是被人从背后用威亚将他整个人弓着腰提起来，又摔回地面，就像是一个破布袋一样瘫在地上，胸口甚至都能看出有些凹陷。周围的一圈猛男看着这一幕，都有些头皮发麻，目光都有些惊愕地看着罗斯峰，有几个还忍不住低语了起来。曹少爷这保镖哪里找的？有点猛啊，确实有点离谱了。这些猛男都是龙皇会的打手，都是一身肌肉，平时打架斗殴最是擅长，所以他们很清楚罗斯峰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有点违反常识了，因为他们知道把一个体格强壮的人向上踢飞所需要的力量，而且这仅仅是一个提膝，而一旁的江宏斌却因为罗斯峰表现出来的武力，神色显得不太自然，然后隐隐向余罪兰靠近，像是要把他护在身后，目光谨慎地看着曹渊。无论是口鼻流血的萧傲天，还是胸口有些凹陷的拿酒小弟，两世为人的曹渊都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种画面，亲眼见到这样的情形，让曹渊不是很适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到罗斯峰身上。虽然罗斯峰已经跟了他一段时间，但是这还是曹渊第一次见到古武者出手。罗斯峰展现出来的力量确实超出了曹渊对于人体的认知。刚才一脚踢飞萧傲天，提膝顶飞拿酒小弟，身体爆发出来的力量，如果是那种重量级拳王的体格，曹渊倒是觉得能够理解。但是罗斯峰的身材虽然看起来矫健悍勇，不过却是比较标准的钢条人身材，更像是那种7075公斤级的格斗运动员的身形，却爆发出了这个体格不应该有的力量，让曹渊越发对劲力有了些兴趣。那萧傲天未来会有多强？想到这，曹渊扭头看向萧傲天，却发现扶着萧傲天的另一个人伸手摸向怀里，看动作明显像是掏枪。阿峰，小心！曹渊出声提醒。罗斯峰这时候也抬起头，看到那人的动作，眼神更加凌冽，脚下发力。萧傲天靠在沙发上，刚才那一脚让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窒息感，刚缓过劲来，结果就看到曹渊的保镖整个人像是一阵风一样出现在自己和手下眼前，在手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手按在手下准备掏枪的手肘上，然后对着手下的手臂就是一拳。啊！凄厉的哀嚎声让房间里其他猛男都缩了缩脖子。萧傲天他刚才离得最近，甚至清楚地听到了咔嚓的一声，身边的手下右手小臂不自然的90度弯折，没有表面伤口，没有鲜血，手骨诡异的弯折，在哀嚎声中，这一幕即使是这些地下势力的打手以及龙皇会的首领余罪兰看着都有些觉得汗毛直立。惨叫声中，一把手枪也从那人怀里掉落出来，因为房间里铺了地毯，手枪的落地的声音并不大。萧傲天整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就地一个翻滚，伸手捡起地下的手枪。他现在充满了危机感，一直对自己实力极其自信的他，突然遇上这么一个让他毫无还手余地的高手，让他有些恐慌。现在只有枪械能给他一些安全感。翻身跳到沙发后面，手里持枪对准罗斯峰。你是谁？萧傲天的声音有些嘶哑，他知道对方肯定是古武者，否则不可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把自己和2个暹罗调来的手下击倒。看着2个手下的惨状，萧傲天目光中充满怒火。华夏对于非法入境历来严格，更别说还是雇佣兵的身份。这2个龙神殿手下是龙神殿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用正规途径送进华夏的。萧傲天有信心在治疗的过程中拿下余罪兰，所以提前调遣了2个手下准备未来接手龙皇会。结果出师未捷，别说接手龙皇会了，眼前这2个手下的情况就算治好伤估计也废了。这让他对罗斯峰这个意外因素很是恼怒。萧傲天举枪的动作让罗斯峰后退一步，挡在枪口和曹渊之间，然后淡定地回到萧傲天的话：撞拳，罗西粉。第77每一个原子都是对不起他。原本包厢里的场面因为萧傲天持枪的原因还有些严肃，但是罗斯峰一旦放松自己对语言的注意力，蹦出来的口音让这个画面变得有些滑稽。周围的猛男们其中有些笑点比较低的已经扭头耸肩了。余罪兰看向罗斯峰的眼神也是不尴不尬的。这高手似乎……萧傲天原本充满怒气的目光也因为罗斯峰的语气迟滞了一下，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怒火。谁会取名字叫螺蛳粉的？你耍我！曹渊有些哭笑不得，这场合说扣工资也实在不太合适。还有阿峰，不是说好了对方一动枪你就跑吗？无奈的从罗斯峰身后站出身子，吸引了萧傲天的注意力，一点不在意对方的枪口，面色冷静的看着萧傲天，眼神中甚至带着一些同情。曹渊直视着萧傲天，萧先生，在华夏境内非法持枪，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萧傲天脸上还有一些血迹，双眼充满血丝，没有回答曹渊的话，目光死死盯着曹渊。视频的事情是你做的吧？曹渊点点头，当然。为什么？有些好笑的看着萧傲天，萧先生，你难道忘记了？先是你们巨龙集团想把永元大道的坑甩到我们腾渊地产头上的吧？难道只许你们做初一，不许我做15？说真的，曹渊是真的没想到今天的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些小说主角真是有够好笑的，只要不顺他心意，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是对不起他的。萧傲天脸色通红，既像是解释，又像是争辩，那都是你那老子的主意，你牵连巨龙集团做什么？曹渊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那萧先生不是应该去找你的合作伙伴吗？毕竟巨龙集团也有他的一份吧。曹渊的话让萧傲天不轻不重地卡了一下壳。其实原本萧傲天还真做不出这种事情，只是近期一连串的事情，郁闷的情绪一直淤积在心里。追徐雨晴，对方不理会他，想要认识程芷瑶和唐景柔，人家当他是空气。秦家宴会上，季轩然也只是出于礼貌和他打个招呼。好不容易成立了巨龙集团，先是 CBD 项目没拿下来，然后就是地皮勘探出有溶洞，接着曹尚文出的馊主意导致溶洞这个锅背的严严实实的，紧接着被捕的视频曝光，让巨龙集团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其他事情还好，但是巨龙集团的事情确实让他很重视，只要自己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出现在江城的上流社会，凭借着手里的医术，很快就能拉起庞大的人脉关系。结果巨龙集团却快黄了，虽然看起来没有主动性，但是这些事情当中好像确实都有曹渊的影子。这时候韩子峰的挑唆让他的心里出现了恶魔。就在萧傲天愣神的功夫，包厢里的安全门突然被撞开了，全都不许动！一声厉喝，一群全副武装的特警从安全通道冲了进来，蹲下，双手抱头。曹渊当然是配合警察工作的，双手抱头正准备蹲下，看到罗斯峰还抱着拳架紧紧盯着萧傲天，忍不住踢了他一脚。蹲下。萧傲天今天的所作所为让曹渊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首先那瓶酒一定有问题，但是一想到萧傲天师徒手上那些不讲道理的药方，曹渊估计这瓶酒就算拿去化验，也不能真拿对方怎么样。但是萧傲天现在非法持枪的事情肯定是跑不掉了。曹渊抬头观察了一下，包厢的吊顶上有数个摄像头，按照这些摄像头的排布大致估算一下，可以确定今天所有的画面都被无死角的拍下来了。那就把龙王送进去吧。故意伤害未遂，非法持有枪械的罪名肯定是死死扣在对方身上了。对于龙王，暂时还真的没有哪里能比监狱更省心了。刚才曹渊看到手枪的时候，就在 One 上按下了 SOS 功能，把自己的定位发到郑舒心、唐景柔、程芷瑶的手机里。几个女人突然收到来自曹渊手机的 SOS 信息，紧张的不行，纷纷报警。腾渊地产老总、唐家家主、程家大小姐几个人同时报警，警情景科技总裁有危险。这消息让整个江城警务系统都吓了一跳。整个江城官方都知道，曹渊基本上可以说是江城未来发展的引擎，没什么好考虑的。2个特警小队急速出警，在特警面前，守在夜色会所的那些龙皇会古惑仔根本连抵抗都没做，直接就成排的蹲在地上。包厢里的余罪兰和龙皇会的猛男们看到特警的时候，也不敢多做他想。萧傲天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曹渊。看着萧傲天没有做出反应，一位领队模样的特警再次严厉地怒喝一声，再次警告，立刻放下手里的枪。被全副武装的特警用20几支枪指着，暂时还只是明镜巅峰的龙王也只能选择放弃挣扎，缓缓蹲下身子，把枪放在地上，然后双手别在脑后。佣兵生涯让他对各国的武装小队都有足够的了解，自己现在或许正在被好几个狙击位同时瞄准，手指一旦有扣动扳机的动作，或许下一刻就被击毙了。场面被控制住以后，那位领队模样的特警走到曹渊面前，曹先生，你还好吧？大概是因为群友们的原因，曹渊对于群友们之前的职业都抱有亲切的好感。曹渊站起身，对这位特警微微欠身，表示感谢，辛苦你们了。曹先生客气了。
这是我们该做的。两人客气了几句，曹渊和罗斯峰在特警的重重保护下往外走去。在经过余醉兰身边的时候，曹渊停下身，余醉兰看向被几个特警按住的萧傲天，脸色有些灰暗。曹渊摇摇头，叹了口气。第78，冷静一下。曹渊在特警们的护送中来到夜色楼下，刚走出电梯间，就能通过连排的落地窗和玻璃大门看到外面的情形。这次除了出动2个特警小队，还同时出动了大量的警力，穿着警服和便装的警察，新旧不一的警车，红蓝交替闪烁着的警灯，以及在警灯照耀下反光的警戒带，严肃与紧张的气氛将夜色整栋楼包围。郑舒心、唐景柔、程芷瑶都在一个女性警察的陪同下，在警戒带外脸色带着担忧等候着曹渊。曹渊从夜色大门出来的时候，几个女人都想往里走，但是被身边的女警拦下。女警先是向曹渊身边的特警打了个手势，特警通过手势回复确认安全以后，女警才拉开警戒带，放3人进入警戒范围。3个女人都走得很急，唐景柔和程芷瑶都是加长的衣服，看样子应该是已经下班回家然后再赶来的。唐景柔脸上努力维持着平静，但是眼神中的焦虑却是一点都隐藏不住，一把抓出曹渊的手，上下仔细检查曹渊有没有受伤，嘴里有些念叨，语气里有关怀。没有受伤吧？为什么来这种地方？也有着一点点责备。程芷瑶也抓住了曹渊另一只手，小脸上的紧张都快溢出来了，嘴唇微微有些发抖，像是有些说不出话，前前后后的观察着曹渊的身体状况。看着2人脸上担心的表情，曹渊心里有些抱歉，他自己倒是不觉得一支手枪能伤害到他和罗斯峰，最主要的担心还是由于怕萧傲天如果情绪过激的话，有可能会对包厢里的其余人造成伤害，所以曹渊才会选择这种隐晦的方式报警。即使这些地下势力的人对于曹渊来说是社会的渣子罢了，但是在法律判决之前，他们就是华夏的公民。但是就算是他们的罪名真的足以致死，在这片土地上也轮不到一个境外的雇佣兵来终结他们。对于别人来说，这或许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但是对于向来克制严谨的曹渊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司法尊严的问题，不容任何的挑衅与亵渎的。不过让母和唐景柔人担心，曹渊还是觉得很内疚。至于小秘书也比较歉意，我没事，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最近因为 CBD 的项目以及新开辟的物流项目基础搭建的事情，郑舒心一直很忙，每天都下班得很晚，今天也是直接从公司赶过来的。高跟鞋让他走得不是很快，所以慢了唐景柔和程芷瑶几步。刚才接到短信的时候，郑舒心是真的吓坏了，心里像是揪着一样担心。这时候眼角能看到明显的泪痕。阿渊，没有事吧？妈，我没事。看到郑舒心脸上的泪痕，曹渊心里的歉疚更甚几分，想要从口袋里拿纸巾，却发现2只手被唐景柔和程芷瑶紧紧地抱住，左右的柔软让他不太好意思做出太大的动作。曹渊，这下他倒是反应过来了，有些疑惑地看着程芷瑶。唐景柔抱着他，他能欣然接受，但是这个小秘书在干嘛？郑舒心安抚住了担心的情绪，唐景柔和程芷瑶的动作也引起了郑舒心的注意。唐景柔历来和曹渊关系好，郑舒心倒是能想得通，可程家这个小丫头，唐景柔成熟优雅的女人也微微眯起眼睛，注意到了程芷瑶的动作和表情。程芷瑶刚从紧张的情绪里挣脱出来，程芷瑶还有些迷糊，感觉到气氛有些怪异。程芷瑶左右看了看，都看着我做什么？曹渊感觉到唐景柔有一只手正伸到自己的腰上，不过他不知道唐景柔想干什么，不过他能感觉到郑舒心和唐景柔的目光都有些不对劲。幸好这时候有人来打破了这有些尴尬的气氛。刚才陪在郑舒心他们身边的女警走到曹渊面前，曹先生你好，我是江城市警局2支队的队长孙宁，如果曹先生现在有时间的话，能否请你和你的保镖配合我们做个笔录？孙宁，曹渊略微打量了一眼女警，微笑的点点头，应该的，有劳孙警官了。唐景柔和程芷瑶这时候也懂事的放开了曹渊的手。曹渊扭头向罗斯峰要过自己迈巴赫的钥匙，递给郑舒心，然后2人一起跟着孙宁一起走向一辆警车。警车启动的时候，曹渊扭头正好看到警察们押着萧傲天和已经清醒的韩子峰从夜色大门里出来，2个被罗斯峰打伤的手下也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韩子峰的表情看得出来有些懵，或许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晕过去一会自己就成了犯罪嫌疑人。而我们的龙王这一刻的表情就有些精彩了，不解、郁闷以及有些沉重，视线随着警车的行驶开始产生偏移。
夜色着霓虹灯被甩在身后越来越远，只能看到一点夜幕下氤氲的光圈。对于一般的公民来说，不论是什么原因，坐在警车上都会有点紧张。罗斯峰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曹渊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就扭头看向车窗外，看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的被警车追过。前期所有的剧情基本已经全部偏离了，这让曹渊的心里对这个世界的未来也越来期待。对于曹渊来说，只要那脑残剧情按照他的计划偏离，他原本并不想把萧傲天怎么样，身负灭族之仇。说到底，萧傲天也只是想报仇而已。但是曹渊非常不喜欢萧傲天的做事习惯。纵观半本书里，萧傲天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正好就会有一个反派或者炮灰出现，给他一个光明正大的甩锅理由，然后甩完锅以后，还总是能恰逢其会的吞下对方的公司和资产。曹渊从来没有配合过剧情，但是萧傲天依然会想要甩锅，那就说明萧傲天所有看似反击的行为，其实都是巧合与所谓命运的粉饰而已。说句良心话，萧傲天如果通过自己的医术创业，然后通过合法并且不伤及无辜的方式去击垮他在江城的仇人和京都萧家，曹渊根本不会拦着他。哪怕在这个过程里，他再次增加一些世界系数的权重，曹渊也不会在乎。灭族之仇，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打倒对手。如果是这样的故事展开，曹渊觉得自己一定会为他喝彩。可惜龙王并没有这样的气量，追徐雨晴谋划许家，联合并谋划秦家，给藤渊地产挖坑，介入地下势力，甚至似乎想要对自己下药，没达到目的就想要对自己动手，似乎总想用这种最快最不合理的方式，肆无忌惮并且充满掠夺性。那就只能请他冷静一下了。第79城只瑶那小丫头是怎么回事？江城的夜色随着华夏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繁华，夜幕中每一条路上都有几缕灯光照耀着来往的路人与车辆。孙宁的开车技术不错，警车在路上平稳地行驶着，很快就到了市警局。给曹渊做笔录的就是孙宁。孙宁的话也是一位女主，按照曹老师的说法，是每一本战神文里不可或缺的背景强大警花的角色。来自京都4大官方家族之一的孙家，从小的梦想就是正义的伙伴，偷偷跑到江城，从基层民警做起，做到了刑警队队长。按照惯例，在命运的相遇之前，即使孙宁身处官方体系之内，势力庞大如孙家也是灯下黑，找不到他的。在一次萧傲天和江城另一个富二代冲突的时候，因为闹到了警局，终于和萧傲天开始产生纠葛。果不其然，孙宁和萧傲天相熟之后没多久，被孙家找到并带回京都。估计他们之间的故事应该是在后面没写到的京都部分展开的。反正现在萧傲天暂时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曹渊也就不再对这些女主有过多的关注。根据孙宁的询问，对今晚事情的发生经过做了一个表述。一问一答之间，孙宁倒是对曹渊有些好奇，毕竟来到江城这么久，他处理过不少富二代，但是对于这个名声在外的学霸曹少爷，还真是第一次见。出身华夏顶层的孙家，让他的眼界比一般人强上不少。他明白曹渊和新景科技的技术和项目对于华夏来说代表着什么，即使在京都也非常少见的优秀二代，会令人自发尊敬的那种。这是孙宁对于曹渊的评价。笔录结束后，友好的和曹渊握了握手，还把曹渊送到门口。曹渊出来的时候，发现郑舒心、唐景柔和程芷瑶3个女人在警局大厅等着他。阿渊，你今晚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小渊，你可千万不要和那个龙皇会有什么纠葛。曹总，为什么那个萧傲天也会在场啊？一言一语的询问都透着关心。曹渊安抚了一下母亲和唐景柔，然后把自己的对他们安全的担忧，以及经过隐去枪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然后轻松的笑着说，说起来还得感谢程秘书，阿峰这个保镖确实不错。一边闲聊，一边等着还在做笔录的罗斯峰。结果几个人在警局大厅等了快1个小时，罗斯峰才从里面出来。这么长的笔录时间，让曹渊有些疑惑，阿峰怎么这么久？罗斯峰看起来也有些也摸不着头脑。我也不知道哦。醒茶苏苏耸耶耶闻到孙吉，又耸孙吉闻回耶耶。郑舒心、唐景柔、程芷瑶，曹渊也是觉得自己现在的表情应该是满头黑线，扭头对程芷瑶说：“程秘书，你记一下，罗斯峰今天的薪水扣100。”罗斯峰愣了一下，为什么哦？150。罗斯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口音没控制住，连忙摇摇头，然后声音和语调也变得沉稳不少。老板，我是说……曹渊这时候却已经转身往停车场走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曹渊一边上车一边在心里默念罪过。罗斯峰这口音难为做笔录的警察同志了。回家路上，
唐景柔在和曹渊聊着天，但是郑舒心没怎么说话，似乎是在想着什么事情，脸上有些欣慰，又有些纠结。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唐景柔临时从唐家叫来的保姆已经照顾唐双睡下了。曹渊洗漱以后，逗弄了一会儿糖醋，回到自己房间，坐到自己书桌前，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开机的过程中，曹渊眼神放空。施伟川当年在国内行医的时候，在京都有着大量的超级人脉。说实话，要把萧傲天从江城监狱里捞出来并不困难，但是短期内，萧傲天在国内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如果这次出手的对象是别人，或许萧傲天换个城市生活，或者去江南省投靠曹尚文父子都可以。可惜，这次对象是曹渊，所有人必须要考虑曹渊的态度，因为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内科技界的态度。随着电脑系统载入的提示音，曹渊回过神，暂时就这样吧。萧傲天在江城的所作所为，对于曹渊来说，就像一只刚从厕所飞出来，身上还带着烟杂之物的苍蝇，打又打不得，他还非要围着你身边恶心你。这次之后，龙王无论是坐牢，还是被捞出来回海外都行。甩开思绪，曹渊在电脑上打开从曹主任那得到的通信原理，以及桌面上的信号与系统。两市所从事学习的专业里，和通信技术的交叉并不密集，并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功底。这世上最忌讳外行领导内行的两个行业，就是学术和体育。这次的4G 抢跑计划，就是新景科技所领导的，所以曹渊也需要始终保持学习，至少基本的技术原理还是要懂的。研究各家通讯企业的技术优势，需要和大家一起根据各家所长对 LTE 的技术做一个划分。这次是全华夏的通讯企业一起发力，并且已经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大家需要分配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造成研发资源重叠浪费，一起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到时候再把大家的成果结合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华夏。曹渊处于工作和学习状态的时候，会完全投入，让他忽略周围的一切。突然，曹渊感觉到一个丰腴幽香的身体从背后抱住自己，香味他很熟悉，洁白软嫩的手臂环住自己的腰，肩背的地方能感觉到一阵柔软的挤压感。在做什么呢？一股有些湿润的气流拂过曹渊后颈。这世界上只有曹渊一个男人能从这个女人的嘴里听到这种娇媚的语气。曹渊大概的解释了一下，唐景柔把手从曹渊的腰上拿开，捂住了他的嘴，语气有些娇憨，别说了，我听不懂。放开环着曹渊的手，唐景柔走到书桌前，坐到曹渊腿上，正脸面对曹渊。现在的唐景柔已经卸了妆，基因药剂的作用让她一点皱纹都没有，皮肤细腻精致，精致的五官让她现在看起来出落得有些清纯，但是那股成熟的气质又让这抹清纯中透露出醇厚的媚态。闪烁着星辰的眸子盯着曹渊，一手搂着曹渊的脖子，一手抚摸着曹渊的脸，表情有些似笑非笑。我的小家伙还真是越来越有魅力了呢。唐景柔的赞赏让曹渊很受用，没有什么比自己喜欢的女人夸自己更让男人膨胀了。伸手搂住唐景柔的腰，往自己身上紧紧一搂，脑袋就要向唐景柔靠去，可是唐景柔抚摸曹渊的那只手却捂住了曹渊的口鼻，隔在两人的唇齿间，柔软的触感微微用力，把男人的脑袋推开，然后眼神带着一丝探寻，盯着曹渊的眼睛。亲爱的，程芷瑶那小丫头是怎么回事？第80，这小丫头片子还挺能藏。房间内稍显怀旧的水晶吊灯并没有被开着，一帘又一帘的水晶串珠上反射着书桌灯的一点点光亮，看起来有些闪烁。书桌前，女人侧坐在男人的腿上，男人把女人抱了个满怀，温馨融洽爬满了整个画面。可是唐景柔的话却让曹渊觉得有些莫名。曹渊，程芷瑶怎么了？怎么回事？曹渊有些疑惑。唐景柔精致的小鼻子轻轻皱了皱，眼神异样的看着曹渊，他脸上的表情让唐景柔觉得有些好笑。人家程家大小姐呢，去给你曹少爷当秘书，你就不觉得奇怪？程家的生意都被他哥哥控制得死死的，想要找点事情做，找个熟人的公司上班，挺正常的吧？唐景柔没有回答曹渊的话，抬起腿，换了个姿势，跨坐在曹渊腿上，然后把头靠在曹渊的肩膀上。温热的鼻息让曹渊的皮肤觉得有些微微发痒，轻轻地在曹渊的脖颈上咬了一口，湿滑的触感划过曹渊的皮肤，让曹渊似乎觉得脖子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汗毛都跟着立了起来。唐景柔抬起头，头发被一个简单的发夹夹在脑后，透露一股成熟女人的居家感，眼神水汪汪地看着曹渊。他在第一次得知程芷瑶去新景科技应聘秘书的时候，唐景柔就对程芷瑶的行为有了猜测。当初曹少爷为了徐雨晴
入职宏源集团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呢。而且今晚程芷瑶的表现，让唐景柔更加确定了，这小丫头喜欢曹渊。不过她也能理解，谁让她的小家伙现在太有魅力了呢？俊朗帅气的外形，事业上的成就，让她严谨从容的气质显得更加迷人。程芷瑶会喜欢上曹渊也不奇怪，唐景柔也并不为此感到生气。以后随着曹渊的影响力越来越广，肯定会出现更多这种情况，到时候气得过来吗？通过曹渊的反应就知道，曹渊并没有感觉到程芷瑶有什么异常表现。看来这小丫头片子还挺能藏。看到从来以高智商形象出现的曹渊现在这呆头呆脑的疑惑模样，让他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妩媚的白了曹渊一眼，笨蛋，然后用力的对着曹渊吻了上去。程芷瑶喜欢就让他喜欢去吧，反正这个男人是我的，总不能因为别人喜欢自己男人就责怪自己男人吧。曹渊还来不及思考这一声笨蛋的含义，就被唐景柔吻住了。好吧，那就不思考了。唐景柔和曹渊彼此之间已经很熟悉了，熟悉对方的习惯，熟悉对方的节奏，追逐与躲避之间巧妙的交织。关上门的房间会让人产生一种静谧的封闭感，这种在封闭感在某些时候转换成安全感，让人觉得似乎能在这里做任何事情。基因药剂加上洗髓丹，让曹渊的身体虽然不比常年打熬筋骨的古武者，却以为一段时间的锻炼也变得强健有力。两只手分别抱住唐景柔的腿弯，从书桌前站起了来，往床边走去。唐景柔紧紧搂住曹渊的脖子，像是树袋熊一样挂在曹渊身上。两人都觉得有些升温，像是要被对方的体温融化那样。这似乎就应该是一个让情感升华的时刻。叩叩叩，不轻不重的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纠缠。阿渊，你睡了吗？郑舒心的声音明明很温和，可是这时候却像是液弹一样，一下子降温了唐景柔火热的情绪。有些惊慌地推开曹渊，上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睡衣。优秀的父母会在孩子长大以后控制好人际界限，对孩子关怀却也不过分参与。他现在心里可庆幸了，庆幸郑舒心就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可是脸一时难以褪去的温度和微微有些发肿的嘴唇都提醒着他，这个是时候似乎不太合适见自己的舒心姐。曹渊相对淡定许多，其实他一直是主张把自己和唐景柔之间的关系告诉母亲的，不怕，自然也就不紧张了。可是转头却发现唐景柔却已经钻进自己的被窝了。看到平时冷静理智的唐景柔现在的模样，曹渊觉得有些好笑。他当然也不会去强迫对方，于是也钻进被窝，侧过身子，配合的把唐景柔挡在身后。还没睡呢，曹渊躺好后回应了母亲一声。郑舒心打开门，先是习惯性的环视房间一圈，看到书桌灯还亮着，电脑也没关，曹渊人却已经躺在床上了，有些疑惑，这么大个人了，怎么睡觉都不关灯？郑舒心也没多想，只是随口问了一句，却让被窝里躲在曹渊背后有些心虚的唐景柔感觉自己呼吸都有些停滞了，有些紧张的捏着曹渊的衣角。刚才看资料觉得有点累，所以先躺一会休息一下。曹渊淡定的解释了一声，让唐景柔无声的松了一口气。郑舒心没有再多问，而是走到床边坐下，看着曹渊，考虑了一会才对曹渊说，阿渊，你和程芷瑶？怎么又是程芷瑶？我和程芷瑶怎么了？郑舒心却带着一丝期待的看着曹渊，我看他好像还挺喜欢你的。曹渊，母亲和唐景柔两人都提及程芷瑶，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仔细的回忆了一下，程芷瑶入职新景科技以后的表现，在公司每天看起来都挺开心的。曹渊认为这是因为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才开心，因为现在的程芷瑶和原本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刁蛮富家小姐比起来，有着长足的进步，做事干脆利落，也一直在和郑瑞景学习行政方面的工作经验。虽然有的时候小表情看起来有些郁闷，但是绝不会因为情绪而落下工作。和曹渊配合的还不错，曹渊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难道刚才唐景柔也是这么觉得的？感受着背后唐景柔的温度，曹渊的手在被窝下往后伸了伸，紧紧握住她的手。不管怎么样，看来还是应该要和程芷瑶保持距离才对。妈，我和程芷瑶只是正常的同事上下级关系。真的？郑舒心看着曹渊，语气和脸上的表情都有些遗憾。曹渊，妈，你的表情看起来为什么有些不对劲？那可是你亲侄子名义上的未婚妻啊。第81授人以柄。房间里，母子俩表情不一，曹渊脸上的表情有些哭笑不得。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母亲倒是还挺开明的，而郑舒心的表情却是明显的有些遗憾了，因为他感觉自己似乎错失一次当婆婆甚至当奶奶的机会。今晚他在夜色门口的时候，就觉得程芷瑶在曹渊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和紧张，
明显不是普通朋友同事会有的表现，有那么一些不同寻常。其实作为一个母亲，郑舒心还是挺高兴的。大多数华夏女人在儿子出生那一刻起，就会在心里盘算着自己做婆婆、做奶奶的时间。曹渊终于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现在看起来也越来越开朗了。那这情感问题也就应该提上日程了，毕竟儿子也是马上27岁的适婚年龄了。但是因为程芷瑶和郑瑞成之间的婚约关系，郑舒心一开始还有些纠结。可是晚上回家后，来回的仔细的想了想，反正程芷瑶和郑瑞成都反对这婚约，郑瑞成都因此好久不回家了。他父亲和哥哥都已经有点想放弃了，现在主要就是担心谈退婚会伤及程家的颜面。那么这样看来，好像也就没太大问题了。反正说到底都是郑家和程家联姻嘛。于是忍不住对曹渊说：“瑞成和程芷瑶本来就不对付，你要是和程芷瑶真有什么，其实也挺好的。”郑舒心的话让曹渊眼睛都睁得比平时更大了些，而被窝里的唐景柔把手从曹渊手里挣脱出来，放在曹渊的腰上，想要掐他一下。哪有你这样当妈妈、当姑姑的呀？我掐你儿子，你信不信？可是手一放到曹渊腰上，真要掐又舍不得，只能躲在被窝里咬牙切齿，乱点鸳鸯谱。胡闹！哼！曹渊哭笑不得地对母亲说：“妈，我和程芷瑶关系很正常，你别多想。”郑舒心轻轻白了一眼儿子，过完年马上就27岁了，别说孩子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白给你生这么帅了，恋爱关系也很正常呀。曹渊没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第一次被催婚会如此突如其来，而且对象居然是程芷瑶，最终好说歹说，才稳住了母亲的唠叨，并且诚挚地做出保证，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尽量抓紧处理个人情感问题。郑舒心这才有些遗憾地离开，走之前还回头悠悠看着曹渊：“妈妈知道你想做很多事情，但是工作虽然重要，但是终身大事也很重要。藤渊的财务经理，就那个黄阿姨，你还记得吧？她和妈妈一样大，都当奶奶2年了。要不你再和徐雨晴处处看，你现在这么厉害，她应该不会拒绝你吧？”随着郑舒心的一言一语，曹渊能感觉得到，似乎自己身后刚才还温度火热的唐景柔有些降温。郑舒心离开房间后，唐景柔才从被窝里伸出脑袋，头发这一刻也散乱了开来，轻轻喘着气，脸色因为氧气不充足的原因变得有些不正常的潮红。曹渊回身搂住唐景柔：“要不我们还是和我妈坦白了吧？”唐景柔却白了他一眼，哼，然后挣脱曹渊的怀抱，掀开被子，一只手撑在床上，就准备起身。因为刚才躲在被子里，身上的睡衣也有些凌乱了。随着他起身的动作，舒展的腰身露出一片雪白。曹渊拉住他白嫩的手臂：“别走好不好？”唐景柔刚刚缓过来的脸色又开始变得有些薄红。别闹！然后想要加快起身的动作，可是却被曹渊一把拉住，失去平衡，又跌回曹渊怀里，想要从曹渊的怀里挣脱出来。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曹渊怀里的温度，身上的味道就像武侠小说里的10香软筋散一样，让他觉得自己变得有些疲软，有些无力。小家伙的手把自己拥得很紧，好像挣脱不掉了，放弃了挣扎。唐景柔把头靠在曹渊怀里，虽然知道和曹渊无关，他也并不责怪曹渊，但是郑舒心和曹渊的对话他都听到了。女人的天性还是让他有些微微吃醋，他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的人，但是在曹渊面前的时候，他总会变得像是少女一样，想要撒娇，好像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是这样了。唐景柔有些闷闷地说：“你去处理你的情感问题吗？找程芷瑶，找许氏。”话还没说完，嘴就被曹渊给稳住了，因为刚才在蒙在被窝里有过短暂的缺氧，让唐景柔这次很快就有些呼吸不畅的感觉。曹渊像是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一样，离开了他的嘴唇，搂着唐景柔的手却一刻也不松开，目光直视着唐景柔：“唐景柔，你知道新景科技名字的由来？那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我的风景？”唐景柔努力地平稳着自己的呼吸：“小家伙！”曹渊不给他说完话的机会：“我说过，我是你男人，你是我男人。”唐景柔好像一下子就被抚平了所有情绪上的褶皱，完美的脸蛋露出了一个笑容，然后伸出一只手，顺着曹渊脸部的线条轻抚漂亮的眸子里，星辉似乎更明亮了一些。“那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一句话？”“哪一句？”“只有我们2人的时候要叫我亲爱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笔记本电脑被合上，按掉了书桌灯，轻轻锁住房门，房间里陷入漆黑。这个世界和原来一样，冬天会公转到银河的边缘，所以冬夜的天幕比以往更是昏暗。路灯不知怎么的，似乎也有些害羞，在夜幕里晕开1了圈。这夜晚沉溺中也有些涌动。第82，扭到脚了。
第二天清晨，阴霾了一些时日的江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曹渊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唐景柔已经不在房间了，但是床上还残留着她的香味，她的痕迹。两人情感上的进阶，让刚起床坐在床沿的曹渊，嘴角忍不住挂起了微笑。像往常一样洗漱下楼，就看到母亲早早的已经在换鞋了。最近藤原地产因为 CBD 项目的推进，每天公司都是忙不完的工作。唐醋像往常一样趴在鞋柜上，幽蓝的眼睛瞟了下楼的曹渊一眼，然后就不再理他，像郑书欣撒娇似的喵呜一声，活像是一个恭送老佛爷出门的狗腿子，托基因药剂的福。母亲看起来还是精神奕奕的，气色很好。曹渊不会说什么让母亲别那么辛苦的话，藤原地产是他的心血，也是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以后，人就会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自我追求。母亲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要在健康允许的范围内，曹渊才不会去过多阻拦。看到下楼的儿子，郑书欣温和地笑了一下，阿渊，妈妈先去公司了，你唐姨昨晚好像扭到了脚了，待会如果需要你扶她回一下房间哦。曹渊愣了一下，扭到脚了。郑书欣没有注意到曹渊的表情，在趴在鞋柜上的唐醋脑袋上拍了拍，就迈出了家门。曹渊走到鞋柜前，揪住唐醋的后颈，挠了挠他的小肚子。这小家伙现在仗着郑书欣的喜爱，似乎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地位了。曹渊认为需要惩罚一下他刚才对自己的忽视。玩闹中，曹渊听到餐厅传来一声餐具碰撞的响动。刚结束早餐的唐景柔看到曹渊走进餐厅的时候，脸色有些不自然。他觉得曹渊的目光看向他的时候，似乎自己的皮肤都有点灼烧感。唐景柔不敢回应曹渊的目光，从餐桌上站起身，像是想要落跑似的。女性第一次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的时候，无论多爱他，相信他患得患失的情绪都会作祟。所以唐景柔其实正处于一个相对有些脆弱的时刻，女强人的风姿被藏了起来，现在只有一个有些柔弱的女人。当然了，曹渊根本不懂这些，但是看到唐景柔走路姿势有些异样的时候，雄性天性中对于伴侣的怜惜，促使着他走上前，从背后搂住唐景柔，感受着自己腰间的一双大手。唐景柔丰腴娇软的身子都有些僵硬了。你还要来啊？声音像是有些受到惊吓似的。曹渊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把头埋在他的头发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爽的护发素香味飘动在鼻息之间。就这样温存了一会，曹渊在唐景柔耳边轻声地问：双儿呢？最近快考试了，让保姆先送她去上学了。从餐桌边拉过一张餐椅，曹渊一下把唐景柔抱起来，自己坐下后把她放到自己的腿上，扶着她的脑袋靠在自己肩上，轻轻抚着唐景柔的秀发。亲爱的，我爱你。声音很轻很轻，第一次说这么直白的话，让曹渊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唐景柔还是听到了，有些紧张的身子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轻声却又直接的告白，让唐景柔复杂的情绪缓和不少。搂着唐景柔好一会儿，曹渊把她抱回卧室，轻轻在她额上亲吻一口，才准备去上班。罗斯峰今天看起来状态还不错，一点没受昨天的事情影响。曹渊都有些好奇了，到底这个看起来有些没心没肺的罗西粉是他，还是那个沉稳木气的罗斯峰才是他？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门口，曹渊习惯性的接过程芷瑶给自己泡好茶叶的保温杯。曹渊像往常一样道了声谢，然后又顿了顿，继续说：对了，程秘书，昨晚还辛苦你跑一趟，谢谢了，都是我应该做的。曹总，那我先回去了。程芷瑶看起来好像还有事情要做的样子，简单的回应了曹渊一句，就抱着手里的文件夹，转身往自己的小办公室走去。曹渊想起母亲和唐景柔昨晚提及的事情，忍不住打量了一眼正往秘书办公室走去的程芷瑶。程芷瑶今天职业装搭配的并不是裙子，而是女士西裤。西裤的承托下，一双长腿在视觉上似乎更加出挑了些，头发也用一个简单的发饰盘在脑后，高跟鞋踩在地上，让她的腰身随着步伐左右轻轻摇晃。程芷瑶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就翻来了手里的文件夹。曹渊从背后看去，只能看到一角，是一个表格文件。这不工作的挺认真的吗？曹渊原本还想着用怎样的方式和对方保持距离呢，现在看来，似乎是母亲和唐景柔好像有点多心了吧。没再多想，曹渊端着保温杯走进总裁办公室。与此同时，回到自己秘书办公室的程芷瑶正拿着手里的文件夹，正在勾勾画画，脸上的表情有些期待，嘴里还低声的念叨：这里好像不错，他应该不会喜欢这里吧？如果时间够的话，这里一定要去一次。这次去京都，和曹渊随行的还有几个研发部门的骨干，连同曹渊本人在内，都是技术实力过硬、生活能力堪忧的技术咖。因此，作为唯一的总裁大秘，
这次曹渊出差京都，他当然是要陪同的。食宿安排、日程安排、交通安排之类的事情，都是他这个秘书需要做的工作。不过此时眼前这个文件夹里的表格内容，却都这些事情此无关。上面记录的是程芷瑶最近在网上了解的，京都适合年轻情侣去地点。等到完成京都的工作安排以后，她程小姐就算撒娇卖萌、软磨硬泡、死皮赖脸，也要让她的曹总和她一起去。反正回程的时间，不就是他这个负责订机票的秘书说的算吗？第83学他。曹渊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被褥已经被换过了，有些疑惑的悄悄问唐锦柔。唐锦柔有些脸红的在他腰上掐了一下。你别问了，这次是真的重重的掐了曹渊。原本唐锦柔不论是掐曹渊还是咬曹渊都舍不得太用力，但是昨晚以后，似乎这些因为不舍而产生的障碍一下子都消失了。在家休息了一天，唐锦柔身上难得的娇柔再次被替换成女强人的风姿，不知道是不是曹渊的错觉。自从那晚之后，他觉得唐锦柔似乎变得更加迷人，经常在不经意间就让他觉得晃了眼睛。不过两人之间的互动还是偷偷摸摸的，所幸曹渊也不是什么色中恶鬼。相对于一举一动的交流，两人间越发的默契感和越来越贴近的心理距离，更让曹渊觉得温馨与沉迷。更亲近的情感状态让曹渊的工作精力更加充沛，在是不是和唐锦柔的温存以及更加投入的工作中，很快就到了要去京都的日子。在即将飞往京都的前一天晚上，下班到家后，曹渊下车的时候，突然罗斯峰：阿峰，你表哥什么时候到江城？他在那边的有些工作交接，明天应该就能到江城。那时间上恰巧错开了。曹渊想了一下，然后让罗斯峰等一会儿，从别墅里拿出一把车钥匙，是一辆低调的七系，把钥匙递给罗斯峰。我待会和人事交代一下，你表哥到了，你带你表哥先签劳务合同，明天我要去京都出差，这段时间你和你表哥的工作就是分别暗中保护郑总和唐总母女，没问题吧？罗斯峰接过钥匙点点头，表示了解。回到家的曹渊给王向荣打了个电话，让王向荣配合罗斯峰两兄弟，在栓上下学的时候保护好栓，对三人在外工作学习的安全方面做好安顿。至于家里吗？曹渊回到客厅看了一眼正在唐栓怀里有些生无可恋的唐醋，这小家伙这可是和罗斯峰一个类型的，虽然看起来不靠谱，其实很勇的。第二天，江城晴朗依旧，阳光都开始渐渐的有了暖意，连这天气都好像和曹渊这次的京都之行是同一个目的，洗去了过往的阴沉，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曹渊直接从家里出发，刚到机场就看到了已经等候了一会儿的程芷瑶以及一群新景科技的技术人员。清点人数后，大家在曹渊的带领下登上了前往京都的班机。登机以后，商务舱里坐在曹渊身边的程芷瑶看起来有些兴奋，这让曹渊有些纳闷，这位堂堂程家大小姐怎么跟第一次坐飞机的小朋友似的？这个时期的航班，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要关机，飞行模式也不被允许。曹渊靠在座椅上，打开公文包，拿出信息方面的书籍，正准备继续学习，突然意识里收到了来自聊天群的提示，把书放在腿上，假装闭上眼休息。曹渊在意识里打开聊天群，玄宇天骄曹景都全体成员，各位，这次意外的是曹景思在呼唤群友，群友们也纷纷响应。清源仙尊曹校长，曹景思你怎么了？禁咒法神曹阿宅，打架你找曹校长，想办法你找曹少爷。铁血领主曹将军，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不好的预感。玄宇天骄曹景都，大家这次一定要救我啊！铁血领主曹将军，曹将军你放心，不是感情方面的问题。铁血领主曹将军，星号我觉得也是。曹景思，你作为兄弟部门的达瓦理事，肯定不会像曹总工和曹校长那样道德败坏的。武林至尊曹总工，曹将军，我跟你说，你指责我和曹校长，我可以忍受，因为我知道你是嫉妒我，但是凭什么你不带上曹少爷？清源仙尊曹校长，华夏驰名双标。虽然曹将军没有提及自己，但是曹渊不知道为什么，曹总工的话让他总觉得自己膝盖似乎有些异样，有种中了一箭的感觉，于是连忙站出来岔开话题。江城大少曹博士玄宇天骄曹景都，曹景思，你那发生了什么？聊天群这个金手指什么都好，就是因为大家性格各异，但是根源上又都是同一个人，那种无形中的亲切感特别容易让大家的交流歪楼。玄宇天骄曹景都，曹少爷，你给我合计合计，你觉得我在的这个世界有鬼吗？玄宇大陆，一座连绵的山脉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境里，一个身穿朴素劲装的青年哭丧着脸躲在秘境的一个石缝里，看着不远处漂浮着一个泛着诡异红光的戒指，
有些涩，算了，有些发抖。他今天来探索这个秘境，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惹到这个戒指了，攻击也没有用，跑也跑不过，意外的跑到这个石缝里。这个戒指似乎不能进入这个石缝，只是一直在石缝外徘徊，像是在等着青年出来一样。青年一心二用，一边用眼睛紧紧盯着戒指，一边在脑海里的聊天群中向群友们求助着。曹渊，虽然就算穿越了，我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虽然玄宇世尊里没有提及，但是你那玄幻世界有鬼魂之类的东西，好像也挺正常的吧。群提示：管理员清源仙尊曹校长发送专属红包。清源仙尊曹校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玄幻世界有魂魄之类的东西，不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我亲自画的五雷符，削他！禁咒法神曹阿宅，曹老师威武，削他！随着曹老师的红包发出，曹景思也随之下线，似乎真的领取了红包去客串天师了。曹渊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没想到一个穿越到玄幻世界的警察居然怕鬼。正准备退出聊天群，突然曹景思又上线了，情绪看起来很激动。玄宇天骄曹景都清源仙尊曹校长，卧槽！曹校长，你的符篆是不是过期了？我刚刚用雷劈他，他现在看起来更凶了。第84，试试就试试。曹景思的再次出现，把大家的注意力再次吸引了过来。清源仙尊曹校长，不可能，没道理啊！作为本群战力巅峰的曹老师，表示不接受这个结果。玄宇天骄曹景都，你自己看。群员玄宇天骄曹景都发送记忆片段。一个看起来有些昏暗的环境里，诡异的戒指绽放着有些猩红的红光，漂浮在半空，围着一块巨岩打转。巨岩上有一条开裂的石缝，石缝里，一个长得和曹渊一样的劲装青年，半长的头发随意的扎在脑后，看起来有些奔放。这就是曹景思了。此刻他脸色看似很有信心。曹景思的眉眼之间，明明相貌和曹渊、曹老师一样，那么正常来说应该是一个大帅哥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曹景思明明细看很帅，但是粗略一看，只是觉得清秀坚毅而已。整体看起来风格就显得很玄幻。只见曹景思自信地大笑了一声，随着笑声，他身边的空气突然涌动，出现一个波纹，从波纹的中心探出一张符篆以及一张写满字迹的宣纸。看宣纸的样子，应该是使用说明。曹景思右手中指和食指夹过符篆，做了个坚决的指印，自然站立，侧开一步，双手平举伸直，左手包裹住右手，剑指夹着符篆，遥遥指向那抹红光。第一次警告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呸！曹景思反应过来，这个动作显得有些职业病了，于是连忙调整姿势，嘴里念念有词：先杀恶鬼，后斩夜光，河神不服，何鬼敢当，急急如律令。随即剑诀一甩，绵软的黄符纸这一刻带着一张纸不应有的动能，像是一柄飞刀一般，急速飞向那枚诡异的戒指。符篆触碰到红光的那一瞬间，幽暗的环境里凭空雷霆炸响，随之电光照亮了周围的环境一瞬，可以看出是一个还算宽阔的大殿。电蛇先是一道微缩版的闪电，带着雷霆万千钧的气势，劈向那抹红光。轰！两股能量撞击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空旷的环境产生一阵阵的回音，能量的波动扬起了地上的粉尘，让整个画面的视线都受到了影响。红光开始有些退散，曹景思的脸色有些兴奋起来，看得出他对自己这次客串天师的表现很满意。可是下一刻他就兴奋不起来了，因为那枚戒指在下一刻红光大盛，猩红的光芒甚至照亮了整个大殿，让大殿都笼罩在一片鬼红色之中。戒指的模样看起来比曹景思还要兴奋，围绕着巨岩的飞行速度更快了。原本似乎还有些畏惧巨岩，不敢靠近石缝，可是这时候居然似乎想要钻进石缝的样子。画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曹渊，从那戒指的前后状态来看，怎么像是吸收了符篆能量的样子？聊天群里，曹景思现在情绪很激动。玄宇天骄曹景思要进来了。清源仙尊曹校长，没道理啊！如果是鬼魂一类的东西，不可能在五雷符下存活的。曹景思莫慌，身为人民警察，什么场面没见过？等我现在马上给你制造一个分身玉牌，待我亲自擒拿这妖孽。玄宇天骄曹景思，场面我真没见过呀，书里也没写过有这种东西啊，早知道就不该探寻这个秘境，老老实实顺着剧情走就好了。曹渊挺理解曹景思这种心情的，身为一名警察，通常来说都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平时也没有看小说的习惯，对于超凡这种事情根本没有什么概念。结果穿越也就算了，还是穿越到一个玄幻世界，幸好有了这个聊天群，让他最终理解并接受了这个现实。结果又碰上了这种
看起来既不科学，也不玄幻的诡异世界。曹老师似乎离开去，准备分身玉牌了。不过剩下的群友还是纷纷为曹景思出谋划策。曹渊正准备把自己的猜测告诉群友们，结果群友们的脑洞让他都愣了一下。禁咒法神曹阿宅，按照我的认知，鬼怪都是怕阳光的，太阳嘛，本质就是核聚变，所以铁血领主曹将军，这我可太熟了。达瓦里士，我给你投送几枚弹头试试，让这孽障尝尝人造太阳的威力。一提起这个，曹将军可就不困了。战后世界，每个避难所都还在进行武器研发，这都是为了生存。因为人性有时候比漫天的辐射尘更加恐怖，但是因为核创伤，所有的避难所都在发展更清洁的武器，留存的核弹就成了各大避难所的难题。核武器存放、销毁本来就是费时费力又费人的事情，如果有人能够帮忙消耗，曹将军巴不得呢。武林至尊曹总攻，试试就试试吗？曹渊有些哑然失笑。江城大少曹博士玄羽天骄曹景都，曹景思，我觉得这枚戒指看样子似乎更像是吸收五雷符能量，或许应该不是什么鬼魂之类的。这枚戒指在之前你攻击他，他有这种特殊表现吗？玄羽天骄曹景思，没有，我之前攻击他根本没有作用。江城大少曹博士，这戒指一开始为什么追你？曹景思，你还记不记得？玄羽天骄曹景思，好像是因为我用手电筒照到了他，然后手电筒不一会就没电了，结果他就开始追着我了。但是起初被手电的光照到，手电很快就没电了。这么说起来，手电里的干电池所储存的电力应该也是被吸收了。可是曹景思也有攻击戒指，但是没有产生作用，并且没有异常表现，但是吸收了干电池的电力，也吸收了符篆的能量。电力、符篆来自曹老师，能量是灵力，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玄羽世尊所不存在的能量形式。曹老师世界现有的能量形式对这枚戒指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反应，却对异世界的能量有一丝吸收的反应。曹渊仔细地回忆了一下，玄羽世尊全文森罗封间之印，玄羽世尊后期有过提及的世间最完美的封印术。 PS 今天上班了，心情像是上坟一样，今天需要处理好多事，明天恢复正常更新，抱歉各位读者大大，感谢各位的支持。第85漏洞其实还挺大的嘛。回忆了一下书里对于森罗封间之印的描述，曹渊在群里回复说，江城大少曹博士，大家还记不记得玄羽世尊里的森罗封间之印？森罗封间之印是玄羽世尊后期主角曹渊、曹景思一行人用到了其中一位女主家传的一种完美封印术。提出这门封印术就是为了封印不死不灭大反派。完美，在曹渊的观念中，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华夏也有一句古话，大道50，天眼49，无论什么世界都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完美的。但是这个封印术的术式设定却很有意思。一般来说，寻常的封印术寻求解封都要用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材料，异宝之类的东西，但是森罗封间之印想要解封，相比之下看起来就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能量就能破封。可封印所包含的术式偏偏又免疫了玄羽世尊世界的原力、生命之源以及一系列的自然能量，这就让足够的能量这个破封条件变成了一个矛盾命题，以此成就了这个封印术的完美称号。现在来自现代社会的碱性干电池中所含有的一点氧化还原反应化学能，唤醒了这枚戒指。来自仙侠世界符篆所包含的灵力，看起来也像是给这枚戒指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异世界的全新的能量形式，让这个封印的完美之名似乎变得有些像是一个玩笑。哎，等等，化学能？玄幻世界一般来说常用到的化学能只有烧柴这种生物质能，那么既然干电池的化学能能够产生作用，理论上把这个封印扔到沼气池里，只要这个沼气池够大，好像，所以这完美封印漏洞其实还挺大的嘛。曹渊可不太相信那些玄幻世界的大佬们能注意到沼气这种东西，万事先假设的习惯让曹渊的思维有些发散。群友们也因为曹渊提出的推测而纷纷发言。禁咒法神曹阿宅，所以曹少爷你的意思，由于未知的新能量的注入，所以让这枚戒指起了反应。武林至尊曹总攻，还真是啊。森罗封间之印免疫曹景思世界几乎所有能量，但是电池和曹老师的灵力是那个世界没有的。江城大少曹博士只是结合曹景思的形容以及刚才的记忆片段猜测一下，具体怎么回事还得靠曹景思自己。玄羽天骄曹景都，曹少爷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更怕了，这得是什么级别的大佬才用得上这种界别封印啊？玄羽天骄曹景都，哦，他进来了。大家还来不及反应，群里曹景思的头像一黑就显示下线的状态了。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曹渊皱起眉头，不免有些担心。这次和上次曹老师下线不一样，曹老师虽然在求仙世界也不算强，但是他师尊云境秋强啊，除非曹老师自己作死，不然短期内基本不可能有来自外部的风险。而曹景思这次的情况就比较让人真的比较担心了，因为虽然这枚戒指有可能并不是什么鬼魂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是封印，也还不知道具体封印的是什么，态度是友好还是敌对，也并不清楚。群友对于曹渊来说就像是兄弟一样，但是比兄弟更亲密许多。这种担忧的感觉让曹渊忍不住在圈里艾特了曹贼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贼001，我们有办法知道曹景思的状况吗？曹贼001后续功能正在开发中，请各位自行探索。曹渊暂时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不过所幸这次曹景思同样的也只是下线，不是退群。先是按捺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冷静地安抚了一下群友，关注了一会群里，发现曹景思还是没有上线，曹渊也暂时退出了聊天群。身边的程芷瑶看到曹渊突然眉头紧蹙，有些疑惑，按了服务按钮，向空姐要了一杯绿茶，递给曹渊，轻声地问：曹总，身体不舒服吗？曹渊接过绿茶，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一个笑脸：我没事，谢谢。江城到京都航程只有2个小时不到，飞机缓缓地降落在京都国际机场。一行人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小秘书程芷瑶提前安排好的车已经在机场门口等候着他们了。程芷瑶还真是在秘书岗位上展现出了出色的工作效率。到达下榻酒店的时候，其余通讯企业的代表大多数已经在酒店等候新景科技一行人，还没到的企业很快也都陆陆续续的到达。原本今晚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聚餐，曹渊因为担心曹景思没有心情参加，于是托辞有些水土不服，想要休息一下。企业家几乎都是空中飞人，对于水土不服这种情况都很谅解。先是知会曹渊，他们已经和运营商的负责人以及主管通信的领导预约过了，明天就可以到通信部门一起展开这次研讨会。然后都关心的表示曹渊好好休息，还有几位特地给了曹渊几个京都当地名医的联系方式，表示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随时可以报他们的名字预约。对几位表示感谢后，曹渊提着行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行李随意的放在一边，就坐在椅子上打开了聊天群。曹景思依然没有上线，曹渊往上翻了翻聊天记录，管理员清源仙尊曹校长发送了专属红包，群员铁血领主曹将军发送了专属红包，群员武林至尊曹总攻，大家都纷纷给曹景思投送了自己觉得用得上的东西。清源仙尊曹校长，怎么办呀？曹景思不会出事吧？江城大少曹博士，各位先别急，曹景思既然还是下线的状态，那说明应该没有生命危险。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大家只能互相打气，等待结果。结果曹景思黑白的头像忽然变成彩色，玄宇天骄曹景都，各位我还活着吗？第86，市场会选择我们的。曹景思的上线让整个群里显得有些压抑的氛围一下子松弛了下来，群友们纷纷开始询问曹景思的情况。禁咒法神曹阿宅，卧槽，曹景思，你那现在什么情况啊？末日人医曹主任，我们担心死了，你那现在安全了吗？玄宇天骄曹景都，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这戒指好像对我做了什么，现在赖上我了。对你做了什么？群友，玄宇天骄曹景都，他现在也不发光了，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在我手指上，我把它取下来扔到远远的，过一会又出现在我手上了。曹景思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虽然还不确定戒指到底是什么，但是至少看起来还是暂时没有危险。于是群里的气氛也更加放松了下来，毕竟几位群友都给曹景思投送了红包，其中曹校长投送的还是分身玉牌，这让大家放心许多。放松的气氛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家的本性逐渐回归。禁咒法神曹阿宅，曹老师，你觉不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清源仙尊曹校长，说实话，要不是因为还不确定，我都想祝贺曹景思喜提老爷爷了。禁咒法神曹阿宅，格局小了不是？为什么不能是金手指加老婆呢？铁血领主曹将军，不可能，哪有戒指变老婆的？这不科学。说实话，这段我输，不是神器认主，就是老爷爷上门。大培育师曹指挥，虽然不科学，但是这很玄幻。曹渊，原来将军不只爱看战神文。曹景思逐一领取了几位群友投送的物品，曹老师的分身玉牌在手，发言看起来似乎也安心了许多。玄宇天骄曹景都，所以我现在该拿这戒指怎么办？铁血领主曹将军，卧槽，你怎么真的把导弹和发射车给送过来了？铁血领主曹将军，你们世界的战力不比曹老师的求仙差太多，所以我给你这个的主要目的就是，
如果曹老师的分身也救不了你的话，这东西就算不能同归于尽，也能让你离开得更辉煌。曹渊忍不住笑了出来。曹将军这种明明关心别人，但是就是不会说人话的性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曹老师说过准备分身玉牌，一看这核弹就是用来牺牲曹老师分身用的。江城大少曹博士玄宇天骄曹景都，这个戒指的话，如果没危险，并且不在意，要不就这样吧。玄宇天骄曹景都，可是我很在意啊。江城大少曹博士，那就先放到群仓库里呗，我不觉得他还能有能力跑出来。玄宇天骄曹景都，我们是不是天生脑子转得比较慢？是的，加一。不一会儿，戒指就被曹景思上传到群仓库。大概看了一下，曹渊所在的世界需要180万积分。原本还有些好奇心的曹渊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好像并不是真的很感兴趣。不过曹景思最终没事，这还是让曹渊很开心。安慰了一下曹景思，和大伙儿闲聊了一会儿就下线了。这一下可以心无旁骛的做自己的事情了。第二天一早，新景科技一行人随着大部队一起走进通信部门大楼。通信部门相关的领导们在会议室里接见了新景科技和一票通讯企业。通讯不是新景科技的主要业务，因此曹渊一开始只是听着其余的通讯企业汇报着自己的进展以及接下来的计划。这次国内的通讯企业联袂而来，而且还是科技新贵新景科技主导的，让领导们都很重视。随着一家家企业自述完毕，所有人都渐渐安静了下来。领导、信息工程所的专家、运营商的负责人都看着曹渊。在众人的目光中，曹渊微笑地站起身，声音平静沉稳地说，在座的都是通讯行业的老前辈，无论是从实验室得出的结果，还是霓虹、高丽得出的市场反应，都应该看得出3G的推动对于科技行业的推动。我之前说过，3G 时代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已经完善的标准下和海外企业竞争。从运营商方面了解到，我们对于 3G 似乎有很多策略上的问题。说到这里，曹渊回头向程芷瑶挥挥手。程芷瑶提着一个大箱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份份提前复印好的技术资料，在资料一人一份分发给在座的所有人以后，曹渊继续沉声说，而关于 4G 研发，米国方面对于是 4G 的想法似乎更加倾向 WiMAX 标准，但是从 WiMAX 的白皮书上，这项技术虽然看似成熟，但是实际上连基本规范都做不到，健全、计费、运营等方面根本没有一套完整的配套方案。而 LTE 标准，我们也或许也会跟欧罗巴产生竞争，但是这个时期欧米双方竞争得很激烈， 3G 时代我们表现得差强人意，因此似乎他们并没有太重视我们，我们肯定是不能放弃拥有我们自己的技术标准。因此我提出了这个抢跑计划，大家各司其职，率先推出可靠的 4G 标准，然后凭借尽量推动我们的技术标准覆盖率。各位首领，这份资料是我们新景科技实验室里最新出来的结果，以及核心专利文书，再结合各位前辈的成果，我觉得我们对于 4G 标准已经有了一个可靠可行的方向了。因此我和在座的各位前辈希望领导们能够给 3G 开放一个绿色通道，快速铺设市场，给我们很快就会到来的 4G 时代打下基础。曹渊自信的声音在回荡在会议室里每个人的脑海里。科学院信息工程所的专家在看了资料以后，手都有些微微颤抖起来。没人会在这种场合质疑实验数据的真实性。通信部门的领导脸上保持着平静，沉声地问出自己的疑惑，可是曹总，我们和欧米根本上还是处于竞争状态的，你觉得我们怎样才能推动覆盖率？曹渊笑了笑，从程芷瑶的箱子里拿出了10几台还没上市的 ONE 以及其他手机厂商还在测试中的样品智能手机，分给在场的领导和信息工程所的专家。ONE 的系统和开源系统设计之初就是按照10年的标准开发的。曹渊之前谦虚说，领先世界23年的原因主要是浸润式光刻机还没进入量产阶段，一旦光刻机量产，再加上曹渊老本行的芯片工艺，几项加起来的领先优势，可以让华夏的智能手机在短时间内占据全世界的移动市场。在领导和专家们叹为观止的体验完全新的智能手机以后，曹渊脸上浮现出了笑容，笑容里充满了自信。市场会选择我们的，不是吗？第87别是什么类似龙组的组织吧？这次研讨会的结果不出意料，是圆满的。原计划3天的研讨会，在新景科技给出了强力的技术支撑以后，虽然领导没有当场拍板，但是从几位领导和专家的表情里，几乎可以确定，第一天就注定了结果。当晚，3大运营商联合为新景科技和通信企业代表们准备的酒宴，没有了心事。曹渊当然是选择参加的。不善社交的人通常会自发性的向自己认可的群体靠拢，
很显然，眼前这些绝顶强者们是曹渊认可的同类。虽然不喝酒，但是曹渊还是很享受在场的气氛。3位运营商的技术负责人，还有几位通信巨头围坐在曹渊身边，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技术问题。不知不觉，酒意浓时，其中一位运营商的技术负责人似乎有些醉了，眼睛一红，突然哭出了声音有些哽咽。我们这些年受了多少鸟气，总算看到希望了。这话像是打开开关一样，让周边的大佬们一个个都有些沉默了下来，然后眼眶都有些发红，也都纷纷诉说起这些年在技术上寄人篱下的烦闷。这些年我们受过的刁难，这些年我们吃过的亏，这些事情原世界的曹渊也都经历过，当然也是感同身受的。和原世界的2020年比起来，这个时期的技术封锁才哪到哪啊！曹渊眼眶也有些微微发酸，但是他不想哭，他觉得这个时候他要笑。最开始是无声的微笑，然后笑着笑着，哈哈，笑出声来。曹渊的笑声让周边哭的情绪正浓的人有些错愕，但是随后也是反应过，确实应该笑呀，为了更好的未来。整个宴会厅里，笑声夹杂着哭腔，这交错的声音传得好远好远，好像要传到那未来去似的。酒会结束后，曹渊回到酒店房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曹渊几乎可以预见，华夏科技企业们接下来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里，成为那个弄潮儿的景象。只要促进这个市场，就会催生出更多的产业链，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涌现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先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再去一点一点的促进改善基础。曹渊洗漱以后，穿着浴袍，正准备让程芷瑶预定这2天回江城的机票，拿起手机刚点亮屏幕，忽然听到门外传来的一阵敲门声，是短促的咚咚咚3声，不是程芷瑶。看了看手机，已经晚上8点半了。随行的技术骨干打开门，曹渊看到2个穿着西装的壮硕男子站在自己的房门口，表情很严肃，但是身上有种硬朗正气的气质，和在役军人身上的气质很相似。确认自己没有见过这2人，曹渊倒是有些疑惑，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其中一位西装男脸上扯出一个有些僵硬的微笑，似乎想要让自己尽量看起来亲切一些。曹先生你好，我们是隶属于华夏安防部第1支队的成员，我们孙部长有些事情需要和你了解一下，所以派我们来接你，不知道曹先生是否有时间？这是我们的证件。2人在表示来意的同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安防部，这下曹渊真的有些困惑了。都市之至尊战神小半本书里并没有提及这个部门，曹渊也不明白这个部门的领导为什么会上门找自己。顾名思义的话，这个部门的名字听起来别是什么类似龙族的组织吧？自己一不会武术，二不会异能，找自己干嘛？粗略扫了一眼证件的表面，证件上没有名字，只有一排类似井号的数字和照片。虽然长相很有压迫力，但是对方的言行非常礼貌，看得出应该是一个正规部门。既然是官方部门，曹渊倒是比较肯定，对方不可能会为难自己。一二点点头，2位稍等，我换件衣服。曹渊换好一身干净的衣服，跟2位男子快走到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其中一位男子突然手扶在腰上，快速回过身，另一个男子也是快速转身，把曹渊护在身后。身体经过强化的曹渊听力灵敏，刚才他就听到后面有人来了，本来没有多想，结果身边2人的动作差点让他吓一跳。转头看去，发现后面跟来的人是自己秘书程芷瑶。看得出程芷瑶有些紧张，这次京都之行一切顺利。程芷瑶准备让曹渊明天陪自己在京都逛1天，刚才在自己房间里给自己鼓足了气，在脑海里模拟了一遍，如果曹渊不答应，自己就怎样撒娇，怎么死皮赖脸。以后一开门，却发现曹渊跟着2个西装男好像要外出的样子，脑子里不由得想起了江城夜色的事件。程芷瑶下意识的就跟了上去，结果2个西装男突然转身，程芷瑶被吓得愣了一下。2个西装男的鹰隼一般的目光让他压力有些大，看到曹渊转过身，对曹渊的关心还是让他提起勇气问：曹总你去哪？手里紧紧攥着手机，指节都有些发白了。程芷瑶的样子倒是让曹渊还挺欣慰的，有领导找我了解一些事情。然后曹渊转而对着2位安防部的成员说，这位是我秘书，因为之前在我们当地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有些担心我，还请2位不要介意。曹渊的解释让2人也都稍稍放松，然后掏出自己的证件，对程芷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这2人虽然外貌有些压迫，但是身上的气质确实透着正气，再加上证件，这让程芷瑶放下心来。准备进电梯的时候，曹渊回头看了一眼还站在原地的程芷瑶，微笑着说，不用担心，
这2天辛苦了，早点休息。对于程芷瑶来说，曹渊的微笑似乎有些晃眼睛，让小秘书有些讷讷的点了点头，来到酒店楼下，跟着2人上了一辆军牌越野车。后座是封闭的，车窗只是装饰，实际上看不到外面，而且和驾驶舱也有挡板隔开，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对此，曹渊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安防部听起来就挺特殊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曹渊才感觉车停了下来，车门被从外面打开。曹先生，到了。曹渊下车后大致大量了一样，从大量的出风口判断，应该是一个类似人防工程的地下建筑。跟着2个西装男，看着2人用指纹、虹膜、人脸各种解锁方式穿过一道又一道门，终于才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其中一人敲了敲门：“部长，曹先生到了，请曹先生进来。”言语间能够听到微微的喘气声，而且虽然声音稍显低沉，但是还是能听得出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曹渊有些意外，京都特殊部门领导，女性，姓孙，孙宁的亲切，别又是一个没出场的女主角吧。第88，曹渊爱上玛丽苏。曹渊推门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空间很大，不过里面的布局却很简单，一张不算大的办公桌，后面是一个装满文件的书架，一套沙发，然后就没有和办公相关的东西了。剩下的空间里全都是沙袋、杠铃、哑铃、被粗大的麻绳缠绕的木桩之类的东西。曹渊虽然不懂，但是大受震撼。没练过武的他，也能看得出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用途是练功房。办公室里，一个女人穿着华夏传统的练功服，端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看起来有些微微气喘。苹果肌透着运动后的红晕，额头也有些细密的汗珠，一头利落的短发被汗水打湿，一绺一绺的刘海贴着额头，这刚结束锻炼的模样，稍显狂野。出色的外貌条件让她看起来有一种飒爽的美感。结合办公室里的器械以及对方身上的打扮，能看出这位孙部长应该也是一名武者了。打量了一眼这位孙部长，五官确实和那位警花孙宁有4、5分相似。抱歉了，曹先生。女人拿起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平稳的一些呼吸，然后露出一个有些客套的微笑，对曹渊说：“因为工作忙，我平时都是晚间练功，有些失仪，见谅。”对着沙发做了请的手势：“曹先生请坐。”用相对于寻常女性更加低沉的声音说着礼貌抱歉的话，但是脸上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礼貌又疏远的感觉很明显。曹渊没有在意，走到沙发前坐下，正准备询问对方找自己有什么事，结果却看到对方没理会自己，而是在办公桌和书柜的抽屉里翻找，似乎在找什么，最后空手站了起来，眼神里显然没有一点笑意，可是脸上依然是一副飒爽的微笑，并且带着一丝淡淡的歉意：“抱歉，我没有喝茶的习惯，平时也不怎么招待别人。曹先生要喝什么？我让人送进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对方脸上这种表情和神态，曹渊总觉得似曾相识。孙部长不用客气，不知道孙部长找我有什么事？见曹渊似乎确实不在意，女人也就没有纠结，走到曹渊对面坐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清。说起来，曹先生前些天还见过我妹妹呢。提及自己的妹妹，孙清的神态似乎温和了一些。是孙宁警官吧？预料之中的事情，曹渊没有什么波动。孙清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发箍，把自己被汗水打湿的头发箍住，出色的五官完全展现出来，表情有些漫不经心的模样。哦，曹先生已经猜到了，果然不愧是官方重视的青年科学家，确实聪明非凡。曹渊，这一刻，曹渊或多或少总算知道平时别人和自己对话时的感受了。他也明白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哪里来的，因为这位孙部长得体却又不走心的笑容和语言，简直和他自己一模一样。而且孙清知道自己妹妹孙宁在江城当警察，那也就是说在孙家，至少孙清是知道孙宁的行踪的，只是放任孙宁而已。估计最后是因为孙宁和龙王走得近，孙家或者孙清看不上龙王，才出面带走警花孙宁，都市之至尊战神的后文。曹渊不知道，不过按照曹老师和曹将军的说法，这种小说要是不来一对姐妹、一对母女之类的，那就证明这本书肯定扑街了。所以按照孙清的官方身份以及武者身份推断，她大概率也是女主了。曹渊觉得自己随手写一个人工智能程序，甚至都不用接通大数据，根据前文就可以猜到龙王到京都后打脸孙家或者孙清，在腐朽的家族中就出了小警花，最终抱得美人归，甚至很可能买一送一的故事了。孙宁、孙清这些女主怎么说呢？无论是曹渊上次见到孙宁，还是这次见到这位孙清部长，姐妹两人脸上都没有经过妆容的细细描摹，但不施粉黛，
依然难以掩盖他们出众的五官条件。孙宁作为一名警察，风吹日晒得多，皮肤相对黝黑一些。虽然上次曹渊和孙宁只是简单的做了个笔录，但是曹渊能看出对方是一个开朗的人。再者，曹渊在书里知晓了孙宁想要成为正义伙伴的理想，这让曹渊上次见到小警花孙宁的时候，总觉得对方有些理想主义者的热血的气质，虽然有些中二，但是曹渊很欣赏。而姐姐孙青则不同，她的皮肤状态很好，气质锐利淡漠，表现出的礼仪与交流习惯看上去有些许刻意。打招呼，请坐，询问是否需要饮品，先聊家常，然后不着边际的夸赞，一系列的举止，眼神都没有一点波澜，就像是一个演技并不出色的演员，在扮演自己认知中的领导一样，不管对方是什么反应，他都不会停止按照这套流程来扮演。事实上，曹渊也是这样，除了家人以外，只关心技术，但偏偏现在正在做科技企业，是需要大量交流的事情。于是，通过对别的企业家以及高管的观察和学习，伪装成高情商的模样，所以曹渊平时大多时候的表现都是礼貌温和，却也疏离的。这位孙青部长似乎和曹渊有着异曲同工的行为习惯。想到这里，曹渊眼神都怪异了几分。认识几位女主以来，大家都表现得挺正常的，让曹渊都差点快忘了，这些女人最后共同喜欢上一个弱智，其他人也就算了，但是孙青这种和自己有些共同点的女性，最后很有可能喜欢上文王了，让曹渊感觉就像是自己会爱上玛丽苏电视剧里的脑残女主一样。这种感觉让曹渊觉得甚至有些恶心。曹渊抛开思绪，脸上挂起和孙青同款不走心微笑，说：孙部长还是说说请我来的目的吧。曹先生在江城遇到持枪分子的事情，我们已经接到江城警方的汇报了。曹先生知道对方的身份吗？曹渊的笑脸让孙青愣了一下。萧傲天？孙青点点头。萧傲天，黑州佣兵势力龙神殿的首领，好像号称什么龙王。曹渊，合着你们知道啊？那萧傲天在江城隐藏了半本书，藏了个寂寞。第89倒是小看这龙王了。孙青的话还真的有些出乎曹渊的意料了。都市之至尊战神前半本书，萧傲天这个人，在曹渊看来，唯一仅存的智商依据，就是在涉及京都萧家的时候还算谨慎，至少还知道隐藏自己。结果事实上，好像是萧家放任了萧傲天在江城发展，而萧傲天自己在江城和空气斗智斗勇了半天。毕竟安防部既然知道身处江城的萧傲天身份，没道理京都萧家不知道。看完了半本书，现在又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就算淡定如曹渊，都能明显感觉到脸部肌肉在某个瞬间似乎失去了控制，皱眉肌紧锁，口轮匝肌和笑肌、颊肌上提，算了，就是老人。地铁、手机、JPG， 孙青似乎正在组织语言。曹渊一闪而过的奇怪表情，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以曹先生的身份，应该知道京都4大家族吧？孙青缓缓开口问说。曹渊点点头，当然。萧傲天最初入境的时候，其实已经引起了我们安防部以及警务部的注意。毕竟这种人，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素。听到这里，曹渊观察了孙青一眼，对方表情和语气里，对于萧傲天佣兵身份的不屑很明显。欲扬先抑，女主角的要素齐全了。孙青的语气像是汇报工作，继续说，但是4大家族之一的萧家却出面为其作保，保证萧傲天不会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因为萧家的干预，所以我们只是一直对他保持监视状态，而这次对其非法持枪的指控，也是被萧家掩盖了下来。当然，萧傲天的行为也违反了当初萧家做出的不会危害社会的保证，他肯定是会被驱逐出境的。孙青的语气能听出有些不爽，似乎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曹渊尝试地问了一句，那孙部长是否知道京都萧家和萧傲天是什么关系？孙青摇摇头，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萧家很重视萧傲天。然后就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曹先生请稍等一下，就从沙发起身走到办公桌前，在一堆文件中翻找起来。没有在意孙青的动作，曹渊简略地思索了起来。萧家很重视萧傲天，那么说来，基于前半本书的许多推测都要推翻了。原本曹渊预计自己不会和京都萧家扯上什么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萧傲天所占用的世界系数权重里，有一部分肯定是来自于萧家。倒是小看着龙王了，原来不仅仅是女主角很关键，原来也还是个背景咖。虽然萧傲天最终还是被驱逐出境的结果和曹渊的预期相符，不过出面的是龙王貌似仇人的京都萧家。而且从现在得知的消息来看，京都萧家和萧傲天虽然表面上血海深仇，但是萧家暗地里却一直在关注萧傲天。萧傲天入狱后，作为师傅的施伟川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
率先出手保下了萧傲天。当初江城萧家的覆灭，京都萧家所扮演的角色没那么简单。京都萧家，看来要多注意一下了。甚至施伟川和萧家的关系，或许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曹渊默默给自己提了个醒。为一个曾经的动漫爱好者，曹渊在得知这些消息后，不知怎么回事，脑子里自然而然地脑补起了一个画面：成长吧，我愚蠢的龙王哟！等你有和我相等的实力的时候，再来到我们京都萧家的面前，萧萨斯给傲天。曹渊的思维有些发散，这时候孙清手里那个一份文件坐回曹渊面前，把手里的文件递给曹渊。我们安防部日前接到了中枢直接下达的命令，会派遣一个小队前往江城，负责保护曹先生的安全。这次凑巧，曹先生来了京都，正好能够交接一下。这是这次安防小队的人员名单以及资料，曹先生可以过目。中枢的命令，安防小队。曹渊接过资料，快速阅览了起来。队长李磊，级别暗进；副队长韩梅梅，级别暗进。成员不过2个暗进正副队长领队，6个明进队伍成员，这纸面实力让曹渊都觉得有些受宠若惊了。曹渊怪异地看着孙清，2个暗进。说实话，这个小队的实力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孙清没有回答曹渊的话，微微眯起眼睛看着曹渊。曹先生似乎对古武者很了解，只能说知道，说不上了解。萧傲天海外的身份具备一定的威胁性，而曹先生又是我们官方非常重视的青年科学家、企业家，而且这次安保小队薪资是需要曹先生您自己负责的。我相信以曹先生的身家，应该不会在意吧。说到这里，孙清的笑容不再客套，反而因为微微眯起的眼睛显得有些狡猾。提及古武之后，孙清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些灵动，不再是刚才那种按部就班扮演领导的木讷模样，前后的反差形成了很强烈的割裂感。曹渊翻到资料的最后一页，确实写明了，在保护曹渊期间，队员的薪资由曹渊自己负责，理所应当的事情，曹渊不至于要钻国家的空子。不过孙清的话，再结合对方的表情，总觉得对方像是安排手下的人来吃大户的感觉。对于这个安防小队，曹渊仔细思索了一下，萧家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盘根错节，铁了心要保下龙王的话，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要说撕破脸吧，为了一个雇佣兵又不值得，给自己派遣安防队伍的这个决定，应该是中枢给出的折中方案。对于中枢给出的安排，曹渊没有什么不满的，也愿意接受，说明中枢还是对自己很重视，能够从其中读出中枢对于技术的重视。而且真的是防范萧傲天吗？曹渊觉得这更像是中枢在防范萧家。萧傲天的国外佣兵背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其实屁都不是，偏偏萧家还是选择死保萧傲天这么个雇佣兵，这个的反常举动才是值得让人注意的地方。从我们的资料来看，曹先生的保镖也是记录在案的暗境武者，来京都以后又招了一个暗境古武者。孙清的话音打断了曹渊的思考，曹渊没有回答孙清，而是看着孙清，等着他的后话。孙清还以为曹渊反感自己调查他，于是解释说，曹先生别这样看着我，我们安防部的主要职责就是给国内的古武者登记在册，并且关注古武者的流动。曹渊把资料放到一旁，看着孙清说，孙部长，能不能和我说说，在官方层面的角度上，古武者的事情。第90药检过不了关，京都萧家和萧傲天之间具体是什么情况？能得到的信息太少，同为4大世家的孙家看起来也并不清楚。对于这种充满博弈气息的局面，曹渊这种脑子里大多是数据的人实非所长。不过背后有着群友的支持，眼前有着中枢的支持，曹渊也没有太过于担心，只要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正好听到孙清简单和曹渊描述了安防部的具体职能，显然安防部是基于古武者而建立的主要部门。曹渊对于古武者的情况一直有些疑惑，趁着孙清这个主要负责人当前，正好可以知晓官方层面对于古武者的思考。孙清一下子没有明白曹渊话里的意思，曹先生你的意思是？曹渊打量了一眼孙清的练功服，孙部长应该也是一名古武者吧？孙清点点头，古武者的个体的武力可以说是超出常人认知的，但是为什么官方没有征召古武者入伍？我想相对于身怀绝技的古武者在社会上流动，入伍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曹渊回忆起罗斯峰上次展现出违反常人对于人体认知的力量，继续说道，而且以古武者的身体素质来说，就算不入伍，似乎在体育方面也能有所成就。听了曹渊的问题，孙清沉吟了一会，曹先生，现代战争其实是别国也有和古武者相对应的格斗家，各国之间有过协议，不允许在军事上征召武术家。孙清语气有些低沉，
娓娓道来的解释了曹渊的疑惑。现代战争更多是以达成战略目的为主，基本不会有什么以灭国为目的的战争出现。格斗家不能介入战场，是由大国之间协商好，然后一起牵头制定的协议。大国靠着科技实力和强大的军工体系，就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没必要投放格斗家进入战场。总的来说，古武者、格斗家对于战场的意义就是强对强的情况下，用不用都一样，主导不了局势；强对弱的情况下，海陆空三路钢铁洪流齐下，用不着；弱对弱的情况下，幼儿园玩家的小打小闹，别人根本不在乎；弱对强的情况下，反而这些古武者、格斗家倒是有可能成为弱者手里的一把尖刀。大家打仗打得好好的，结果对面冒出一个加强连的史蒂夫罗杰斯，也不介入与正面战场，就暗搓搓的搞破坏，平白添加己方伤亡几率，这非常不划算。既然有这样的风险，干脆禁止了吧。至于体育方面，因为国内的古武者从小接受药育，国外的格斗家也有类似增强体质的方式，虽然不是通过口服、注射，但是终究是通过药物激发身体机能，所以药检过不了关。曹渊还真挺让人意外的。曹先生为什么对古武者的生存状态那么感兴趣？孙清似乎对曹渊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更感兴趣。曹渊想起罗斯峰身上那份木气，叹了口气，觉得惋惜而已。曹先生为古武者感到惋惜？孙清有些惊异地看着曹渊。作为孙家人，孙清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小时候和爷爷的警卫习武，从小就不爱红装爱武装，对于武艺有着别样的偏爱。长大后也如愿以偿接任安防部的部长位置，可是在这个位置上坐得越久，对古武者的未来就越是悲观。偏偏他又很难找到一个对武者有同理心的人，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在意一个看起来即将消失的东西。事实上，曹渊的感觉没有错，孙清和他确实是很类似的人。曹渊醉心于技术，为了技术的发展推广，尝试着做企业，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而孙清沉迷鼓舞，想要给颠簸飘摇的鼓舞者找到一个出路，同样学习着领导一个部门。因为近期萧傲天持枪事件，孙清对曹渊也做过简单的了解，他也很羡慕曹渊，事业上有所成就，对科技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看好新景科技能给华夏科技发展带来新的光彩，而鼓舞似乎还是没有方向。双方陷入短暂的沉默。鼓舞者有没有可能对内担任一些职责？孙清点点头，又摇摇头。愿意学习的鼓舞者大多已经在安防部任职了。大多鼓舞者从小就要开始打熬筋骨，习武几乎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除了一身武艺别无所长。有所成就的鼓舞者大多醉心于武艺，为的就是在武艺上更进一步。让他们去学习别的知识，他们甚至觉得浪费时间。曹先生觉得他们能做什么？说到这，孙清有些烦闷的模样。就算是保镖，也需要大量的安保知识学习、训练，并不是每个鼓舞者都像罗斯峰一样能够遇上曹先生的。富豪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保镖，而是一个成熟专业的安保团队。曹渊复杂的点点头，对于鼓舞的心思不纯粹，还能有所精进的，好像也就龙王了吧。就算是书里第一个突破化境的罗斯峰，自从开始帮龙王砍人以后，也就再也没什么进步了。从孙清这能够了解到，鼓舞者的问题除了社会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个群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让他们与时俱进一些。没错，人家确实也想融入社会，可他们又不想改变自己的状态。人家的梦想就是武艺有所精进，别人似乎又没有立场去说什么。从小说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世界本身存在着鼓舞者，以后后面会出现武道家，甚至修仙者，这些超出规格的因素，都是为了萧傲天而存在的。偏偏这些人又被嫁接在这个现代社会上，等着龙王来带领他们前进呢。曹渊有些无奈的摇摇头，武者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真是挺复杂的。如果要对这些鼓舞者做出安排，其实就有些类似于扶贫。扶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福智。书里的鼓舞者包括龙王在内，曹渊总觉得他们的追求有些小家子气。习武的目的就是变强本身，武术精神难道不是应该刚健有为，平和中正，化干戈为知己，合天地于一气？第91晚上，想想千条路。安防部部长办公室里，两人相对坐，没有茶水。曹渊和孙清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聊着鼓舞者相关的事情。两人都是稍显拙劣的演员，一个平时演绎着企业家，一个演绎着官方领导，在谈及鼓舞的问题时，却意外的比较融洽。聊了许久，曹渊看一眼墙上的挂钟，两人已经聊了1个小时了，于是起身准备告辞。孙部长，时间不早了，我就不继续打扰了。安防部这次找自己的原因就2个，一个是提醒自己注意萧傲天以及萧家，另一个
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个安防小队。曹渊对此没有异议。李磊和韩梅梅两位暗劲的正副队长都是女性，正好更适合贴身保护郑舒心和唐锦柔。几位队员加上罗斯峰和猪脚饭，用来在明面上防范萧家和萧傲天应该是够了。孙清现在的心情不错，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许多。越是热爱一样东西，越是希望他被别人认同。曹渊这种科技精英出乎他的意料，对古武者似乎很关注。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有一个小众的爱好，有一天你发现班里的超级学霸居然有和你同样的爱好似的，会有一种特殊的满足感。孙清脸上挂着笑容，和曹渊说：好的，曹先生，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如果后期还有什么安保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互相留了私人号码。孙清起身送曹渊到办公室门口，而两位西装男正在办公室门口等曹渊出来呢。结果看到自家平时像机器人一样的部长居然对曹渊笑脸相送，两人惊愕地对视了一眼。常年的搭档生涯让他们似乎可以读懂对方的眼神。这曹先生看起来不简单啊，人真的可以帅到机器人都为他笑吗？再次穿过那一道道安全门，还是那辆封闭的越野车，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快要11点了。曹渊下车的时候，其中一个西装男简单的表示明天安防小队就会来和他交接。曹渊点头表示应允。曹渊回到房间，开始思索起从孙清那知晓的关于古武者的事情。事实上，曹渊一开始关注古武者，单纯只是为了卸掉萧傲天的世界系数权重。但是自从成立新景科技，曹渊除了是一个青年科学家以外，同样也是一个青年企业家。在新景科技拉上国内科技企业成立了华夏科技联盟之后，曹渊每天工作之余都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一些人文历史以及社科书籍，继续培养并巩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以曹渊手里的技术和越来越大影响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新景科技也会从一个立足于技术发展的科技公司，变成一个几乎无法限制的资本怪物。而古武者的方向，这个命题涉及到了社会的很多方面。不过萧傲天已经被曹渊赶回黑州去了，现在有更充裕的时间去了解并且理解这个群体。从小意志坚韧，能够在武艺上有所成就的人，很难说他们不是人才。想起原世界，不论是华夏还是世界，都有许许多多的传统技艺和文化都失传。无论是世界系数的原因，还是自身社会责任感的原因，曹渊个人还是挺希望这个群体能够在现代社会绽放新的光彩的。咚咚咚咚咚，熟悉的敲门节奏打断了曹渊的思考。这小秘书怎么还没睡？曹渊起身打开门，程芷瑶低着头，手里还做着敲门的动作。曹渊侧身躲开程芷瑶攥得紧紧的小拳头。程秘书，有什么事？曹渊的声音让程芷瑶回过神，抬起头看着曹渊。曹渊还维持着侧身躲避的动作。程芷瑶通过曹渊的动作马上反应了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一下子变得有些红彤彤的，微微撇过头，想要尽量躲避曹渊的目光。我听到曹总房间有开门声，来看看是不是你回来了。曹渊笑了笑，谢谢程秘书的关心了。然后想起机票的事情，继续对程芷瑶说，对了，程秘书辛苦一下，关注一下机票。程芷瑶像是早有准备一样，拿出手机点亮屏幕，就是天气预报的界面，然后把手机递到曹渊面前。我正想和曹总说这件事情呢，这2天京都会有暴风雪，或许我们要晚2天才能回江城了。接过手机，曹渊滑动翻看了一下天气情况。曹渊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程芷瑶一直看着曹渊，不知怎么的脸色又有些红了起来，张了张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人很多时候都会高估自己的勇气，就像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总是晚上想想千条路，睡前脑子里都是明天我要怎么表白了，明天我要对他说什么了。但是早上起来以后，通常就是走原路，要是表白被拒绝咋办啊？就这样当朋友也挺好的吧。程芷瑶觉得自己明明有好多话想说，但是现在却感觉像是要窒息一样，有些发红的脸蛋似乎要在京都这寒冷的冬夜里冒出热气来了，不停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程芷瑶，你要加油啊，只是约曹渊这个大笨蛋陪你逛逛京都而已，你可以的。曹总。曹渊有些眼睛从手机上离开，看着程芷瑶脸色通红，似乎有些有口难言的模样，有些奇怪。北方气候寒冷，这秘书别是生病了吧？程秘书，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声音带着一些关切。程芷瑶像是即将奔赴刑台一样，不敢看曹渊，低着脑袋。曹总，这两天怎么了？曹渊问说。这2天如果回不了江城，你有什么安排吗？程芷瑶，
终究还是怂了。明明想要让曹渊和自己约会的 OT。P.S. 各位读者，大大情人节快乐呀！第92，办公室恋情的基本修养。酒店的走廊里，一个女孩面色薄红，站在一个房间门口，对面是一个男生，手里拿着一台在这时期显得非常特别的手机。女孩的脸上明明红扑扑的，却看起来有些泄气。如果延误回程的话，明天先去看看我的导师，后天如果天气情况还是不理想，就去一趟微电子所，拜访一下盛教授和胡教授。曹渊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作为秘书，关注老板的行程本就是工作范围。曹渊也没有多想。程芷瑶觉得有些卡壳，他想和曹渊约会啊，甚至已经在脑海里预言好怎样撒娇，怎么耍赖了。好吧，其实根本做不到。小秘书甚至在自己脑海里给自己打上了一个很羞耻的标签，胆小如鼠程芷瑶。程芷瑶漂亮的脸蛋不由得鼓了鼓，像是一只小河豚在生自己的气。既然曹渊已经有规划了，还都是正事，作为一个合格的总裁大秘，就算再怎么喜欢自家总裁，也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而影响总裁的正事。这就是办公室恋情的基本修养。程芷瑶抿了抿自己的嘴唇，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有些希冀地问曹渊，曹总，我能和你一起去吗？曹渊有些疑惑，你去做什么？程芷瑶脸上的表情透露着理所当然。自从我在新景科技工作后，越发的明白了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以及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有机会见到这些泰斗级的前辈，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曹渊下划线。程芷瑶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话，说的曹渊一愣一愣的。曹渊连忙打断程芷瑶的小学生作文，出声说，那就一起吧。程芷瑶被打断了发言，低声嘀咕了两句什么，然后马上眯着笑眼看着曹渊，那么曹总晚安。把手机递还给程芷瑶，曹渊也点点头，程秘书晚安。曹渊关上房门后，程芷瑶握着手机站房门口，手机上似乎还有着曹渊手指残留的余温，好像脸又要发烫了，忍不住在心里暗斥自己怎么这么痴女。然后程芷瑶突然又笑了起来，这其实也算是二人世界吧，一起见他老师，也能算是见长辈呢。第二天一早，京都果然下起了暴风雪，一夜之间，京都仿佛天地间都变得白茫茫的一片，皑皑的白雪仿佛掩盖了大部分的现代工业气息，让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感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曹渊走出房门的时候，程芷瑶已经在过道里等了他半天了。自从到新景科技就职以后，程芷瑶一直都是一副职业装的打扮。她今天一套浅色的羽绒服，扎着一个可爱的丸子头，背上背着一个双肩包，耳朵上搭着一个毛茸茸的耳套，恢复了些许程家大小姐多日未见的娇媚俏丽。不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份俏丽中融入了一些利落的气质，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元气满满的模样。因为暴风雪的原因，曹渊今天在常规的西装外加了一件风衣，翻领风衣在笔挺的身形承托下，凸显了一丝优雅，敞开衣扣又彰显了一分行云流水的大气。没有选择把头发打理成斜背，而是选择放下，洗后吹干，自然形成的蓬松发型，让这严谨优雅的绅士形象平添了几分清静温暖。程芷瑶像一个小跟班，跟在曹渊身后，等电梯的时候悄悄瞥一眼曹渊，然后脸上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然后马上又收住笑容，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似乎傻乎乎的样子。两人乘电梯到酒店大堂，程芷瑶正准备让酒店的人把车开出来，曹渊却拦住了他，等一会，我们等两个人。刚才曹渊手机已经接到孙清发来的短信，李磊和韩梅梅两人正在来酒店的路上。曹渊回复表示会在酒店大堂等他们。安防小队是官方部门的鼓舞者，虽然这次也是官方任务，但是曹渊作为薪资提供方，两人会代表小队与曹渊签署一份薪资协议。等人，程芷瑶 Sigma， 他可是从昨晚就开始期待今天了，二人世界见长辈。难道曹渊这个大笨蛋还约了同学一起去看老师？可是他立志要做曹渊的贴心小秘书，他的曹总要等人，他当然只能陪着。没多久，两个女孩从室外的白色世界走进了酒店大堂。从下车到进门的短短几步路，两人的衣着和头发上都落了一些雪花。两个女孩，一位长发，一位短发，其中短发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两人外貌极其相似，应该是分别随父母姓的双胞胎。五官说不上非常漂亮，但是身上的气质有股子飒爽英姿的味道，少有的强健女性风姿，但是却不会过分喧宾夺主，并不掩盖女性应有的柔美。两人在大厅里扫视了一会，一眼就看到外形突出的曹渊和程芷瑶两人，然后就向着曹渊走来。
短发女孩笑着对曹渊说：“曹先生，你好，我是李磊，我们代表小队来你处签署协议。”曹渊礼貌地对李磊笑了笑：“李小姐你好，我是曹渊。”然后转头也向长发的韩梅梅点了点头：“韩小姐，你好。”韩梅梅见到曹渊的第一眼就惊呆了，她看过曹渊的照片，但是照片和真人可不一样，就像一般人看见吴彦祖、读者老爷们的照片，通常只会淡定地说一句：“咦，还挺帅的。”但是当他真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算是男人也会忍不住说一句：“哥哥，星号我。”曹渊微笑着向他打招呼，韩梅梅甚至没有反应过来。李磊伸手拉了拉韩梅梅的衣袖，轻咳了一声：“嗨嗨。”韩梅梅回过神以后，一下子脸色就红了起来，支支吾吾地说：“你好，曹先生。”曹渊身边一直展现一个优秀秘书素质的程芷瑶，看见韩梅梅的反应，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但是眼神却忍不住露出一丝骄傲：“我家总裁是真的帅。”第93胸无大志，自甘堕落。和两姐妹简单的打过招呼，然后领着两人一起来到酒店大堂的休息区。入座后，李磊从包里拿出了一沓 A4 纸：“曹先生，这是这次任务的薪资协议，请过目。”曹渊接过协议，快速的阅览，确认了一遍内容以后，直接在协议上留下了名字和手印，一式3份。曹渊把自己的那一份递给一旁的程芷瑶。双方协议签署后，李磊站起身和曹渊握了握手：“那么曹先生，我们回部里递交材料，今晚我们两人会来你处报道，在京城期间对您进行保护，其余队员需要准备一些装备，最晚明天会来报道。”曹渊点点头表示没有异议：“好的，有劳你们了。”两姐妹站起身准备告辞。韩梅梅这会儿已经缓过神来，似乎还在为自己刚才表现觉得丢脸，一直不怎么敢抬头看身边的人。送走了李磊、韩梅梅两姐妹，程芷瑶才出声问说：“曹总，这两位是？”目送两位暗劲高手离开后，曹渊收回目光，简单的和程芷瑶解释说：“官方为我安排的安保团队。”没有过多解释销假之类的原因，因为担心程芷瑶会说漏嘴，会引起母亲和唐景柔不必要的担心。车子停在5道口职业技术学院外的停车场。这个时期对于校外人员的管理不算严格，和门卫说明来意，并且登记后，曹渊领着程芷瑶轻车熟路地向5道口微电子学研究所走去。校内的建筑、绿化都被厚厚的大雪所覆盖，银装素裹的校园显得有些萧瑟，似乎在默默地储蓄着来年开春的生机。程芷瑶从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一路拍了好多照片，时不时翻看一眼自己拍的照片。程芷瑶眼里笑意盈盈，这就是曹渊曾经生活求学的地方。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程芷瑶想要把这些场景都记录下来，就好像是要弥补未曾参与的遗憾似的。到了微电子所楼下的时候，遇上一个男生也正要进门，男生脸上还有一些痘印，都是青春的证明，模样看起来稍微有些不修边幅。曹渊和程芷瑶两人的外貌突出，因此正准备进门的男生忍不住多看了一眼。程芷瑶的美丽虽然让他有些惊叹，但是还是程芷瑶身边的曹渊更吸引他的注意力。这是曹渊学长。男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确认自己没看错。这个时期，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科技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事实上还没这么大，因此对于大众来说，曹渊其实没什么名声。但是在科技行业那就不一样了。新景科技，新一代光刻机的核心技术提供 ADA One 开源系统，华夏科技联盟，江城科技工业园。可以说曹渊现在就是整个行业里所有年轻人的偶像，而且5道口校友的身份让男生有些天然的亲近感。男生有些激动，像是粉丝见到偶像一样。曹渊师兄，声音有些激动。曹渊对男生温和的笑了笑：“学弟你好，周教授在吗？”男生使劲点点头：“在的，在的。”拍了拍男生的肩膀，然后带着程芷瑶往着记忆中周长青的办公室的位置走去。来到熟悉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进来有些低闷的声音从门内传了出来。曹渊推门而入，还自己是记忆中的那种凌乱。办公桌凌乱不堪，周长青一点不以为意，手里拿着一本书，桌上的茶杯没有盖上，热气在杯口袅袅上升，然后缓缓消散。曹渊身后的程芷瑶看清办公室里的情形后，忍不住怪异的看了一眼的曹渊的背影。凌乱这种事，看来也是师门一脉相传的。周长青头也没抬，出声说：“什么事？”熟悉的场景让曹渊忍不住笑了起来。老师。周长青翻书的动作一顿，然后抬起头看向两人。他的第一反应是，嘴角忍不住挂起一下笑容，在他有些沧桑的脸上，却显得无比温和与欣慰。然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脸色一下子垮了下来，看起来有些严肃以及一些别扭。哟，这不是我们的为爱痴狂的曹会计吗？眼神有些轻蔑地瞟了曹渊一眼，明明一个小老头，看起来却有些傲娇。曹渊，程芷瑶在边上看着这个傲娇的教授，说着阴阳怪气的话，有些忍俊不禁。程芷瑶的笑点本来就低，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吸引了周长青的注意力，瞥了曹渊一眼，然后朝着程芷瑶努了努嘴。女朋友？程芷瑶心里一跳，然后看到曹渊摇了摇头，这位是我的秘书，程芷瑶。他说对您很是仰慕，所以想跟我来一起拜访一下您。好吧，还是不跳了。周长青这边倒是来了兴趣。仰慕？扭头看向程芷瑶，小姑娘，我第一本参与编撰的教材是什么名字？程芷瑶本来还在憋着笑呢，结果周长青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小秘书搞得一愣。啊，这不是应该我拍一波马屁就过去了吗？果然见长辈好恐怖啊。看到程芷瑶呆呆的模样，周长青嗤笑一声，然后用一种果然不出我所料的神色看向曹渊，哼，仰慕的恐怕不是老头子我呀。回头看了程芷瑶一眼，发现曹渊回头的动作，程芷瑶低下脑袋，装起了鸵鸟。曹渊眼神却有些若有所思，但是脸上的微笑不变，没有接周长青的话茬，先是指了指靠墙壁的沙发，示意程芷瑶坐，然后他自己从办公室的角落里翻出一张塑料凳，搬到周长青面前坐下，看着曹渊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的动作，本来还想继续板着一张脸的，但是还是失败了，忍不住笑了起来。周长青刚才忍不住阴阳怪气几句，就是因为当初他那样挽留曹渊，甚至亲自跑到江城去，结果这臭小子非要为了一个女孩子跑去人家公司当会计，人家缺你这么个半路出家会计吗？真是胸无大志，自甘堕落。周长青上下打量了曹渊一眼，不过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吧。第94，填补你的心。程芷瑶乖巧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办公桌前的师徒两人，从他的角度上来看，只能看到曹渊的背影，笔直的坐姿让他的背影看上去很有安全感。然后再悄咪咪地看了一眼坐在曹渊对面的周长青，周长青刚才别扭的表情消失了，欣慰爬满了他的表情。周长青感受到曹渊的变化，比他在发布会照片上看到的更直接、更清晰。做得不错，低闷声音中，欣慰和骄傲毫不掩饰。曹渊道：“是您教的好，行了，别拍马屁。带了这么多年的学生，我自己几斤几两很清楚。”白了曹渊一眼。周长青端起桌上冒着热气的茶杯，吹了吹，呷了一口。这次来京都做什么？曹渊简单的讲述了一下自己来京都的原因。听到国内所有通讯企业齐聚，周长青有些惊讶，这次又是把国内的通讯企业都一起带上。曹渊点点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要不是你家里有能力支持你，你这家伙去做企业怕是融不到1分钱。曹渊不可置否的笑了笑，每次都拉着这么大一个大摊子，你是怎么想的？周长青放下茶杯，认真的看着曹渊。周长青想知道曹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作为自己曾经的学生，他很了解，从一个有些不着调的荒废人才，一下子转变过来一副要引领科技的模样，让他都有些猝不及防。曹渊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缓声说，一方面算是自我追求吧，把自己的技术用合理的方式分享出去，是每一个技术人心里最期盼的事情之一，来源于人类渴望的到认同的原始冲动。周长青点头表示认可。作为一个教授，他当然理解这种自我追求。曹渊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另一个方面就是在计算机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许多，所以抢先站住下一条赛道，预留一个新的出口。新赛道就是你说的移动互联网。曹渊点点头。周长青沉吟了一会，从新景科技的成立到 EDA 软件以及 ONE 的发布，他都有关注。曹渊后来也有托人给他送了一台 ONE， 体验过全新的智能手机，以及新景科技专门为其研发的软件。再结合国内科技行业的评价，对于新赛道的说法，周长青是认同的。作为一个科技从业者，周长青看得比别人深远得多，他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全新的触屏智能手机对如今的手机市场那种降维碾压。新景科技的 ONE 以及科技联盟内部开源的系统，从上到下全方面覆盖了手机高中低区间，再加自主的优秀 EDA 软件，新景科技专门为智能手机设计的专用芯片，以及科学院即将出台的光刻机样机，未来的手机市场可以说就是华夏的后花园了。不过预留新的出口是什么意思？新的出口是指……曹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周长青，老师，您对房地产市场有了解吗？周长青，你这话题变得有点快啊，你自己家就是干这个的？
问我一个画电路的老同志有没有了解，不轻不重地咳嗽了一声，嗨嗨，你就直接说你的。曹渊缓缓出声，近年国内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房产和制造业，其中制造业暂时以低端制造占绝大多数，霓虹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新景科技一家企业其实能做到的并不多，但是大家一起进步的话，能够在未来形成一个足以承接房市的产业链，算是为国内未来的经济准备一个新的出口吧。曹渊一边沉思一边说，培养人才方面的考虑他没有说，一开始培育人才的目的更主要的是想卸掉龙王身上的世界系数权重，并不完全来自于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说出来把自己包装的像个圣人似的，这会让曹渊觉得很可耻。曹渊对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让周长青愣了愣，等等，你真的是我的学生曹渊？曾经那厌世骄纵的模样，现在居然在这跟我谈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可真是超出周长青的预期了。毕竟周长青只是希望曹渊回到科技行业来，结果曹渊不但回来了，还从科技入手，开始思考国家与社会。周长青又喝了一口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小子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曹渊，这笑声把曹渊弄得不自信了。我说的话很好笑吗？周长青笑了好一会，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看着曹渊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追到江城去，让你继续回来跟我做半导体吗？曹渊回忆了一下当初的情形，当时周长青可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难道不是因为自己的天赋？周长青笑眯眯地看着曹渊，你不会以为是因为你优秀吧？曹渊看着曹渊有些懵逼的表情，周长青心情大好，然后认真地对曹渊说，这世上天才其实很多的，虽然你当初表现出来的天赋和能力都很突出，但是和现在的你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华夏半导体行业，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种事曹渊当然是承认的。通常来说，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与那些各个科技领域前沿的真正大师、专家比起来，他觉得自己在对方面前可能也就比龙王强一点。周长青看了一眼曹渊，很欣慰地对他说，当初的你虽然在学术方面很有天赋，但是就像是一个内心空洞的怪物，让你回来是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会走向自我毁灭，所以事实上我只是希望科学这条没有尽头的路能够填补你的心。第95曹渊他不要我了。周长青的话让曹渊愣了愣，然后心里就像是突然充盈着一种巨大的满足和感动，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现代师生之间很少有像曾经师徒如父子那样的羁绊，虽然曹渊和周长青之间也没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导师对于自己的用心还是让曹渊不免有些感激。曹渊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倒是让老师你费心了。周长青随意的摆了摆手，少来这套，好好做你的事情吧。接下来曹渊和周长青开始发散的聊了许多东西，国内现如今的高等教育情况，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内的人才流失等等。从周长青口里，曹渊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近期有大量的纯技术领域突破。看了看论文内容和发表时间，其中的许多技术和材料在原世界其实应该早2-3年就已经发表了才对，但是现在却基本都是曹渊穿越以后的事情。类似之前卡在干式光刻机上的那种滞后情况，似乎开始松动了。这个发现更是让曹渊坚定了自己的推测，因萧傲天没从剧情里得到的世界系数，小部分会被曹渊得到转化成群积分，剩下的绝大多数会自然成为推动世界演化的能量。原本这个世界只有萧傲天是世界系数的大型中转器，随着他的权重增加，他对世界演化方向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但是现在曹渊把剧情偏离的一团糟，像是给这个稳定的系统挂上了一个漏洞。现在世界系数不再经过萧傲天了，世界系数经过曹渊，然后分发到全世界。只要曹渊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萧傲天的作用就会从中转器变成稳定器，作用只是暂时维持世界的稳定，不要崩溃，直到世界的稳定也不再需要他。整个办公室里只有2人对话的声音，一老一少2个理工男对话简洁清晰。做了这么久的科技公司总裁大秘，程芷瑶听着这些内容不算吃力，听到周长青嘴里曾经的曹渊的样子，他有些心疼。听到了曹渊对于科技行业的构想，他的眼神里的每一分情绪都是崇拜。他有些痴痴的看着曹渊的背影，他喜欢的人真的超棒。曹渊和周长青聊了许久，原本曹渊准备中午和自己导师一起吃个饭，但是作为一个顶尖院校的教授，上午已经因为曹渊耽误很久了，根本没空。曹渊也不强求，对于理工男来说，吃饭这种所谓维系感情的手段根本没有意义，
只要能补充足够的营养和碳水就行了。和周长青简单的告别，就离开了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上车的时候，曹渊优秀的目力发现远处街角站着一个人，看模样像是一直在观察着自己这边。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让曹渊记得很清楚，这个人刚才在附近和自己同时下的车，车子是一辆雪佛兰。曹渊不动声色地上了车，然后车子开出不久之后，曹渊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一辆雪佛兰悄悄跟在自己身后的车流中。曹渊第一个反应就是京都萧家，自己和别人又没有什么纠纷，萧家和萧傲天到底什么情况？帮龙王脱困也就算了，现在看样子似乎盯上自己了。原本曹渊还准备在京都逛一逛，给母亲还有唐静柔堂婶买一些礼物的，但是发现被人跟踪以后，曹渊直接回到酒店。曹渊自己倒是不怕，但是身边还有一个程芷瑶，可不能拿着别人的安全开玩笑。曹渊到酒店下车时环顾了一圈，视线里已经不见了雪佛兰的踪影，暗自留了个心，在京都不可能有人敢在公共场合对自己怎么样，马上安防部给自己准备的安保小队就到了，到时候需要让他们留意一下情况，自己不懂反侦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才行。进门上电梯，曹渊和程芷瑶各自到自己房间门口的时候，曹渊停止了开门的动作，回过头，程芷瑶正从包里找房卡，看样子心情不错，若有若无地哼着歌，声音明明很轻，但是很有活力。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程小姐，曹渊开口叫了程芷瑶一声。最近曹渊一直称呼她为程秘书，程小姐这个称呼让程芷瑶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曹渊他好久没有这样称呼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有些疑惑地回过头看着曹渊。曹总，你和我表哥的婚期就是新年年中了吧？曹渊的话音落下，不知怎么回事，程芷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眉毛微撇，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曹总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原本郑舒心和唐景柔的提醒让曹渊对程芷瑶就比较上心，但是那几天程芷瑶确实看不出什么异常。不过京都这2天的程芷瑶的表现以及周长青上午话都提醒了他，程芷瑶或许真的对他有一些异常的情愫。曹渊完全搞不明白程芷瑶为什么会对自己产生感情，但是曹渊觉得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无论是因为自己已经有爱人了，还是因为程芷瑶那郑瑞成未婚妻的身份，这种事情都要早点了断。曹渊笑了笑说，郑家和程家都是江城的大家族，婚事很是繁琐，为了不耽误婚期，我觉得程小姐可以先停职准备婚事。程芷瑶整个人都愣住了，停职？曹渊他这是不要我了？程芷瑶一直超喜欢曹渊的笑容，但是他觉得曹渊这一刻的笑容变得好可怕，明明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但是脸色却已经白了下来，喉咙渐渐被锁紧，窒息感像是粘稠的沥青慢慢淹没过来，他下意识地微微张开嘴帮助呼吸。曹渊看到程芷瑶的表情，心里叹了一口气，看开母亲和唐景柔的猜测是对的，也就自己在感情上稍显愚蠢没有发现。曹渊没有明说，毕竟程芷瑶没有开口，他也不能说程小姐你别喜欢我吧，喜欢却不说，就会陷入不停的自我攻略，这种情况曹渊最是了解不过，如果不阻止，最后会毁了程芷瑶的。收起笑脸，曹渊脸上的表情变得很认真，也很正式。非常感谢程小姐在新景科技这段时间的付出，回去我会先让人事，先为程小姐办理停职。直视着程芷瑶有些无神的眼睛，曹渊继续说，如果程小姐你依然喜欢新景科技的环境的话，可以婚后再回来，我会为你安排更合适的岗位。第96，他的卫星愣愣地听着眼前的男人说完话，程芷瑶有些懵，心脏像是被人攥住，怎么也做不出什么反应。说完自己想说的话，曹渊自己也是松了一口气。在确认了程芷瑶对自己有情愫以后，他算是明白为什么原本的曹渊追求徐雨晴的时候，徐雨晴会是那样的反应了。不能接受对方，又不是和撕破脸的感觉，确实是一种负担。如果曹渊和徐雨晴是所谓的渣男渣女，当然不会在意，或许还会有些沾沾自喜呢，但是他们都不是。徐雨晴对曹渊没有感觉，所以一直都是明确的拒绝。程芷瑶在新景科技成为秘书以后，工作态度和能力都不错，看着程芷瑶从一个不务正业的富家小姐一直在学习进步，曹渊对他朋友间的欣赏或许有，但是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喜欢，毕竟他喜欢的人还在江城等他回家呢。微微朝程芷瑶点了点头，然后曹渊就转身开门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的态度已经表达清楚了，再多说什么都不合适，只能让程芷瑶自己走出来。生活里有许多更值得珍视的东西，
这种根本没有过开始的感情，或许根本算不上什么。程芷瑶呆呆地看着曹渊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只剩下桃木色的房门倒映着走廊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里的。漂亮灵动的眸子这时候没有一点神采，头倚着窗户，傻傻地坐在飘窗上，望着窗外雪景，心里像是空了一块，甚至在这个时候居然感觉不到难过了。京都又开始飘起了雪花，飘到京都的房檐，飘到树梢，飘向来往的车流，或堆积或消融。看着窗外素白的世界，程芷瑶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曹渊呢？酒吧那一晚之后，其实明明只是有一点点好感，以及一点点的悸动。好感源自于曹渊为他解围，虽然当时觉得这家伙多管闲事，但是情绪平复以后，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不知好歹的人。至于悸动，源自于对于联姻的不满，因此而发散思维产生的一个想法，反正都要和郑家联姻，为什么不可以是曹渊呢？虽然这家伙说话很气人，但是真的很帅啊。相对郑瑞成，他觉得曹渊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再然后就是听闻曹渊和科学院合作的新闻，新闻中那种对曹渊的推崇，又勾起了程芷瑶对这个扑克脸的好奇。程芷瑶一直觉得自己笨笨的，家里的生意不懂也插不上手，婚姻不自由却也没办法反抗，就像一个任人摆弄的玩偶一样。而他认识的人里，似乎唯有曹渊淡定从容，像是能够掌控一切那样。他也好想成为这样的人啊。看到了新景科技总裁秘书的招聘信息，好奇与憧憬，再加上那一丝小小的悸动，我们的程大小姐脑门一热，让我来看看这个扑克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吧。高科技我学不来，伺候人我还不会。其实这个笨蛋一直不知道，当时一起来应聘秘书的其他人都让他用钱打发走了。秘书应聘很顺利的过关，结果面试的时候听到曹渊说了一堆似是而非的话，原来他也喜欢我，把他的心都说乱了。但是似乎自己会错意了，偏偏这个误会让那种好感和悸动在心里迅速生根发芽。然后在他短短的秘书生涯里，每天都能见到曹渊，就像每天都会有阳光一样。作为一个秘书照顾他，配合他的工作，每天的相处都变成这片幼芽的养分。充分的阳光和养分让他快速的滋生生长。每次曹渊微笑着对他微笑致谢的时候，夸他工作做得不错的时候，他都觉得真好，我是被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所需要的。人生就像一颗陨石，在空间里漫无目的飞行，或许有一天会被黑洞吞噬，消失得悄无声息，又或者会在某一天一头扎进某个星球，燃烧、撞击、爆炸后同样归于沉寂，再或者会被某一颗行星所捕获，成为他的卫星，就这样在固定的轨道上周而复始地俯视这颗行星，直到彼此消亡，一刻不停。不知不觉的，程芷瑶就发现自己这颗小陨石被一颗名为曹渊的行星捕获了。最后这颗行星却推开了自己。曹渊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后，轻松了许多。下午一直在房间里看书，临近傍晚，曹渊接到李磊打来的电话，两姐妹率先来和曹渊报道，下意识的想要拿出手机让程芷瑶为两人办理入住手续。点亮屏幕的一瞬间，动作停顿了下来，把手机放回口袋。曹渊亲自下楼去给两姐妹办理入住。再次见到曹渊，韩梅梅似乎已经适应了许多，并没有像早上那样露出一副花痴的样子。年轻的练武姑娘，有着别样的朝气。一见到曹渊，居然率先和曹渊打起了招呼。曹先生你好，礼貌地对两姐妹笑了笑。李小姐、韩小姐，你们好。相对成熟的李磊发现，这时候的曹渊虽然依然礼貌得体，但是和早上相比，似乎整个人一下子有了很强的距离感。不过李磊也没有在意曹渊的变化，毕竟他们小队只是负责保护曹渊及其家人的安全，又不是来和曹渊相亲的。在和唐景柔确立关系之前，曹渊两辈子单身狗。原世界的曹渊整天在研究所里，1个月下来都见不到几个女人。现世界的曹渊就追求过徐雨晴，还失败了。这些经历让曹渊忽视了一些事情，虽然稍显自恋，但是自己温和的样子还真是挺有魅力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曹渊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规范一下自己言行。这次遇上的是程芷瑶倒还好，谁知道以后遇上的是什么妖魔鬼怪。想想在原世界的时候，同事们刷厕所 WB， 那些女人处心积虑搔首弄姿往中年富豪身上贴的样子，曹渊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换做自己，那些妖魔鬼怪怕不是恨不得把自己吃了。简单的和李磊、韩梅梅打过招呼，曹渊领着两人办理了入住手续。入住办理得很快，姐妹两人跟在曹渊背后向电梯的方向走。等到周围没有别人后，李磊的声音从曹渊身后传来：曹先生，我们俩刚在到酒店的时候，顺便对附近做了排查，发现有几个人在酒店周围进行监视，但是
我们还不确定对方的目标是谁。曹渊脚步一顿，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电梯前等电梯的时候，曹渊头也没回地说：“让你们小队的其他人不用急着报道，我想知道他们背后的人。”第97还真敢动手。第二天一早，在风雪中，京都依然有些凛冽。曹渊按照自己的计划，准备前往微电子所。走出房间的时候，瞟了程芷瑶的房门一眼，视线没有过多停留，带着已经在走廊上等候的李磊的韩梅梅直接离开。走出酒店，曹渊不着痕迹地扫视了周围一眼。昨天回酒店之前，他曾经环顾了周围一圈，记下来周围所有的人和景物，结果也确实如他所料，发现了2个熟悉的面孔。这2人的行为动作都没什么异常，像是2个早上刚出门喝了碗豆汁的普通老京都市民，但是一身衣物明明昨晚还干净整洁，仅仅一夜过去却不自然的嗖嗖巴巴，头发也稍显油腻凌乱，就像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过一夜的长途司机一般，还挺敬业的。把车钥匙递给李磊，让他去开车。韩梅梅虽然刚见面的时候有些花痴，但是正经工作的时候毫不含糊，紧挨着曹渊一个身位的距离，目光警惕注视着周围，眼神活像一只年轻的小猎豹。对于2个熟悉的面孔，曹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等小队的队员给自己反馈最终结果再说。一整个上午，曹渊都在微电子所和几位前辈交流技术。虽然几位前辈都是业界泰斗，但是新景科技的出现，新景科技的技术水平，新景科技的发展战略，每一步都像是挠到这些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大佬心里，对曹渊热情的不得了。浸润式光刻机本就不是什么根本性的技术革新，原世界从采纳方案到出样机也才1年左右，现在因为曹渊提供了明确的数据支持，短短几个月，样机已经完成了。了解了光刻机的进度，以及交流了一系列芯片制造所需设备的情况，让曹渊对国内半导体制造公司整体水平有了一个准确的预计。曹渊告辞离开微电子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回酒店的路上，开车的李磊倒是没什么异常，韩梅梅的表情却有些生无可恋。她之前也执行过别的任务，但是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复杂过。她到现在还觉得自己脑子里嗡嗡嗡的，时不时脑子里还蹦出几个词儿来：纳米、光源、波长、离子注入。曹渊独自坐在后座，望着车窗外。京都的车流比江城多许多，仅仅从视觉上就能体会到那份喧嚣。不知怎么的，就有些想念唐景柔。不知不觉中，他也变得有些恋家起来了。回到酒店时，电梯刚打开，恰巧遇上了程芷瑶，看模样应该是准备外出。程芷瑶今天的模样看起来好像已经缓过神来似的，除了妆容比之前浓了一些，从表情上看并没有异常，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和曹渊打了个招呼：“曹总，下午好。”曹渊也微笑点点头，礼貌且疏远：“程小姐，下午好。”简单的招呼后，在电梯门前，2人的身影交错而过。曹渊进电梯，程芷瑶出电梯，电梯门合上后，曹渊按下2楼：“李小姐，有劳你暗中保护一下她。”曹渊回到房间，曹渊正在研究这个时期怎么给航空公司致电预订机票，突然不好意思使唤秘书，还挺不习惯的。心里正盘算了回江城以后招一个男秘书，突然李磊的来电打了进来：“曹先生，有2个人想要挟持程小姐。”曹渊还真敢动手，很明显这2天自己被跟踪监视了。整个过程，程芷瑶一直跟着自己。不管怎么说，程芷瑶是作为秘书跟着自己来京都的，她的安全也是自己这个老板的责任。曹渊到现场的时候，李磊正在安慰看起来有些紧张的程芷瑶，确认了2人没事以后，轻声的示意韩梅梅先带着程芷瑶回酒店。程芷瑶低着脑袋跟在韩梅梅后面，离开前忍不住看了曹渊的背影一眼，然后马上把目光收回：“是他让人保护我的吗？”“呸，你在想什么呢，程芷瑶？不许再胡思乱想了。他昨晚不知什么时候靠在飘窗上就睡着了，今天好不容易才稍微打起了精神，还是决定把自己计划里的那些地点一个人去逛一逛，就当自己这颗小陨石最后和这颗星球告别好了。”结果才离开酒店没多远，突然冒出2个男人向他扑了过来。虽然外表上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自然，但是其实程芷瑶的精神状态本来就有些浑浑噩噩的，面对一瞬间的危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幸好李磊突然出现，花了不到3秒钟就解决了2人。后怕的情绪涌上来后，让他的心跳一直跳得很快，像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一样。直到曹渊带着韩妹妹出现，才慢慢的有些平复下来。程芷瑶跟着韩妹妹离开后，曹渊才打量起被李磊不知用什么办法击倒伏地不起的2人，一个眯眯眼，一个胖子，就是自己早上在酒店门口发现的2个人。整体来看，2人都是大众脸，
属于那种要是记忆力稍微差点，扔到人群里就找不出来的类型。曹渊蹲下身子，俯视着两人，谁指使你们来的？两人看起来就是那种老油子。眯眯眼装傻充愣地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绑架，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较轻5年到10年。你要想清楚了。眯眯眼愣了一下，然后还是嘴硬地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们就是看那姑娘漂亮，想让她陪我们喝一杯而已。从对方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对自己的后台有一定信心的。呵，后台。曹渊没有理会对方的狡辩，站起身掏出手机，瞟了两人一眼，语气平淡冷漠：你们跟踪了我2天，我的身份你们应该很清楚。我今天与科学院微电子所进行了技术交流，你们就试图绑架我的秘书，我怀疑你们有窃取国际机密技术的意图，涉嫌 JD 罪。你们还是和安全处的同志去解释吧。两个人的表情都愣了一下。JD 罪，安全处，作为最底层的小弟，他们根本不明白这罪名代表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街溜子，这个时期租书店火热，小说总是看过的，安全处的大名谁不知道？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曹渊冷漠的声音继续从他们头顶传来：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需不需要我再和你们解释一下，我和科学院的合作代表着什么？第98不是反派富二代根本就干不出这事儿。曹渊冷淡的声音让眯眯眼和胖子都快哭了。你别说啊，大哥，我们真不想知道啊，我们是劫道，不是间谍。曹渊没再理会两人，扭头用询问的口气问李磊：李小姐，警局和安全处都是你们的兄弟部门，如果是你们遇上这样的情况，一般怎样处置？李磊认真的思考了一会，通常来说，应该先送到安全处审问排查，如果涉嫌间谍活动，就直接由安全处处理，否则就移交警局。眯眯眼，胖子，兄弟部门，原来大姐你也是特殊部门的，怪不得自己2个大男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放倒了。放倒也就算了，这让自己四肢不能动弹的功夫，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分筋错骨手吧。而且这个安全处，小说里有各色各样的描述，传闻中由华夏强者构成，上管异能修仙，下管功夫国术，对外拒敌千里，对内扫黑除恶，其威名响彻诸国。一想到这，胖子先受不了了，主动开口：别，大哥，不至于，你要知道什么，我告诉你。眯眯眼发现这时候自己的手似乎勉强能动了，于是艰难地伸出手捂住胖子的嘴。在胖子惊怒的眼神中，眯眯眼陪着笑开口说：大哥，大姐，我知道的比较多，我来说，他们这些街溜子进局子无所谓，跟回了家一样，而且很快就有人能把他们捞出来。但是这传说中的安全处吗？具体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反正看那大姐的身手，他们觉得安全处很有可能真的是地狱。谁指使你们监控我的？挟持我的人目的是什么？眯眯眼有些紧张地说：我们是天马公馆的人，至于抓那个妞，呸，请那位小姐，是因为上面有人说那啥想见你一面，见自己一面，想通过程芷瑶威胁我才是吧？扭头对李磊说：有劳李小姐联系安全处。眯眯眼的眼睛瞪得前所未有的大：大哥，你……曹渊，怎么？你看，我们这都说了。曹渊温和地对两人笑了笑：我只是告知了你们法律条文，并没有对你们做出什么保证。眯眯眼，胖子。曹渊前后回忆了一下这2天的情形，监视自己，并且想要趁机掳走自己身边的人，但是派来的人却是一些又笨又弱的角色，通常来说称之为炮混。这种稍显弱智的做事方式，难不成又是一个反派？安全处的同志很快来到现场，李磊出面交涉后，简单的询问了情况，就带走了2人。曹渊问李磊：对天马公馆，你们是否有了解？李磊点点头：是京都本地的一个会员制高级会所，开放的对象是社会名流。曹渊：还真是，会所故事多，老板是谁你们清楚吗？法人是一个外地商人，传闻是京都萧家的产业，但是从工商部门的注册信息来看，没有明确的证据。官方出身的李磊回答的也很官方，说话的严谨程度与医生无异。夜半，曹渊趁着李磊2姐妹换班的空档，一个人走出了酒店，和酒店保安咨询了天马公馆的位置，独自驱车离开。曹渊整理了一下衣服，走进门天马公馆的大门时，几个保安模样的人就拦在曹渊面前：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会员卡。曹渊淡定地看了一样几人：有劳通知你们老板，我叫曹渊。通常只要龙王没遇上，保安们的举止就会很正常。曹渊身上的不俗气质也让几个保安不敢怠慢，说了一句稍等以后就去一边联系上级了。
没过多久，一个像是经理模样的中年人来到会所门口，看到曹渊后，露出一个客套的微笑：“让您久等了，曹先生，我们老板有请。”跟着中年人身后，走进这个所谓面对社会名流的会所，档次当然和江城的夜色会所肯定有所不同。就算按照曹渊2020的眼光来看，也说不上多么土气。一些穿着制服的女生，在各个包厢里钻进钻出，泄露出了包厢里的摇曳的灯光与嘈杂的音乐。好几个女生看到曹渊出众的外形和身上不菲的着装，都忍不住对曹渊抛起了媚眼。虽然从出众奢华的装饰风格来看，不难看出这里主人的品味领先时代许多，不过在曹渊的角度看来，尽是淫迷。所谓销金窟，不外如是。不多久，来到一处办公室，中年人为曹渊打开门以后，然后显得很恭敬，躬身退出房门。办公室和外面的环境完全不同，装饰风格居然有些质朴的味道。一个年轻人正坐在茶几前泡茶，他的眼神有些阴郁，像是那种掌控欲极强的人，和曾经的曹渊有些类似。但是不得不说，对方整体气质很好，合身的西装和颇具风采的茶道，格调尽显。曹渊一进门，年轻人站起身来，微笑着看着曹渊，好像跟踪曹渊挟持程芷瑶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的。他右手斜摆，指向自己的对面：“曹总你好，鄙人萧天琪，先请坐。”萧家的人不出曹渊所料，曹渊坐下后没有说话，两人身上都有一种精英气质。不过曹渊看起来更淡泊，萧天琪更睥睨。装饰朴素的办公室里，两个帅气的男人对视，显然有些尴尬。最终还是萧天琪为曹渊斟上一杯茶后，率先开口说：“看得出来，曹总也不是啰嗦的人。萧傲天是我们萧家的远房亲戚，曹总放他一马，让他留在国内如何？”萧家对龙王重视到这种程度，甚至想要绑架自己身边的人。曹渊淡淡道：“这你应该和法官说吧，其他事情我们萧家会处理，只需要曹总一个态度就行。”萧天琪放下手里的茶具，目光平静，直视曹渊，平静的眼神中也带着打量。然后萧天琪就发现曹渊也在看着他，而且眼神有些复杂，似乎有些鄙视，也有些同情。和萧天琪简单的一两句对话，曹渊几乎确定了，这个萧天琪看样子应该就是原书里自己领便当后的下一个主要反派。外表看上去很有范，但是做事手法极其蠢笨。明明顶级世家出身，居然派了几个街溜子来监视自己，并且试图绑架自己身边的人。不是反派富二代根本就干不出这事儿，好吧。第99，又蠢又坏。曹渊的眼神让萧天琪忍不住微微皱起眉头。鄙视？同情？一个地方富二代鄙视并且同情自己？茶香从茶几上随着热气肆意着，薄薄的水汽像是一堵无形的墙壁，横隔在两人中间。曹渊今天甩开李磊、韩妹妹两姐妹，独自来天马公馆，就是想确认对方是不是萧家。如果真的是萧家，那带两个暗镜和没带也没什么区别。群友们给自己投送的东西都是自保的，还不如独自来，省得到时候还得从仓库兑换物品保护他们。曹渊瞥了一眼萧天琪：“我的态度就是尊重法院的判决。”萧天琪尽量让自己忽略曹渊的眼神，保持风度说：“曹先生不要着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商量的。如果曹先生愿意松口，萧家会动用自己的关系，提拔你的舅舅到魔都，以后可是有机会进入中枢的，并且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萧家会为新景科技准备200亿的资金入股。”曹渊还想入股新景科技？你想什么美事呢？萧天琪看到曹渊没有回答，继续说：“曹总，你我都是聪明人，萧傲天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只要曹总你的一句话，就能获得京都萧家的支持。我想这是很划算的一笔生意。”曹渊没有回答萧天琪的话，而是反问说：“监视我并绑架我身边的人，就是口中萧家的支持？”萧天琪脸色不变：“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曹先生的行踪，并且希望请曹先生能来我这坐坐罢了。手下的人不懂事，还请曹先生见谅。”萧天琪轻拿轻放的口气，像是监视曹渊以及绑架程芷瑶都是些小事情似的。曹渊一只手放在茶案上，望着萧天琪：“据我所知，当初江城萧家覆灭，京都萧家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萧傲天，你们却格外在乎。”萧天琪眼皮一跳，抬眸看了曹渊一眼：“曹总，不瞒你说，萧傲天是我二爷爷的孙子，终归是我萧家血脉。人老了总是容易念旧，我爷爷他老人家不忍心弟弟的血脉继续流落海外，所以希望曹总卖个面子罢了。”萧天琪避重就轻的回答，让曹渊也没有继续和他多说的欲望，摇了摇头站起身来，然后看着萧天琪：“我没什么面子能给你们的，
萧先生的所作所为，我也会如实上报的。曹渊的话让萧天齐眉毛一挑。萧家是4大家族之首，萧天齐一直以来被称为京都第一公子。这次为了家族的计划，萧家死保萧傲天，但是迫于中书和其他家族的压力，萧家也不想和曹渊有摩擦。原本萧天齐也只是想要简单的监视曹渊的行踪，但是今天小弟打电话来说曹渊的女朋友独自外出，让他有些异动，就像曹渊起初错误估计了萧傲天和萧家的关系一样。萧天齐同样认为萧傲天对于曹渊也是个小角色，女朋友换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没什么好选择的。只是没想失败以后，曹渊反而自己找上门来了，那就直接谈。结果放低态度说了那么多，曹渊一点没动摇态度，对方轻视的态度激怒了一直以来自视甚高的萧天齐。萧天齐脸色难看地说：曹先生，这是准备和我们萧家撕破脸吗？曹渊嗤笑一声，从萧先生的谈吐来看，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说实话，你的远房堂弟只是单纯的蠢而已，你的话就是又蠢又坏了。萧天齐的眼色阴冷了下来，但是还是强笑说：曹总，你是第一个说我愚蠢的人。曹渊毫无表示地说：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东西，维氏测试以萧先生的身份一做过吧，我的分数是141，不知道萧先生你。萧天齐，你看，事实上你并不比谁聪明，你只是天生掌握了优越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而已。曹渊的话对于萧天齐来说就是彻底的羞辱了，阴狠地看着曹渊，没在意萧天齐的表情。曹渊耸耸肩膀：萧先生，你不需要这样看着我，我才是应该感到愤怒的那一个。事实上，你派人试图劫持我的秘书，这个举动也确实令我很愤怒。说实话，你们玩弄司法与权力的样子，真的让我很错愕。我推荐萧先生还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精神建设，确认对方是萧家人就行了。把今天的事情和孙清汇报一下。萧家的目的，让中书和其他3大家族去查好了。至于这位萧天齐，名字和龙王区别不大，脑子似乎也区别不大。曹渊才没精力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萧傲天和京都萧家之间的具体关系，还真的让他有点好奇。按照常理来讲，曹渊是新景科技的创始人，萧傲天就一海外雇佣兵，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但凡萧家有点脑子，都知道该怎么选。而且就算萧傲天真的是京都萧家的直系亲属，曹渊也并没有阻拦萧家救龙王啊。只要对方不在国内恶心人，继续发生剧情，萧傲天爱去哪就去哪。但是萧家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他们想让萧傲天留在国内。有2种可能：第一，萧傲天和萧家其实不是仇家，当初的灭门之仇另有隐情；第二，萧傲天和萧家真的是仇家，但是萧家肯定有什么秘密或者目的，并且江城萧家和萧傲天都是京都萧家的重要棋子。按理来说，这是一本都市爽文，根据前半本书的描写，萧家的前置条件就不符合脑残文的洗白标准，所以第2个可能性应该会比较大。技术封锁让华夏的科技行业、高端工业发展陷入重重困难。曹渊的出现，以及豁达的发展战略，新景科技提前开启了国内产业升级的步伐。所以，一旦曹渊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施下去，以萧家的地位，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之一。但是即使这样，萧家依然为了萧傲天，与曹渊站在对立面。权力，萧家站在顶峰；利益，就算龙神殿那个所谓的千亿财团，和新景科技的前景比起来，什么都不是。这个世界有些特殊，相对于权财，还有一样东西更诱人。那么，京都萧家这个秘密或者目的就耐人寻味了。曹渊近乎羞辱的话，撕破了萧天齐的伪装。萧天齐觉得自己已经够给对方面子了，即使对方对于科技界影响很大，但是终究只是一个企业老板而已。科技，一旦家族的计划成功，这种东西无关紧要。萧天齐毫不掩饰自己的狠厉。曹总，确定要和我们萧家作对？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们萧家代表什么。曹渊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萧天齐，代表什么？代表京都，还是代表华夏第100开黑车的龙王？多年的豪门生活，至少让萧天齐的涵养比龙王还是要好上一些。不过曹渊的话还是让他的眼里充满了怒火。曹渊毫不在乎对方的脸色，继续出声说：你自己其实也知道，你们什么都代表不了。萧天齐一掌按在茶几上，你刚说一个你字，砰的一声，办公室的大门就被推开，所用力气不小。然后一个中年人推着轮椅走了缓步迈入办公室，轮椅上坐着一个老人。老人看起来异常的苍老，比一般的100岁高龄之人的模样还要苍老许多，面容上的皱纹和老人般像是枯死的树皮，甚至没有生气。而中年人看起来正值壮年，宽肩细腰，身姿挺拔，一双虎目有着常人没有的气势。
但是非常收敛。开门声让萧天琪怒目转头，想要看看是谁敢在这时候进来打扰他，然后脸上愤怒的表情呆滞了一下，变得有些错愕，望着走进办公室的两人，爷爷、父亲。中年人脸色阴沉，推着老人走到萧天琪身边。萧天琪连忙站起身，给老人让出主位，搀扶着老人坐下后，中年人抬手啪的一声，就给了萧天琪一个耳光。谁叫你这么做事的？这一巴掌力道很大，萧天琪整个人被打翻在地，捂着脸看着自己父亲，表情有些惊诧。中年人没有理会自己儿子，而是转头看向曹渊，欠身说：曹先生，犬子管教不当，给你带来困扰，我代表萧家向你道歉。坐在主位上的老人也开口说：曹先生，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晓了。声音嘶哑，但是能听出语气温和。曹渊一时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换作是龙王在这里，估计今天这个场面就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自己这刚数落人家的家族和孙子，结果对方老的来了还挺客气。老人没有在意曹渊的态度，继续开口说：老头子，我叫萧全。然后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中年人，这是我儿子萧红叶。因为对方的态度比较友好，曹渊点点头。江城，曹渊。萧全饱经沧桑的眸子上下打量了曹渊一眼，面色带着一丝欣赏。萧傲天是我们萧家保下来的，原因是关我们萧家的私事，请恕老头子不能告诉你原因。然后低头瞥了一眼萧天琪，我这孙儿有些骄纵，做事最是不经头脑，关于今天的事情我们萧家会做出赔偿，还望曹先生海涵。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萧全继续出声说：之前老头子我原本想要向曹先生讨个面子，让萧傲天留在国内，我们萧家会把他带离江城，不过曹先生的态度也很明显了，我们也就不强求了。萧全模样实在苍老了，多说了几句话，似乎就觉得很累，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对萧红叶挥挥手。萧红叶站起身来，从轮椅后面拿出一个文件袋。曹先生，这是萧家名下的一个金元厂，作为犬子这次不当行为的赔罪。萧红叶严肃的脸上挂着还算亲切的笑容，相信他在曹先生手里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还请笑纳。曹渊怎么感觉像是被打在7寸上了？不过看了刚站起身眼神有些闪烁的萧天琪，曹渊摇了摇头，这件事我会上报的，官方怎么解决我都接受，至于这个金元厂还是免了。对于曹渊会拒绝这件事，在萧全萧红叶两人意料之中，没有露出什么意外神情。萧全缓和了一会儿，似乎恢复了一些精力。曹先生收下便是，萧家是华夏的萧家，新景科技的意义我们不会不懂。萧全说到这，萧天琪正好因为脸疼，嘶的一声吸了一口凉气。萧全苍老的面容像是闪过一丝尴尬，然后转头看了一眼萧天琪。萧天琪连忙噤声，明明自己爷爷的眼神很平静，但是萧天琪觉得自己像是坠入了冰窖一样，整个人脸色一白。萧全和萧红叶两人突然出现，让曹渊有些意外。从举止言谈中，两人倒是展现出了一个大世家的掌舵人应有的风度。不过人老精马老滑，曹渊分辨不出两人是不是在演戏。但是不管是不是伪装，两人和萧天琪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天差地别。扭头看了一眼萧天琪，面色惨白，让鲜红的掌印变得格外显眼。曹渊，这家伙真是这两人的血脉。结合思索一下，萧家似乎有什么特殊目的或计划。曹渊不免有些怀疑，萧家这不会是把自己家真正的少爷藏了起来，然后让这个弱智出来当靶子了吧？真正的萧家少爷，难道是龙王？可萧傲天似乎也是个弱智啊。萧全嘶哑的声线听惯了，倒是也不觉得突兀了。既然曹先生态度坚决，我们也不强求。萧傲天，我们会让他离开华夏的。曹渊不松口。萧家两位大佬也不强求，龙王终究还是回黑州去过上了开黑车的日子。虽然萧全和萧红叶很客气，但是萧天琪的所作所为，曹渊还表示会上报。萧家对此也不在意，依然执意把金元厂作为赔偿。最终，曹渊和对方签订了一个分期付款的协议，算是曹渊从萧家手里买下来的。当然，对于萧天琪的处理结果，曹渊并不抱期望。到了萧家这种程度，萧天琪根本不会有事。这种事，曹渊不会多做无用的抱怨。很多人的出生，就赢了别人的一辈子，包括曹渊自己，其实也算。要不是因为高考以及数理化天然的难度，或许很多有天赋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社会这个跑道，只会永远的成为修跑道的那批人。时局如此，非一朝一夕可变。曹渊能做的，也只是但行好事罢了。回到酒店楼下的时候，已经快要凌晨了。曹渊靠在车子驾驶座上，在脑海里打开了聊天群。大家的明明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时间却神奇的同步。夜半时分，群里
只有曹老师和曹阿宅在线。曹老师无需睡眠，阿宅通过冥想度过睡眠时间。清源仙尊曹校长，咦，曹少爷居然半夜上线！禁咒法神曹阿宅以曹少爷的身份，半夜不睡觉，要么是因为加班，要么也是因为加班。曹渊，第101，最后干了吗？通过萧天琪，曹渊发现一件比较诡异的事情，想要咨询一下群友们的世界情况。从曹渊穿越开始，遇到过许多书里出现的角色，自从剧情偏离后，除了龙王以外，其余大多数人其实表现的都比较正常。无论是作为女主角的徐雨晴、程芷瑶，又或者余醉兰，还是疑似女主的周思佳、季轩然，又或者作为配角的秦佳和罗思凤。但是其中有2位，韩子峰和萧天琪，从智力体现方面依然保持着和萧傲天同步的水准。韩子峰和龙王有过接触，曹渊单纯认为就是玄学降智人传人，当时并没有多想。但是这个萧天琪没有和龙王接触过，也降智的厉害。事实上，就连龙王也不太正常。按理来说，曹渊离开宏源集团后，双方应该没有冲突点了才对，他对曹渊还是不依不饶。为什么剧情偏离以后，原本以为同样降智的女主角、配角们都挺正常的，但是这几位的症状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阿宅，你们有遇上过你们世界的反派吗？书里戏份比较多的那种。清源仙尊曹校长，反派？有啊，我那个内门师兄张天晓，禁咒法神曹阿宅。我除了刚穿越的时候遇上了最终 BOSS， 暂时遇上的都还是炮灰。群成员江城大少曹博士分享记忆片段。禁咒法神曹阿宅，这个萧天琪应该就是书里的曹少爷便当后的下一个反派吧？味太冲了。清源仙尊曹校长，确实，脸上差点就写着萧家败家子5个字了。江城大少曹博士，可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明明他没有遇上萧傲天，并且把自己疑惑的事情说了一下。曹渊经常会忽略自己是穿越到一个书中世界，因为明明所有人都很鲜活，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算计。但是萧傲天、萧天琪、韩子峰这3位却依然奔着原来的路线发展。相比其他的书中角色，就像是提线木偶一样。就说萧天琪出身京都4大家族之首，萧家甚至可以说是华夏第1世家了，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教育条件，在曹渊看来，换条狗都培养成狼王。但是萧天琪很显然不符合这个结论。而且萧天琪并没有和萧傲天接触过，大家都挺正常的。他们3个就是不长脑子。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少爷，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书里我和张天晓的主要冲突是因为小师妹，但是我穿越以后其实一直没有和小师妹有过多的接触。之前宗门大比的时候，我对她也挺友善的。按理来说我们不应该有冲突才对，但是她还是要干我。禁咒法神曹阿宅，最后干了吗？清源仙尊曹校长，江城大少曹博士。曹渊恍惚间觉得脸有点疼，似乎被什么东西碾了过去，不过还是尽量把话题转了回来。江城大少曹博士，你们都是主角，到时候关注一下这些反派。我总觉得这些反派，包括穿越之前的我，都有点诡异。3人就反派问题讨论了一会儿，话题就聊到京都萧家的目的上来。禁咒法神曹阿宅，对了，曹老师，这种龙王战神文你比较熟悉，根据你的经验，这萧家的秘密是什么？清源仙尊曹校长，我战神文看的不多啊，总不会直接修仙了吧？铁血领主曹将军，应该不会。曹将军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上线了，强势插嘴。清源仙尊曹校长，咦，曹将军你也没睡？禁咒法神曹阿宅，哇哦，战神文专家，快快有请。铁血领主曹将军建立了新的避难所，忙到现在。睡前日常水群江城大少曹博士。萧傲天去了京都才是画境，这本书明显奔着1000万字去的，那武道家这个阶段不水个100-200万很难收场。不过应该这个阶段就会有修仙的伏笔了。曹渊，曹老师，曹阿宅，不愧是你。曹将军的话有理有据，即使是曹渊也表示非常信服，毕竟术业有专攻，曹将军可是专家。禁咒法神曹阿宅，不过那个萧全老头子，我总觉看起来不太正常。清源仙尊曹校长，对，在我求仙这个世界观来看，萧全死气很重，应该早就死了才对。曹渊微微一惊，早就应该死了。清源仙尊曹校长，其实就算修仙了无所谓，曹少爷身上不是还有气印吗？只要曹少爷你对他们保持着实力压制，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我们曹渊一生不弱于人。曹渊，气印。曹渊拿出脖子上的玉牌，端详了一会，然后在群里回复：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我一直带着你的气印，我能感受到灵力在我身体里运转，
但是我的身体一直没有变化。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少爷，到现在连一丝基本的真气都没有产生。江城大少曹博士，确实没有。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少爷，你不会也是废脉吧？铁血领主曹将军，江城大少曹博士，也。铁血领主曹将军，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是废脉。群成员禁咒法神曹阿宅发送专属红包。禁咒法神曹阿宅，曹少爷，这是一瓶魔力之源，你试试看能不能吸收，只要喝下去就行。曹渊点开红包，波纹轻微的光亮照亮了车内的环境。一个水晶瓶出现在曹渊的面前，水晶瓶里装载着一瓶湖蓝色的液体，在这昏暗中散发着荧光。说实话，在曹渊的角度来看，有点像是什么放射性物质。不过阿宅是魔法世界，发光就证明这确实是好东西。稍微克服了一下心理障碍，拧开水晶瓶上的塞子，闭着眼睛一口灌了下去。微甜，有一股清爽的香味，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后就开始散发微微的热量，然后热量扩散到全身，越来越热，但是并不难受。10多分钟后，热量开始退去，曹渊睁开了眼睛，眸子在黑暗中闪烁起一抹湖蓝色的光芒。第102，所以你们对我乱来。城市的天幕陷入破晓前的黑暗中，霓虹所不及之处极度朦胧。坐在车里的曹渊仔细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眸子里的蓝色光芒像是沉溺进曹渊的瞳孔里一样，慢慢暗了下去。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胸口积蓄了一团能量。绝地法神里有过描述，心脏是每一个人自身的魔力源头，那这股能量应该就是魔力之源所包含的魔力。而气隐玉牌中的灵气依然按着清源炼气纲领的路线不知疲倦地运转着，但是这次曹渊感觉到了一点变化，灵力每一次游转全身都会从心口带动一丝魔力，一起在全身流动，最后回到胸口。那一丝魔力就像是壮大了1分似的融入心口的源头。这个混搭的组合感觉怪怪的，魔力不是应该通过冥想积蓄吗？怎么灵力的运转居然带动了魔力的增长？只听说过机械极其自动化，修炼也能自动化。确认过自己的状态，曹渊把意识放回聊天群里。禁咒法神曹阿宅，曹少爷，怎么样？你的身体起反应了吗？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我能感知到魔力。然后气隐里的灵力再带着魔力运转，把自己感受到的情况给大家描述了一下。然后群里弹出一排问号。清源仙尊曹校长，黑人问号 JPG， 曹少爷，你是说你能吸收魔力，而且灵力再带着魔力以清源炼气纲领的法门在运转？江城大少曹博士，是的，感觉魔力像是在自动修炼一样。禁咒法神曹阿宅，还有这种好事？正准备咨询群友的曹渊发现群友们居然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江城大少曹博士，你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吗？清源仙尊曹校长，我们真不知道，除了曹主任和曹将军，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修炼体系。你也知道，但凡涉及修炼，动不动就走火入魔、痴呆、修为尽废之类的，我们也不敢乱来啊。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所以你们对我乱来。禁咒法神曹阿宅，也不是。气隐里的灵力终究是来自玉牌，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曹少爷你对于修炼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的，所以我才敢让你尝试吸收魔力之源。江城大少曹博士，那曹主任和曹将军，铁血领主曹将军，曹主任用了气隐玉牌，能正常修炼。我也是废脉，气隐无法产生真气，玄羽世尊里的元力也修炼不了。当时阿宅还是个扑街，搞不到魔力之源这种东西，所以我修炼清平剑侠录里的内力去了。然后我现在体内的灵力和内力处于各玩各的状态，灵力能对魔力产生作用，但是对玄羽世尊的元力和清平剑侠录的内力不兼容。曹老师和阿宅也对这个发现有些兴趣，在阿宅的强烈要求下，曹老师给阿宅投送了一个气隐玉牌，在曹渊和曹将军两人的目睹之下，完成了一次派交易。禁咒法神曹阿宅，卧槽，真的能自动修炼，终于不用每天冥想了。我一下子就从传统网文的男主角变成了 FL 文男主角，我只管玩游戏，剩下的交给外挂。铁血领主曹将军，阿宅，给我也来一份魔力之源。禁咒法神曹阿宅，将军，你不是练了内力吗？要是走火入魔怎么办？铁血领主曹将军，我刚才已经自废内力了。隐忍 JPG， 清源仙尊曹校长，江城大少曹博士，禁咒法神曹阿宅，群员禁咒法神曹阿宅发送一份专属红包。铁血领主曹将军，哈，以后不用每天修炼内功，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修建更多的避难所，寻找幸存者了。清源仙尊曹校长，
其实你是为了找到妹子吧？自负巫山的日子已经受够了，对吧？铁血领主曹将军，我不是，我没有，你别胡说，我是为了全人类，为了重建家园。因为曹渊的肺脉体质，意外的发现灵力带动魔力修炼这件事，让曹渊、阿宅和曹将军都有意外的收获。至于曹老师弃隐只对筑基期之前的修士有用，作为本群战力巅峰，还是只能苦修，自动修炼。这个意外的收获，让阿宅和曹将军都有了光明的未来，这使他们有些兴奋。禁咒法神曹阿宅，曹少爷万岁！果然智商高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铁血领主曹将军，曹少爷万岁！果然智商高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曹渊，江城大少曹博士，不至于，你们本身都是超凡世界，说不定哪天一交流的发现了。禁咒法神曹阿宅，嗨，曹少爷别谦虚，我们肯定不会交流的。曹主任是从事基因医学的，曹少爷你是从事半导体研究的，大家都是科学，也不见你们有交流啊。有理有据，无法反驳。群成员禁咒法神曹阿宅发送专属红包 X2。禁咒法神曹阿宅，这是魔法入门。曹少爷和曹将军，你们可以看一下。曹渊打开红包，一本书籍从波纹里缓缓出现在他的手里，翻开手里的羊皮卷。最初是关于魔法的简单介绍，魔法是通过冥想的方式积蓄魔力，最后通过吟唱引动体内魔力的共振，施法释放魔力。吟唱，曹渊看了一眼咒语：风系魔法，飓风，不知迎风之源，逆卷琼湖之系，天之雨，无形之影随临我身，召唤龙卷风，无差别攻击。炎系魔法，容氏，寰宇之间，星辰之始，浮盈于地心，是摇此世之最，以自己为中心，在周身按照魔力释放程度召唤一定范围的岩浆。看了看这咒语，虽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用到，曹渊忍不住幻想了一下，未来真的有修仙者出现，对方御剑而来，一剑化万千，仙霞金闪闪。然而自己在对面念这些稍显羞耻的咒语，画面既视感太强，让曹渊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第103，老板，你不要我了。随着这次的意外发现，大家心情愉快的结束了这次聊天。曹渊也下车走进酒店，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酒店在酒店空旷的走廊里特别突兀，很轻的一声，却传得很远。守在曹渊门前的李磊警觉的回过身，意外的发现居然是曹渊从外面回来。李磊有些不确定，曹先生，李小姐，辛苦了。曹先生独自外出了。李磊本就是那种性格认真的人，而且曹渊也没想过要瞒着他，简单解释了今晚的事情。描述完今晚的经过以后，曹渊对李磊点了点头。李小姐，萧天齐的时候有劳你汇报给孙清部长。说完，曹渊就准备开门进入自己的房间。看着曹渊的动作，李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脸色认真的看着曹渊开口：曹先生，我希望你下次不要一个人冒险。曹渊扭头看着李磊，李磊眉头紧锁，似乎正在组织语言。雇主私自行动本身就是对保镖的不尊重，对此曹渊也有些歉意，点点头，抱歉，李小姐吗？这次是我不对，以后我会注意的。李磊脸上的严肃神色不改，认真的看着曹渊。曹先生，我只是一个练武的粗人，但是我知道曹先生，你对于华夏来说代表着什么。或许你觉得我们只是雇佣关系，或者我保护你只是任务。我也知道对方是京都萧家，曹先生是担心我和我妹妹的安危。但是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保护曹先生，那么不论对方是谁，情况多危急，我们都应该在你身边保护您。对于我们这些粗人来说，能保护您这样的人也是我们的荣幸。李磊认真地看着曹渊，说完这些话，接到这个任务，看完曹渊的资料的时候，他们小队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曹渊推动社会，他们保护曹渊，这样社会的进步也就有他们这些鼓舞者的一份参与感。再次从李磊身上感受到了武者的执拗。曹渊深深地看了李磊一眼，想到了罗斯峰，想到了那天孙清的叹息，微微欠身，再次郑重地表示自己的歉意，抱歉，我一定注意。回到房间，曹渊第一件事就是先洗了个澡，在天马公馆那种场所停留过，让他觉得不是很舒服。洗完澡后，曹渊也不准备睡觉了，洗髓丹和基因药剂让他的精力充沛，一夜无眠也不会影响让他没有精神。洗完澡后，曹渊坐在窗台的椅子上，伸出手掌，掌心向上，手指修长。因为没有开灯，在昏暗的环境里稍显白皙，按照羊皮卷上面的方式冥想调动魔力，默念了2句中二的咒语，魔力开始凝聚。曹渊能感觉到心口处的能量在缓缓流动，汇聚到掌心，然后在黑暗中散发出幽蓝的光晕，既柔和
也有些唯美。看着手里的光晕，曹渊不禁陷入了沉思。一直以来，曹渊对于个人武力都没有太大的追求，气瘾没作用，曹渊也并不怎么上心，甚至根本就没在乎。他对于长生也没有什么执念。在他就读过看过的优秀艺术作品中，凡是长生的人物，似乎都像是被绵长的岁月所诅咒似的，长生带来的都是悲剧。当然，除了网络小说，但是网络小说中的男主永生不灭之后，基本上作品也就随之完结了，未尝不是另一种寂灭。只要长寿足矣，发挥完自身的历史责任，把一生所学献给这个世界，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从容长眠，未来存活在课本里，存活在史书上，存活在技术资料里，存活在科技发展史里。如果将来人类最终走向星辰大海，那么他亦是永生。如果将来人类迎来终焉，那么伴随着人类这个文明永远的埋葬在这片银河边缘，也是很独特的浪漫。但是随着萧傲天驱逐出境，萧家提前登上舞台，曹渊不敢肯定武道家修仙者是否也会提前出现，散去手里凝聚的魔力，站起身子走到窗台边，亲眼看到破晓的第一抹晨光划破视线的边沿，逐渐明亮的光线让曹渊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事实上，现在的曹渊很欢迎武道家和修仙者能和现代社会的人们和谐共处。不过和谐的前置是规则，规则的前置是双方对等，也不能一直靠群友，自己也得尝试一下吧。说起来，等新景科技赚钱了，让导师周长青介绍一些各领域的前沿专家，建立一个实验室。现在自己也身负超凡力量了，就不盯着古武者了，研究别人好像终究不太人道。第二天天气正好，因为曹渊已经确认了萧天琪的身份，所以直接让李磊召回了安保小队的其余成员。新景科技的人回到江城的时候，多了8个人。程芷瑶走在一行人中，脸上的表情与平时无异，妆容依旧比平时更厚，在人群中很显眼，风姿宜人。但是归途终究比去时显得沉默了许多。走出江城机场，罗斯峰正靠着迈巴赫领着车队在停车场等候。看到曹渊，罗斯峰车扯出一副笑脸迎了上来，还没近身，就看到曹渊身边的李磊和韩妹妹以及小队的另外几位成员。暗境武者有些疑惑地看着曹渊，老板，这几位是？这是领导给我安排的安保小队。曹渊正准给罗斯峰介绍安保小队的成员，结果罗斯峰表情一致，口音都有些控制不住了。老板，你不要我了。曹渊这句像是控诉曹渊是个渣男的话，让一行人都有些忍俊不禁。活泼的韩梅梅直接就笑了出来，一只手扶住李磊的肩膀，另一只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李磊也有些哭笑不得看着罗斯峰，这家伙居然是暗劲。古壮拳听父亲说很强呢。周围的空气都随着罗斯峰的话欢乐了起来，却没有人发现程芷瑶从包里拿出墨镜戴在了自己脸上，默默地转过头。第104，虽然你是男总裁。回到新景科技让曹渊的心情变得好了许多。一行人走进公司的时候，来往的职员都纷纷和曹渊打招呼。曹总，您回来了。曹总，中午好。程秘书好。大家都只是礼貌地招呼一声，然后各自步伐匆忙地去做自己的事。随着的上市时间越来越近，新景科技还近期处于极度的忙碌之中。刚才来往招呼的人当中，有许多技术人员，要不是曹渊本身优秀的技术功底，就算他是总裁，他们估计也不会浪费时间停下来打什么招呼。技术需要自由的氛围感，曹渊一直努力地在培养这份氛围感。程芷瑶看着公司熟悉的环境，还有来来往往的同事，还有人群最前方曹渊的背影，突然觉得胸口有些闷，深吸了一口气，出声说：曹总，我先回办公室了，你有事叫我。曹渊脚步停顿了一瞬，没有回头。好的，辛苦程小姐，顺便带2位队长先去总裁办公室。李磊吩咐小队的队员分散，摸清周围的环境和地形。曹渊先是领着技术股往研发部门走去，一边打电话让罗斯峰联系猪脚饭来一趟公司，他需要安排一下小赤兄弟和英语姐妹之间换房的工作。曹渊简单的在研发部巡视了一圈，然后拿回最近几天的实验数据。回到办公室的时候，4个人已经在办公室等着自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曹渊打量了一眼初次见面的猪脚饭，身高不高，平头，皮肤黝黑，单说外形和萧傲天有些类似，但是猪脚饭的眼神中有些局促，但是平和。总体而言，身上有股中正的气质，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居然会被龙王忽悠着，成为一个红棍去砍人。朱先生你好。初次见面，曹渊礼貌地和对方打了个招呼。猪脚饭稍微有些拘谨，对曹渊笑了笑：老板好，你叫我小猪就好。对几人部署了一下接下来的工作交接，
李磊和韩梅梅作为女性，更适合保护郑舒心和唐景柔，对此几人都没有什么疑义。罗斯峰和猪脚饭都是在安防部备案的暗劲鼓舞者，李磊对两人的实力不质疑，但是安保工作不是简单的比武，需要许许多多的安保知识。因此李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曹先生，我对于两位的实力没有异议，但是我希望二位能够随在日常空闲时间，与我们的队员学习安保方面的知识。曹渊的目光里带着询问，转头看向两人。猪脚饭对于这个建议很认同，但是罗斯峰却有些苦恼了。他当初走上习武这条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实在不擅长念书。挠了挠头开口说：老板，我可以自学的，我最近也有在看这方面的书。猪脚饭似乎想到了什么，忍不住低声的对罗斯峰说了一句：闭嘴。猪脚饭表现反而让曹渊有些好奇了。阿峰，你都学了些什么？李小姐和韩小姐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让他们给你参考一下。罗斯峰掏出了自己的 WAM， 点开一个电子书软件。老板你看。李磊和韩梅梅两姐妹也有些好奇，忍不住伸了伸脑袋看向手机屏幕。逍遥兵王混都市一武狂序。曹渊展示了自己近期的学习成果。罗斯有些疯眉飞色舞。老板，窝从中邪道，今天工资扣100。曹渊叹了口气，说出一句话。这几天曹渊不在，罗斯峰在每天工作之余，回家就面对的是自家表哥猪脚饭，口音方面放松了不少。曹渊这么一提醒，罗斯峰马上反应了过来。不过这段时间来，逐渐适应了自己已经算高收入了，因此没有太多心疼。他现在更想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罗斯峰自己也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保镖需要加强学习，于是在业余时间自己上网搜索到了关于保镖的内容。但是人的脑子其实一般情况下会自动过滤掉复杂枯燥的内容的，于是罗斯峰开启了自己独特的学习生涯。很显然他觉得受益良多，忍不住和自己的老板分享了起来。老板，我从中学到大量的保护总裁的经验，虽然你是男总裁，但是我一定可以保护好你的。曹渊、韩梅梅、李磊，猪脚饭则是尴尬的咳了咳，转过脸去，带着无奈的表情，安排好几位暗劲舞者的工作。在几人离开后，曹渊独自在办公室里查阅了一下午这些天研发部门的实验记录，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快要下班的时间。习惯性的拿起手边的保温杯，轻飘飘的手感让他一愣，然后摇头笑了笑，把杯子放回桌上，然后打开电脑，给人事发送了一份内部邮件，通知对方给程芷瑶办理停职，以及准备招新秘书的事，并且着重要求了必须是男性。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曹渊下意识地看了秘书的小办公室一眼，发现程芷瑶办公室的灯已经暗了。曹渊轻出了一口气，未来的生活好运。程秘书一路带着对唐景柔的想念回到了家，嗅觉灵敏的唐醋就已经在家门口等曹渊了，轻巧地跳到他怀里，在臂弯里拱着小脑袋撒娇。虽然平时被郑舒心照顾得舒舒服服，让唐醋有些乐不思蜀，但是好几天没见曹渊，小家伙还是很想念曹渊，逗弄了唐醋了一会。曹渊回到自己的房间，刚一开门，一阵熟悉的幽香扑进他怀里。曹渊一把搂住娇躯，已经换上居家服装的唐景柔，有着独特的韵味。曹渊的眼神里逐渐充满温情，彼此紧紧地搂着对方，两人都没有说话。刚刚完成情感升华没多久，分隔的这几天对于两人来说都有些难熬，似乎只有这样紧紧地依偎着对方，才能缓解彼此的思念。第105，三关跟着五关跑。安静的别墅里，两人在房间门口紧紧相拥，这是属于他们两人的时间，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只想更多的感受对方身上的气息。拥抱了一会，唐景柔从曹渊的怀里抬起头来。程芷瑶这个丫头离职了，怎么这次去京都？确认这丫头喜欢你了吧？对于自己在这方面的迟钝，曹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让她停职准备婚礼了，在自己爱人的面前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明确态度，至少自己的补救工作还是有做的。然后曹渊有些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唐景柔挂着狡黠的笑容看着曹渊说，你公司的人事办事效率高吗？江城最帅的总裁招秘书，很多公司都已经传遍了，我们公司的几个小丫头片子还准备去跳槽呢，结果一看要求居然只招男秘书，都有些怀疑曹总你喜欢。唐景柔话还没说完，就感觉曹渊身子下沉，然后自己就被他从腿弯处整个人抱了起来。曹渊有些含糊地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探头找到唐景柔的嘴唇狠狠印了上去。唐景柔被曹渊强硬的行动弄得都有些迷糊了，感受到自己唇舌之间的绵软防御被他轻而易举地破开，交织之间的温热让他忍不住轻哼了两声。不过曹渊刚才的话他听到了，我喜欢的你最清楚了不是吗？心里一时甜蜜欢心，主动地回应起他来。
可惜唐双儿放学回家以及郑舒心下班的开门声，打破了两人之间即将失控的气氛。唐锦柔像只蝴蝶一样，翩翩逃离，跑回了自己的房间，脸上的笑容预示着她的好心情，甚至在心里琢磨着应该给自己的小男人什么奖励。曹渊对于程芷瑶的处理方式让他很满意，虽然他知道这件事其实曹渊和程芷瑶双方都没有错，但是任其多理智的女人都逃不过一个善妒，除非她不喜欢你。第二天，曹渊把李磊和韩梅梅分别介绍给母亲和唐锦柔。对于曹渊的影响力，两人有着清晰的认知，因此很欣然地接受了两姐妹的保护。程芷瑶的停职程序办理得很快，离开的也有些悄无声息，甚至公司的许多不关注人事调动的职工，在新秘书上任后才反应过来，曹渊也没有来得及和他告别。这一早，曹渊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新来的男秘书等候在他办公室门口，给曹渊递上准备好的保温杯，简单的道了声谢，回到办公室里。在开始工作前，曹渊习惯性的准备打开保温杯，先喝一口茶，醇和的茶香让从杯口飘了出来。从香味上来说，新秘书的泡茶手法看得出比较专业，应该是严格控制过水温，恰到好处的泡出了优质绿茶的清香宜人，比程芷瑶那个2把刀直接沸水一冲的手法强出不少。还不错。曹渊在心里评价了一句，以后还是喝咖啡吧。公历新年后，ONE如约上市。大众日报上连续几天刊登了科学院对新景科技的祝贺，江城科技工业园项目的意义，以及各方专家对新景科技自由技术的解析。电视、报纸、门户网站、网络论坛，这种全方位的宣传覆盖，使得 ONE 先是在华夏市场对以诺基、摩托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形成歼灭式的打击。从公司的成分来说，新景科技是华夏自己的科技公司，而且科学院和官方媒体的轮番背书和声援，让新景科技和 ONE 在短时间内成为民众心中华夏科技发展的代表。从产品力上来说，就算了，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降维碾压。无论是 ONE 还是开源给其他手机厂商的系统，都已等于原世界10年左右的水平，加上国内物联网企业和软件商的大力支持，跳过了原世界那几年的你来我往。曾经那些所谓的高端智能手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短短2个月时间，新时代的智能手机这个焦点以华夏为中心，开始向周围快速辐射，先是霓虹高丽，再是欧罗巴，最后到漂亮国。全世界的人们发现，一觉醒来，自己手里的手机似乎就落后了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全都是 ONE 的信息。没有人相信这个时期的华夏能创造出这么充满未来感的产品，认为这都是虚假的新闻。但是随着新景科技宣布了 ONE 在各国的上市时间，社交网络上的风向一变，所有的怀疑又变成指责，指责华夏窃取了他们国家的技术，但是私下又偷偷跨越重洋注册了新景科技的官网，留言询问 ONE 能否早点在他们的国家上市。作为邻居，霓虹和高丽的反馈倒是比较有意思。男性声嘶力竭的抵制，女性原本并不关心电子数码这个话题，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曹渊的照片开始流传在两国的网络上，这下两国的女网民炸开锅了。霓虹动漫里，高丽电视剧里，那些总裁总监、精英高管永远只处于幻想中，现实里见到的都是些秃头发福的慈祥老大爷。而这位新景科技的总裁，一定是从漫画里、电视剧里走出来的，对吧？数码产品我们看不懂，帅哥我还看不懂吗？欧尼酱、曹渊欧巴，ONE在霓虹高丽上市的时候，你会亲自来开发布会的，对吧？丝毫不顾两国男性的愤慨情绪，三观跟着五官跑的可爱妹子们，直接完成了对两国男性群体的反杀。ONE的一炮而红，并没有让新景科技停止自己的步伐，研发工作一直的没有丝毫迟滞，一直在继续。甚至曹渊经常还致电催促其余的手机厂商赶紧拿出上市测试版的样品，有什么技术难题直接找新景科技。曹渊的主要目的不完全是赚钱，首先要榨干当红产品的剩余价值，这条基本的商业逻辑在他这根本不成立。他要在国外所有科技公司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建立起生态壁垒。硬件市场华夏要，软件市场华夏也要，移动互联网主导权一定要捏在手里。2个月的时间，3具铺设的准备早已经准备就绪，国内的企业都这么有干劲，官方当然不会拖后腿，给足了支持。作为新景科技的所在地，江城也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江城3G 网络是运营的第一天，曹渊作为网络提速方案的发起人，受邀出席。发布会的内容很简单，曹渊也只是上台说了几句比较官方的致辞。会议结束后，罗斯峰载着曹渊回公司的途中，
突然，迈巴赫一个急刹停在了路中央。曹渊抬头一看，看到一个衣着简单朴素的男人站在车前。曹渊疑惑地看着这个男人，他没见过这人，而且对方的表情看起来更像是有事找他，而不是来找麻烦的。罗斯峰率先下车，他能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气息有点类似上次那个萧傲天，硝烟味很重。结果罗斯峰还没开口，对方却率先出声：“能不能请曹先生给我5分钟时间？我有件事想要告知曹先生。”第106谢意。公历年后的江城，天气一直很好，街道上人流的增加，似乎预兆着这座城市会在这个春天迎来更浓烈的生机。曹渊带着男人来到一个咖啡厅，要了个包间。罗斯峰跟在曹渊身边，紧紧地盯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等3杯咖啡上齐以后，曹渊才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眼睛小，但是眉毛很浓，眉形有些锋利，身材和曹渊相似，高挑笔挺，随时扫视四周的眼神能体现出这个人的性格很谨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曹渊似乎比较尊重。曹渊用咖啡匙轻轻搅拌着自己面前的咖啡，抬起头看着男人。一开始曹渊还以为对方是自己粉丝，结果罗斯峰说对方也是暗镜，这才让曹渊决定见一见这个男人，听听这个暗镜高手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对方的态度似乎有种奇怪的尊重，曹渊因此也是微笑地看着对方：“这位先生，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男人的咖啡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毫不在乎苦涩的口感，喝了一口，然后认真地看着曹渊说：“曹先生，我叫谢意，不知道曹先生知不知道黑州的佣兵组织龙神殿？我就是龙神殿的一名佣兵。”这个叫谢意的男人说到佣兵这2个字的时候，似乎吐字变得很艰难，脸上的神色也有一些难掩的羞愧。听到谢意这2个字的时候，曹渊拿起咖啡杯的手停顿了一下，放下手里的杯子，重新打量起对方。谢意，那个悲剧在都市之至尊战神里，谢意出场的比较晚，应该是书中的曹渊领便当以后才出现的人物。当然他比曹渊还惨，因为他的第一次出现就是以噩耗的形式出现的。谢意来自卢省，18岁就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华夏军人。结果回家探亲的时候，发现自己母亲出轨，而且奸夫甚至嚣张到直接出现在他父亲的面前，还恬不知耻的想要对谢意的妹妹谢雨婷下手。正处于2愣子年龄的谢意哪受得了的这个，自己母亲没办法拿他怎么样，奸夫还怕下不了手，连夜就找上奸夫家里去了。众所周知，除了龙王不需要在意，任何人在干人的时候都是要承担风险的。从哪个位置下手，用多少力道，能够造成怎样的输出，判多少年都是有讲究的。谢意这愣头青哪里懂这些，为了扩大战果，他甚至还带着装备。很显然，在部队待了几年的谢意把这奸夫给干成植物人。谢意很干脆，直接选择了自首，于是开除军籍，遣返当地受审也就顺理成了。但是疑似平民校花的女主妹妹谢雨婷还没和龙王相遇，那谢意怎么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人生？龙王的师傅施伟川出手了，书里没有明确的表述，反正施伟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谢意救了出来，带到了黑州，还传授他鼓舞，想要训练成一个杀手。但是跨界发展一般带来的都是不好的结局，军人和杀手虽然干的活有一定的重叠，但是终究隔行如隔山。很显然谢意的没能成为优秀的杀手，但是萧傲天成立自己的佣兵组织后，谢意因为业务熟练，最后成为了龙神殿的2号人物。可惜在龙王回国后，因为龙神殿中有人反叛，谢意在清剿叛军的时候中了埋伏，牺牲了。因此当时身处国内，正好要前往京都的萧傲天下定决心一定会好好照顾谢意的妹妹。书里的情节曹渊已经懒得吐槽了，但是谢意作为龙神殿的2号人物，居然上门找自己，并且自报家门，这让曹渊有些不能理解。淡淡的看了谢意一眼，对方身上的悍勇气息很明显，但是对自己的尊重也不似作为。曹渊出声问说：“谢先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和你们的龙王有过不愉快？”谢意有些意外曹渊知道萧傲天的身份，但是点点头，知道。那谢先生今天找我是因为？曹渊询问道。谢意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开口说：“曹先生，这次龙神殿派我回到国内的目的，就是曹先生你。”罗斯峰原本身体就绷得紧紧的，现在听到对方目的是曹渊，直接又挨近曹渊一点。罗斯峰想的倒是简单，做得近些，如果对方有武器，他可以快速挡在曹渊身前。咖啡厅包厢的沙发通常宽大，但是罗斯峰越坐越近，让曹渊也有些不适应。不过看到罗斯峰紧紧盯着谢意的眼睛，曹渊也没说什么。虽然有些偶尔会蹦出几句带偏人的口音，但是罗斯峰和书中描写的一样，
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也只是关心自己罢了。曹渊继续看着谢意，目的不知道谢先生的意思是。谢意叹了一口气，萧傲天这次被曹先生从国内赶出去，不论是他还是施先生都很气愤。据我所知，施先生知道曹先生深受华夏官方重视，为了撇清龙神殿的关系，另外联系了一个神秘组织，准备对曹先生你下手。曹渊眉头微皱，神秘组织？谢意点点头，暗劲的实力。这时候却没控制住自己的气息，鼻息有些重。只有施先生和萧傲天知道这个神秘组织，我也是一次意外知晓的。我这次被派回国内，是为了能够监督曹先生的行踪。神秘组织？曹渊不知道谢意说的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作为龙神殿的2号人物，为什么又要对自己说这些？目光紧紧盯着谢意。谢先生作为隶属于龙神殿，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任务泄露给作为任务目标的我。谢意眼眶突然有些发红，能看出对方有些难过，也有些愤恨。哀伤中的愤怒最有力量。谢意这时候似乎就充满了力量感，深呼吸了几口，吸气声在这个包厢里很明显。谢意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曹先生做的事情，我从资料上都看过。我虽然是一名罪犯，但我一天是华夏军人，永远都是。谢意说完这些，沉默了一瞬，然后继续出声说：如果可能，我想要萧傲天死。第107，龙王应该已经出生了吧？谢意的脸色很平静，毫无负担地说出自己的罪犯身份来。曹渊知道谢意罪犯身份是怎么回事，但是罗斯峰不知道，忍不住扭头看了曹渊一眼，依然淡定如往常。罗斯峰有些忍不住在心里腹诽了起来，这老板怎么每次遇上事比我这个保镖都虎？没有在意罗斯峰的动作。谢意的话让曹渊沉默了片刻。作为龙神殿的2号人物，在自家龙王的敌人面前泄露行动情报，甚至说出自己要自家龙王死这种话，从他的口气来看，似乎确实恨透了萧傲天。这样的人在书里居然为了龙神殿牺牲了。曹渊轻声开口说：谢先生不知道你和你们龙王。后面的话曹渊没有问出来。曹渊知道手下背叛，并且甚至反过来仇恨上级的原因通常狗血，如果对方不愿意说，曹渊也不强求。曹渊的话让谢意的表情变得有些纠结，也有些挣扎，似有难言之隐，但是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拿起杯子不顾水温，一口把杯子里的咖啡饮尽。看着曹渊，谢意缓缓开口说：我之前在国内当兵，后来一次回家的时候，谢意稍显沉闷的声音开始慢慢叙述事情的经过，先是表明了自己曾经沦为罪犯的原因，然后讲到施伟川救了他，把他带到了黑州。沦为罪犯，他一直不敢联系家里，直到前2年才联系上自己妹妹谢雨婷。知道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以后，谢意当然是痛苦的。支撑着他在黑州继续生存的原因，就是自己妹妹考上了京都的一流大学，妹妹需要钱读书。在一次次的行动中，谢意认识了龙神殿一位来自高丽的女性佣兵，随着数次的出生入死，让这个女人走进了谢意的心里。谢意向这个女人敞开心扉，敞开心扉就预示着感情戏。是的，2人成为了男女朋友。谢意在一次行动中被炸弹波及，受伤的位置比较尴尬，虽然没有造成残缺，但是对他的日常业务能力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即使如此，女人也没有表达出半分嫌弃。本来按照原书的脉络，按照这样的剧情下去，应该是一个女人救赎了一个心态逐渐死寂的雇佣兵的故事，直到这位满手鲜血的雇佣兵牺牲为止。就算拍成电影，都算是还不错的悲情色彩商业片。但是无巧不成书，故事总是充满戏剧性的。都市之至尊战神小半本书里，萧傲天再也没有回过黑州，因此没有发生过什么波折。但是这次萧傲天回去了，还是被曹渊赶回去的，除了憋了一肚子气，同样也憋了一肚子火。在江城见识过这么多美女以后，龙王对于黑车兴趣大减，而谢意的女人身上那股东方韵味奇怪地吸引着他。于是一次酒后，萧傲天向2嫂下手了。不知道是迫于龙王的淫威，还是因为谢意临床实操能力的问题，已经积累了有些时日。谢意的女朋友从他的专属定制版变成龙神殿2大巨头的通用版，最后2人的事情恰巧被谢意撞破。事实上龙王也知道自己理亏，于是给谢意派遣了这个华夏境内的任务，让他可以顺便看看妹妹，并且表示会治好他的隐疾。谢意虽然无奈之下去做了雇佣兵，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他一直觉得这种经历是耻辱的。他坚持的原因，一个是妹妹的生活费用，一个就是施伟川的救命之恩。这次龙王的行为让谢意在心中把这最后的情分也斩断了。曹渊和这位龙王比起来，我们这一群姓曹的都有些愧对丞相了。谢意眼眶说着说着就红了，但是还是坚持着把话说完。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曹渊。这件事的离奇程度，让一旁原本有些紧张的罗斯峰都懵了。来自贵省的纯情热血青年，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匪夷所思的故事，让他有些叹为观止，甚至在想，上次踢萧傲天那一脚是不是踢轻了？早知道是这种人，当时就该全力以赴的。如果下面的工作效率和老板的新景科技一样快的话，那个什么龙王应该已经出生了吧？谢意说完这些，低着头沉溺在自己的情绪里。曹渊和罗斯峰都没有说话，这种事情也没法安慰，只能让他自己缓和过来。半晌过后，谢意抬起头勉强的笑了一下，事情就是这样，为了妹妹，我最终没有选择当场撕破脸。说到这，又用敬佩的眼神看着曹渊。原本龙神殿我就不准备回去了，这次的任务也不准备做，准备去京都看一眼我的妹妹，然后我就会去自首。而回国的途中，我熟悉了曹先生的资料，我没什么文化，当初只能选择用自己身躯保家卫国，而曹先生你用知识保家卫国。曹先生是国之重器，安危不能受到我们这种战争野狗的威胁。曹渊看着谢意，谢先生谬赞了，你我都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说完，拿出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出声，感谢谢先生提供的信息，令妹未来如果有就业需求，我们新景科技也随时敞开大门。另外，谢先生身份特殊，我会通知相关部门，当然我会拜托领导。谢先生想要见令妹，肯定不会阻拦谢先生的，不知谢先生同意吗？对于这个劣迹败坏的故事，曹渊不清楚真假，谢意的身份终究特殊，就算对方给自己的情报是真的，谢意也并没有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倾向，这件事也需要安防部或者安全处说了算。曹渊这么问，也只是想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如此坦然。谢意平静地看着曹渊，我相信曹先生，只要能和我妹妹见一面，我可以接受组织的任何安排。第108，他的选择总是正确。包间里的气氛这一刻有些放松了下来，谢意的悲愤，曹渊的怀疑都随着这句接受组织的安排一扫而空。曹渊拿起桌上的手机，直接开着免提拨通了孙清的电话。孙部长，你好。电话那头传来孙清低沉的声音，曹先生，你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曹渊把谢意说的神秘组织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孙清沉默了一会儿，谢意，龙神殿的2号人物，他回到国内了。曹渊道，是的。孙清沉吟了一会儿，谢意的入境，我们各部门都没有监控到消息，龙神殿没有这能耐，说明有别的势力介入，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口中的神秘组织，甚至我们本土势力的帮助。曹渊看向谢意，谢意对曹渊点点头，表示肯定了孙清的猜测。曹渊回复孙清说，孙部长，谢意确认是有别的势力介入。孙清听完曹渊的话，叹了一口气，曹先生，这个消息我们会通知军部，并且我们也会找到谢意，如果有需要，驻扎江城的军部会配合李磊他们的行动。原本萧家就够头疼了，现在又有未知势力针对曹渊，这让孙清觉得有些头疼。事实上，曹渊也不可理解，说到底，曹渊只是一个科技新贵而已，而且还暂时只涉足了移动市场。如果你诺基摩托，甚至 Winter 联盟要想办法找自己麻烦，他还能理解。但是京都萧家、龙神殿，以及一个听起来挺莫名其妙的组织，一个个来找自己麻烦，这些势力的交集点就是萧傲天，那个神秘组织是施伟川请来的。暂且先不论萧家和龙神殿对于萧傲天是否身处国内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萧傲天回国看来可不仅仅是报仇那么简单，还关系到许多人呢。看了一眼谢意，这次谢意入境甚至连孙清那边都没监控到，即使自己这边不松口，但是以施伟川的能力，还真说不准给萧傲天一个容就回来了。想起龙曹渊这人在黑州玩的还挺花。孙清有些疑惑的声音继续从电话里传来，打断了曹渊的思绪。对了，曹先生，谢意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这个原因就属于谢意的隐私了，而且还是难言之隐。曹渊停顿了一会，然后回答孙清说，因为他一直是一名华夏军人，把谢意想要见妹妹一面的诉求告知孙清。孙清思索了一刻就应允了。结束了和孙清的通话，曹渊编辑了一条短信，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看着谢意，谢先生，我能问你一件事吗？谢意点点头，曹先生请说。你知道你口中那位施先生的身份吗？谢意有些疑惑地皱起眉头，施先生？曹渊点点头，施先生是杀手组织血杀的首领，现在血杀已经并入龙神殿，施先生一般很少露面。曹渊摆摆手说，我是说你知道他在国内的身份吗？国内？谢意不理解国内的身份是什么意思。曹渊直接道，施伟川当年在国内号称医圣，就没有为谢先生你治疗过隐疾吗？谢意瞪大了眼睛看着曹渊，医圣？
曹渊看到谢意的表情，他似乎根本不知道施伟川两人的医术，他们师徒两人都会一门绝技叫鬼门13针，甚至连红斑狼疮这种绝症都能治。鬼门13针，绝症都能治？谢意有些不可置信，然后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施先生偶尔会给我一份药，服用后确实在短时间内有效果，但是不能根治。我回国前，萧傲天说已经为我找了医生，等我任务完成后回去就会着手为我治疗。”无语地摇了摇头，意料之中的事情。恃术而骄，用自己的医术胁迫控制对自己有用的人。萧傲天对于醉兰是这样，施伟川对谢意是这样，还真是一脉相传，找到了医圣，自导自演了，属于是。或许在他们看来，男人的尊严比天还大，只是这两人还是错误地估算了谢意这个人，一面是家国，一面是男人的尊严。谢意这个不那么硬的男人，却很硬气地选择了家国。叮咚，曹渊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短信，然后对谢意告了声歉，托辞说自己去一趟卫生间。回来的时候，曹渊对罗斯峰伸了伸手。罗斯峰现在还沉浸在刚才谢意的故事里，心里正为谢意憋屈呢，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有些疑惑地看着曹渊。曹渊，包！罗斯峰才反应过来，连忙把公文包递给曹渊，把手伸进包里，假意翻找了一会。曹渊拿出一个蓝瓶装的药剂，这是他刚才特地去卫生间从群仓库兑换出来的 H 型基因药剂。曹主任世界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因为和丧尸的战争，受伤的人可就多了。H 型基因药剂就是为了保证生育率而研发的，针对性的修复人体生育机能。把手里的药剂推到谢意面前，这是我朋友在国外的生物实验室研发的一种药剂，专门针对修复人体生育系统，虽然正处于实验阶段，但是谢先生信得过我的话，可以试试。谢意愣愣地看着曹渊，有些疑惑，为什么会有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不过看到曹渊平和从容的眼神时，忍不住点了点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谢意很显然就是一个苦命人。父亲被绿的时候，他还年轻，选择了血剑舞步；自己被绿的时候，为了妹妹，却已经没有选择了。虽然不知道谢意未来会怎样，恢复了健康还有没有用武之地，但是曹渊还是希望这个硬气的男人可以把这份尊严捡起来。谢意有瑕疵，他曾经的冲动，曾经的愣头青让他毁了自己。谢意也没有瑕疵，因为曹渊觉得他的选择总是正确。包括愣头青的那次，安防部的委托通知很快就发到了江城警局，警察来得很快。谢意自觉地被警察带走，曹渊微笑着对他挥挥手。刚才收到孙清的短信，他全面地查阅了谢意曾经的资料，向曹渊表示，如果谢意能通过安防部和安全处的审核与测试，确认没有危害倾向的话，他未来还会回到华夏的怀抱，换一个岗位，继续他曾经未尽的事业。送别谢意，曹渊和罗斯峰很快回到公司。曹渊坐在自己的老板椅上，望着天花板，眼眸闪过一道幽蓝的光芒，一瞬即匿。神秘组织，那就看看有多神秘吧。第109，下次一定。谢意的事情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就像他悄无声息的回国一样，同样悄无声息的被人秘密送往京都。曹渊也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想要修正这个世界的阻力。事实上，原本曹渊想要改变世界，只是出于自身的技术追求，以及此处也是华夏。但是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眷恋，因为家人、爱人都身处于此，那么这个世界当然要越来越好才行，怎么可以一直荒诞下去？短短1个月，军部的介入让事情变得简单许多。曹渊从孙清那得知有各种各样的海外人员秘密被捕，不过孙清也表示，这些都只算是杂鱼级别的，真正的大鱼还没有露面。官方和中枢的重视，让曹渊对于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信心的。自从科技工业园的项目开始落实以后，郑书欣和唐景柔都越来越忙。曹渊作为发起人，以及恰逢万上市，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最近几天，三人才逐渐从忙碌中稍微放松了一些。可是，曹渊最近却总觉得怪怪的。这样的感觉，倒不是什么神秘组织的原因，而是来自于自己母亲郑书欣。就比如现在，曹渊望着餐桌上的菜，表情有些奇怪。枸杞猪腰粥、杜仲党参乳鸽汤、爆炒腰花、脆炒山药，如果偶尔也就算了，但是最近母亲总是做这些看起来就很补的东西，让曹渊有些不适应。妈，我们最近是不是吃的太补了？曹渊脸色有些怪异的看着母亲。郑书欣端着一个砂锅放到桌上，揭开锅盖，好吧，黄焖羊肉。白了一眼自己儿子，郑书欣好笑的说，最近工作这么辛苦，补一点怎么了？然后扭头看向正在吸着鼻子的唐双，温柔的笑着说，双儿学习也很辛苦，应该补补的。
然后笑眯眯地看着唐景柔，你说是吧？小鼻涕妞。唐景柔正错愕地看着桌上的食物，突然被郑舒心点到，抬起头看着郑舒心笑眯眯的眼神，不知怎么的，这个笑容让唐景柔心里一慌，想要去看曹渊，但是又想到郑舒心正盯着自己呢，只能笑着回应说，姐姐说的对。等到郑舒心转身去给唐醋准备晚餐的时候，唐景柔才默默地先盛了一碗汤，捧着碗喝了起来。喝汤的时候好似不经意地瞟了曹渊一眼，看到曹渊也默默喝着汤，然后给自己夹了一块羊肉，忍不住瞪了他一眼。正慢条斯理吃饭的曹渊看到唐景柔的眼神，回应了一个疑惑的眼神，就像是在问怎么了。唐景柔白皙的脸蛋透起一阵粉红，然后白了曹渊一眼，你这家伙再不的话会很累吧。郑舒心坐上餐桌的时候明显心情很好，时不时给双儿夹菜，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扭头看着曹渊说，阿渊，这几天能空出时间来吗？帮妈妈一个忙好不好？曹渊下意识的点点头。新景科技连轴运转了许久，最近工作强度放松许多，曹渊也因此闲暇了不少。母亲需要帮忙的话，作为儿子当然义不容辞。看到曹渊同意了，郑舒心的笑容愈发温和。魔都的一个同行邀请我和你唐姨去参加一个地产企业的聚会，你也知道现在物流平台的组建正在进行，妈妈走不开，你代表妈妈和你唐姨走一趟吧。一听又是什么聚会，曹渊下意识的就想拒绝，你们地产公司聚会，我一科技公司老板去做什么？然后听到最后母亲说是和唐景柔一起去，好事情啊。曹渊一直以来觉得对唐景柔有些愧疚，别人恋爱有着许多属于情侣表之间的各种活动，但是自己和唐景柔确认关系以后，自己一直很忙，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身心与未来都交给自己了，结果别说约会了，两个人在家里想要拥抱都还偷偷摸摸的呢。这次是一次弥补唐景柔的机会，虽然心里有些雀跃，但是曹渊的脸上还是保持着淡定的神态。好的，我这边没问题，什么时候？妈，你提前通知我就行。郑舒心满意的点点头，就这个周末，到时候你直接去唐氏集团接上你唐姨就行了。正在埋头吃饭的唐双听说自己曹渊哥哥和妈妈要出远门，有些希冀的抬起头看着郑舒心和唐景柔，妈妈，郑阿姨，我可以一起去吗？郑舒心温柔的摸着唐双的脑袋，双儿不是要上学吗？唐双小脸充满疑惑的说，可是不是周末去吗？唐景柔放下手里碗筷，温和的看着可爱的唐双儿，双儿，妈妈最近给你找了个补习班，要好好跟老师学习哦。唐双儿下划线，看着双儿小小的脸上就带着生无可恋表情的样子，曹渊有些不忍心，双儿啊，不是曹渊哥，叔叔不想带着你，下次一定。夜里，曹渊正坐在电脑前浏览着网页，屏幕上显示的搜索词条，情侣之间约会应该做些什么，搜出来的都是看电影、情侣装、烛光晚餐之类的答案。作为曾经生活在2020年的男人，曹渊虽然没有约过会，但是并不影响曹渊觉得这些事情似乎过于普通了一些。曹渊忍不住回忆起在原世界的时候看过一些视频，情侣之间要做的100件事，那时候的曹渊对此毫无兴趣，直接就划走了，这让曹渊不免产生了一些后悔的情绪。书到用时方恨少，夜晚静悄悄的，安静的房间里只有曹渊噼里啪啦的敲击着键盘，以及点击鼠标的声音。啪嗒一声，锁门声从曹渊身后响起。曹渊转身，发现唐景柔正俏生生地站在门边，黑色的蕾丝睡裙包裹住丰腴有致的娇躯，在这静谧幽暗的环境里，让人有些血脉喷张。修长匀称的腿上居然还穿着黑色的长筒丝袜，睡裙摇摇摆摆，白皙的大腿上吊袜带有些若隐若现。曹渊，这 Omega。 唐景柔露出一个笑容，媚意像是一根藤蔓，慢慢顺着他的视线爬满曹渊的心头。亲爱的，在看什么呢？曹渊回过神来，下意识的伸手按下 Alt 加 F4 关闭了浏览器。被自己爱人发现自己不会约会，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呀！看一些资料， D110还以为曹少爷不食人间烟火呢。唐景柔脸上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哦，看资料呀？那姐姐打扰你了吗？没有，都是些不重要的资料。曹渊摇摇头，迈着轻盈的步子。唐景柔缓缓靠近曹渊，理顺了身上的睡裙，坐到曹渊怀里，笑眯眯地看着他。唐景柔今晚的打扮让曹渊甚至觉得有些呼吸困难，靠近曹渊的脑袋，唐景柔在他嘴唇上轻轻啄了一口。就在曹渊双手搂住他想要继续的时候，唐景柔灵巧的一躲，握住了桌上曹渊刚放开的鼠标，然后曹渊眼睁睁地看着唐景柔打开了浏览器，点开了历史浏览记录。随着网页被打开，唐景柔随意地浏览了一下，曹渊意外地看着唐景柔，你居然还会这个？浏览了好一会儿，唐景柔的表情渐渐的有些失望，嘴里凄了一声，
还以为你在找什么刺激的资料呢。曹渊，你现在这么懂了？是谁带坏了我的唐景柔？唐景柔对电脑没了兴趣，再次把注意力放到曹渊身上，双手绕过曹渊的脖子，熟悉的完美唇线，勾起一个甜甜的笑容。亲爱的，这么期待和我约会啊？想起自己浏览的那些网页内容，曹渊有些不好意思，低声的嗯了一声，回头看着电脑屏幕上，唐景柔照着网页上的内容念了起来：看电影、情侣装、烛光晚餐，然后去酒店。女人或许就是天生的演员。唐景柔这时候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未经世事的懵懂女人似的，一脸好奇地看着曹渊：你想带人家去酒店做什么呀？这声音让曹渊体会到所谓蚀骨的滋味。电脑屏幕的背光打在唐景柔晃眼的皮肤上，那种带有穿透性的白里透红让曹渊的心跳都有些加速了，努力地控制视线，投回唐景柔的脸上，不敢答话，有些生硬地转移话题：你有没有觉得我妈怪怪的？唐景柔似乎还没出戏，依然一脸懵懂地看着曹渊：什么怪怪的？我总觉得他好像已经发……还没说完，就被唐景柔用嘴唇堵住了接下来要说的话。睡裙粗粗沙沙触感，让曹渊觉得忘了自己想说的话，紧紧搂着唐景柔。良久，唐景柔带着微微喘息抬起头，眼神迷离地看着曹渊：不可能，曹渊，你刚才调戏我的时候这么勇，怎么一提起我妈就变鸵鸟了？不过看着媚眼如丝的女人，曹渊也不想考虑这些了。蕾丝和丝袜带来的奇妙手感，让曹渊觉得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亢奋，有些艰难地伸出一只手，合上电脑。瞬间而来的黑暗将两人全部笼罩，刺激又朦胧的安全感一瞬间冲上了两人的心头。晚冬的夜晚依稀有些冰凉，但是因为江城的宜人的湿度，空气有些滑腻。别墅里的暖气很充足，每走近一点，似乎就温暖一分。地毯也柔软了这个空间的每一寸。不知过了多久，唐景柔脸蛋发烫地窝在曹渊怀里，轻轻喘着气，脸上的表情像是娇羞又像是责怪，捏着小拳头轻轻捶了曹渊的肩膀一拳。讨厌死了你！曹渊有些心疼地抱着累坏了的唐景柔，依偎着眼前的男人。唐景柔声音娇媚，伴随着微微的气喘声，还以为曹少爷不食人间烟火呢，原来喜欢这个调调。有些疑惑地低头，曹渊看见唐景柔手里提着一只被撕坏的丝袜，眸子里满是调笑。曹渊，大概都怪最近饮食太补了一些吧。唐景柔看到曹渊难得的不好意思表情，忍不住又继续调戏起曹渊来。自从两人确认关系以后，这个小家伙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又凶又直接，好久没看到这样窘迫的表情了。哦，真可爱。曹渊看着唐景柔手里的东西，忍不住陷入了沉思，我这应该是被群友们同化了吧。回过神，发现唐景柔还在调笑自己，曹渊也忍不住脸色有些发热，手在唐景柔腰上一搂，细腻的触感像是液体一样从指缝中流淌而过，似乎是感觉到了曹渊的变化。唐景柔用手顶住曹渊的胸口，表情还有些惊慌。你想干嘛？吃不消了。看着唐景柔的模样，曹渊忍不住笑了出来，还真是又菜又爱玩。唐景柔总算安分了下来，依偎在曹渊怀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忿，像是受到惊吓的猫咪。曹渊心疼地摩挲着她的背部，温声说：其实你不用那么迁就我的。唐景柔摇了摇头：我不是迁就你，我只是喜欢你。你也就工作的时候聪明，其余时候像个呆瓜，要是被人抢走了怎么办？曹渊有些好笑地说：谁会抢走我呀？唐景柔白了曹渊一眼，然后突然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酸溜溜的。哼，你还不知道？语气也像柠檬一样清新。明明是一个成熟又知性的女人，可是脸上的这种表情却让曹渊忍不住觉得可爱，伸手捏了捏她的脸。知道什么？程家向郑家退婚了。唐景柔一边伸手抓住曹渊在自己脸上捣乱的爪子，一边继续说：程芷瑶不知道用了什么作为交换条件，让程家主动向郑家提出退婚了，也就是说他现在自由了。程家向郑家提的退婚，程芷瑶居然有能力让程家妥协，这倒有些出乎曹渊的意料。这些事情和曹渊关系不大，不过毕竟共事了一段时间，对于程芷瑶能够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曹渊还是挺为他高兴的。你高兴了吧？唐景柔悠悠的声音在曹渊耳边响起。曹渊，我刚才好像是挺高兴的。曹渊对于唐景柔一点欺骗都不想有，低头看着唐景柔的眸子，认真的说：就是为了他能摆脱被掌控的命运，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高兴，没有别的意思。唐景柔看着曹渊的眼神，那认真的神态像是要慢慢浸润他的心里一样。他缓缓地趴到他胸口上，在他下巴上啄了一口。笨蛋，晚安。第111，算不算蛙组织的墙角？3月时节，初春的景色已经开始逐渐明媚，
曹渊睁开眼睛的时候，唐景柔像是往常一样已经离开了。那个带着一些羞涩，带着一些娇憨的唐景柔，似乎永远只属于偷偷摸摸的夜晚。整理洗漱以后，去往公司的途中，曹渊正在看研发部接下来的研发计划以及招聘计划。迈巴赫行驶得很平稳。曹渊在看资料的同时，耳边隐约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疑惑地抬起头，发现罗斯峰一边开着车，一边正在碎碎念些什么。身子前倾仔细听了听，好像是在念叨着英文单词。阿峰，你在念什么？罗斯峰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下意识地回答曹渊的话：学英文哦。你也学英文？为什么要说也？因为前些日子，李磊和韩梅梅向曹渊汇报安保情况的时候，韩梅梅看到曹渊桌上堆叠的英文资料，忍不住问曹渊：曹先生，为什么你平时看的东西都是英文的？曹渊有些奇怪地看着韩梅梅，有什么问题吗？李磊和韩梅梅虽然从名字上来看，好像上学时就是英语课代表，但是事与愿违，两人在英语上都是学渣。韩梅梅像是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我们是华夏人啊，为什么要学英文啊？曹渊失笑，扬了扬手里的文件，就是因为我们是华夏人，才要好好的学习英文。许多前沿的文献资料都是以英文作为载体的，我们作为落后的一方，习得他人之长，好好发展自己，不是应该的事情吗？其实只是几句简单的对话而已。曹渊的身份让他的话似乎比曾经的老师们更有说服力。两个单纯的年轻鼓舞者踏上了自学英语的旅途，其实英文和他们的工作关联不大，但是用姐妹俩的话说，就是想要从更多的角度了解这个世界。孙清说过，鼓舞者群体整体上思维守旧，但是任何一个群体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生活中被视为常识的物理定律，在微观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的王朝变迁都是有规律的，但是你放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上去观察的时候，它又是无迹可寻的。所以就会有李磊和韩梅梅这样在安防部就职的年轻鼓舞者，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愿意调节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的变迁。当然也会出现罗斯峰这种逐渐沉迷网络小说的异类，只是没想到罗斯峰从鹦鹉赘婿到英文单词跨度还挺大。罗斯峰一边开着车，一边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李磊赘账最近都在写，我和他一起写。说完这些，罗斯峰才反应了过来，卧槽，又要扣工资了，等等，我刚才说了什么？想转头解释，但是正在开车。罗斯峰抬头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曹渊正在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他。曹渊刚出声：阿峰你，老板，你不要误会，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吐字字正腔圆。声音中气十足，语气格外坚定。曹渊不可置否地笑了笑，所以你经常见李磊？从后座曹渊的位置看过去，罗斯峰的耳根都有些红了，有些支支吾吾地说：不是，没有，主要是李队长经常给我们上课。哦，原来如此。过2天我要和唐总去一趟魔都，那你和韩梅梅副队长一起随行吧。正好车子行驶到一个红灯路口，罗斯峰这一脚刹车能明显的感觉到比平时要焦急一些。老板，让我表哥陪你去吧，他功夫比我好，周末李队长还要给我上课，最近安保知识学习的进度处于比较关键的时候，我要多和李队长学习，主要这样以后才能更好的保护你。曹渊忍住不笑了起来，韩队长就不配你跟他学了。罗斯峰看到罗斯峰稍显窘迫的模样，曹渊心情大好，原来窦老实人这么愉悦。罗斯峰看到曹渊的表情，罗斯峰知道曹渊是在和自己开玩笑，有些幽怨的看了后视镜里的曹渊一眼，你真的是我那个不苟言笑的帅逼老板吗？没有理会罗斯峰的眼神，曹渊放下手里的材料，看向车窗外，这家伙居然不声不响的对李磊有了非分之特殊感情。对于这个意外的发现，曹渊还挺支持的，如果能走到一起也挺好，省得罗斯峰这个热血青年整天想给师傅报仇。不过这个行为算不算挖组织的墙角？自从萧傲天被驱逐后，曹渊感觉像是摘除了肿瘤似的，生活和工作都轻松不少，不用再关心剧情进度，一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因此时间也就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周末。周五这天下班，曹渊来到自己车边，驾驶座上的已经是猪脚饭，对猪脚饭点点头，先去唐氏集团。好的，老板。猪脚饭相对罗斯峰沉稳了许多，没有多话，直接启动车子。从江城到魔都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自从确认关系后，曹渊第一次和唐景柔一起远行，虽然中途要去参加一个不重要的聚会，但是只要是和唐景柔在一起，这2天就是值得开心的日子。猪脚饭和韩梅梅分别坐在正副驾驶座上，韩梅梅手里还拿着一本小小的单词本，
像是一个中学生一样，认真的记着单词。这副模样，倒也算是对得起他的名字了。曹渊和唐景柔坐在后排，拉上隔离板，让后座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没有拉上遮阳帘。春日的阳光从车窗外照射了进来。这个时期的城市化扩张还没有进入高速阶段，道路两边还依稀有着别致的风景。看着坐在自己左侧的唐景柔，曹渊第一次有些讨厌这些豪华车了。后排的两个独立座椅中间，间隔的扶手箱在曹渊看来有着一片银河的宽度。看到曹渊有些郁闷的表情，唐景柔乐滋滋的，身子靠了过来，在曹渊脸上亲了一口，表示安慰。随后出声问：“最近你们公司又开始招人了？”提起工作，曹渊脸上的郁闷缓和了一些，点点头。唐景柔伸出手，和曹渊十指紧扣。新景科技有人员缺口，轻轻捏了捏唐景柔白嫩的手掌，娇嫩的皮肤让曹渊的掌心传来别样的舒适。我了解过其他手机厂商的进度，我们主导未来移动市场大概率没有问题，接下来需要为未来进入电脑市场做准备。D112私心，汽车在高速上平稳的行驶，优秀的隔音让车内也足够安静。唐景柔有些惊讶地说：“电脑也做？”曹渊靠在座椅上，点了点头。智能手机以及衍生的移动互联网市场，终究是属于消费端的产品，真正的生产力还是在 PC 端。唐景柔用力握了握曹渊的大手，因为曹渊，因为新景科技，唐景柔也开始关注科技方面的动向。虽然技术领域的东西他依然不懂，但是作为唐家的掌舵人，他懂资本。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是新景科技和华夏开辟的市场，对于漂亮国等老牌科技企业的影响还没有显露出来，并不会让曹渊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新景科技一旦介入个人电脑领域就不好说了。曹渊介入电脑市场，不可能单纯组建一个组装厂。在新景科技的穿针引线之下，国内半导体领域开始有了很大起色。以新景科技的技术底子，肯定是从底层的芯片和系统等领域全面介入。这对于漂亮国的科技企业来说，无疑是向他们的科技霸权发起挑战，那就是你死我活的资本战争了。曹渊感觉到唐景柔握着自己的手，有些用力，疑惑地看向唐景柔，发现唐景柔眼神中的担心，轻声地问：“怎么了？”唐景柔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曹渊温和地笑了笑，伸出手在唐景柔的秀发上轻轻拂过。他们不足为虑，虽然国内无论是专业的工业软件、图形软件，亦或者开发工具，都全面落后，不过曹渊手里的技术，无论软硬件都有足够的支撑。而且对于市场前景，曹渊其实没有什么追求，移动市场就足以让他问鼎世界首富了。对于他来说，个人资产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任何区别。进入电脑市场主要是为华夏做一个技术应对，只要能让自己人在以后不被卡脖子就好，这其实是作为一个华夏人的私心。所以相对于老牌科技企业和资本市场的绞杀，曹渊现在还是更关注武道家和修仙者这些超凡人类的具体信息。曹渊问过孙清，孙清明确地表示过，武道家这个层次全世界都不多。提及修仙者的时候，孙清在电话里沉默了许久，然后语气有些怪异地对曹渊说：“曹总，作为华夏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之一，你还是少看小说之类的东西吧。这个时期的魔都，作为国内的经济中心，钢铁丛林错落矗立，繁华的霓虹灯照亮了整个夜空，已然展露出了超级城市的气息。聚会的时间定在明天。”曹渊和唐景柔先到了预定的酒店，因为猪脚饭和韩梅没跟着，所以他们两人也没有显得过于亲密。唐景柔本就保养得当，使用了 V 型基因药剂后，和曹渊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对年岁相差不过3、4的姐弟，容颜靓丽，气质成熟，眉眼间不经意的妩媚气息像是鱼钩，不经意间就勾住了周围雄性的目光。可惜在别人的角度上看去，他的成熟与妩媚中透露着明显的冰冷。感受着周围人的目光，曹渊心里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他好像不太喜欢唐景柔被别人看，看了一眼身边的唐景柔，美得有些让人觉得窒息，好像对于周围的目光已经习以为常了，脸色冷淡，只有看向自己的时候，眼眸中才会透露出温柔。曹渊有些哑然，我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对了，这里是魔都，聚会的时候唐景柔会不会又被人搭讪？反正按照萧天琪的情况来看，也就是配置升级了一下，地图从江城换到京都，然后按照同样的主线再来一遍。京都萧家的少爷也显得很弱智，按照这小说的属性，魔都的富二代们弱智一些似乎也不足为奇。想什么呢？唐景柔推了推曹渊，打断了曹渊的。曹渊摇了摇头，甩开几位常驻弱智角色，办理入住。而这时候，黑州一片密林中，一片废矿的旧址，被挖空的山体被人工建造成一个地下建筑，
山体的中心，一个豪华的房间里，真正的弱智正在黑州一脸不爽地看着报纸。最近新景科技的 One 开始逐渐在世界范围风靡，新景科技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名声鹊起，这让萧傲天很不爽。看见曹渊赚钱，他觉得比自己亏钱还难受。施伟川说过，让他最好先修炼到化境，再想办法送他回华夏。但是苦苦修炼了好几个月，终于突破了暗境，化境还遥遥无期。萧傲天甚至觉得等自己化境了再回华夏，徐雨晴说不定都结婚了。因此，萧傲天甩开手里的报纸，推开房门向矿洞深处走去。来到一个石门前，石门是按照华夏的风格建造的，2个异兽的铜雕紧紧咬住门环，分列左右。当当，萧傲天伸手扣了扣门环，然后站在门前等待。等到门内传出一声进来，萧傲天才推开石门走入。石门后的房间很大很空旷，布置却也很简单。一个中年人坐在一个蒲团上，眯着双眼，正在打坐，头发乌黑，面容俊美，不输曹渊，只是看起来比曹渊年长一些。眼前的人就是当代医圣施伟川。萧傲天望着自己师傅，师傅当年救了的时候就已经60多岁了，看起来年轻的有些离谱，而且这些年来他的外貌似乎就没有改变过，10几年过去依旧青丝不改，甚至没有增添一点皱纹。老头子，我想回华夏。施伟川睁开双眼，眼神平和。回去做什么？报仇。施伟川摇了摇头。你说的报仇是指京都萧家还是曹渊？提起曹渊，萧傲天眼里闪过一丝怒火，当然都要报。对于弟子的怒气，施伟川视若无睹，而是平静地问萧傲天，那你准备怎么向曹渊和萧家报仇？萧傲天一下子卡住了。我们现在动不了曹渊，曹渊对于华夏的意义重大，你若是此次再惹怒曹渊，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回来了。你上次的动作肯定也惊动了萧家，你回去能做什么？说到萧家2个字时，施伟川的眼神闪过一丝金光，看向萧傲天。萧傲天眉头紧锁，脸上的表情很是愤懑。我教过你多少次，遇事要沉住气。施伟川不满地训斥了一声，然后重新闭上眼睛。至于曹渊那边，先等仙盟的消息吧。不过谢意已经背叛了，你也不要抱太大期望。我刚得到一个消息，过些时日就算你不想回华夏也得走一趟了，能提前回华夏。萧傲天心情舒畅了一些，不过这时候他也有些疑惑，谢意真背叛了，还不是你做的好事？施伟川哼了一声说，可是他不想治病了。龙王设身处地的想了想，如果是自己遇上谢意那种隐疾确认无法根治的话，可能就去报复社会了。现在自己给了他治疗的希望，他居然背叛了。萧傲天无法理解。施伟川微微摇了摇头，仍会被各种情绪干扰，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倒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谢意还沉溺于所谓家国情怀这种小道。声音空旷地回荡着，既像是回音，又像是施伟川的声音出现在这个房间的每一处。第113，区区证书星罢了，我何惧之有？清晨的阳光覆满了魔都的大街小巷，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地在大大小的写字楼里进进出出，展露着这座即将成型的超级都市保有的巨大能量。每一条弄堂里滋滋作响的做饭声，小小的早餐馆子，相对悠闲的烟火气，也让这座城市的灵魂与脉搏得以安放与沉淀。生物钟让曹渊早早的醒来，怀里的唐景柔像是还没睡醒，嘟囔了一下，往他的怀里拱了拱，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让唐景柔睡得更舒服一些。没有了顾虑，唐景柔昨晚悄悄溜进曹渊的房间，一整个晚上，身体里的血液都和魔都的夜生活一样热闹，直到下半夜才累得不得不休息，静静地搂着累坏了的女人。这是曹渊第一次一睁眼就是唐景柔，就像是真正的夫妻一样难得的静谧和生活感，让曹渊心里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就这样1个多小时以后，唐景柔睁开了眼睛，第一眼映入眼帘的就是曹渊温和的笑容。醒了。刚睡醒的唐景柔有些猛地点点头，然后2人肌肤无间的触感让他一下子想起来昨晚发生了什么，有些羞怯，又觉得有些甜蜜。把头埋在曹渊的肩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散落，让曹渊觉得胸口有些痒痒的。小家伙，你变坏了。2人带着猪脚饭和韩梅梅来到聚会会场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今天的宾客几乎都是南方有名的地产商，随行的安保人员、助理人员不少。举办方很贴心地准备好了专门接待他们的宴会厅。和朱、韩2人分开后，工作人员带着引着曹渊和唐景柔来到主会场。唐总，许久未见，风采依旧啊。唐总，你好。唐总。唐景柔作为江城唐氏集团的掌舵人，
在场的许多人就算没见过面，也是认识的，不少人主动的和他打了招呼。新景科技作为近期风头最盛的企业，也有不少人认出了曹渊。这位是曹总吧？幸会幸会，人家盛情以待。曹渊和唐景柔也只能礼貌回应，结束这次应付性的社交，然后找了个相对僻静的角落，悄悄聊着天。两人的心思都不在这个聚会上，都巴不得聚会赶紧结束，然后甩开猪脚饭和韩梅梅，体验一下情侣之间应有的生活。虽然两人没有什么兴致，但是随着两人的进场，在场的许多人还是把话题放在两人身上。这次唐景柔代表自家的唐氏集团，曹渊代表腾渊地产出席。唐氏集团和腾渊地产立足于江城，借着新景科技的东风，市场前景光明。在场的许多地产大佬看这两家公司，眼睛都是红的。腾渊地产也就算了，毕竟曹渊本就是郑书兴的儿子。新景科技起飞，腾渊地产跟着沾光，那本就是应该的。可是唐氏集团几乎什么都不用干，躺着就赚麻了，羡慕嫉妒恨啊！要是唐景柔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一定会呸他们一脸。什么叫躺着赚麻了？我也经常坐着的好吧？聚会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目的，其实就是房产企业之间的一次大型利益交换。对此，曹渊觉得有些无聊。作为主办方，魔都本土地产公司代表正在台上致辞，百无聊赖地扫视了会场一圈，看来上次程芷瑶指导剪辑的视频效果还不错。曹尚文作为江南省地产龙头，居然也没来参加这次地产企业聚会，应该是刻意低调行事。因为是自己行业内的聚会，唐景柔本来觉得还挺有兴致的，但是看到曹渊有些百无聊赖的表情时，靠近曹渊悄悄说：“要不要我们先走？”曹渊心里一动，然后向四周望了望，没关系吗？会不会影响你和唐氏？娇媚的白了一眼曹渊，能有什么事？然后露出一个小可怜似的表情，我以后就跟着曹少爷混饭吃了，曹少爷可千万不要抛弃人家呢。那还等什么？台上有人在致辞，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台上。两人悄悄的离场，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地没有去通知韩梅梅和猪脚饭，因为接下来是属于二人世界的时间。唐景柔脸上挂着恬淡的笑容，但是眼神中的兴奋根本藏都藏不住。第一次光明正大挽着自家男人逛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十指紧扣，穿过繁华的大街，走过深藏魔都几代人情调的弄堂。虽然因为参加聚会，两人的着装显得正式了一些，但是并不让人觉得突兀。所有路人看到这对外形出挑的情侣时，都觉得整条街都因为两人变得更明亮了一些。两人来到电影院前，曹渊转头看向唐景柔，他第一次见到洋溢着如此浓烈情绪的唐景柔，忍不住有些抱歉地说：“辛苦你了。”他疑惑地看了一眼曹渊，看到曹渊脸上有些歉意的表情，到哪门子的歉呀你？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笑眯眯地问：“你不会是觉得平时偷偷摸摸的对不起我吧？”曹渊点点头。唐景柔停了下自己的步子，站到曹渊身前，有些呷醋地看着曹渊：“难道你不觉得那样偷偷摸摸的很刺激吗？”啊，这确实挺刺激的。不对，怎么觉得自己越来越变态了？看到曹渊无语凝噎的样子，唐景柔噗呲一声笑了出来：“那不是我自己要求的吗？再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这样约会，太过兴奋。”唐景柔甚至用刚学来的魔都腔调跑起了火车：“我只是担心你妈妈一下不能接受而已，我是为她着想，侬晓得法？不然区区郑书兴罢了，我何惧之有？”曹渊，那我们回去就和我妈。曹渊话还没说完，唐景柔却像是没听到一样，自顾自往电影院走去。快走快走，我们去买票。好吧，嘴强王者唐景柔好笑的摇了摇头，追上唐景柔，牵起她的手，两人一起走进影院。选了大半天，最后唐景柔拍板选定了一部叫做《长生恋》的国外爱情片。买票的时候，曹渊看到了电影海报上的图文，一个魔法师打扮的男人坐在木屋里，望着墙上的一幅女性油画，神情哀伤，边上是一句话：这无尽的岁月里，能陪伴我的只有一切关于你的回忆。第114，我当然希望是永远了。买好电影票，唐景柔又拉着曹渊跑去排队买可乐和爆米花。排队的时候，互相用手指在对方手里玩着抠掌心的幼稚游戏。事实上，唐景柔注重保养，曹渊对这些零食也没有太大兴趣，大抵两人吃不了多少，但是唐景柔依然坚持要买。或许这就是电影院应有的仪式感。一份爆米花，2杯可乐，唐景柔微笑着点了自己要的零食。同时，通道里陆续走出上一场的观众。原本没有什么奇特的，但是电影似乎很感人，许多妹子嘤嘤地啜泣着，身边的男生们又是递湿巾，又是擦眼泪，然后有些趁机搂住女生的肩膀表示安慰，脸上明明一副与女孩同悲同喜的表情，但是眼神里的窃喜却很神奇的能让周围所有的男性明显感受到。
曹渊，呵，舔狗，你看什么呢？帮我拿着唐景柔的声音打断了曹渊的观察，把手里的爆米花和可乐都递给曹渊。曹渊回神，接过东西。好的。电影开场后，平时忙碌的唐景柔很快就被剧情带了进去，整个放映厅的氛围都很沉静。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一个魔法师的故事，和现在的曹渊算是半个同行。男主角夏吉尔索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牧羊青年，一次放羊结束清点的时候，夏吉尔索发现自己多了一只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一只羊发了疯似的往人类禁地精灵森林中跑去。他追着羊跑进了森林，很幸运，夏吉尔索没有被传说中的精灵制裁，还被逃跑的那只羊给撞进一口泉眼里。这是神赐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圣泉。沐浴圣泉的夏吉尔索成为一个魔法师，并且用了有无尽的寿命。善良的夏吉尔索成为远近知名的魔法师，他用魔法帮助人们消除病痛，建造家园。但是他却越来越恐惧，因为所有他相熟的人们一天天的变老，然后一一离他而去。悲伤让他畏惧了，他逃离了人们的栖息地，独自回到精灵森林里生活。山中无岁月，不知过去了多少年。一天，一个人类少女海瑟薇闯进了夏吉尔索的世界。好奇是女孩们的天性，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夏吉尔索睿智，充满智慧，像是一个强大的引力源，一点一点地吸引着少女靠近。然后女孩带着自己的心奔向了夏吉尔索。如果人的内心有坚固的城墙，那爱情绝对是最好的攻城利器。自从搬离人类领地，孤寂多年的夏吉尔索被海瑟薇一点一点的软化，然后同样爱上了海瑟薇。夏吉尔索用魔法为海瑟薇召唤了一片永不凋零的花海，河流蜿蜒地穿过花海，两人总是一起躺在小木筏上，顺着河流从花海间飘过，一起细数夜空中的繁星。可是糖浆和巧克力砖砌起的生活虽然甜美可口，但是终归易碎。海瑟薇的父母发现了海瑟薇经常前往禁地精灵森林，随后发现居住在森林中的夏吉尔索。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人们已经忘了从前那个帮助人类的魔法师，只依稀在森林外见过夏吉尔索的老人们留下一代代的传说。禁地中居住着一个不老不死的人，流言逐渐传开，变成禁地中居住着一个不老不死的恶魔。禁地传说中的恶魔真的出现了，引起了人们的恐慌，逐渐有人搬离这里。海瑟薇被父母强行带走，结果村子搬离的途中正好遇上魔王胡高，胡高杀害了所有人，唯独把海瑟薇抓走。得到消息的夏吉尔索前往魔王的城堡，原来夏吉尔索一直庇护着人们，为他们抵御魔王胡高。但是夏吉尔索对于离别与悲伤的畏惧，让他不愿意和人们过多接触。魔王胡高已经老了，越发垂涎夏吉尔索不老不死的能力。正好人类迁徙，他便抓了身上沾染了魔法气息的海瑟薇，想要胁迫夏吉尔索。最后海瑟薇为了不拖累夏吉尔索，自尽在魔王胡高的剑下。夏吉尔索内心再次被悲伤充斥，怒火让他的魔力格外强大，杀死了魔王胡高。结局就是夏吉尔索回到花海，建起了一个小木屋。他开始热爱绘画，总是每天不停地画着海瑟薇，直到永不凋零的花海居然长出了枯叶。电影的内容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男女主角之间的那种甜蜜铺垫得很完美，所以让最后的悲伤感整体升华得更加浓烈。唐景柔不知道什么时候紧紧地握住曹渊的手，虽然基因药剂让他看起来年轻的不合常理，但是年龄的差距摆在眼前，看完电影后他突然觉得有些害怕起来。我也会先他而去吧。电影的共鸣感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为强烈的。走出电影院以后，唐景柔的兴致一直不高，只是默默地牵着曹渊的手跟在他身边。异常的举动引起了曹渊的注意。走着走着，曹渊突然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唐景柔，怎么了？唐景柔没有说话，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曹渊身上熟悉的气息让他渐渐的软化，然后有些闷闷地说，如果你是男主角，你会怎么做？曹渊想了想，当然是想办法让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可是海瑟薇只是个普通人，就算没有魔王，也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啊。深深地看了唐景柔一眼，曹渊张开怀抱搂住了她。如果你也像电影里的男主角一样有无尽的生命，你会害怕吗？唐景柔认真思索了一会，然后点点头，害怕，但是如果可以和爱的人一直在一起，就不怕了。身子往后退了一步，曹渊捧着唐景柔的脸，轻声地说，只要你想，我就可以做到。原本看完电影情绪还不太高的唐景柔被曹渊认真的样子逗笑了，幸好没哭，不然估计鼻涕泡都冒出来了。毕竟小鼻涕妞吗？你们做技术的人不是最实在吗？你怎么还学会吹牛了？曹渊摇摇头，认真的眸子里
满是坚定。望着唐景柔，给别人承诺我都很慎重，只有你，我什么承诺都敢给。曹渊认真的话，虽然在唐景柔看来像是吹牛，但是唐景柔依然心里觉得暖暖的，低闷的情绪缓解不少，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曹渊，然后笑着说：“你在我身边，我当然希望是永远了。”曹渊温柔地看了一眼唐景柔，和你在一起的话，一起长生，亦或一同长眠，不论怎么样都很美好吧。取下在自己脖子上挂了许久的气隐玉牌，然后戴在唐景柔线条优美的脖子上。好，如你所愿。唐景柔用力拍了曹渊的肩膀一下，笑了起来，就说你吹牛。结果话还没说完，唐景柔忽然感觉到一股温和的能量从玉牌上引入她的身体，然后开始缓缓地顺着一个奇异的路径运转起来。漂亮的眸子里充满了惊疑，这是第115，就赶紧再要一个吧。街头依旧人来人往，唐景柔意味不明地看着曹渊，然后皱了皱鼻子，瞒了我多少事情？曹渊，唐景柔，你关注的点也太奇怪了吧。这时候曹渊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接通以后，对面传来韩梅梅有些焦急的声音：曹先生，你和唐总在哪？韩梅梅在聚会结束后没有发现曹渊和唐景柔，第一时间打电话询问两人的位置。曹渊询问的看了一眼唐景柔，唐景柔点点头，看了一眼不远处有个公园。曹渊告诉对方自己的位置，然后和唐景柔一边散步往公园走去，一边等待着猪脚饭和韩梅梅。春意抚暖，公园里的树木也开始慢慢抽出新的嫩芽，让公园里的林荫小道充斥着舒适的气息。唐景柔感受了一会玉牌中的温和能量，抬头问曹渊：这个玉牌是我一位修士朋友送我的，其中灵力的运转方式是一份修士的炼气纲领。曹渊停下了步子，也就是说，长生之路现在就在你脚下。修士？唐景柔一下子有些难以理解，作为唐家的掌舵人，他听说过爆丹古武者会增寿100年的传闻，但是修士长生。轻轻将唐景柔被风吹乱的头发挽到耳后，曹渊面带微笑地说：这个世界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许多未知的东西接下来会慢慢浮出水面，虽然暂时影响不到普通人，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看着唐景柔胸口的玉牌，曹渊继续出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责任，如果未来发生什么，我不在你身边，你也可以保护好自己，而且我也想永远和你在一起。虽然曹渊没有把话说得很清楚，但是唐景柔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两人在公园转悠了一会，猪脚饭和韩梅梅很快就赶到公园和两人会合。曹先生，你又私自行动了。韩梅梅悠悠地看了曹渊一眼，曹渊摆摆手，抱歉抱歉。韩梅梅无奈地说：下次不可以了，这样很危险的。曹渊笑着说：这里是魔都，经济中心呢，能有什么危险？话还没说完，小径两旁的灌木丛中却缓缓走出了3个人，拦在了几人的身前。曹渊，3人领头的是一个中年黄种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中年黄种人开口说：你就是曹渊？简单的皮夹克、牛仔裤打扮，声音很难听。猪脚饭和韩梅梅拦在曹渊和唐景柔身前，警惕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3人，把唐景柔护在身后。曹渊淡淡地看着眼前的色度表3人组，这应该就是谢意说的神秘组织成员吧？施伟川派你们来的？不是派，是请。中年人像是根本不把猪脚饭和韩梅梅2人放在眼里，脸上挂着森冷的笑容。你和我们走一趟的吧。猪脚饭谨慎地盯着对方，没有回头。老板，你们先走。安静。中年人轻笑一声，然后一挥手，白人黑人就向着曹渊几人走了过来。黑人和白人说了嘴里嘀咕了几句听不懂的话，然后大步冲了过来。黑人一拳向猪脚饭倒来，猪脚饭反手一扣，也是挥拳袭向黑人。韩梅梅身姿灵巧，撤步躲过白人的鞭腿，一击撩阴腿就往下3路去了。猪脚饭和韩梅梅都是暗境古武者，其中猪脚饭还是暗境巅峰，可是那黑人白人和他们打起来居然势均力敌的模样，这样的人居然似乎只是小喽啰。中年人似乎对自己2个下属很有信心，然后转身看着曹渊和唐景柔，然后目光停留在曹渊身后的唐景柔身上，上下大量了一会儿，意味不明的笑了起来。第一，你自己跟我走；第二，我打断你的4肢带你走，你选一个吧。狰狞的语气让唐景柔有些害怕，紧紧地拉住曹渊的胳膊。曹渊笑着点点头，放心。中年人笑眯眯地看着唐景柔，他也得跟我走。对方令人作呕的表情让曹渊觉得自己的太阳穴似乎不受控制地跳动了一下，伸手解开西装的纽扣，稍微放松了一下身体，然后微微眯起眼睛看着对方，
令尊令堂要是身体条件还行，就赶紧再要一个吧。中年男子愣了一下，然后狞笑地看着曹渊说：“看来你选择第二个。”骤然向曹渊冲了过来。猪脚饭和韩梅梅发现以后，顾不上自己对手，向曹渊跑来。可是两个暗境高手在这个男人手里却像是稚童一般，被他随手甩开。猪脚饭像是被扔垃圾一样撞到一株树上，有些惊愕，一击都拦不下来。化境还是爆单？两人的阻拦还是让男人停滞了一下。中年人狠厉地着看着曹渊，其实你要一直缩在江城，我还没什么办法，但是既然你敢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说完继续向曹渊冲了过来。猪脚饭和韩梅梅刚才虽然身体受到一些冲击，不过暗境武者身体机能强大，并没有受什么重伤，挣扎的想要爬起来阻拦。曹渊主动上前一步，然后对两人低喝一声，往后退开。中年人纵身跃起，凌空一记劈腿劈向曹渊。曹渊淡定地看着对方，手腕上的手环在袖子下微微发热，一股魔力经由曹渊的身体开始向周边扩散。中年人似乎更想活捉曹渊，这一腿瞄准的是曹渊的肩膀。突然，中年人发现眼前闪过一道红光，曹渊的周身出现一个奇异的护罩，表面还有红色的流光偶尔闪动。以他远超猪脚饭的实力，这一腿足以开碑裂石，但是和护盾相撞的时候，他这一腿的大部分力量却像是踢到沼泽里一样。然后护罩红光一闪，一股巨大的力道从护盾上传来，中年人整个人被这股力道掀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倒飞而回，摔在地上。他感觉就像是自己挨了自己刚才那一腿一样，惊愕地看着曹渊。那个诡异的护盾让中年人眉头皱了起来。资料里不是说这家伙是搞科技公司的吗？怎么看起来比组织里的大佬还不科学？第116持枪法师。唐景柔有些呆呆地望着曹渊的背影，那个奇异的护盾，那流动的红光。猪脚饭和韩梅梅也懵逼地看着曹渊的背影，自己保护的对象其实是个隐藏大佬。中年人缓了一会儿站起身，谨慎地看着曹渊。武道家？不是，太年轻了。而且曹渊身上没有武者那种浩瀚的气血，而且这个护盾倒像是仙盟里的魔法师，华夏也有魔法师。中年人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确认没有受伤，扭头对黑人和白人叽里呱啦了几句，然后阴毒的眼神看向曹渊。魔法？曹渊没有回答，而是专注地盯着对方三人。黑人和白人像是接到了什么指令，开始向两边绕去，看样子是伺机准备做些什么。中年人见曹渊谨慎的模样，冷笑一声，双拳握起，整个人的气势和刚才截然不同。他周围的空气有些扭曲起来，像是有一堵似有若无的气墙。倒是没想到在仙盟之外还能见到野生的魔法师，让我来试试你的斤两吧。中年人的话引起了曹渊的注意。仙盟，这就是那个神秘组织的名字。猪脚饭看着中年人的动作，有些失神，忍不住喃喃道：聚气成强。爆单。有点见识，中年人瞟了猪脚饭一眼，然后继续盯着曹渊。还真是爆单。曹渊的警惕了起来。爆单高手具体多强？书里还没写到。为了身后三人，特别是唐景柔的安危，曹渊这个出哥没什么好留手的，向后退了一步，和身后的唐景柔三人站得更近，然后趁着对方还没动手的时候，直接念出了中二的咒语：寰宇之间，星辰之始，浮盈于地心，誓遥此事之最，颜容氏。韩梅梅、猪脚饭、唐景柔。曹渊神神叨叨的咒语把几人搞得一愣一愣的，只有黑人和白人因为没听懂，没有停止自己的动作。中年男人蓄气的动作都差点被打断了。这是什么咒语？组织里的法师虽然也念咒，但是听起来好像没这么傻逼啊。可是中年人很快发现不对劲了，地面在软化。咒语念完的一瞬间，曹渊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魔法阵，直径大概2米多，正好把唐景柔和猪脚饭韩梅梅包覆在内。然后从魔法阵的边缘开始，地面开始渐渐地冒出红光，花岗岩铺成的地砖居然开始涌动，诡异的热气上涌，最后炽热的岩浆顶开地砖，从地面冒了上来。这是哪门子的魔法？闻所未闻啊！操！原本准本一击击碎魔法盾的中年人，蓄气的动作停止了，身形一闪，一边往后撤，一边在心里骂娘：傻逼龙神殿！石尾川，我吃柠檬！什么他妈叫普通人一个？什么叫躲过华夏官方的视线就不足为惧？一边后退，嘴里一边用曹渊听不懂的外语对黑人白人捣鼓了：点子扎手，先撤！黑人白人早就跳到小径两旁的树丛里了，听到中年人的话一点没犹豫，直接转身就想跑。可是曹渊却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抬起手继续吟唱了起来：青木之森，莫颂无名，蜿蜒骤恶为父木缠缚。随着曹渊的咒语，
周围一圈的树木花草像是活过来一样，枝丫藤蔓开始疯狂的生长，分3个方向向3人涌去。黑人白人也就是暗境水平，根本没来得及挣扎，就被藤蔓束缚住了。中年人爆丹实力确实惊人，曹渊注入了魔力的藤蔓坚如钢索，但是中年人挣扎之间，挥手间像是树木藤蔓，像是豆腐一般被他撕断。曹渊体内的魔力不断涌出，越来越多的藤蔓枝丫涌向中年人，最终还是被藤蔓淹没，然后捆了个结实，成功限制住3人以后，曹渊体内的魔力几乎快要耗尽了。他能感觉到束缚中年人的树枝藤蔓，只要稍微缝隙让他得以发力，就会被蹦碎。中年人被束缚住以后，原本还准备挣扎，但是看到曹渊稍显苍白的脸色以后，突然笑了出来。虽然曹渊的魔法很诡异，比他在仙盟内部常见的魔法师强上不少，召唤岩浆，催生加强草木，确实让他有些惊讶。但是魔法再强，杀不了人有什么用呢？想不到华夏科技新星竟然是一个魔法师，可惜看你这模样，你又能支撑多久呢？眼神透着说不出的狠厉，盯着曹渊，倒是加入我们仙盟的好料子，可惜了。然后阴邪的目光再次看向唐景柔，舔了舔嘴唇，过了今天，这世上就没有曹渊了。曹渊深吸一口气，看了中年人一眼，右手一翻，激光步枪直接出现在曹渊手里。中年人瞳孔一缩，虽然激光步枪外形和普通枪械差异比较大，但是还是能清晰地认出是枪支的模样。低喝一声，再次聚气成墙，挣断了颈腹的枝蔓。爆丹强者对于一般的枪械根本不惧，因此他倒是有些好奇，是曹渊从哪里掏出来的家伙。你这又是什么魔法？曹渊怪异地看了一眼对方，直接打开激光步枪的保险，调到最大功率，借助枪支附带的瞄准辅助工具，直接对着中年人的膝盖和手肘快速连开4枪。咻咻咻咻4声轻响，气墙的防护没有被子弹撞上的感觉。一瞬间，关节传来的剧痛让中年人的哀嚎了起来，声音宛如野兽，4肢的关节被击穿熔断。中年人面容扭曲，不可置信地看着曹渊，怎么可能？就算大口径狙击枪都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击破爆丹强者的聚气城墙，这是什么武器？曹渊没有回答对方的话，反手收回手里的激光步枪，望着因为疼痛面容扭曲的中年男子，4肢关节处都被大功率激光射穿，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可是伤口处却因为激光的高温被烧灼，没有流血。曹渊眸子里没有丝毫怜悯，现在你们和我走一趟吧。聚气城墙，确实很厉害，但是透明的气墙还能挡住光不成？第117，卡面来打在互殴啊！4肢传来的烧灼疼痛感，让中年人现在又气又悔。妈的，刚刚曹渊召唤岩浆的时候，那 AOE 的气势，让身为爆丹的他都有些谨慎，都准备先撤退了。结果曹渊看起来一副蓝条不知的样子，满状态的战士收割空蓝法师，这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意识。可是没想到，曹渊不讲武德，居然有装备。唐景柔今天的震惊的都有些麻木了。原本只是一个科技大佬的曹渊，今天突然给了自己一块神奇的玄学玉牌，里面有一股神奇的能量。然后在公园遇上了一个传说中的爆丹古武者，接着曹渊一下子就变成了法师，夏吉尔索就在我身边。结果法师也就算了，还有一把看起来就很科幻的枪械，漂亮的眉毛都快皱到一起去了，怎么感觉突然一点都不了解这个家伙了？韩梅梅也觉得很懵逼，上面派我来的任务是保护曹渊的对吧？这是谁保护谁啊？眼神怪异的看了曹渊一眼，你不是搞学术的吗？为什么这么强？嘤，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地面上的熔岩因为曹渊停止了魔力输出，降温的很快，已经开始逐渐凝固。猪脚饭虽然也很震撼，但是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这不是发呆的时候，纵身几个跳跃，直接跃进树林，分别将黑人和白人的关节给卸了。曹渊扭头看着四周，所幸是公园深处，这个时候广场舞也不那么盛行，因此刚才倒也没被路人发现。官方既然没有透露古武者和武道家的消息，那么终究是有自己的顾虑的。作为公民，当然要配合官方的方针。地面因为刚才召唤的熔岩已经一塌糊涂了，茂密的树枝与滋生的藤蔓看起来也有些离谱。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尽快封锁这个公园了。想到这，曹渊转头对韩梅梅说：“韩小姐，你联系孙部长吧，今天发生的事情应该不适合扩散吧？”韩梅梅先是点点头，然后拿出手机，然后看着周围的环境，愣愣地看着曹渊。这咋汇报啊？遇上了个自称来自一个叫仙盟的组织的爆丹强者，自己被对方秒了。然后绝望关头，曹渊化身大法师，
分别用玄幻的手段以及科幻的武器打败了对方。曹渊看了韩梅梅一眼，看她挣扎的小表情，曹渊笑了笑：“韩小姐，你如实汇报吧。这个世界本就有些超凡的人类。”瞟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中年男人，连他都知道魔法师，并且有信心硬刚。那官方情报机构没道理不知道。曹渊向来喜欢光明正大，除了聊天群这种相对隐私并且解释不清的东西以外，剩下的事情曹渊基本是无不可对人言。储物戒指是因为我学了魔法，学魔法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激光步枪是因为我在国外有个实验室，这很合理吧？孙清接到韩梅梅的电话报告的时候，差点以为韩梅梅疯了。你是说曹渊是个魔法师，还有一把很科幻的能量武器，然后他用魔法和这把武器打败了一个爆丹强者？孙清不由想起上次曹渊问自己修仙者的事情，韩梅梅是不是也沉迷小说了？韩梅梅认真的在电话里回答说：“是的。”曹先生先是张开了一个能量罩，然后召唤了一片熔岩。孙清深吸一口气：“我们去欧罗巴交流的时候，你是见过魔法师的，你信你自己说的吗？”韩梅梅：“我原本是不信的，但是还是回答说：部长，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有一句假话，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孙清，海外组织的爆丹级别古武者出现，甚至准备在魔都对曹渊这样官方极其重视的科学家动手。不管怎么样，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对华夏的挑衅了。孙清直接联系了魔都本地的驻军，然后亲自带人乘坐专机准备前往魔都。因为安防部最高级别的委托，魔都的那位战士接到军区的命令，来得很快，全副武装封锁了公园，装甲车直接将公园团团围住，然后礼貌地请公园里的普通市民先离开。年轻的那位战士们列队整齐，带着一股坚毅的气势来到事发地点。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茂密杂乱的藤蔓枝桠，然后就是熔岩凝固后的形成的岩浆眼。如果不是大家亲自从公园大门进来的，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这样的环境会出现在魔都市内一个公园里。不是说有海外组织劫杀我们重要的青年科学家吗？这场景怎么看着像是卡面来打在互殴啊？然后看着躺在地上的中年人三人，虽然中年人的手脚上伤口很明显，但是爆丹的实力还是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全副武装的那位战士近距离手持反器械狙击枪对准三人，然后五花大绑的把三人押上车。曹渊几人也随着军部的车子离开，公园会暂时封锁，等到环境修复以后再重新开放。曹渊四人乘坐着军车来到内卫基地，也顾不上身边的两人，曹渊轻声地安抚着唐景柔。专机直达。孙清来得很快，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中年人帅哥，看起来40-50岁的模样，一身简单的中山装。孙清作为部长反而更像是下属跟在老头身边。孙清这次穿了一身公职正装，进入房间见到曹渊几人，先是笑了起来：“曹先生，又见面了。”曹渊站起身向孙清点头致意：“孙部长你好。”孙清扫视了一下房间里的几人，然后向曹渊介绍身边的中年帅哥：“这位是我们前任部长，也是我的老师，李征，是我们国内最年轻的武道家。这次听说曹先生遭遇爆丹高手，为了避免仙盟组织还有后手，特地决定亲自来一趟。”居然是武道家！曹渊礼貌地向李征伸出手：“李部长您好，让您费心了。”李征先是看了曹渊身后一眼，然后才微笑地看着曹渊：“曹先生客气了，我女儿功夫不到家，让曹先生涉险，这是我应该做的。”明明一副中年人的模样，但是微笑的表情里却有种慈祥的感觉。“您女儿？”李征笑眯眯地看向曹渊身后。曹渊随着李征的目光转过头，发现韩梅梅兴奋地扑倒李征怀里：“爸，你怎么了？来了。”李征虽然嘴里嫌弃韩梅梅功夫差，但是毕竟自己的小棉袄，因为任务已经好久没见了，本就想念的紧。现在听说女儿遇上爆丹高手，怎么可能不担心？亲眼见到韩妹妹没事，才放下心来。看着自己许久未见的女儿，李征温声地问：“吾儿此游累吗？”韩妹妹表情先是一愣，然后有些不确定地看着自己父亲。My name is Han Mimi。第118小姨子的背刺。李征的笑容愣在脸上，下划线。韩妹妹一下子反应了过来，自己好像闹笑话了，连忙甩甩头：“不累不累。”似乎因为父亲在场，让韩妹妹比平时放松了许多。刚才的空耳行为让曹渊几人都笑了出来。“你姐没和你们一起来吗？”因为任务，两姐妹过年都没有回家。李征对李磊也很想念。韩梅梅撅起嘴，脸上有些不高兴：“我才是姐姐。”李征有些无奈地摇摇头：“好好好，你是姐姐。李磊呢？他在江城保护曹先生母亲呢，平时还要给罗斯峰上课。最近他们两老在一起。爸，我和你说，罗斯峰可好玩了，放松的时候普通话都说不清楚，
居然和李磊一起学英语。从曹渊的角度看过去，发现李征依然笑容满面，但是随着韩妹妹的话，眼神中重逢的愉悦似乎消散了不少。曹渊，这就是来自小姨子的背刺，岳父的敌意吗？罗斯峰，未来的路看起来不好走啊。韩妹妹没有发现李征的异常，而是继续笑呵呵的和李征分享自己这几个月来的见闻。李征没有在女儿面前表现出什么异常，而是继续笑呵呵的说：“哦，学习是好事呀。这个罗斯峰是……罗斯峰是曹先生的贴身司机兼保镖，也是朱大哥的表弟。”说完，韩妹妹转身指了指猪脚饭：“这位就是朱大哥。你别看他年轻，已经是暗境巅峰了。罗斯峰也是，平时都是我教朱大哥安保知识。朱大哥指导我练功呢。”曹渊、李征和孙清目光同时转向猪脚饭。曹渊，连小猪你也……猪脚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似乎背后凉飕飕的，暗境巅峰的灵敏感官让他一瞬间汗毛都竖了起来，硬着头皮向李征、孙清两人打了个招呼。孙清笑着看了猪脚饭一眼，然后扭头看向曹渊：“这位曹总招的是保镖吗？看样子更像是招了2台挖掘机吧。”李征微微眯起眼睛看向曹渊，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曹先生手下还真是人才辈出啊。”曹渊总觉得李征话里有话，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李部长过奖了。”孙清和李征详细的了解了今天的事情始末，然后孙清公式化的笑容看向曹渊：“曹先生，让梅梅和朱先生先护送唐小姐回去可以吗？我和老师还有些事情需要向你了解。”曹渊点了点头，转身和唐景柔语了几句，然后和李征、孙清一起来到内卫基地的一个密室。今天曹渊暴露了自己的魔法以及激光步枪，确实要和孙清交代一下，自己在华夏发起半导体革命。钟叔也很重视自己，从先盟的那个中年人的话里开看，为了自己江城已经被军部戒严了，身份信息存疑的人根本不准进入江城，所以魔法这种事情倒是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不然被当作间谍多冤啊。三人分别落座后，孙清没有说话，而李征打量了曹渊一眼：“曹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们能知道你为什么会魔法吗？”然后表情认真地说：“曹先生是国内重要的科学家，而魔法一直是欧罗巴的不传之秘，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弄清楚，还请曹先生理解。”曹渊点点头，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我曾经得到过一份密钥和一张记载了魔法的羊皮卷轴，我就是凭着这份密钥和羊皮卷轴学会的魔法。”孙清出声说：“密钥、羊皮卷轴。”曹渊点点头，然后一翻手，从戒指里取出阿宅投送的羊皮卷：“密钥我已经服用了，而羊皮卷轴就在这。李部长和孙部长要是有兴趣，可以带回去研究。”看着曹渊凭空变出卷轴，让两人瞳孔缩了缩。曹渊表现得很磊落，连记载魔法的羊皮卷都上交了，让两人也不好多说什么。接过羊皮卷，孙清和李征两人传阅了一下。李征、孙清，李征整张脸都快皱到一起去了，然后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曹渊：“华夏最负盛名的青年科学家，钟叔最重视的青年企业家，做事大气豁达，外形俊朗非凡，就这样的一个人，在人前念着这些咒语释放魔法。”李征第一次感到自己想象力的匮乏，因为他根本想象不出这个画面。看两人的表情，曹渊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自己其实也怪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今天那个中年人爆单实力太强，并且在场的都是自己人，曹渊根本不想用魔法。社会性死亡有时候比生理性死亡更可怕。僵硬的笑了笑，然后稍显生硬的转移了话题：“李部长，我想知道一些关于武道家的事情，方便和我说说吗？”李征受到中二咒语的冲击，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接了曹渊的话头说：“曹先生想知道什么？”曹渊想了想，然后说：“武道家和古武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李征是武道家，但是徒弟孙清、两个女儿李磊和韩梅梅都是古武者，那就说明武道家应该是古武者的延伸，或者说上级。书里还没写到武道家，今天那个爆单中年人已经很强了。曹渊更想知道武道家具体是怎样凌驾于古武者之上的。李征收起手里的羊皮卷，然后淡淡的说：“曹先生今天刚遇到爆单境界的古武者，你觉得爆单和你身边的那些暗境武者有什么区别吗？”聚气。李征点点头：“明镜、暗镜、化镜，这个时期的古武者练的都是镜力，而进入爆单以后，镜力大成，就会形成一股精气了。聚气成强就是精气的基本体现，而走到爆单境界的尽头后，有天赋的古武者就会跨过由内而外的阶段，形成一个……”李征气势一变，伸出自己的右手，摊开手掌，手掌上方骤然凭空出现一团火焰，熊熊的燃烧起来。第119，罗斯峰，喂，猪脚饭，喂，你也是罗马？呸！
你也会魔法？曹渊有些讶异，看着李征手里那团熊熊的火焰。李征手掌一握，火焰消失在空气中，脸色平淡，高手风姿尽显，感知环境，由外而内，得天地之力。这就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曹渊嘀咕了两句，思索着这两个关键词。孙清出声给曹渊解释，古武者虽然所展现的武力、体能等方面远超常人，但是所消耗的能量其实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来自于平时的摄入，无非摄入量更多。而武道家跨过了这个阶段，可以感受环境中游离的能量，并吸收后予以运用。曹先生肯定比我们更清楚能量守恒定律，更多的能量当然也就代表了更强的破坏力。曹渊，环境中游离的能量是以怎么的状态呈现的？好像是明白曹渊在疑惑什么。孙清直接出声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这种能量具体是什么，只有武道家的层次才能感受得到，其余的包括现阶段的科学仪器也无法探测到。曹渊点点头，既然游离的能量不可被检测，那这个的性质有进行过研究吗？孙清点点头，又摇摇头，开口解释说曾经起草过这个项目，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其实具体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总的来说，其实是没有具体概念的，只是感知吸收游离能量这种能力本身的一个代号而已。为什么叫？孙清卡了一下，然后转头看向李征。李征高人风姿还没收回，结果突然发现两人对话停下来，都转头看着他，眼神中带着求知。李征回忆刚才两人的对话，认真思索了一下，然后不确定地说，好像是当初第一个跨进武道层次的前辈说，武者之路从此迈向了新的篇，所以我们一直称之为曹渊、孙清。好吧，李部长编得真好，下次不要再编了。曹渊单手撑着自己的脑袋思索了一下，由内而外的古武者，由外而内的武道家，其实说白了就是多了一个能量获取渠道，古武者消耗的还是食物提供的能量，武道家与此同时还能吸收这个所谓的游离能量。根据李征刚才展示的能力，其实武道家倒是有点像摸到了一点门槛的低配修仙者。曹渊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有些明白了为什么求仙、世界器、隐喻牌对灵力、魔力有作用，而对元力、内力没有作用了。求仙和绝地法神里，灵力和魔力主要的战斗力都来自于吸收摄取自然界中的灵气、魔力因子。修炼进阶的方式就像一辆车子不停地升级自己的发动机和油箱，以此获得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燃油储备。而玄羽世尊以及清平剑侠录里的元力和内力都是自身修炼，打架的时候遇上元力、内力不足的情况，就靠嗑药、嗑天才地宝补充。相对而言，更像是探索挖掘自身的潜力极限的过程。也用车子比喻的话，主要就是加固车身，以及每到一个阶段就升级燃料。曹渊思索了一会，对两人点点头，感谢李部长和孙部长的解答。说完直接手一翻，把激光步枪取了出来，交给孙清。这是我今天用的激光武器，我国外的实验室意外研制出来的，应该也属于管制武器，就交给孙部长了。孙清端详着激光步枪，然后对曹渊说，曹先生请稍等，我和上级请示一下。说完然后转身出门。孙清出门后，房间里只剩下曹渊和李征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李征有些欲言又止，曹先生，我的两个女儿工作如何？曹渊知道对方想问的不是这个，其实真正想问的应该是他的两个女儿和罗斯峰和猪脚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罗斯峰对李磊有意图，韩梅梅对猪脚饭印象很好，导致自己这个小吃兄弟的老板独自面对英语姐妹的老爸。毕竟罗斯峰和猪脚饭是自己的人，结果人家两个闺女刚到自己这工作不久，分别就与两人有了一些意味不明的进展，整体看起来确实和自己脱不了干系的感觉。面对李征的询问，曹渊觉得自己挺无辜的，但是为了小吃兄弟的幸福，只能硬着头皮尴尬地说，嗨嗨，他们很尽责很认真，专业技能也过硬，非常优秀。人在谈话的事情，气势这东西很玄妙。原本曹渊的身份，即使是身为武道家并且是安防部前任部长的李征，也是比较尊重的，但是曹渊现在尴尬的模样，让李征觉得主动权在我，气势大涨，点了点头，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曹渊。听刚才梅梅说，曹先生的两位保镖都是暗境巅峰。曹渊有些疑惑地回道，井号34，是的，井号34。李征想了想，然后微笑地看了曹渊一眼，曹先生，你已经成为仙盟组织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论是您的两位保镖，还是我女儿小队，都不足以完全保护你的安全，因此安防部决定由我随你去江城亲自保护你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顺便我还可以训练一下你的两位保镖，帮助他们早日突破化境，可堪大用。曹渊，李部长，
你真的是为了我吗？罗斯峰，喂！猪脚饭，喂！曹渊嘴角扯了扯，会不会太麻烦李部长了？这样会影响您的工作吧？不麻烦，不麻烦，我已经退休了，没有工作。李部长这么年轻就退休了？看着曹渊的眼神，李征咧嘴一笑，嗨，别看我样子嫩，其实我已经到了满足退休年龄了。然后又像回忆起了什么，有些追寻感慨地说，你们文化人做事冷静有条理，这点很好，不像我们这些武夫，脑子容易发热，通常不是死得快，就是蹲得久。孙清这时候正好回到房间，听到李征的话，像是提醒李征似的，咳了咳，嗨嗨。李征马上就闭嘴，然后挠了挠后脑勺，模糊地解释了一句，就是发生了一些小事故吧。曹渊也没有把这话当真，小事故，把一个特殊部门的部长直接干退休了的小事故。第120其实已经是个老人家了。孙清进门后，把激光步枪交还给曹渊。曹渊有些意外他的动作，孙清笑了笑，对曹渊说，曹先生，因为海外组织虎视眈眈，上级决定你的武器经过报备后还是交还给你，之后会给补一份书面允许的证明。不过以后对能量武器有研发方面如果有需求，还希望曹先生能不吝指教，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曹渊接过激光步枪，稍微错愕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感谢领导的信任了，如果有需要，我个人包括星景科技都义不容辞。激光步枪其实真正能给这个时期带来帮助的，应该就是电池技术方面的进步。按照曹将军的说法，深耕轻量化激光武器这个方向，主要是因为他们世界的能够活动的范围不大，金属矿之类的资源方面有压力，否则就单兵装备而言，还是动能武器更靠谱一些。激光武器更适合的领域，终究是大型化，用以应对飞行器、导弹之类的。砰砰砰，这时候一阵简短的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一位年轻战士进门，对孙清和李征敬了个礼，然后把一个文件袋交给孙清。孙部长，这是您的传真文件，谢谢。等送文件的战士转身出门后，孙清把文件袋交到曹渊手里，这是曹先生特种人群身份的备案登记文件，以及今天未经允许持有枪械的处罚结果。曹渊打开文件袋，快速阅览了一下，备案文件主要是因为曹渊会魔法的事情在官方层面上曝光，需要做一个登记报备。至于处罚结果，兹曹渊同志因持有枪械，最终的结果是曹渊因为主动上交，态度良好，予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安防部门批评教育，并处以罚款。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孙清还是很忙的，事情总整理清楚了，就选择马上回京都。开口向曹渊告别的时候，李征开口对孙清说，嗨嗨，阿青，那我就跟曹先生一起回江城，这段时间保护他。孙清愣了愣神，哈？李征一边对孙清眨眨眼，一边严肃地说，你哈什么？不是来之前部门里决定好了吗？孙清心里一想就知道，李征其实是为了自己女儿去的江城。不过也好，有李征在，曹渊的安全基本就万无一失了。于是假装刚反应过来，哦，对，然后转头对曹渊说，曹先生，那接下来就由老师主要负责对你的保护，李磊小队配合了。曹渊，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再尽力表演，那就麻烦李部长了。孙清看到曹渊无奈的表情，就差翻白眼了，只能不好意思的笑笑。主要是他这位老师有前科的，作为一个有前科的武道家，没有安防部门的调令和上级的同意，是不能随便出动的。他这趟回去，还得给李征这次先斩后奏申请批文呢。一想到这，和曹渊一样，事实上不善交际的孙清就觉得有些头疼。孙清离开前，向曹渊表示，关于仙盟的事情，会在审讯结束后通知曹渊，就登上了专机离开了。李征跟着孙清来，然后跟着曹渊走。军部派车把曹渊和李征送回酒店。唐景柔和韩梅梅、猪脚饭三人率先回来后，就在酒店的大厅等候曹渊。坐姿优雅的唐景柔一直时不时观察着酒店大门的方向，看到曹渊进门后，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这个笑容像是松了一个口气，又先是妻子的一句欢迎回家，温馨的魅力精准地触碰着曹渊心里的柔软。而韩梅梅正和猪脚饭在一旁有说有笑的。曹渊的体质经过改善，听力极佳，李征身为武道家就更不用说了，远远的就能听到韩梅梅的话，今天真的好危险呢。猪脚饭今天遇到个爆单高手，毫无还手之力的无力感让他脸上有些懊恼，只是纳纳的回答韩梅梅的话，是啊，今天多亏了老板。韩梅梅本来就大大咧咧的，心大，虽然今天遇到了危险，但是已经解决了，而且官方的关注以及在他心目中无敌的老爸都来魔都了，那肯定没问题，所以现在很放松。
欢脱地附和着猪脚饭说：“是呀，是呀。”曹先生藏得好深，一点都没跟我们这个保镖透露。果然，他们这个企业家心都脏。不过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吗？你看曹先生那魔法，那武器，估计科技和变异都包圆了。咱们不跟这种变态比。朱大哥，你还这么年轻，暗境巅峰已经很棒了。而且那个爆单，也就是看着年轻，事实上肯定已经是个老妖怪了，就和我爸一样，看起来才40多岁，其实已经是个老人家了。韩梅梅的话让边上的唐景柔一下子笑了出来，然后捂着嘴，妩媚地看了曹渊的方向一眼。曹渊，李征。曹渊一时不知道该笑不笑，余光看去，可以从李征黑如锅底的脸色上确定李部长他破防了。真有你的韩梅梅，为了鼓励你的朱大哥，一句话把老板和老爸都给得罪了。李征脸色很不好，远远的就用力咳嗽了一声。嗨呀！韩梅梅和猪脚饭反应了过来，然后就看到跟在曹渊身边的李征，又意外又惊喜地说：“爸，你怎么跟曹先生一起来了？”李征没好气地说：“我这个老妖怪，老人家这次也接到任务了，要保护你们的曹老板。”韩梅梅脸上一点背后说人坏话的觉悟都没有，上前抱住李征的胳膊，摇了摇：“哎呀，老妖怪说的是今天遇上的那个坏家伙了，所以老人家就是说我对吧？”李征脸上又是一黑，韩梅梅理所当然地看着李征：“您实际上都超过退休年龄了，不就是老人家吗？”李征下划线。看到李征的表情，曹渊真的忍不住了，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这一下让大家的眼神都看向曹渊，其中李征的目光显得尤为锋利。曹渊活动了一下自己面部的肌肉，歉意的摆摆手：“抱歉，我想起了开心的事情。”第121。嘿嘿嘿。在李征的死亡凝视下，曹渊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表情。李征脸色很臭，但是他又不能把曹渊怎么样。再看了一眼自己的小棉袄，也舍不得说什么太重的话。最后转头看了一眼猪脚饭：“朱先生是吧？”猪脚饭愣了一下，连忙欠身回应：“李部长好，您叫我小猪就行了。”李征点了点头，上下打量了猪脚饭一眼，脸色稍好了一些。年纪轻轻，暗境巅峰，不错。猪脚饭正准备说话，李征却直接抢先说：“接下来我会保护你们老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容我倚老卖老，指点指点你如何？”指点？猪脚饭一脸惊喜，原本不高的兴致一下子变得有些兴奋。之前猪脚饭并没有接触过武道家这个级别，不知道武道家代表什么，但是刚才韩妹妹给他科普过，今天那个爆单都这么强了，现在更强的李征居然说愿意指导自己。因为激动，猪脚饭甚至脸色都涨得有些发红，连忙对李征鞠了个躬，能得到前辈的指点，是我的荣幸。曹渊看着猪脚饭的模样，有些哭笑不得的叹了一口气。小猪、阿峰，你们接下来保重。夜里，唐景柔照例偷偷溜进曹渊的房间。曹渊习惯性的想要搂住唐景柔，可是他直接避过了曹渊的怀抱，然后伸出自己的手掌，对曹渊做了个停止的动作。怎么了？唐景柔努力绷着脸，白了曹渊一眼。怎么了？你说怎么了？然后迈着勾人的步子，缓缓走到床边。虽然身穿睡袍显得有些随意，但是还是很注意仪态的坐到床沿上。说说吧。唐景柔一副坦白从宽的模样，曹渊觉得还挺有趣的，正准备也走到床边坐下，唐景柔面色一冷，柳眉倒竖，站着。问你话呢？严肃点。看着戏精俯身的唐景柔，曹渊配合的站住，然后一脸认真的说：“不知唐小姐所问何事啊？”曹少爷，你自己说说吧，你还瞒了我多少事情？未免隔墙有耳，可否由我附耳告知唐小姐？唐景柔点了点头，做了个侧耳的动作。曹渊凑近坐在床边的唐景柔，从高往低看去，睡袍的领口难掩一份雪白，慢慢的低下头，附到唐景柔耳边，没有说话。呼吸产生的温热气流拂过唐景柔的脖颈、耳根和发梢。唐景柔正准备听曹渊说话呢，结果话没听到，就觉得自己的侧颈有些痒痒，回过头正好撞上曹渊的视线，爱人炯炯有神的目光，一下让唐景柔觉得有些吃不消。怎么不说啊？你干嘛？呀！唐景柔话还没说完，就被曹渊整个人抱了起来，然后他只听到耳边传来曹渊的一声他在什么？但是很快唐景柔就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了，所爱之人的欲念与情绪作祟，覆盖了两人的所有思维，情与欲皆纯粹，静默入髓。深夜，唐景柔瘫软在曹渊怀里，疲乏地闭着眼睛喘着气。早春的夜色还是很凉，但是室内的暖气合适的温度还是让两人汗流浃背。轻手轻脚地抱起唐景柔，走进浴室。曹渊在唐景柔耳边轻声地说：“玉牌，我的魔法，激光武器，
以及你和我妈使用的基因药剂，都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只是我的朋友们有些特殊，所以暂时没办法介绍给你认识。唐景柔现在一根手指都不想动，无力的点了点头，把头埋在曹渊的怀里。原本曹渊和唐景柔的计划是在魔都待2天的，但是因为仙盟的事情，现在无论是李征还是猪脚饭，韩梅梅说什么也不可能再让他们单独行动了。于是两人决定上午在魔都购物，给郑舒心和唐栓带些礼物，然后下午提前回江城。迈巴赫行驶在返程的高速上，曹渊看着身边因为昨晚累坏了正打瞌睡的唐景柔，伸手扶了扶她的秀发。回程驾驶的人换成了韩梅梅，副驾驶换成了李征。猪脚饭被李征安排自己去寻找公共交通工具了，因为购物以及韩梅梅开车稍慢一些。到江城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唐景柔和曹渊在别墅门前下车后，看着韩梅梅载着李征离开，曹渊掏出手机给罗斯峰打了个电话。喂，老板，阿峰，你在哪？我在李队长家上课哦。魔性的口音让曹渊有些无奈，但是现在不是上班时间，也只能忍了，就你们2个人。对面传来罗斯峰有些扭捏的声音。另一边，英语姐妹的住所，罗斯峰看着厨房里正在准备晚饭的李磊。虽然李磊不算是令人惊艳的美女，但是身上那股舞者英姿飒爽的气质还是不禁吸引着罗斯峰。同样作为暗境舞者，双方在武艺上能有所交流，李磊还会耐心地教他许多安保知识。他提出一起学英语的时候，李磊也没有因为口音对他有偏见，而是鼓励他并且帮助他。而现在李磊穿着围裙为2人准备晚饭，在那份英姿飒爽的气质中融入了一份恰到好处的温和。这幅景象让罗斯峰脸上的笑容遮都遮不住，甚至一时忘了自己正在和曹渊通电话，发出了一声轻笑。哎嘿嘿，这声音里有憧憬，有窃喜，有得意。曹渊，那好，你继续好好学习吧，我就不打扰你了。说完，曹渊挂断了电话。李征一起来江城，韩梅梅想要给李磊一个惊喜，并没有通知李磊。曹渊原本就担心罗斯峰和李磊现在在一起，想通知罗斯峰李征杀到的消息，让他先避一避。结果罗斯峰嘿嘿嘿的一声怪笑，让曹渊觉得还是让他直接面对吧。毕竟挖组织墙角，挖一个武道家的墙角，终究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第122顺便把墙给一起挖来。时间过得很快，在 One 正式发售后的不多久，国内的手机厂商各自带着自己的产品纷纷上市，整个华夏范围的生产线全都开足马力，往一处使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通过新景科技授意的捆绑宣传，伴随着 One 在高端市场的余威，原本还比较稳固的中低端手机市场也被来自东方的狼群撕咬的丢盔卸甲，整个海外移动市场再次陷入震荡。在国内软件方和互联网公司的全力配合下，华夏方面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初期就建立起了优势的软件生态。事实上，使用习惯这东西，大多数时候都讲究一个第一印象，只要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软件商自己不作死，搭上新景科技的等硬件厂商大腿，很容易就能收割大部分海外移动端用户。而另一边，果然李征来到江城后，说是为了保护自己，实际上一直盯着自己的女儿，不让自己女儿和小赤兄弟有单独接触的机会。这天一早，曹渊出门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迈巴赫已经在门口等自己了。上车以后发现罗斯峰正龇牙咧嘴的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你在做什么？曹渊疑惑的问。罗斯峰一边启动汽车，一边吸着凉气回答说，昨天李队长的父亲说我常年修炼古撞拳，撞拳刚猛，我的经络关节有些损伤，亲自出手为我推拿，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本没什么事，经过推拿，我最近好像更痛了。曹渊，没办法，挖墙脚顺便把墙给一起挖来了，只能受着了。总经理郑瑞景忙前忙后了几个月，北郊的新景科技研究所终于率先投入运用中。此时曹渊正在新的场合给研发部门的员工开会。经过这段时间的招聘，整个研发团队人员扩充了很多。先是表彰了大家的工作，然后曹渊开始分配新的任务以及人员的分配调度，准备低调的开始个人电脑的研发工作。整个会议室坐满了人，甚至还有很多人都是站着听曹渊讲述内容，细致地讲述了研发目标、标准。曹渊看向在场的一个中年人，淡淡的说，那么这次 PC 端芯片架构方面的主要研发任务就由陈永祥领队。在场的人都纷纷鼓起了掌声。陈永祥，也就是曹渊望向的那位中年人，却有些浑浑噩噩的，好似没有听到曹渊说话。这副模样让曹渊有些疑惑。老陈没有反应。陈永祥依然愣愣地看着曹渊的方向，但是眼神明显没有聚焦。老陈，曹渊稍微加大音量，
陈永祥终于是回过神来一样，曹总，这次架构的研发就由你带队，你有信心吗？陈永祥有些动容，然后又像是泄了气一样，曹总，曹渊皱起了眉头。陈永祥和曹渊是校友，今年45岁，在硅谷工作多年，是很有名气的华人技术大牛。原本新景科技的招聘策略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的，但是陈永祥在知晓了科学院光刻机的发展进度后，直接辞了硅谷的工作，回到祖国找上了技术源头新景科技。作为一个华人，能够享誉硅谷，经验和技术功底可不是开玩笑的。曹渊当然不可能放跑。现在新景科技开始进军电脑业务，但是因为先盟的事情以及移动端的业务，曹渊只能保证自己解决生产力软件这一块。芯片这边虽然能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确实没有办法自己再次亲自主持研发工作。高傲惯了的硅谷，在新京科技还没冒头的时候，得知陈永祥想要回华夏发展，甚至不屑于跟陈永祥签署一份竞业协议，那就没有比硅谷大牛陈永祥更合适的人选了。把手里的技术资料交到陈永祥手里，和他说明白自己的用意，他肯定能在培养人才和研发进度之间做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当初陈永祥应聘的时候，曹渊还没问他问题，他抢先问了曹渊有没有进军电脑领域的打算。在得到曹渊肯定的答复以后，才一副放心的样子。他说过，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华夏人能用着自己的芯片、自己的系统、自己的生产力软件建设自己的国家。可是陈永祥现在的状态明显不对劲，经过曹渊长时间的调教，大家的专业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暂时还不多，而陈永祥就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也是为数不多能和曹渊聊得来并理解曹渊的人。对于陈永祥的异样，曹渊很关心，对大家说暂时先这样，散会吧。然后看着陈永祥，老陈你来我办公室一趟，让秘书准备2杯咖啡。曹渊和陈永祥先后走进了新景研究所这边专门为他准备的办公室，请陈永祥坐下后，曹渊观察着对方，头发微微有些长，应该是没时间去剪头发造成的，但是明显有打理过，并不凌乱，一丝不苟的着装风格，一副人们常规印象中的中年工科男模样。老陈，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陈永祥摇摇头，曹总。曹渊却打断了对方的话，你不用否认，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和我说，我给你解决。你知道的，这件事情你是最合适的主持人选。陈永祥叹了一口气，还是摇摇头，曹总，我没事的，既然您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看着陈永祥不愿意说，曹渊也不好多追问，随即两人又聊了一些技术细节。临近下班，曹渊推开门，却发一个小伙子正在办公室门口，看起来一脸纠结，似乎正在考虑要不要敲门。陈伟，是找我吗？曹总，陈伟也是曹渊的校友之一，属于勤敏好学的那种年轻人，对技术的追求很纯粹，无论是曹渊还是陈永祥都很喜欢他，也都乐于指点教导他。曹渊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模样，有些奇怪的出声说，是有什么事吗？陈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出声说，是关于陈永祥师兄的事情。曹渊听了陈伟的话，反身重新打开办公室门，示意陈伟一起进来。你说说你知道的。第123。别怕，爸爸在呢。曹渊也没再麻烦秘书，而是亲自给陈伟倒了一杯水。陈伟微微有些紧张地接过纸杯，面对曹渊，陈伟明显还有些拘谨，就像读书时的学生遇到了政教处主任似的，明明自己没犯什么事，对方也慈眉善目的，但是依然会有些紧张，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陈伟才开口，陈师兄，他的女儿在魔都交通读大学就读，但是前段时间休学回江城了，他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曾经的导师现在正好在魔都交通大学任教，所以我知道一些始末。前段时间陈师兄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曹总还记得吧？曹渊点了点头，当时曹渊刚从京都回来，程芷瑶刚停职的时候，陈永祥有过一次请假。陈师兄女儿在魔都念书的时候，被魔都的一个富豪欺负了。曹渊眉头紧皱，欺负？陈伟脸色有些难看的点点头，不忿的表情溢于言表。我觉得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都有些压抑了下来，曹渊脸上的神情依然很平静，但是陈伟能感觉到自家总裁的眼神很冰冷。曹渊靠在自己的座椅上，望着办公室大门的方向，久久无言，控制着表情，对陈伟微笑了一下，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关注的，如果老陈有需要，我会介入这件事情。曹渊的话让陈伟像是放心了许多。等陈伟离开后，曹琴打开桌上的电脑，然后拿出手里的手机，
拨通自家舅舅郑书泽的电话。舅舅，小袁，有什么事吗？我们公司有一位重要的技术骨干，叫陈永祥。他的家庭信息是一边调阅公司后台人员信息，一边把信息报给郑书泽。他的女儿陈欣在魔都交通大学就读，近期遇上了一些麻烦，事情应该不小。舅舅，你帮我了解一下。郑书泽正好就是魔都交通大学毕业的，在魔都当地有足够的人脉，能了解到更多的事情。电话那头，郑书泽沉吟了一会，陈欣是吧？行，我帮你问问。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曹渊接到自己舅舅的电话。小渊，我刚才问了问我同学，从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你说的这个陈欣是在和同学去 KTV 庆生的时候，被魔都的张维迎盯上了，最后用了些手段达到了目的。而陈欣这边，事后精神状态不稳定，前段时间他的家人为他办理了休学。曹渊有些疑惑，魔都土皇帝张维迎？是的。郑书泽的声音继续传来，张维迎得手后应该是软禁了陈欣一段时间，等待加取证时间过去，听说这是他的惯用手段。小渊，你要插手这件事情？曹渊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淡定。陈永祥是抛弃了国外的事业，为了华夏的技术发展回国的。舅舅，你觉得我应该插手吗？郑叔则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声说，近期江城有一个慈善拍卖会，张维迎会来江城，如果需要官方层面的帮助，和舅舅说。挂断电话，曹渊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网页，搜索张维迎。网页上的照片里，张维迎笑容和善，姿态优雅，身材保持得很好，完全没有中年人的油腻，西装革履的模样宛如一个充满涵养的贵族。金融巨头，华夏知名慈善家，近期要来江城，难道还不准备放过陈欣？手指轻敲着桌面，好一会儿才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如果办公室里现在还有别人，一定能看到曹渊森冷的目光。曹渊走出研究所，把陈永祥家庭地址报给罗斯峰。到了陈永祥家，这是唐氏开发的一个高端楼盘。曹渊来到陈永祥家门口，按响门铃。不一会儿，门被打开了，开门的是陈永祥。这时候他正围着围裙，看样子似乎在做饭。打开门后看到曹渊，陈永祥有些懵。曹总，我找你了解一些事情，打扰到你了吗？陈永祥连忙摇摇头，不会不会，曹总快请进。进门后，从厨房走出一个中年女人，是陈永祥的妻子于丽。曾经在公司，曹渊见过一次。于丽面容清秀，但是看得出并不特别注重外形保养，整个人书卷气十足，整体气质可以看出是一个高知女性。所谓岁月不败美人，莫非如是？可是于丽此时的模样却显得枯槁，眼眶中有些血丝，头发也有些凌乱，但是见到曹渊以后，还是勉强的扯出一下笑容，跟曹渊打招呼：“曹先生，您好。”曹渊深深的看了于丽一眼，欠身点点头：“嫂子好。”陈永祥做了个请的手势：“曹总，家里有些乱，见谅。”随着陈永祥穿过玄关，走进客厅，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坐在沙发上发呆，穿着居家的睡衣，头发只是简单的扎着，模样清秀可爱，但是表情却麻木呆滞。听到了两人的脚步声，转头看了过来。曹渊今天照例是一身西装，头发打理得很得体，一副优雅的精英模样。但是女孩在见到曹渊以后，小嘴微微张开，好像愣住了一样，然后呆滞麻木的眼神逐渐变得恐惧，然后抱着膝盖，整个人缩了起来，肩膀微颤，嘴里似有若无的发出呜呜的声音，声音很轻，可是传到曹渊和陈永祥的耳边，却宛如哀嚎，像是受伤的幼兽。抱歉，曹总，我女儿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情绪不稳定。陈永祥脸上的心疼，但是还是用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对曹渊告了声歉，走到女儿身边，轻轻搂住自己女儿，拍打着陈欣的肩膀，就像是安慰幼时的那个女孩一般，嘴里轻声的安慰着：“欣欣，别怕，是爸爸，爸爸在呢。”曹渊扭头看到展示柜背后的反光镜面，反应过来陈欣为什么突然受到刺激，连忙脱下西装，取下领带，解开衬衣最上面的2颗纽扣，揉了揉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看起来慵懒随意了许多。陈欣在陈永祥的怀里呜咽着，然后充满恐惧的神情看向曹渊，或许是父亲的安抚起了作用，又或许是曹渊临时改变自己的形象起了作用。陈欣终于渐渐的冷静了下来，但是看向曹渊的眼神还是有些畏惧，有些惊恐。第124，我会让他在江城伏法的。客厅里，陈永祥抱着陈欣轻声的安慰着。曹渊看着这幅画面，叹了一口气，独自走到客厅的阳台上。陈永祥安抚了陈欣好一会儿，然后把他送回了房间。
也来到阳台上，掏出了一包香烟，抽出一根，苦笑着说：“我抽根烟，曹总不介意吧？”曹渊摇了摇头，表示随意。陈永祥的手有些颤抖，啪嗒啪嗒2次点火，才成功把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似乎这样能让他的情绪得到抚慰。给我也来一根。曹渊伸出手，陈永祥叼着烟愣了愣，木然的把手里的烟和火机递给曹渊，啪嗒一声，点燃嘴里的烟，学着陈永祥的模样，深深吸了一口，嗨嗨可嗨嗨，然后就是一阵咳嗽。显然曹渊并不太适应香烟的味道，只能把烟叼在嘴里，任由香烟自己燃烧，火星缓缓向上蔓延，把烟草变成松软的灰烬，就像眼前这个技术圈名声在外的男人一样，似乎轻轻触碰就会碎裂开来。等到陈永祥情绪逐渐冷静了下来以后，曹渊把还剩半截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出声说：“你最近魂不守舍，是不是因为张维迎的事情？”陈永祥愣住了，看着曹渊。曹渊温和地看着他：“和我说说吧。”两人经常深入的交流技术，对于陈永祥来说，曹渊是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在纯技术领域的忘年之交。这时候曹渊提起了心事，就像打开了阀门，让陈永祥心里的愤懑找到了一丝倾诉的渠道。吸完整根烟，陈永祥才缓缓出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前面的具体情况和郑叔则说的差不多。陈永祥说，陈星原本被接回江城以后，夫妻俩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情况原本有了些好转。陈永祥又点起一根烟：“前天我老婆带星星看心理医生回来，星星一到小区门口就尖叫了一声，往家里跑，一直念叨着他回来了，他又来了。我们安慰了星星好久，他才抱着我们说，在小区门口看到了张维迎软禁他时看守他的人。星星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只有我在家的时候才敢走出房间。一旦情绪开始宣泄，那么久很难收得住。”陈永祥抬起头看着曹渊，双目通红：“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就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人，喃喃的自语。陈永祥这样的技术大拿，几乎不可能遇上中年危机，结果却遇上了更可怕的事情。他是一个家的顶梁柱，他不能脆弱，只能强忍着内心撕裂的疼痛，逼自己拿出丈夫和父亲的姿态，安慰着母女二人，让他们依靠。曹渊按住了陈永祥的肩膀，等待着陈永祥冷静了下来，冷静的出声说：“老陈，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好好照顾陈星。张维迎最近会来江城，我会让人保护你们一家。”陈永祥愣了愣：“曹总。”曹渊直视着陈永祥的目光，认真的说：“张维迎，我不会让他跑掉的，你放心。”陈永祥和于丽夫妻俩邀请曹渊一起吃饭，但是陈星的状态不适合有外人在场，曹渊婉拒二人，直接告辞。走出小区后，向四周看了一眼，确实发现一辆魔都牌照的车子，车上2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个人似乎在睡觉，另一个人视线望着小区大门的方向，并没有注意曹渊，敲了敲自己的迈巴赫车窗。罗斯峰把车窗降了下来：“老板，怎么了？这几天你不用跟着我。”罗斯峰原本想问曹渊那边怎么办，但是看到曹渊前所未见的锋利眼神，怔了怔，然后点点头：“我知道了。”曹渊指了指远处那辆魔都牌照的车：“你亲自保护陈博士一家，尤其是陈博士女儿，然后通知李磊，调2个队员过来给我盯住那辆车，让王向荣到陈永祥小区接自己回到家。”曹渊接到了孙清的来电：“孙部长，你好。”孙清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曹先生，你和张维迎有冲突？”孙部长，你知道了。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的孙清看着手里的资料，语气平淡地说：“刚才那个罗斯峰通知李磊调动安防小队的人员，李磊向我汇报了，我查到那辆车牌号是挂在张维迎一家子公司名下的。”曹渊沉默了一会，没有否认。孙清继续出声说：“上次仙盟这个组织露出水面，安防部和安全处全力调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有些证据指向张维迎，很有可能就是仙盟的人。而曹先生现在又正好和张维迎有冲突，我这次致电曹先生，就是想询问你和张维迎的具体冲突原因。另外，近期张维迎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人，或许和曹先生你也有些关系。”曹渊有些疑惑：“和我有关？一个疑似萧傲天的人。”孙清继续补充说：“根据监视人员的信息，对方身材和动作习惯和萧傲天非常相似，但是五官完全不同。我这边初步怀疑是对方一易容或者整容了。”龙王回来了。曹渊走进别墅，在院子里的摇椅上坐下。身份信息方面有疑点吗？孙清沉默了片刻：“我们调查过了，萧晨，海外华人，身份信息很充分。”电话两端，曹渊与孙清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孙清倒是没有忘记自己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毕竟萧傲天对于孙清来说只是一个雇佣兵而已。孙清不算特别在意，
曹先生能否告诉我们，你和张维迎的冲突原因？曹渊背靠着摇椅，摇椅缓缓地晃动起来。孙部长可曾调查过张维迎私下的事情？孙清坐在办公座前，看着手里张维迎的资料，脸上露出一阵厌恶。查过，但是他做的事情似乎有非常专业的善后，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曹渊深吸一口气，新景科技员工陈永祥，技术水平享誉米国硅谷，因为我和科学院的合作，让他看到了国内半导体的希望，所以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待遇，回国投身科技事业。结果他的女儿在魔都。说到这，曹渊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孙清凭着手里的资料就能猜出结果。曹渊躺在摇椅上，看着昏暗的天空。我今天刚去见过那个孩子，他甚至仅仅因为我的西服，就对我充满恐惧。我无法想象张维迎究竟做了些什么，让一个年轻的女孩有这样的心理阴影。而现在张维迎的人出现在江城他家的楼下。孙清默默地听着曹渊的话，面色平静，手里关于张维迎的资料被他紧紧捏成一团。曹渊从摇椅上站起身子，语气坚定地说：孙部长，那个疑似萧傲天的人，感谢你的提醒。至于张维迎，我会让他在江城伏法的。第125，继续关禁闭。夜幕悄悄地降临。其实曹渊确认自己母亲郑淑欣肯定已经知道了些什么，虽然一提起这个，唐景柔总是支支吾吾做鸵鸟，但是对于曹渊而言，他与唐景柔之间的晚间故事却从偷偷摸摸变得有些肆无忌惮。第二天一早，曹渊从车库随手选了一辆宾利，迈巴赫和罗斯峰都被自己留在陈永祥那边。习惯了罗斯峰的存在以后，换成其他人，曹渊觉得也不太适应。这段时间只能自己开车去上班了。宾利缓缓驶出别墅，经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曹渊发现李征站在路口，有些显眼。这一带都是富人区，许多早起锻炼的贵妇富婆看到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路口的李征。李征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因为矫健的身材丝毫不显老气，五官虽然不及曹渊俊朗，但是面无表情中流露出来的成熟气质，让他看上去有着一些独特的大叔魅力，让周围的贵妇富婆眼神都变得有些异样的骚动。李征看到驾驶座上的曹渊，冲着曹渊的方向挥了挥手。曹渊降下车窗：李部长，你这是？李征面无表情地拉开车门上车。孙清让我最近跟着你。跟着我？上车后，李征整个人才放松下来，表情也变得生动起来。你最近和一个疑似仙盟的人有冲突？重新启动车子。曹渊点点头，没有否认。具体是什么事情？想了想，曹渊把事情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话音刚落，曹渊就感觉身体一热，扭头看去，画面把曹渊吓了一跳。这时候李征很明显的非常愤怒，毕竟瞳孔都燃起了2个火苗，头发也极为不科学的燃烧了起来。中年霹雳火。曹渊愣了一下，然后想起现在的环境，忍不住出声说：李部长，车子一般不买自燃险。李征这句话让他燃起的怒火迅速熄灭了下来，看了一眼方向盘上的宾利 logo， 下意识伸手摸了摸车顶和座椅，确认没有造成什么毁坏，才尴尬的咳了咳。怪不得孙清让我跟着你，还说关键的时候。话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曹渊疑惑地问：关键时候？李征没有回答曹渊的话，而是扭头看向开车的曹渊，出声说：曹先生，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多数权贵阶层的眼里只能算是一件小事，你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语气前所未有的有些认真。正逢一个红灯路口，车子缓缓地停了下来。曹渊扭头望着李征：李部长，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给陈永祥一个交代，您知道代表着什么吗？李征摇摇头：代表什么？曹渊严肃地说：我们国内现在还非常困难，很多方面还不能兼顾，因此本就条件不如国外。井号34，一个怀揣梦想回国建设祖国的高级人才，回国后被所谓的权贵欺压，甚至对方还能活蹦乱跳逍遥法外。如果事情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结果，一旦传开，代表着以后所有满怀热情想要投身建设祖国的年轻人会心寒，许多心怀抱负的人才会大量外流。曹渊回过头看着眼前的路口，红灯开始闪烁，绿灯亮起的一瞬间，停滞的车流开始逐渐流动起来。吸纳、挽留人才的事情是我们这些企业应该做的，我绝不允许让现在好不容易有所起色的局面因为一个人渣而崩塌。曹渊的话让李征怔了怔，然后笑了起来。对方很有可能是仙盟的人，很多事情根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你准备怎么做？曹渊稳稳地扶着方向盘，耸了耸肩膀。如果法律的途径找不到方向，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把张维迎留在江城。李征看着曹渊的神态，笑容越来越明显，然后笑出声来，笑声里有些欣慰，又有些缅怀。我上次还说
你们读书人最是冷静理智，没想到和我们这些武夫差不多吗？虽然话里有一些调侃的意味，但是李征是开心的。作为一个人们口中的莽夫，突然发现冷静理智的曹渊，偶尔其实也挺莽的。这个发现让李征觉得很开心，笑了一会儿。李征出声说：“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你不要妄动，我来动手，你来动手。”李征平静的点点头，认真的看了曹渊一眼。我这次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果真的冲突到了不可调停的地步，由我亲自格杀张维迎。命令。曹渊扭头看向李征，对方从笑容满面切换到言辞冰冷，只用了一瞬间，稍显疑惑的表情让李征笑了笑。虽然你能击败爆丹强者，证明你的魔法不弱，但是你是要面对全社会的科学家、企业家，没必要为了这种人渣留下什么把柄。曹渊忍不住思索起李征话里的意思，张维迎的背后明显有人，官方层面上或许并不好拿下他，但是在金融巨头张维迎和技术巨头曹渊之间，上面已经很明显做出了选择。李征整个人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望着车窗外来往的行人与车流，一时有些沉默。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提前退休吗？曹渊摇摇头，其实和你这件事情性质有些类似，不过我比较冲动，做事不如你有条理，我直接把对方活剐了，造成的影响不太好。不过我有时候总会在睡前问自己，后不后悔这么做。每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后悔，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依然会这么做。所以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其余的交给我，大不了武者禁闭所，我再去走一遭。曹渊活剐了禁闭所，您老原来犯的事儿看来可不小啊，不止直接退休了，还关禁闭。第126曹歉。虽然最终李征还是没说自己具体因为什么事而受到的处分，但是这一刻曹渊莫名觉得两人之间有那么一丝感同身受。车子稳稳地驶入公司车位，李征以保护曹渊的名义来江城，结果一直在给自家的白菜作坊朱护栏工作，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来到新景科技。老惯犯李部长和罗斯峰不一样，罗斯峰只会老老实实的在车里等曹渊，李征却一整天下来都紧紧的跟着曹渊，明明是一副帅大叔的模样，却背着手像个小老头，亲眼看着曹渊一天的忙碌，看着新景科技的员工们因为科研进展而欢呼，看着因为谈好代理商进一步开拓市场而兴奋。虽然有些繁忙，但是所有人都一副欣欣向荣、元气满满的模样。年轻人的洋溢的朝气最是感染人，特别是对于李征这种中老年人，一幕幕的画面让惯犯李部长也不由露出一丝微笑，笑容里有些欣慰，亦或羡慕。临近晚上下班，曹渊带着李征回到自己办公室，秘书把一个精致的大号信封交到曹渊手里。曹渊拆开翻看了一眼，一份是拍卖会的邀请函，一份是拍卖物品清单，就是郑书泽提起的那个慈善拍卖会。把邀请函随意的扔在办公桌上，曹渊仔细的阅览了起了拍卖清单。从拍卖会的举办方来看，这原本应该是江城本地的一次慈善拍卖，但是张维迎作为魔都土皇帝，却早早放出风声要参加。再联系到大概率是龙王的萧晨改换身份资料，秘密回国和张维迎搅合到一块，曹渊觉得龙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件拍品而来的。众所周知，龙王吗？装逼场合哪最灵？公园酒吧保安厅，何时起飞时机队？寿宴治病拍卖会。详细的翻阅了一会，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收藏品，无非古董文玩之类的普通东西。不过有一件拍品引起了曹渊的注意，一柄古剑，信息很简略，大多都是一些鉴宝专家的猜测，年份不详，材质特殊，非金非玉。通过之前和萧傲天的接触，龙王不止蠢，同样还很弱。如果就这么拉开武道和修仙领域的话，明显萧傲天也就是个愚蠢的菜鸡，那肯定是需要外挂才行了。要么身上有什么父母留下的奇怪宝玉，要么就是在古玩市场、拍卖会之类的地方有什么机遇。这柄古剑看起来倒是有点那个意思。曹渊转身看向李征，大小算个超凡领域的专业人士，于是把清单递给李征。李部长，你看这柄古剑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独特之处？李征接过清单，找到曹渊说的那柄古剑，认真端详了一会，然后摇摇头，从照片上看不出什么，如果有实物可能能发现一些什么。那届时有劳李部长和我一起参加这个拍卖会如何？李征点头应允，我最近的任务就是跟着你，当然没问题。怎么，你对这古剑有兴趣？曹渊摇摇头，表示否认。我就说你们魔法师打架不是直接念几句咒语完事吗？说到这，李征像是想起了什么，好奇地问曹渊，哎，我以前见过的魔法师咒语都比较简单，不过威力确实也一般，
你们魔法师是不是咒语越纯畅纯粹，越厉害？曹渊，你刚刚是不是想说纯？哭笑不得的回答说，其实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接触过魔法师，事实上古武者和武道家我也接触的不多。李征乏味的点点头，然后看向身姿挺拔，身上似乎写了精英2个大字的曹渊，脸上表情变得有些揶揄，很是期待。曹先生，下次有机会让我见识一下你那魔法咒呗，我还挺好奇的。噗呲。下班回家的路上，曹渊作为工资发放方，却依然做着司机的工作。李征老神在在的坐在副驾驶，曹渊倒不在意这种事情，但是自从想起羊皮卷上的魔法咒语以后，李征总是时不时耸肩，一副努力憋着笑的模样。老同志脸都有些红润了。下车的时候看了一眼曹渊，帅气俊朗并且有些无奈的模样，李征一下子没控制住，笑了出了声来，然后连忙一只手捂着嘴，对曹渊摆摆手，抱歉，最近我老婆要来江城，一时有些开心。曹渊，景浩，你明明在笑我，你都没停过。一路忍受着社死的煎熬回到家，唐景柔和郑书欣都还没回家，社死的羞愤感一时无法宣泄，于是曹渊抱起趴在鞋柜上打盹的唐醋，一边逗弄着一边往沙发走去。经过这段时间郑书欣的精心饲养，唐醋的体型隐隐有向着橘猫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曹渊轻轻地捏了捏唐醋的脑袋，整张猫脸在曹渊的手掌下皱了起来。你最近吃的太多了，再这样下去你变身以后不会变成一只肥老虎吧？唐醋不满地脱离曹渊的魔掌，然后身子一扑，2只可爱的小爪子按在曹渊的胸口上。那一瞬间，曹渊感觉自己像是被液压机按住似的，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就被娇小的唐醋按在沙发上。唐醋鄙视地看了曹渊一眼，然后骄傲地喵了一声。曹渊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重新把他抱了起来。好好好，唐醋还是很厉害。这时曹渊脑海里传来聊天群的提示，点进去一看，曹贼001，欢迎新人 CTLY0012号幻想宇宙群员曹倩进入聊天群。新人入群通知，本群是幻想宇宙曹渊聊天群，群员都是由平行世界的同一人，在各自世界的同一个时空节点穿越到各个幻想宇宙，所以请各位曹渊互帮互助，和谐共进。来新人了，等等，曹倩，女性群友。第127后续操作条件和先决条件。曹渊加入聊天群以来，已经半年左右了，第一次有新群友的出现，第一时间表示了欢迎。江城大少曹博士，欢迎新人。清源仙尊曹校长，曹倩，新人是妹子吗？禁咒法神曹阿宅，平行世界的我居然是妹子，不敢细想，新人没有冒头，应该是在看群介绍、群公告之类的东西。原本的几位群友在讨论新人的性别问题。武林至尊曹总攻，妹子，居然有妹子。铁血领主曹将军，这位 LSP 群友请你克制，你难道对你自己有奇怪的想法？武林至尊曹总攻，我严肃的声明，我不老。末日人一曹主任，行了，这位新人大概率是个妹子，你们别把人家吓到了。闲扯了一会，新人总算冒头了。曹倩，果然穿越后就会有金手指吗？五虎起飞，聊天群，卧槽，企鹅的业务居然这么广泛。马天地得正道果，果然恐怖如斯。哈喽哈喽，各位大佬，大家好，我是曹渊，也是曹倩。众人，禁咒法神曹阿宅，这位新人的症状有个名词叫啥来着？大培育师曹指挥，好像是社交牛逼症吧。曹渊看着群里新人的聊天记录，一时也陷入了沉默，这就接受了。心也太大了吧。江城大少曹博士确实稍显活泼。曹倩，大佬们，群公告里说，你们其实都是我也是你们，所以你们一定会救我的，对不对？江城大少曹博士，井号34，你遇上了什么危险吗？井号34，曹倩，危险倒是也说不上。哎呀 ，Omega， 我这问题说起来还怪不好意思的呢。武林至尊曹总攻，你是妹子，你穿越到什么世界了？曹倩，妹子也不是，我原本是正常的曹渊，穿越成一个叫曹倩的妹子。至于世界的话，好像是1930年左右的华夏。禁咒法神曹阿宅，姓转，历史文，铁血领主曹将军，穿越成妹子。卧槽，比我还惨。末日人一曹主任铁血领主曹将军，我觉得还是你比较惨，毕竟曹倩还是可以喜欢妹子并且找妹子，只是没有后续操作条件，而你是连先决条件都没有。铁血领主曹将军，曹主任的2个条件直接让曹将军陷入了沉默。而一个村庄，人们正在辛勤劳作着。流淌蜿蜒的河边，一个少女坐在水边的石滩上，沉浸在脑海里的聊天群里，脸色有些兴奋，看着群员列表和群员们的 ID， 忍不住一挥手，仙尊，法神，有救了！
连忙在群里两位头衔看起来最猛的大佬：曹倩清源仙尊曹校长禁咒法神曹阿宅。仙尊大佬，法神大佬，你们救救我吧！清源仙尊曹校长，那个妹子，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我们一定会尽量帮助你的。禁咒法神曹阿宅，对，当然了，如果是需要动脑的困难，请找江城大少曹博士末日仁医曹主任。曹倩清源仙尊曹校长，仙尊，救我呀！仙尊，我想变回男人啊！现在村里的姑娘整天叫我一起去河里洗澡，我觉得自己灵魂已经为所污秽了。还有，我爹娘好像给我许配了人家，想要把我嫁人了。我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人家不想被男人扑呀。而且好像是因为和曹倩的融合，我现在变得好娘娘腔，人家明明应该是猛男才对。社牛属性的曹倩发消息就像子弹哒哒哒的弹个不停。曹渊抚摸着糖醋，看着他描述自己的遭遇，对此很是同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挺惨的事情，经过曹倩的讲述，曹渊总觉得有些想笑。清源仙尊曹校长，帮不了，告辞。禁咒法神曹阿宅，抱歉，无能为力。玄学已经帮不了你了，你还是去求助科学吧。我帮你他们。末日仁医曹主任江城大少曹博士。末日仁医曹主任，理论上来说，只能在外形上一定程度做到，完全变成男人不可能，而且1930年的话也没有手术条件啊。曹倩连仙尊和法神都做不到吗？禁咒法神曹阿宅，只是想成为法神，暂时还不是法神。清源仙尊曹校长，我这仙侠世界的法术也都是些打打杀杀的东西，专业不对口，就算我真成清源仙尊了，估计也做不到。清源妙道二郎显圣真君或许才可以。江城大少曹博士，其实关于孩子的话，爸爸做不成，做妈妈其实问题也不大。曹倩，这位博士大佬，你说的还是人话吗？看来我只能含泪继续去和姑娘们一起洗澡了。铁血领主曹将军，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心情有些复杂，既同情又羡慕。曹倩的诉求大家还真帮不上忙，至少暂时帮不上，只能把注意力转移其他的地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给曹倩解释完聊天群的具体来历和功能，然后一一给曹倩做了自我介绍以后，大家开始关注曹倩穿越到的哪本小说，哪个世界。在曹老师的指导下，曹倩把自己现在的情况用记忆片段分享的方式发送到群里。曹渊轻抚着糖醋柔顺的毛发，点开了记忆片段。民国时期，有一个叫榆树湾的村庄，曹倩就是榆树湾的一位普通农家女子。从记忆片段来看，唯一让曹渊觉得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看到自己的脸娘化，怪羞耻的。曹渊看过的小说本就不多，得不出什么有效信息，看过后直接就把注意力放回群里。武林至尊曹总工，咱的脸换成妹子也还挺好看的哈。曹倩，清源仙尊曹校长，榆树湾曹倩，我看过这本书。大培育师曹指挥，不愧是你。曹老师，不愧是你加一。清源仙尊曹校长，是一本女频灵异文来着。江城大少曹博士，你连女频都看。清源仙尊曹校长，从女学生手里没收的。曹倩，等等，灵异。第128，不愧是女频。灵异2个字让曹倩陷入沉默。曹校长很干脆地把曹倩相关的整本小说上传到群文件。曹倩身处的小说世界名为玉灵师，女主角原本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农家少女，长得漂亮可爱，天真浪漫。县城里的大户人家少爷一次春游，途经榆树湾时，看见在桃树下梳头的曹倩，为这个故事拉开了序幕。小少爷从那天开始茶不思饭不想，仿佛脑子被那个桃树下的少女占据了全部。按现代人的思维来说，这种一见钟情本应该是见色起意才对，不过在女频文里，那个年代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感情观也非常的淳朴，仅仅一个照面就把自己的心也想掏给曹倩了。书里的原文描述，那个桃树下的少女宛如一片绯红的桃花瓣，飘落在树下的池塘里，在她的心里点起一阵阵的涟漪。沉默又平静的那一汪春水，从此再不凝息，意难平静。翠青色的池水被飘零的花瓣染上了一层霞光，从此生命里的每个晴朗日子，清晨是他，薄暮也是他。可惜小说故事终究是需要有波折的。事实上，曹倩的父亲表面上看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实际上是一个逃避敌人追杀的御灵师。在曹倩即将成亲的前1个月，曹倩的父亲留下了一个包裹，带着曹倩的母亲不辞而别了。曹倩由此得到了父亲留下的御灵手札以及御魂令。御灵师是一个有些笼统的名称，这个职业只在自己的家人后代之间传承，每个御灵师都会得到自己长辈传承的家族半生灵，半生灵守护着这个家族，配合着御灵师的工作，
而御灵师通过指挥半生灵，以及学习各种御灵师技能，进行驱魔、除妖、抓鬼、驱邪、超度、观命理、断吉凶、阳宅选址、阴宅定穴等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按照曹渊的理解来说，御灵师的手段和动漫中的镇魂将类似，只是道士的活他们干，风水师的活他们干，天桥半仙的活他们也干，和尚的活他们还要干，花一个人的钱能干好几份活，价廉物美，一节更比6节强的御灵师理所当然的开始霸占整个玄学市场，抢走大部分的客源。众所周知，吃独食的人一般是没有好下场的，御灵师那么厉害，还要我们这些同行的道士和尚作甚？于是道长大师们找到了御灵师群体，表示要么御灵师把技术专利授权给他们，大家一起巩固市场，要么你们御灵师以后按照事件的不同性质收费，不能再按人头收费了，否则大家都快没饭吃了。御灵师们表示，我们是有崇高梦想的，肃清妖魔是我们的责任，你们现在居然给我说市场规律，庸俗。至于技术授权，那也是不可能的，这都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是不可能违背祖训的。既然谈不拢，那就只能开打了。御灵师虽然强，但是人少，符道发展下线的速度又快，以多咬死象，御灵师们终归是节节败退。而曹倩父亲的敌人，自然也就是道士和尚等玄门中人。在父亲失踪后，曹倩自然开始踏上寻找父母的道路。但是那个年代人不好混，妖魔鬼怪也过得苦，既然过得苦，那就容易惹是生非，妖魔作祟的事情太多。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曹倩最终用自己的血激活了御魂令，并开始学习御灵手札，成为了一位御灵师。当然了，作为的女平文，感情线是必不可少的。在寻找父母的旅程中，因缘际会之下，曹倩和自己的未婚夫组队，两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中间，还夹杂着曹倩的半生灵。曹倩由此和两位男主角展开了两段纠结又细腻的情感纠纷。未婚夫和守护灵两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都喜欢曹倩。双方明明互看不顺眼，但是为了曹倩，最终还是守护在她身边。遇到困难的时候还会通力合作，力保曹倩无恙。守护灵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负责魔法压制。未婚夫作为大户人家，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有着庞大的资源，购买了大量的枪械装备，负责物理输出。然后在三人小组真正成型，踏上寻父之旅以后，群文件戛然而止，大家快速接收完御灵师这个文件。曹渊怎么又是半截的？江城大少曹博士、曹老师后面又没了。清源仙尊曹校长可嗨嗨，当时没收的书就第一册，只有这些内容。曹倩，所以不止未婚夫想要扑我，连半生灵也要扑我。众群友，这位新群友怎么3句话就离不开被扑？武林至尊曹总攻，不愧是女频啊，真的挺会玩，让两个男人和平相处。禁咒法神曹阿宅，说实话，我老觉得这未婚夫和守护灵的组合就像低配的曹少爷和曹老师似的。清源仙尊曹校长，江城大少曹博士，阿宅，你在说些什么鬼话？禁咒法神曹阿宅，难道你们不觉得吗？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富家少爷，一个古香古色的玄学大佬。这么一想，曹倩这哪里还需要找他们，咱们群里就有高配的，自产自销，岂不美哉？众人，武林至尊曹总攻，阿宅你不对劲。铁血领主曹将军，卧槽 RB 人，你他娘还真是才思敏捷。群成员禁咒法神曹阿宅，已被管理员清源仙尊曹校长禁言5分钟。清源仙尊曹校长说得很好，下次不许再说了，因为御灵师里的鬼怪其实对于众群友来说并不算什么特别大的麻烦，因此大家此时的都比较放松，就女频的剧情开始调侃起来。但是看完群文件的曹倩，这时候心态都快崩了，无助地坐在河边，不自觉地适应了自己女性的身份，非常女性化地捧着自己双腿，一时画面显得有些娇柔。曹倩眼神有些空洞，抓鬼、除妖、驱魔、驱邪，这是我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华夏接班人该干的事情。我抓个鬼啊！呸！我才不要抓鬼啊！反应过来后，曹倩再次在群里呼救。曹倩，大佬们变回男人我暂时也不想了，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你们一定会帮我的对吧？我可以给你们女装，给你们嘤，你们一定要救我啊！清源仙尊曹校长关于鬼怪的话，其实问题不大。江城大少曹博士相对而言，鬼怪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我觉得你现在主要应该考虑的是，你父亲为什么失踪，以及你还想不想和两位男主之间产生情感纠纷。曹倩刚才说过，父母已经有把他许配给别人的意向了，那就说明剧情已经开始了。
富家少爷已经有了未婚夫的名义，而半生灵又是源自父亲的传承。一想到另一个自己在两个男人之间游走，曹渊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第129，龙王回来了。曹渊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一个开关，让群友们焕发出更大的热情。大培御师曹指挥，一个民国的富家少爷，还是未婚夫，媒妁之言占据名分，一个世代为曹家笑死的半生灵，世代相守占据情分。女评的作者是真会写哈。末日人一曹主任，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个妹子的意识主体是个男人，曹倩。原本他更关心的是鬼怪的问题，毕竟他觉得这是危及性命的事情。但是群里的大佬们现在显然对他和两位男主角更有兴趣。曹倩，我才不会被男人扑呢。清源仙尊曹校长啊，对，我受过专业训练 JPG， 和群友们闲扯了一会，逐渐安抚下曹倩有些紧张的情绪，逐一接收了群友们相关的群文件，也消磨了他对于鬼怪妖魔之流的害怕。所以决定，首先还是要搞清楚父亲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辞而别。了解的曹倩的近况以后，群友们也各自下线，给曹倩准备新人红包。第二天曹渊出门的时候，看到车库里停放的悍马 H1。曹渊虽然是外孙，但是身为江城豪族郑家最受宠的第三代，这辆爆改过的防弹 H1是曾经生日的时候收到的礼物。拨通王向荣的电话，让他把车开到郊外的仓库里，到时候作为给曹倩的新人礼物也还算合适。聊天群后勤主任曹少爷致力于让每个群友的生活充满幸福感。曹渊开着宾利驶出家门口，李征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互相打了个招呼，载着李部长离开了别墅。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正聊到鼓舞者的问题时，曹渊接到了罗斯峰的电话。老板，有人想要带走陈星。手机对面传来罗斯峰的声音。曹渊眉头皱了起来，拦住他们，保护好陈星家人，我马上到。宾利在空旷的路面上掉了个头，直接往陈永祥家的方向驶去。今天的天气有些倒春寒的意思，春暖了好些天的江城迎来了一波冷空气，为这春色附上了一层迷蒙的灰影。曹渊和李征达到的时候，看到罗斯峰正一脸严峻地盯着他身前的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局面。两位安防小队的成员正护在于丽、陈星母女身前，同样一脸警戒。曹渊看了一眼，对方一共4个人，其中2个是之前躲在车上监视的2个壮汉，2个壮汉的身前站着2个人，更靠前的那个一身得体的着装，从面料和剪裁来看明显价格不菲，仪态优雅，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视线平静地盯着躲在母亲怀里的陈星。曹渊见过对方的照片，张维迎，魔都土皇帝。而张维迎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人，虽然面貌改变很大，但是对方身上那股特殊的气质，化成灰曹渊都能一眼认出来。黑州龙王萧傲天回来了，不过现在应该叫萧晨。虽然他的五官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从原来的还算硬朗的长相被调整成现在普普通通的模样，但是那坚毅的眼神，那股屌丝中夹杂着些许反智的特殊气质，却不会随着五官的变化而变化。曹渊和李征走到罗斯峰身边，龙王在看到曹渊的一瞬间，身上的肌肉就不自觉地绷紧了。但是一想到自己这次好不容易回国，以及师父的任务，萧傲天脸上还是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张维迎也把视线投向突然出现的曹渊和李征身上，大致地观察了一眼，最后把注意力放在曹渊身上，脸上挂着轻松的微笑。这位先生，不知您是？曹渊没有理会张维迎，而是转身关注着陈星的状态。这时候的陈星整个人缩在母亲于丽的怀里，肩头微微的颤动，诉说着他的恐惧。陈星头发简单的扎起，把头埋在于丽的肩膀上，不敢抬头，不敢睁眼，似乎只有母亲的怀抱和黑暗能给他一丝安全感。相对于曹渊对张维迎无视的态度，李征倒是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张维迎，眼神中带着好奇。审视陈星现在的状态明显受到很大的刺激。曹渊扭头问罗斯峰事情的经过，具体怎么回事？罗斯峰这些天经过李磊的科普，他认识到了武道家代表着什么。虽然经常被李征推拿正骨，但是对李征实力的崇拜让他痛并快乐着。李征的出现也让他紧绷的精神放松了下来，指了指张维迎身后的2个壮汉，开口说，刚才陈星小姐母女2人出门，被这2个人阻拦，然后看向张维迎和龙王，我出手阻止以后，这2人就出现了。把头靠近曹渊，低声地说，那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让我觉得很危险。曹渊点点头，把视线投向张维迎和萧傲天。萧傲天这时候也靠近张维迎身边，说了些什么。张维迎平静地点点头，脸色不变，抬头看向曹渊，语气友善，但是神情中藏着淡淡的倨傲。
原来是新景科技的曹先生。我是盛维资本张维迎，和陈星小姐呢，算是旧识。这次经过江城，特地来找陈小姐叙叙旧。然后玩味地看了罗斯峰一眼，您这位手下，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曹渊冷漠地看着张维迎。罗斯峰的话里，张维迎让他觉得很危险，那就说明张维迎自身也有着一定实力，而且比罗斯峰更强。自己有着聊天群这样的外挂，都没办法在工作之余投入太多的精力修炼。那么这个张维迎，控制着体量这么大的一个财团，居然能比罗斯峰还强？张维迎也是特种人群，还是说仙盟有特殊的手段？曹渊心思如电，可是还没等他回复张维迎，就觉得自己身旁像是有一阵风拂过，李征的身形鬼魅一般的出现在张维迎和龙王的身后。暗境境界的萧傲天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张维迎却是有所察觉，迅速的转身，刚抬手准备做出应对，整个人就被李征掐着脖子提了起来。李征掐住张维迎的那一瞬间，张维迎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涌进他的身体，四肢像是一瞬间被瘫痪了一般，根本提起不任何反抗的力气。李征眼神中的锋利程度，甚至让张维迎觉得皮肤有些刺痛。一时间，刚才还平静倨傲的张维迎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李征歪着头盯着张维迎，爆单，不对，气血虚浮，机体松散。按理说，你应该不会武才是。第130杀死心中的梦魇。李征的动作太过迅疾，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萧傲天反应过来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像是死鱼一样，被李征掐在手里了。龙王大惊失色，连忙想要后撤，但是李征身上的气势却如有实质一般，压着他的脚步一分一寸都挪不开。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李征，对方是什么人？这气势，武道家。两个负责监视的壮汉眼中也有些恐惧，就连龙王都被李征此时的气势压得死死的，他们更加顶不住这一刻。李征身上散发的气势，让他们甚至想要跪下。张维迎眼神惊慌，但是身上那股无力感让他做不出任何动作，没有挣扎的余地。窒息感让他的喉咙防御性的发出断断续续的噎饿声。李征左手掐着张维迎，伸出自己的右手食指，轻轻地顶在张维迎心脏的位置，然后闭上了眼睛，似乎在感受些什么。曹渊眉头微蹙，看着李征的动作。一开始曹渊还以为是李征暴脾气犯了，准备直接了结了张维迎，但是李征的动作看起来应该没准备下死手，更像是发现了什么。于是他安静地站在原地，注意着李征的动作。这时候甚至似乎连风也停住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张维迎发出的噎饿的声音分外刺耳，让躲在安防小队背后的陈星抬起了头。